天道宗无为峰，峰主苏贤乃世化神期修士，放在整个修真界那也是备受敬仰的存在。只可惜这也是苏贤最后的高光时刻，因为他寿元无多，就要死了。此刻的苏贤躺在屋内，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就连呼吸都显得越发艰难了起来。他有一种预感，今日怕就是自己的最后一天了。苏贤是个穿越者，原主也叫苏贤，早在1年前就已经撒手人寰了，因为自己的附体，这才强行又活了1年。这是一个修真世界，修真者努力修炼，以窥天地奥妙，可成仙。修炼境界由低到高划分为炼气9重、筑基、结丹、元婴、化神、炼虚、合体、大成。境界越高者，在这个修真世界越是罕有，元婴期的强者便已然是称霸一方的存在。而在天道宗这样的修真大宗，化神期更是长老级别的存在，可谓一峰之主。本来穿越到一位化神境强者的身体里，苏贤还十分兴奋，但是在了解到自己即将老死，心里那股憋屈，那股骂娘的冲动，连宣泄的力气都没了。可怜自己来到这个世界，甚至于连仙女姐姐们的滋味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还是个纯洁的灵魂。原主苏贤是有个妻子的，天道宗盛行道侣之风，门下不少长老弟子皆有道侣，或是一夫一妻，或是一夫多妻，又或是一妻多夫，又或是全凭个人喜好。苏贤的妻子灵瑶正值年轻貌美，原主爱的是不得了，但在苏贤看来不过就是个绿茶婊罢了，哄骗了原主的修炼资源，却从未付出过什么。如今自己更是半年不曾见过他了。尊上，该吃药了。伴随着轻盈的脚步声，一名身着月白色衣裙的少女端着红木药盘穿过垂花门走了进来。微微有些发白的衣襟被饱满的胸脯撑起柔和的弧度，腰肢却束得极紧，一根胡兰绦带勒出惊心动魄的曲线。哦，是清雪啊！苏贤应了一声。值此寥落之际，自己的仆从弟子皆已离开，另谋出路了。唯一陪伴自己的也就只有这个10年前原主捡回来的少女。叶清雪来到苏贤身旁摆弄药碗，垂手时压青鬓发间一缕碎发粘在汗湿的颈侧，随着端药的动作轻轻扫过锁骨，那处肌肤被晒成蜜色，与衣领下雪白的沟壑形成晃眼的对比。苏贤不得不承认，叶清雪的身材是他见过最好的，没有之一。奈何上天为他打开了一扇门，却关上了另一扇窗。本该精致绝美的脸庞，却被一块狰狞的猩红胎记占据了大半面积，让人望而生畏。清雪啊，大家都走了，你怎么还在这里啊？苏贤忍不住问道。清雪的命是尊上救的，尊上在哪儿，清雪就在哪儿。少女眼中露出少有的坚定。唉，傻孩子。苏贤忍不住叹了口气，本尊寿元无多，怕也就是这2日的事情了。不会的，清雪一定会想办法救您的。叶清雪面露慌乱。哼，寿元天注定，修士修行本就是逆天改命，违反了天道。如今我寿元将尽，又岂是你能改变的？苏贤摸了摸叶清雪的脑袋，示意对方不要难过，这也让叶清雪无奈接受了现实。尊上可还有什么未实现的愿望？清雪虽然人微言轻，但一定会努力办到的。叶清雪脸色认真。苏贤一愣，愿望吗？当然有。只是见到苏贤有些犹豫的模样，叶清雪急忙道：尊上但有所求，清雪一定会倾尽全力办到。苏贤见到对方认真的模样，先是一愣，随即招呼对方附耳过来，道出了自己的心愿。不知道是距离太近被苏贤气息吹拂的缘故，还是受到苏贤话的影响，少女闻言脸颊通红，满脸的娇羞，大眼睛不断闪躲。哼，放心，老头子我也是闲来无趣，随便斗。苏贤连忙摇头说道，却不想被突然打断。尊上，清雪愿意。少女面色依旧羞红，但眼神却坚定了起来，带有些淡淡的自卑，只愿尊上不要嫌弃。话音未落，叶清雪发间木簪落地，青丝如瀑漫过苏贤膝头，中衣系带脱落，她颤声刚想说什么，却尽数湮灭在2人的唇齿间。好软，好润。苏贤苍老的身躯和灵魂微微一颤，这么些年了，终于喘息声渐起。当2具身躯紧紧纠缠在一起的时候，苏贤却发现自己似乎有心无力。尼玛的，给我硬！话音一落，苏贤不惜燃烧最后的寿元，运转灵力也要让自己成为一个真男人。正所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紧跟着在叶清雪的惊呼声中，2人逐渐迷失其中，相拥而颤，恭喜宿主成功摆脱处男之身，激活真命天女系统。忽然一道期待已久的声音响彻在苏贤的脑海。系统，是系统。尼玛的，老子都快死了，你个逼系统他俩啊！宿主可以拒绝激活。系统显得很硬气。激活？为什么不激活？苏贤连忙放下姿态。真命天女系统激活，请选择绑定你的真命天女叶清雪，是否确认？确认。听系统名字，苏贤也知道这真命天女系统大概是个怎么回事。虽然叶清雪有一定的缺陷，但他确定。好的，
真命天女绑定中丁，系统激活成功，奖励寿命1年，当前寿命1年01天，奖励涅槃丹1颗，可大幅提升服用者体质，激活服用者潜能。绑定成功后，宿主可以通过完成系统任务获取奖励，另外提升真命天女的修为宿主可以获得双倍返还。听到系统介绍，苏贤感动的都快哭了。最重要的是，他又能多活1年了。尊上，你怎么了？是清雪哪里做的不好吗？蜷缩在苏贤的怀里，触碰到对方干枯略微有些个人的躯体，叶清雪有些心疼，但随即又感受到苏贤身体猛然一颤，少女忍不住关切道：没有，雪儿，你做得很好，很好啊！哈哈哈！苏贤放声大笑，之前的郁闷一扫而光。老不死的，还活着吗？忽然，屋外传来熟悉的声音，是林瑶。叶清雪慌忙穿起自己的衣服，紧跟着便是见到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走了进来，一脸嫌弃的模样。见到衣衫不整的叶清雪以及光着上半身的苏贤，顿时明白了过来。呵呵，老不死的，你还真是饥不择食啊，连这种丑女也下得去口。不得不说，林瑶的身材样貌很不错，整体上碾压叶清雪。当然，若只论身材的话，林瑶反是被碾压的那个。一见面就如此嚣张，看来是已经找到新的靠山了。苏贤嘴角冷笑，林瑶一怔，没想到往日里对自己百般疼爱的苏贤竟然会这么跟自己说话。不过这样也好，反正也已经撕破脸皮了。哼，你的事我不会管，我的事你也管不着。如今你也活不了多久了，手头上有什么遗产都交出来吧。反正你死后按照宗门内的道侣契约，这些也都是我的。林瑶直言不讳。哦，你就这么着急，盼着我死？你就确定我没有第二位道侣？按照宗门规定，若是有多位道侣，遗产可是由我自行分配的。苏贤一脸玩味道。林瑶先是一怔，随即笑道：呵呵，还想诈我？我还不清楚你，一个纯情老处男。我早就调查过了，宗门道侣登记在册，你苏贤的唯一道侣只有我林瑶，是吗？苏贤笑道，站起身来。那今日我便在此宣布，我苏贤要休了你林瑶那叶清雪为正妻。什么？你敢？你说什么？我才是你的道侣，你怎么可以休了我？林瑶满脸不可置信，声音中带了一丝委屈。他没有想到，一直以来对自己百依百顺的苏贤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更重要的是，苏贤还当着自己的面说要另娶一个。不过很快，林瑶又冷静了下来，看了看叶清雪，面露不屑。哼，苏贤，你怕不是故意气我吧？就算你想再娶一个，那也得找一个姿色过得去的吧。闻言，叶清雪本就低着的脑袋垂得更低了，小声哽咽道：尊上，清雪不配。见状，苏贤忽然站起身来，沉声道：谁说的？我说你配你便配。话音一落，直接取出系统赠予的涅槃丹递给叶清雪。这是？叶清雪双眸一怔，捧着那枚流转着金红色焰纹的丹药，她不认识这是什么丹药，但是其上流露出的道韵，即便是她都能感受到其非凡。8阶涅槃丹，还是有3道丹纹的绝品。林瑶声音陡然拉高，眼睛都直了，伸手就要夺过来。这是我的！放肆！苏贤怒道，化神期威压显露，直接将林瑶压得跪倒在地。你居然对我动手！林瑶露出哭腔，眼眶不由得湿润起来。那个以前连碰都不舍得碰自己一下的苏贤，今日竟然对自己出手，我可是你的道侣啊！他没有意识到的是，明明是他一开始抛弃的苏贤，践踏了苏贤对自己的爱。哼，我说过了，你我之间缘分已尽，你若是再敢当我面放肆的话，说不得要吃更多的苦头。苏贤警告道。林瑶面露惶恐，这才意识到眼前的苏贤尽管苍老不堪，但不管怎么说还都是化神期修士，岂是自己一个结丹修士能够反抗的？尊上，许儿不能。叶清雪双手颤抖，得悉眼前的丹药竟然是绝品8阶丹药，更是不敢要了。他虽只是个炼气期的修士，但也知道修真界丹药分9阶，没有丹纹为普通品质又或是下品，1道丹纹为中品，2道上品，3道绝品又或被称为极品。8阶绝品已然高不可攀，即便是合体乃至大成期的修士也会为之争夺。像他这样的人一辈子都不可能接触到，更别说此刻这枚8阶涅槃丹就这么静静地躺在自己的手掌心了。你要违背我的话吗？苏贤懒得跟叶清雪解释，不过心里对于叶清雪更高看了一分。这丫头面对如此珍贵的丹药竟然还能忍住。被苏贤这么一下，叶清雪犹犹豫豫地捧起丹药凑近自己的朱唇吞下去。苏贤枯槁的手指忽然点在少女颤抖的唇瓣上，浑浊的瞳孔深处燃起2点幽火。苏贤，你……林瑶原本以为苏贤是故意羞辱自己才显露涅槃丹的，何曾想过他竟然真的让一个侍女直接服用了。那可是8阶丹药，还是绝品啊！如果
如果这枚丹药被他服用的话，那么他将一飞冲天，直接突破至元婴，不，突破到化神都不无可能。如果自己没有忽略苏贤的感受，如果自己没有过早的暴露自己，如果自己还好好服侍在苏贤身边，如果自己还佯装爱苏贤的话，然而一切的一切都仅仅只是如果。纵使林瑶心中有万般悔意，那也晚了。不，还没有结束。苏贤的手头上一定还有不少好东西，只是凭自己的能力想从他手中抢夺肯定是不可能的了，必须得另想他法了。想到这里，林瑶恨恨地看了一眼叶清雪还有苏贤，不甘地离开了。接下来的过程他可不想继续看下去来刺激自己了。苏贤眼角余光瞥了林瑶一眼，便是不再关注。如今自己拥有了寿命，林瑶在自己的眼中不过只是个蝼蚁罢了。若不是如今道侣契约在宗门尚未解除，他不介意出手镇压。当然，若是林瑶一心作死的话，他也可以考虑送对方一程。再说叶清雪，丹药入喉的刹那，他便感觉仿佛有岩浆在血管里奔涌，周身火焰凝聚，有意象要浮现。苏贤挥手帮其遮掩契机，很快便是见到叶清雪脸上狰狞的猩红斑痕如同活过来般扭动，化作细碎的血珠悬浮半空。啊！少女发出痛苦的呜咽，素白中衣在蒸腾的热浪中化为灰烬，层层叠叠的赤精灵与虚影在她周身流转，将曼妙曲线笼罩在朦胧光晕中。胎记褪去的肌肤透出羊脂玉般的光泽，而那些血珠正在眉心处凝聚成振翅欲飞的凤凰图腾。当最后一片血痂从下颌脱落，少女原本被胎记压制的五官此刻明艳的惊心动魄，含泪的桃花眼尾染着淡淡金红，眉心火凤印记随着呼吸明灭，每次闪烁都在空中留下细碎星火。苏贤看着少女绝美的容颜，心中悸动不已，但知道眼下是少女涅槃的关键时刻，涅槃丹的药力还在继续发挥，便没有打扰，而是让少女自己修炼。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响起，叮，真命天女忠诚度提高至 90%， 奖励宿主9年阳寿。火凤圣体出现，赠送功法凤鸣朝阳诀。哟，不错呀，竟然奖励了9年阳寿，这下自己可就有10年寿命了，至少短期内不需要再为寿命担忧了。苏贤心情大好，笑得合不拢嘴。好在这次他没有看走眼，叶清雪对自己的忠诚度竟然达到了 90%。 至于剩下的 10%， 苏贤倒是不着急，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总会有让这个小丫头对自己完全倾心的时候。天道宗翠竹峰顶的千泪潭泛起诡异波纹，林瑶云鬓散乱地跌坐在寒玉榻上，镶着金凤的丹扣深深抠进林无涯的胸口。牙哥，你当年骗我时说好的鸾凤和鸣呢？现在那个苏贤带着他的侍女在行苟且之事，更是将8阶绝品涅槃丹给了他。翠竹峰主玄色道袍下的肌肉微微抽搐，指尖却温柔地梳过妇人散开的发丝。瑶儿啊！他忽然催动腰间玉牌，漫天竹叶霎时凝成隔绝结界。这件事情可急不得。苏贤虽然寿元无多，但毕竟是化神期修士，还没有真的入土。这次行事确实是你莽撞了啊！说着，林无涯点了下林瑶的穷鼻。哼，这个家伙居然背着我藏着这么好的东西，真是气死我了。林瑶不忿道，转而又疑惑起来。不过我倒是好奇，为什么他有这么好的东西不自己用呢？增加些寿元也是好的啊。呵呵，你以为寿元这么好增加的吗？林无涯嗤笑一声，这个苏贤早年为了增加寿元就已经服用了不少丹药，已然达到了天地大限，再活下去可就有违天理了。可是如今他要是休了我的话，那遗产……林瑶有些不甘心。放心好了。林无涯神秘一笑，天道宗道侣契约不是那么容易解除的，中间还有3个月的冷静期，而以苏贤的寿命肯定熬不过3个月。那万一……林瑶有些担心。没有万一。林无涯面色发狠，若是真的有万一，那我们就帮一帮他。呵呵。丁，检测到真命天女叶清雪修为提升中，双倍返还修为以及火之法则感悟。系统声音响起，苏贤心领神会。以叶清雪现如今的境界，对于自己的修为提升并不大，倒是这个火之法则有点意思。童子，这个火之法则有什么说法吗？苏贤问道。真命天女叶清雪乃是火凤圣体，天生拥有火之法则的掌控能力，对应的宿主在叶清雪提升火之法则感悟的同时，也会得到双倍返还。火之法则可以理解为对火焰的掌控能力，大体上分为9重，从低到高，第1重赤炎焚形，第2重琉璃净室，第3重镜中生莲。闻言，苏贤满意的点了点头，双眸之中有琉璃火焰跳动，正是火之法则第2重境界琉璃净室，仅仅只需要一个眼神就能灼伤敌人的神魂。面对修为稍微低一些的敌人，更是装逼不杀人利器，瞪谁谁死。而这不过还仅仅只是开始而已。3日后，叮，检测到叶清雪结束修炼，触发双倍返还，奖励火之法则感悟翻倍，修为翻倍。苏贤嘴角扩大，
这些天他即便是躺着休息，修为都在不断增长。虽然对于现如今的自己来说只是毛毛雨，但是火之法则还是颇为受用。如今他掌心跃动的本命真火，隐隐展现出莲花状，其中隐约可见微型凤凰在涅槃重生。他屈指弹碎窗棂外窥视的灵蝶，残火在空中凝结成太古篆文，正是火之法则第3重镜中生莲的奥义。该去看看小丫头了。苏贤推开屋门，看见赤金流火在穹顶缓缓收拢，随后他听见了冰层碎裂的脆响，那是少女18年未曾挺直的脊骨正在舒展。尊上，叶清雪的声音像淬过火的琉璃，还带着涅槃结灰的沙哑。他无意识地环住自己，却发现往日勒得生疼的束胸部早已化作灰烬，此刻随着呼吸起伏的曲线，竟在墙壁焦珠灯的映照下投出惊心动魄的剪影。苏贤面露惊艳，当他看见少女垂落的青丝扫过腰窝时，那些发梢竟燃起细小的惊艳，将残破的粗麻式女服烧灼成漫天流萤。暴露在流火中的肌肤泛着月晕般的柔光，锁骨凹陷处积蓄着一汪颤巍巍的星辉。苏贤意念一动，叶清雪的面板信息立刻浮现：真命天女叶清雪，忠诚度 92%， 境界元婴初期，体质火凤圣体，小成，感悟火之法则第2重，小成琉璃净世。哟，不错嘛，没想到这个小丫头这3日自我攻略还增加了 2% 的忠诚度。苏贤轻笑一声，摸着下巴盯着火凤圣体那一篮涅槃丹，不过是激发服用者的血脉，提升其体质罢了，并不会无中生有。看来跟了自己这么多年的小侍女，身份并不简单啊。当叶清雪终于敢望向青铜照古镜时，一滴朱砂泪正巧坠在胸前的沟壑间。原先被粗布衣长压制的雪腻，此刻宛如玉山上崩落的琼枝，在烛火下泛起蜜色流光。最要命的是眉心那道火凤印记，每当她咬住樱唇，那凤凰便昂首长鸣，将整座密室映照得如同旭日初升。苏贤鬼使神差地捻起少女一缕带着火灵气的发丝，真美啊！尊上。叶清雪又惊又喜，满脸羞红。长这么大，她还是第一次被别人夸赞好看，而且还是尊上。苏贤的指尖顺着发丝滑落至叶清雪的腰际，在触到那对妖娆的腰时，轰的一声，周围的流火攒动，在舔舐过叶清雪周身时，进化作赤金2色的天丝，自动编织成裹胸襦裙。别动！苏贤喉结滚动，并指点在叶清雪眉心，这是凤鸣朝阳诀，你须得用心谨记。是。叶清雪闻言不敢怠慢，但是很快便是面色通红，声音柔柔糯糯道：尊上，这好像是那种功法。不错，静心凝神。叶清雪脸色通红，心跳加速，发现凤鸣朝阳诀的经文正从自己肌肤里渗出。16群下摆碰触到苏贤膝头的刹那，那些金丝绣成的凤凰突然活了过来，衔着衣带将襦裙解作漫天流火。检测到真命天女叶清雪情绪高昂，提醒宿主此刻修炼凤鸣朝阳诀效果最佳哦。系统友情提示道。苏贤感觉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童子，这寿命都增加了，躯体不能年轻些吗？苏贤不满吐槽道。宿主这具身体透支寿命过多，暂时无法年轻化。不过考虑到宿主那方面不行，特提供青年体验卡1张。什么叫那方面不行啊？苏贤不满道。体验卡要不要？系统也很硬气。要，我要还不行吗？苏贤彻底没了脾气，直接激活刚到手的体验卡。运转法诀。苏贤盯着叶清雪迷离的眼神，连忙提醒：是，尊上。随着一声闷响，突然炸开的灵气漩涡将2人拖上半空，9道凤形灵气穿透密室，就要直冲云霄。好在被无为风阵法拦了下来，这才没有引来他人关注。叶清雪在眩晕中看见苏贤破碎的衣袍下，肌肉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饱满。当最后一道皱纹从男人眼角消失时，少女不由得在一阵惊呼声中逐渐迷失。呼！苏贤不由激动地颤抖了起来，感觉这才是自己向往的幸福生活啊！恭喜宿主完成功法修炼1次，寿命增加半年。系统提示音响起，苏贤心中一震，居然还有这等好事！继续。尊上。叶清雪吃了一惊，别说话。恭喜宿主，寿命增加5个月，寿命增加3个月，寿命增加1个月。事后，苏贤穿戴整齐满意的走出了屋子，只留下满脸羞红将脑袋缩在被窝里的叶清雪。叮，恭喜宿主达成1夜7次郎成就，奖励7枚玄甲丹。系统声音传来，苏贤连忙去检查这所谓的玄甲丹是什么东西。玄甲丹可以提取服用者体表的老年斑，将其炼化成玄甲纹，足可抵挡化神初期修士的一次全力攻击。苏贤心中一阵好笑，没想到这系统考虑的还挺周到，自己如今的形象老态龙钟，脸上正好有7块老年斑有待消除，至于玄甲纹，
对自己来说没什么用，倒是可以给叶清雪防身。苏贤意念一动，调出系统面板，真命天女，叶清雪，忠诚度99%，境界元婴中期，体质火凤圣体，小成，感悟火之法则第二重，琉璃净室。这小丫头，苏贤不由得莞尔，没想到一夜修炼竟然让叶清雪对自己近乎死心塌地。再来看看自己的面板信息吧。宿主苏贤，寿命1011，5年，境界化神后期，体质废体，感悟火之法则第三重，琉璃净室，忠诚，纯阳功法圆满，习得有纯阳掌、纯阳指、纯阳步绑定天女。叶清雪，其他身体状态长寿期，相当于凡人90多岁的身体。见状，苏贤不由得满脸黑线。相比较于叶清雪的火凤圣体，自己这个废体根本就不忍直视。原主居然能借助废体修炼到化神境，这除了一点点机缘外，简直是毅力惊人。当然，这也耗尽了原主毕生精力。只是这个纯阳功法又是怎么回事？莫非原主是纯阳真人转世？真一心一意当纯阳童子，连娶的老婆都不带动的。苏贤简直无力吐槽这个世界的功法品质，从低到高分为人、皇、玄、地、天、圣6大阶别。纯阳功法属于玄阶中品，只能说还过得去，但相比较于叶清雪现如今修炼的圣阶下品功法凤鸣朝阳诀，那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算了，反正以后只要叶清雪修炼自己，就能够得到双倍返还，资源全对给叶清雪就完了。话说这一个真命天女就能够有双倍返还，若是2个、3个、10几20个的话，那岂不是原地起飞？苏贤发誓自己绝不是为了未来的幸福着想，毕竟真命天女越多，自己得到的奖励也会越多，寿命也会跟着增加。谁又会嫌自己命长呢？童子，你说是吧？嘿嘿，苏贤笑问道。系统顿了顿，确实，未来不止一位真命天女啊。那下一位什么时候？苏贤双眸放光。系统，时机未到。苏贤无语。等到晌午时分，叶清雪才从房间里走出来，偷偷看了苏贤一眼。一想到昨夜的疯狂，脸色一红，便是低下头去，同时心中有些疑惑。明明昨夜尊上能够恢复青年容貌，血气旺盛，为何今日又打扮成这副老年模样？难道这就是所谓的藏拙？叶清雪心中奇怪，但却没敢多问。尊上，叶清雪恭敬喊道。苏贤看向如今的叶清雪，越看越满意。涅槃之后，不仅凹凸有致的极品身材更具有韵味了，最重要的是猩红胎记脱落化作火凤落于眉心，让叶清雪模样大变，真是又纯又玉。准备一下，带你去做道侣登记。啊！叶清雪一愣神，连忙摇头，不用的，尊上，清雪愿意只做你的侍女。好了，我说过了，从今以后你就是我苏贤的女人，不是什么侍女。苏贤严肃纠正起来，心里不由得摇头，就是这性子还是弱了些。涅槃并没有改变叶清雪的性格。闻言，叶清雪一阵感动。那好吧，清雪没什么需要准备的，悉听尊上安排。还喊尊上？苏贤笑问。夫君。叶清雪脸色一红。苏贤盯着叶清雪左看看右瞅瞅，眉头微皱。怎么了？夫君，是清雪哪里有问题了吗？叶清雪有些不知所措问道。苏贤沉吟了一番，喃喃道，直接这样出去可不行。叶清雪心里微微一沉，下意识地以为是苏贤嫌弃自己的样貌，毕竟自己顶着原来的样貌被人嫌弃嘲讽也不是1年2年了。你现在的样子太美了，我可不想被其他人看去占了便宜。话音一落，苏贤便是取出一块黑纱，轻轻盖在叶清雪的脸上。刹那间，一股清凉的感觉传遍脸颊，叶清雪刚有些发烫的脸颊都平复了下来。这是……叶清雪伸手摸了摸脸上的黑纱，惊讶地发现它竟然融入了自己的皮肤，形成了一层透明的薄膜。这是玄铁蛛丝所织的面纱，能屏蔽你的气息和容貌。苏贤解释道。天道宗姻缘殿外，朱红宫灯映着苏贤的白发，他牵着叶清雪的手踏入白玉阶。咦，那不是无为峰的峰主苏老祖吗？今日他怎么到姻缘殿来了？有为官弟子疑惑道。是啊，据说苏老祖都已经活了1000年了，比如今天道宗的掌门年纪还大。1000年？不是说话神期高手寿命最多800年吗？有弟子倒吸了一口凉气。我听小道消息说，苏老祖暗地里服用了不少延年益寿的药，这才活了这么久。不过如今不少人预测苏老祖可能活不过今年了。唉，那倒是可惜了，少了一位化神期老祖，对我天道宗而言可是一重大损失啊。有弟子扼腕叹息。要知道化神期高手不止在天道宗，
就算是天道宗所在的整个北域都是声名赫赫的存在，那他旁边的少女是怎么看不清真切面容？只这身材就引人无限遐想。不知夫君，我们真的要？叶清雪声音细若蚊呐，还是觉得这样的幸福对于自己而言来得过于突然。我苏贤的道侣，何须在意他人眼光？苏贤握紧他的手，掌心的温度让少女微微颤抖。天道宗姻缘殿内，鎏金香炉飘出龙涎香气。苏贤将道侣玉蝶按在玄铁案上，与叶清雪分别将一滴精血滴入其中。随着金光一闪，在姻缘殿长老的见证下，道侣契约成。丁，恭喜宿主与天女叶清雪缔结道侣契约，奖励新婚大礼包1份。耳边响起系统的祝贺，还有音乐，甚至还有虚拟的烟花炮竹在绽放，这一下子氛围感就上来了。没想到童子还挺会来事儿。夫君。紧跟着又传来叶清雪柔声的轻唤，苏贤轻抚对方的脸颊，隐约可见其眼眶逐渐湿润，美眸闪动，面色感动。雪儿，放心，以后一切有为夫在。恭喜天女叶清雪忠诚度达到100%，奖励忠诚大礼包1份。苏贤心中微微一怔，随即摇头失笑，没想到叶清雪的100%忠诚度来得这么快，倒是让苏贤更想怜爱对方一番了。就在两人眉目传情的时候，忽然传来一道刺耳的声音：苏贤，你竟然真的要跟这个小贱人结成道侣？却是林瑶得到消息，急忙赶了过来，面色愠怒。苏贤眉头一皱：你我缘分已尽，我和谁结成道侣，还须知会你一声。正好你今日在此，一并将道侣契约解除了吧。不，林瑶不甘心道，随即态度又软了下来。苏贤，你忘了吗？当初是你追的我啊，还记得我俩在一起的时候？别说这些没用的，你今日在这里，我只是好心通知你一声罢了。老祖我要做的事情，还没人能拦得住。苏贤心中冷笑，直接打断了林瑶的哭诉。若是原主的话，或许还会吃林瑶这一套，但如今苏贤早已经看透了林瑶的绿茶本质，自然不会再上当。林瑶大急，自己还没有顺利继承苏贤的遗产，怎么能就这样放弃？我们的道侣契约是宗门认定的，你不能。苏贤冷哼，直接取出与林瑶的道侣玉蝶，捏碎当场。苏贤，你！林瑶气得身体发颤，哪里想到自己都如此放低姿态了，这苏贤还是执意解除道侣契约。奈何按照天道宗的规矩来说，苏贤做的确实一点问题都没有。转而林瑶又是将目光放到了叶清雪的身上，这叶清雪今日居然还遮挡了面容，一时之间怒火中烧，哼，不过一个丑婢，真以为爬上了苏贤的床就能够借此上位不成？叶清雪闻言先是一愣，随即低下头不敢反驳，下意识的还是将林瑶当成了自己的主母。苏贤眼睛一眯，就想教训一番林瑶，但转念又一想，叶清雪的性格着实软弱了些，别说修真界了，就是凡间都是尔虞我诈，这样的性格着实很难生存下来。或许可以借着这一次的机会，让叶清雪好好磨练一番。随着林瑶的话音落下，围观人群一阵哗然，心中对于此间之事有了七七八八的猜测，无疑就是叶清雪勾引苏老祖，爬上了苏老祖的床，妄图上位，然后反打压原配林瑶。只是一个丑婢，又为何有这样资格的呢？苏老祖图的是什么？样貌？地位？显然不是，那就是身材。众人恍然，尽管面容被遮挡住了，但是叶清雪那凹凸有致的极品身材还是颇为吸引眼球，让人垂涎的。怎么，莫非你以为遮挡住面容就能够掩盖你脸上那一大块猩红而又丑陋的胎记了吗？眼看叶清雪退缩不说话，林瑶气焰反而更盛。至于叶清雪样貌的变化，因为当日林瑶受不了刺激，早早离开了，对此并不知情。还是说苏贤都嫌弃你的样貌，所以给你遮掩一番，好蒙蔽自己？呵呵。林瑶越说越来劲。哦，我想起来，苏老祖的身边确实有一位侍女叶清雪。有人立刻反应了过来。哦，那这位侍女莫非真如林瑶所言，丑陋不堪？有人小声问道。咦，岂止是丑陋不堪，简直是让人感到恶心。那人忍不住摇了摇头，再度看向叶清雪的目光也是带有些嫌弃。啧，怪不得要遮住面容。或许真如林瑶所言，这叶清雪主动爬上苏老祖的床，苏老祖不得已这才与其结为道侣的。是啊，毕竟苏老祖的为人全宗共知，到目前就只有林瑶这一位道侣，纯情的很啊。闻言，众人皆是一副心中了然的模样，再看向叶清雪的目光皆是带有几分恶意。苏贤见状，眼神发冷，自己的女人什么时候轮到他人说三道四了？再看向叶清雪那唯唯诺诺的模样，知道今日之事他是应付不过来了。苏贤，我看你也是瞎了眼睛，居然会选这么一个货色当道侣，难不成林中的想晚节不保？眼看叶清雪始终畏畏缩缩没有应答，林瑶也是觉得无趣，反看向苏贤，发泄着心中的怒火。苏贤心中冷哼，就要发作，
不想叶清雪这个时候忽然站了出来。不许你这么说，尊上。苏贤心中微微有些诧异，没想到叶清雪居然会为了他跨过心中的那道坎，不由得感到欣慰。哟，怎么？我说苏贤关你什么事儿？被叶清雪这么一喝，轮到林瑶愣了下，平日里的下人居然敢这么跟自己说话。尊上如今是我的夫君。叶清雪眼神锃亮，毫不退让地看向林瑶。呵呵，林瑶略微有些艰难地冷笑两声，看向叶清雪，仿佛是第一次认识他一般。你说你是苏贤的道侣，可你又能为他做什么呢？且不说你的样貌，论修为，论地位，你又能给苏贤带来什么？林瑶双眸金光闪烁，朝着叶清雪缓步走来，逼得叶清雪忍不住后退2步。林瑶知道时机到了，当然也别说我林瑶咄咄逼人，不给你机会。眼下宗门大比在即，我也会参加这次的宗门大比，你敢不敢和我打个赌？他在逼叶清雪。什么赌？叶清雪下意识地问道。就赌咱俩在宗门大比中的名次，名次更高的人自然有资格留在苏贤的身边。林瑶目光挑衅。打赌？输的人就要离开苏贤。叶清雪脑子有些发热，他不想离开苏贤，他的命是苏贤救的，拥有的一切都是苏贤给的，就连自己身子、自己的心都是苏贤的。离开了苏贤，无异于让他去死。但他不甘心，他不愿意一辈子都做那个可有可无、那个任人嫌弃、辱骂的侍女，不愿意让天下人嘲笑自己的夫君瞎了眼，选错了道侣。他要证明自己，证明自己的存在，证明自己的能力，证明苏贤自己夫君的选择是对的。好，我答应你。叶清雪鬼使神差地答应了下来，眼神直直地盯着林瑶。这是他第一次直视林瑶，又或者说是第一次为了自己，为了苏贤要争上一争。面对这样的眼神，林瑶居然动摇了。他有些看不明白叶清雪了，但很快又恼怒了起来。哼，一个侍女而已，也敢跟自己争抢，真是找死。好，就此说定。丁，开启火凤天女叶清雪的支线任务，帮助其在宗门大比中击败林瑶，树立信心。我想你应该不会阻拦吧？林瑶向着苏贤款款走来，轻笑道。自然。苏贤报以微笑。开玩笑，叶清雪如今可是元婴中期，而林瑶不过只是结丹后期罢了，境界差距摆在这里。若不是叶清雪被玄铁朱砂隐藏了气息，给林瑶10个胆怕也不敢邀约。见到苏贤自信一笑，反倒是林瑶愣了一下，心中狐疑，莫非这个叶清雪真的有击败自己的实力？不可能，就算他服用了涅槃丹，那原本也只是个炼气期的贱婢，怎么可能会是自己的对手？多半是苏贤这个老家伙想要借自己的手将叶清雪推开。哼，这样也好，苏贤的道侣只能是自己一个，他的遗产也只能是自己一个人的，不容许有第二个人出现。这才是林瑶的真正计划。眼看自己无法阻止苏贤解除道侣契约，林瑶想的方法便是除掉叶清雪，至少也得解除叶清雪与苏贤的道侣契约。想到这里，林瑶便是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苏贤则是带着叶清雪回到无为峰。刚才林瑶辱骂你丑婢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揭开面纱还击？苏贤有些好奇问道。可以揭开面纱吗？叶清雪愣了一下，我以为是夫君让我一直带着呢。苏贤哑然苦笑，傻丫头。不过这样也好，我也想向林瑶，向大家证明夫君的眼光没有错，清雪并不是一无是处。叶清雪的目光逐渐坚定，转而又闪烁起来。夫君，我是不是不应该答应？叶清雪觉得有些后悔，倒不是后悔定下赌约，而是后悔自己做了主，没有询问苏贤的意见。不，你做得很好。苏贤鼓励道。你要知道，修真界是一个弱肉残食的地方，你越是软弱，别人越是要欺负你，践踏你的尊严，甚至于危害你的性命。所以一味的忍让并不会得到想要的结果，树立自己的威信同样重要。叶清雪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脸上逐渐绽开笑容，因为她得到了苏贤的肯定。好了，今天也累了，先好好休息。至于宗门大比的事情，我会帮你的，不用太担心。好的，夫君。是夜，苏贤终于有时间检查系统奖励的2份大礼包了。童子，打开新婚大礼包。好的，新婚大礼包已打开。奖励爱的小屋一座，奖励天婚领域，奖励玄甲丹28颗，奖励青年体验卡1张，奖励寿命10年。哟，有不少好东西嘛。苏贤心中惊喜，单是10年寿命就已经不少了，是好东西啊。再看爱的小屋，说白了就是个可以自由缩放的空间洞府，里面布置华丽，很有喜庆住家的氛围感。青年体验卡可惜只有1张，苏贤深感不够。至于玄甲丹，苏贤清点了一下自己身上的老年斑，有7749处，上次奖励了7枚，这次再有28枚，也就还差14枚了。最后就剩这个天婚领域了，与天女修炼时可以展开的绝对领域，
时间流速比 1.30 分，领域内宿主状态达到青年，寿命双倍扣除。举例来说，在领域内修炼30年，外界才过去1年时间，但宿主寿命会扣除60年。鉴于宿主如今寿命匮乏，请谨慎开启。后面还带有系统的温馨提醒。尼玛，坑爹啊！这天魂领域开启居然还需要耗费老子的寿命。一看到会扣除自己的寿命，还是双倍，苏贤立马就不淡定了。不过转而又一想，能够延缓时间流速的领域，而且还是30倍的比例，这等手笔恐怕也就只有大成期的修士能够做到了吧。总而言之，以苏贤现如今的寿命，绝对是要命的领域，但以后寿命富裕了，那可就是神迹了。还行吧，吐槽了一阵，苏贤也就觉得还能接受。打开忠诚大礼包，苏贤继续开礼包。忠诚大礼包已经打开，奖励赤黄晚天簪一件，奖励圣阶中品功法焚天九变，奖励九幽冥毒丹一枚。忠诚大礼包只有3件，但是每一件可都是圣阶的存在赤黄晚天簪，圣阶中品法器，由天外陨铁锻造，通体鎏金赤黄形态，羽毛纹路间流淌着液态涅槃真火。总共有3种形态，如今展示的是佩戴形态，另外还有战斗形态和狂暴形态，滴血认主后可以使用。苏贤不由得啧啧称奇，圣阶中品法器啊，那可是大成期高手都梦寐以求的存在啊！显然是给叶清雪的专属法器。再看下一件焚天九变，也是叶清雪专属的武学功法，凤鸣朝阳诀，能够快速提升叶清雪的修为。焚天九变则用来提升叶清雪的攻伐能力。只是这个九幽冥毒丹是干什么用的啊？苏贤有些疑惑。九幽冥毒丹，圣阶中品丹药，能够吸纳一切毒物的丹药，封印状态暂不可用，似乎是做解毒之用。只是封印状态尼玛，发了奖励还不让用啊！苏贤不由得心里吐槽起来。不过总的来说也是收获满满了，不错不错。丁，检测到叶清雪正在修炼中，开始同步修为和感悟。系统提醒声传来，苏贤会心一笑，看来这一次的对赌确实给叶清雪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今晚就不去打扰她了吧。想到这里，苏贤默默收起了青年体验卡，转而取出玄甲丹开始服用。优先当然脸颊上的老年斑了，这可是自己的门面，其次是四肢会露在外面。躯干倒是还不着急，先把脸上的老年斑消除了。想到这里，苏贤将玄甲丹轻轻抛入口中，心念一动，神识落在右脸的老年斑上。下一秒，那块铜钱大小的老年斑微微颤动几下后，便如落叶般自动从皮肤上剥离，在半空中发出淡淡的青铜光泽，化成了一枚鳞甲形状的玄甲纹。使用的话，只需要捏碎就可以形成护盾，抵挡敌人的攻击。苏贤依法炮制，将剩下的玄甲丹全部服用，顿时感觉身体轻松了不少。没了老年斑后，形象也就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苏贤心情大好，接下来就得考虑下如何帮助叶清雪提升战力了。毕竟叶清雪原本只是自己的侍女，突然从炼气期突破到元婴期，修为虽然到了，但论心境、实战经验那还差得远呢。所以要想在宗门大比上大放异彩，那还得再练。要是自己记得不错的话，距离宗门大比应该还有尼玛就3天的时间了。翌日，时间紧任务重，苏贤作为无为峰峰主，自然有资格直接将叶清雪任命为外门弟子。至于内门弟子，按照门规需要一定的宗门贡献，眼下对于叶清雪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她需要的是一个能参加宗门大比的身份，而不是侍女这个角色。夫君，你叫我吗？得到苏贤的传唤，叶清雪直接中断了修炼。呀，夫君，你……见到苏贤，叶清雪不由得吃了一惊，盯着苏贤的面容。怎么了？苏贤问道。夫君，你看起来显年轻了些呢。叶清雪欣喜道。是吗？哈哈哈。苏贤自然知道叶清雪指的是自己脸上的老年斑脱落的事情，还不是雪儿你服侍的好。苏贤故意道。夫君说笑了。被苏贤这么一挑逗，叶清雪的脸庞立刻红到了耳朵根子，低下脑袋，一副任君采撷的模样。看着这诱人的小表情，苏贤差点就忍不住捏碎了青年体验卡，奈何眼下还有正事，忍一忍还是忍一忍先，晚点再教训这个小妖精。好了，喊你过来是有些东西交给你。说罢，苏贤将赤黄晚天簪轻轻插入叶清雪发间，簪子上的凤凰尾羽每片都流转着七彩琉璃光，中央镶嵌的涅槃金河道映出少女绝美的面容，眉如远山寒带，眼若秋水凝波，肌肤赛雪凄霜，眉心间的火凤印记更是随乎息明，灭如活物。夫君，这簪子……叶清雪指尖轻抚簪头，面色惊喜。这是送你的新婚礼物，喜欢吗？苏贤笑问道。喜欢。叶清雪喜不自胜。滴一滴精血试试。苏贤道。叶清雪一言，随着精血落入赤黄晚天簪，内部金河突然爆发出赤金色火焰，
火焰顺着她的青丝蔓延，将3000墨发染成赤金渐变，在发梢凝成展翅的凤凰形态。她本就极美的容颜，在火焰映照下更添3分神圣。赤金羽衣勾勒出曼妙曲线，仿佛从神话中走出的凤凰神女。夫君，这似乎不仅仅只是一件簪子。叶清雪美眸诧异，滴血之后与赤黄晚天簪的联系越发紧密，自然了解到其中诸多秘密。按照你的心意来即可。叶清雪心念一动，指尖轻抚发间赤黄晚天簪，其上赤金尾羽突然舒展，化作液态火焰顺着脖颈蜿蜒而下。少女轻哼一声，火焰在掌心凝聚成9尺长枪，枪尖吞吐着涅槃真火，枪杆缠绕着火凤虚影。好枪！即便是苏贤也忍不住夸赞起来。这……叶清雪的嘴巴直接长成了 O 型，立马意识到这件法器的不一般。夫君，这太贵重了。话音未落，苏贤佯装就要发怒，怎么？难不成你还觉得这赤黄晚天簪适合戴在我头上不成？叶清雪一怔，忍不住脑补了一下，连忙道：不是。那就收下。你我夫妻本为一体，不分彼此。苏贤直言，不再给叶清雪拒绝的机会。谢夫君。话音刚落，叶清雪心念一动，赤黄晚天簪便是化作簪子模样捧在手心。另外这卷焚天九变是我为你找来的秘籍，你且好好参悟。叶清雪心中感动，这次没有拒绝，知道这是苏贤为她在宗门大比上准备的，心里更加坚定了不能给苏贤丢脸的想法。接下来你有30天时间用来修炼焚天九变，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苏贤心中已经初步有了3天内训练叶清雪的方案。第一天童子天婚领域开，苏贤心中低喝，3000白发渐如墨染。天婚领域已经开启，请宿主注意寿命消耗。系统提醒的声音传来，甚至于还贴心的给苏贤展示了一个寿命消耗的数字，当前为0。30天的时间转眼而过，为此苏贤也是消耗了60天的寿命。以苏贤化神期的修为，加上远高于叶清雪的火之法则掌控，指点叶清雪自然是手到擒来。接下来便是下一个阶段了，实战，这也是叶清雪最缺乏的。第二天，无为峰演武场，苏贤找来了无为峰内门结丹中期弟子王浩。老祖见到苏贤，王浩恭敬道：开始吧。苏贤应了一声，事情早就已经交代过了。为了让叶清雪感知境界力量的变化，他还特意将叶清雪的境界压制在结丹初期。近段时间苏贤修旧取新的事情早已经传开了，所以王浩自然知道眼前这个看不清面容但身段妖娆的少女是什么人，一个侍女罢了，还想拿我练手。苏贤的原话是让王浩放开手脚。王浩虽然不敢违逆苏贤的意思，但却并不意味着看得上叶清雪，更何况他可是内门精英弟子，对付一个丑婢能有什么压力？若是能够趁机撩开对方的伪装，露出其丑陋的面貌，或许是个不错的结果。王浩心里有些恶趣味的想到。第一次出战，叶清雪握着赤黄晚天簪的手不由得沁出薄汗，而对面的王浩则神态肆意，甚至于用的武器还是一柄木剑。当然，即便是一柄木剑，在灵力的加持下威力也是不俗。清雪，记住，你的凤凰火焰威力巨大，可以融尽一切。叶清雪的心里不由得想起了苏贤的话，但要先突破自己的心理障碍。随着叶清雪深吸一口气，发间凤凰灵骤然燃烧，赤黄晚天簪化作液态火焰融入体内，在皮肤上勾勒出战斗形态的玄甲纹路。王浩突然攻来，一招白鹤亮翅，木剑划破空气，速度极快，在叶清雪左臂留下红痕。少女吃痛后退，却发现伤口竟在渗出精血，这是涅槃火淬炼体质的表现。清雪，专注你的呼吸。苏贤传音入密，用凤凰真火灼烧经脉，激发潜能。叶清雪咬牙运转功法，她的体表腾起金色火焰，红痕在高温下迅速愈合。王浩趁机使出剑影重重，33道木剑虚影将叶清雪迅速逼入角落。呵呵，峰主的侍女也不过如此。无为峰演练场上，王浩神态肆意，剑招直攻叶清雪面门，想要破掉她的伪装。见状，叶清雪眼中惊艳暴涨，她发间的凤凰灵突然爆发出赤金色光芒，33道木剑虚影连带着木剑本体都在火焰中熔断。不好！王浩心中大喝，哪里想到叶清雪会突然爆发，连忙祭出自己的本命飞剑，玄阶上品法宝清风剑。刹那间，剑光凌厉数倍不止，更是不断有锋刃切割着叶清雪周身的护体灵力。我承认我小看了你，但也到此为止了。王浩踏步上前，清风剑带起呼啸龙卷。叶清雪双眸神光湛湛，发丝无风自动，宛若火焰般在跳跃。清风拂面，剑气化作利刃割裂空气，却在触及叶清雪衣角时被无形热浪蒸发。少女闭眼感受气流轨迹，发间凤凰灵突然爆发出100米火凤虚影。焚天九变第一变，
凤翼焚天。赤金色火焰自他掌心喷涌而出，清风剑在高温下发出哀鸣。王浩惊恐地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法宝竟在火焰中融化，剑柄处的本命精血化作青烟消散。不可能！王浩弃剑后退，却被火凤虚影的尾羽扫中，他体表的护体罡气瞬间崩碎，胸口浮现焦黑凤凰纹路，口中喷血。你明明只是一个士！王浩话音未落，却见一道火凤虚影映入眼帘，怕是只要自己话一说完，就会将自己焚烧殆尽。记住，我是尊上的女人，不是侍女。叶清雪声音冷冽。王浩呆若木鸡，本能的点了点头。好了，今日便到此为止吧。苏贤屈指一弹，一柄地阶上品的飞剑便是落在王浩身前，算作是对王浩的补偿。夫君，我还可以再战。叶清雪主动请战，就连他自己都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但他觉得这并不是自己的极限，自己还可以表现得更好。苏贤点了点头，没有拒绝。没过多久，无为峰演武场被赤金色火焰笼罩，叶清雪发间的赤黄挽天簪燃烧成液态，在他周身形成旋转的火焰屏障。现在的叶清雪对于赤黄挽天簪的使用也是越发熟练了起来，对敌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9大结丹弟子分列9宫方位，各自祭出本命法宝，法器表面流转着不同属性的灵光。得知一位侍女居然想同时挑战他们9大弟子，9人心里与一开始的王浩一样，不，甚至于比王浩更加瞧不上叶清雪，觉得对方不过是在哗众取宠罢了。一人挑战9人，如此一来，就算输了也没什么，反而也能落得个战力超群的名声。手工弟子带起12道龙卷剑气，叶清雪运转火之法则第一重，体表腾起赤炎光晕，剑气在触及光晕瞬间扭曲消散，清风剑刃上的风系灵纹被高温灼成焦痕。好烫！弟子心中一惊，虎口迸裂，本命精血染红剑柄。叶清雪趁机出拳，赤炎灵力穿透剑气，在对方胸口留下焦黑掌印。他踉跄后退半步，额头沁出冷汗，这是他第一次面对结丹境全力攻击。第2位弟子的玄冰追凝成玄冰阵，叶清雪双掌合十，赤炎灵力化作红莲形态，冰锥在红莲高温下融化成蒸汽，反向冻住对方衣角。他抓住机会施展火风步，却因步伐生疏差点跌倒。第3位弟子的毒雾幡释放墨绿色毒雾，叶清雪运转赤炎焚形，将毒雾燃烧殆尽，但毒雾中暗藏的淬毒暗气划破她的衣袖，渗出黑血。少女咬牙继续战斗，指甲深深掐入掌心。第4位弟子的庚金剑化作36道金芒，叶清雪切换火之法则第2重，体表浮现琉璃状火焰纹路，金芒在接触纹路瞬间被净化，化作光点融入他的掌心。怎么会？这名弟子惊恐后退，本命法宝出现裂痕。叶清雪将光点压缩成琉璃火球，反轰碎对方的护体罡气。他第一次感受到火焰的纯净力量在体内流淌。第5位弟子的傀儡术操控木人攻来，叶清雪琉璃火焰扫过，木人瞬间碳化。他将碳化木灰凝聚成凤凰形状，火焰凤凰展翅撞碎傀儡师的本命玉牌。这时他发现自己的呼吸竟比出战时平稳许多。第6位弟子的雷法劈落时，叶清雪施展琉璃镜式形成护罩，雷电被净化成金纯火元力，反哺增强他的气势。少女借此机会领悟琉璃镜式真谛，周身火焰透明度提升3成。第7位弟子的土遁术在琉璃火焰下无所遁形，叶清雪踏碎地面，熔岩涌出，将其困在火牢中。他双掌合十，赤黄挽天簪爆发出百米火凤虚影。焚天9变第1变，凤翼焚天。赤金色火焰浪潮席卷全场，剩余3位弟子的法宝在高温下扭曲变形。认输，我们认输。9大弟子集体跪地，他们的本命法宝皆被融成凤凰形状的金属雕塑。叶清雪单膝跪地，额头沁出冷汗，连续运转火之法则对他造成不小负担，但他的眼神却异常明亮，嘴角扬起自信的弧度。夫君，我做到了。话音刚落，叶清雪眼前一黑，栽落到迅速赶来的苏贤怀中。傻丫头！苏贤看着叶清雪疲惫的面庞，不由得一声轻叹，随即又是看向9大弟子，你们做得不错，这9件法宝你们自己分了吧。谢老祖。9大弟子齐叩首。天道宗翠竹峰修炼室内，正在闭关的灵瑶忽然双眸一睁，金光闪烁，气息陡然一变，强横了一大截。终于成功了。灵瑶欣喜自语，不错不错，30岁不到的元婴期，这放在天道宗的历史上也是罕有的存在了。林无涯府长称赞，还不是多亏了牙哥你的栽培。林瑶自信一笑，随即面色一冷，只是不知道苏贤那个老家伙有没有给那个丑婢准备什么好东西。一想到苏贤和叶清雪，林瑶就气不打一处来。明明以前苏贤跟在自己后面就像哈巴狗一般，
如今有了一个丑婢，居然连自己服软的话都听不进去了，还反复针对自己。这点你放心，我安插在无微风的人传信，苏贤确实在帮叶清雪提升实力，还找来无微风内门弟子做陪练。不过再怎么厉害，只是个结丹初期罢了。以你如金元婴初期的修为击败他，还不是手到擒来？林无涯表现得并不在意。结丹初期，我一只手就可以击败他。林瑶扬起脑袋，顿时放下心来。另外，明天我可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林无涯微微一笑。哦，什么惊喜？林瑶好奇道。嘿嘿，都说了是惊喜，自然的保密。想知道的话，得看你的诚意喽。说完，林无涯便开始动手动脚起来。林瑶面色一红，声音软糯，那还不全凭牙哥做主。紧跟着喘息声渐起。无为风，苏贤再次开启了天婚领域，此刻面板上的数字显示为6，也就是说领域内已经过去了3天，苏贤则耗费了6天寿命。夫君。叶清雪缓缓醒了过来，见到身边的苏贤，一脸自责，雪儿是不是又给您添麻烦了？没有的事，是我的雪儿成长起来更厉害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苏贤忍不住点了下叶清雪的鼻尖，不过下次可别这么鲁莽了，你现如今对于力量的掌控太弱了，身体可吃不消。你的修为我已经帮你解开了，接下来的这些天会由我来指导你的修炼。这便是苏贤的第3步计划，帮助叶清雪迅速熟悉元婴期的实力。反观无为风，有这样能力的也就只有苏贤了，毕竟凤凰火焰的力量实在太过于霸道，一般弟子上阵的话，一不小心怕就得惨死当场。现如今的叶清雪虽然能够操控体内的力量，但却还不够精细，说白了就是有多大力使多大力，一股脑的全给霍霍了。这才导致叶清雪在对战9大结丹弟子之后力竭晕倒。是。叶清雪乖巧的点了点头。修炼50日，眨眼的功夫，天婚领域内便是过去了20天的时间，而苏贤的寿命也损耗了40天。不过好在涅槃后的叶清雪悟性、资质皆是极高，修为虽然没什么大的提升，但是对于战斗技巧的掌握却精进了不少。结束了天婚领域后，苏贤捏着手里的请帖，嘴角微翘。夫君，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啊？叶清雪乖巧地靠在苏贤的怀里，好奇问道。没什么，正所谓修炼之道张弛有度，这些天你也累了，今日正好带你去看一出好戏。去哪儿？翠竹峰。今日是翠竹峰的好日子，无他，据说翠竹峰主要娶妻了，所以举办了一个道侣交流大会。说白了，也就是带自己的道侣见见人，公布下关系。这也算是天道宗的传统风俗了，毕竟天道宗道侣成风，彼此之间也会交流心得。女性修士之间多会交流各自的彩礼、嫁妆，或是聊一聊家长里短，更亲密些的，甚至会聊些你家里那位多长，能坚持多久之类的。至于男子之间嘛，大多数是你用的什么药，壮阳酒还有没有？龙筋虎猛丹来2粒。就是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女子，居然有幸能够被林无涯给看中。要知道林无涯作为一峰之主，100年前便踏入了化神境，如今修为怕是再进一步踏入化神中期了。能够嫁给一峰之主，在这天道宗内定然是要飞黄腾达了。也有女子羡慕道。此言虽然让一旁的道侣不高兴，但也不好发作，毕竟事实摆在这里，作为翠竹峰峰主的林无涯还是很优秀的。更关键的是，人家正值修行壮年，潜力无限。说起来，此前传闻无为峰的峰主修了原配，娶了身边的侍女作为新道侣，不得不说这侍女也是好福气啊。哦，你说那件事情啊，我听说过。据说此侍女丑陋无比，但身材极佳，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爬上了苏老祖的床，这才一飞冲天。所以说啊，只要胆子大，乌鸦也能变凤凰。可怜苏老祖寿元将尽，居然摊上了这档子事。很多人都觉得苏老祖是被逼无奈，这才导致晚节不保。嘘，苏老祖来了。就在这时，立刻有人提醒道：什么？他身旁的女子怕不就是那位手眼通天的侍女？顿时关于苏贤和叶清雪的议论声小了许多。哟，苏老祖贵客光临，欢迎欢迎啊。恰此时林无涯走了出来，一见到苏贤便是热情打起了招呼。苏贤微微抱拳回礼。来之前苏贤想了下，还是戴上了幻形面具，幻化出了老年斑脱落前的模样，所以对方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顺着安排落座，没多久便有美妇人找上了叶清雪，悄声道：叶姑娘，闻名不如见面，能够跟在苏老祖身边真是好福气啊，只是不知为何遮掩面容啊。叶清雪第一次遇到被人主动搭讪的情况，有些不知所措，偷偷看了苏贤一眼，见对方正在闭目养神，没有阻止什么，便解释道：是夫君让我这么做的。哦，是老祖的意思啊。美妇人露出一抹了然的神色，心中却是冷笑不止，暗自猜测传闻恐怕是真的，苏老祖嫌弃叶清雪的丑陋外貌，故作遮挡。至于此女胸怀大小，哼，都是累赘罢了。
不知道老祖送了你什么新婚礼物啊？如果说容貌遮挡可能存在猜测的成分，那新婚礼物绝对能够体现出苏老祖对这位新夫人的重视程度。夫君送了我一件圣阶中品的法器，还有……叶清雪忽然想起来，苏贤交代过自己说话留3分，便没再暴露。焚天9变，还有一卷功法。什么？美妇人陡然吃了一惊，声音都尖锐了起来，随即面露怀疑：圣阶中品的法器是什么？叶清雪下意识地指了指自己头顶上的赤黄挽天簪，因为是苏贤送的，她很喜欢，所以平日里都戴在头上。美妇人顺着叶清雪所指看，像赤黄挽天簪，确实是一枚很精致的簪子，但是说一枚簪子是圣阶中品，打死她也不信。修真界常识，圣阶法宝，那可即便是大成期高手都要争抢的东西。就算苏贤家底再富裕，可毕竟只是化神期，所以美妇人的第一个想法便是假的，要么是叶清雪虚荣心作祟，故意骗她，要么就是叶清雪被苏贤骗了。相对而言，美妇人更愿意相信前一个理由。想到这里，美妇人不由干笑了2声，没再多语，便退了下去。叶清雪见状有些奇怪，偷偷看了苏贤一眼，见没什么异常，便乖巧地坐在苏贤身边，不再多言。就在这时，林无涯坐在主位上，忽然站起身来，红光满面。正好大家都到齐了，感谢诸位的捧场。接下来我便为大家引荐一下我未来的夫人林瑶。林瑶，林瑶，那不是……嘘，静声。众人立刻反应了过来，这林无涯要娶的不是别人，正是被苏贤休掉的林瑶。要知道，林瑶虽然当众被苏贤休了，但如今两人可还在冷静期啊。期限未过，这林无涯居然当众宣布林瑶是他未来的妻子，关键是当事人苏贤正坐在现场。众人立刻嗅到了一股浓烈的火药味道，只是为何林无涯会选择一个被休了的女人当老婆呢？要知道天道宗乃至整个修真界可都没有2婚彩礼翻倍、3婚彩礼3倍，离异次数越多的女人越贵这样的说法。娶一个被休了的女人，若是妾就算了，但林瑶却是林无涯的正妻。如果林无涯不是傻子，那真相只有一个，传闻是真的。林瑶过去虽然是苏贤的妻子，但苏贤却从来没有碰过林瑶，一直保持着处子之身，又或者说只被林无涯碰过。想到这里，众人在看向苏贤的时候，仿若看到了一片青草。今日这宴会显然不简单啊！很多人开始低下头去，不敢说话，也有些好事者伸长了脖子，想要看看究竟会怎么发展下去。这瓜可不是一般的大啊！就在这时，这场宴会的女主角林瑶带着精致的妆容，轻移连步款款走了出来。林无涯一声大笑，走上前去，毫不忌讳地当众拥抱亲吻林瑶。林瑶则是面色含羞，主动相迎。良久，两人分开，林瑶面色通红，随即抬起天鹅颈，看向苏贤的方向，神态倨傲，那模样仿佛是在说：如何？离开你苏贤，我林瑶依然能找到一个好人家。来来来，各位不用拘谨，今日我做东，大家放开吃喝。林无涯笑容得意，随即端起酒杯，直接朝着苏贤走了过去。苏贤老哥，我与瑶儿情投意合已久，没想到你会愿意主动放开他，今后我与他结为道侣，也不算夺人所好了吧？林无涯笑道。众人闻言皆是面色一变，没想到这林无涯当众居然还如此露骨，表露其与林瑶乃是早就情投意合，而非是自己单方面的暗恋，那岂不就等于明说我就给你个老登戴绿帽子，你能奈我何？顿时众人在看向苏贤的时候，觉得头顶那片青草开始逐渐成长，化作青青草原，绿油油的。谁能想到这苏贤寿元将近之时，居然会遇到如此之事？先是修缘配娶侍女，名声本就不怎么好听了，如今更是传出其原配一直在给他戴绿帽子者，这简直就是晚节不保，奇耻大辱啊！这等名声，只怕是死了带到坟墓里都难以心安。而眼下最让众人好奇的是，这林无涯都如此挑衅了，苏贤又该如何应对呢？此刻怕就算是苏贤被气到当场吐血身亡，众人也不会觉得奇怪，又或许说这才是林无涯真正的目的。出乎众人意料的是，苏贤神态自若，仿佛林无涯所说之事与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一般，端起酒杯站了起来。哼，林老弟果然是人中豪杰，胸怀之宽广，实乃老祖我平生仅见，连这种我玩腻了的女人也愿意娶为正妻，佩服佩服啊！我干了，你随意。说完，苏贤直接将杯中酒一饮而尽，只留下一众人呆若木鸡。这是什么个情况？似乎和猜想不符合啊！看林无涯的脸色，似乎对此毫不知情，又或是别有内情。你胡说！你跟了你这么多年，你连碰都舍不得碰我一下，怎么可能？林瑶气的身体发颤，大声辩解。然而话还没有说完，就被苏贤打断。哦，你说我碰都不舍得碰你一下，莫非你现如今还是处子之身？是啊，
你是处子之身吗？众人又将目光聚焦向林瑶。我，林瑶气得面色涨红，却根本说不出话来，这让他如何辩解？处子之身那都是远古时代的事情了，自己早将身体给了心爱的无涯哥哥了，哪里还有处子之身？但若当面说不是的话，那这婚内出轨的名声可不就坐实了？这在天道宗可不是什么好名声，几乎能够断绝他的一切人际交往和资源。我当然是。林瑶便道。哦，苏贤有些意外，没想到林瑶的脸皮会如此之厚，这可不是你说说就行了。你敢露出你的手工杀吗？是啊，口说无凭，验手工杀啊。众人看热闹，不觉事大。够了。就在这时，林无涯终于坐不住了，低吼了一声，随即这才意识到自己失态，调整了神情。诸位，今日乃是林某的好日子，林瑶所言是真还是假，我林某自然可以作证。诸位如此咄咄逼人，不太好吧？说完，林无涯便又将目光放在苏贤的身上，眼神微微凌厉了起来。自己似乎小瞧这位苏老祖了啊，呵呵，自然。老祖我也不过是为了满足大家的好奇心，才有此一问。今日吃了林老弟的酒宴，煞是开心啊，希望能够早日喝到林老弟的喜酒，哈哈哈。哦，不好意思，我忘了，我与林瑶的冷静期还没有过，所以林老弟还需再等等，等3个月后再行好事吧，哈哈哈。苏贤轻笑两声，随即看向一旁的叶清雪，哎，人老了，身体状态不如以前了。雪儿，我们走。是，夫君。叶清雪乖巧地站起身来，搀扶着苏贤离开。至于其他人，眼看主人家都发火了，哪里还敢继续留下来吃酒，纷纷道歉告辞。可恶，都怪这个老不死的，还有那个丑婢，如果不是他们的话，你也给我闭嘴。眼看人都走干净了，林瑶立刻冷下脸骂了起来，谁知道话刚说到一半就被林无涯给呵斥停了，面色一愣，随即眼眶湿润，委屈了起来。你居然凶我，这么多年你都没有凶过我，今天居然因为一个苏贤就凶我。你要是气不过，有本事你找苏贤的麻烦去啊，去把他杀了。凶我算什么本事？这些年若不是因为你贪图苏贤的遗产，我用得着委身在他身边这么多年吗？你倒是好，如今事情没办好，全赖我了是吧？唉，我不是那个意思。林无涯虽然正在气头上，但自知理亏，所以只能认栽，主动认错，哄起林瑶来。瑶儿，你别生气了嘛，你还不知道我的心意吗？本来今日是想向众人风风光光介绍下林瑶，顺便给林瑶一个身份，让她开心开心。当然，若是能够借此机会气死苏贤那个老家伙，自然是更好的。谁会想到苏贤反过来将了他一军，这顿时让他猝不及防。那你说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吗？林瑶能够走到今天，自然不是什么不分轻重之人，立刻询问林无涯接下来的计划。哼，我今日邀苏贤前来，可不单单是想，嘿嘿，更重要的是，他给我的感觉依旧没有错，身体迟暮，垂垂老矣，怕是撑不了1个月了。当然，为了以防万一，这个叶清雪肯定不能留。林无涯声音冷厉，叶清雪如今也是苏贤的道侣，是有资格分的遗产的。放心，区区结丹初期而已，如今的我还不放在眼里。林瑶信心满满。不，这还不够。林无涯面色发狠，随即将一根细小的黑色竹筒递给林瑶。这是？林瑶疑惑道。这里面是天无氏心针，针身缠绕着天心蜈蚣的本命精魄，浴血即钻心噬骨。林瑶见状眉头一皱，你是觉得你的实力我自然放心，用不上自然最好，也算是送你的礼物，留待危急时刻保命用。林无涯急忙解释。林瑶虽然面露不悦，却也没有多说什么，将其收下。晨钟撞碎山间薄雾时，青玉擂台已在问剑崖前浮空列阵。天道宗5年1度的宗门大比如期开启，朝阳将云纹石阶镀成鎏金色，各封弟子法衣上的宗门鹤纹随灵气流转，展翅欲飞。各封参赛弟子入场，随着执法长老齐云子剑诀钦点，8座擂台同时展开。规则都记清了？苏贤提醒道。是。叶清雪眼神坚定。宗门大比的规则很简单，按照抽到的签号，2两对战，胜者晋级。在决出8强之前，8座擂台会同时进行比赛。正巧林无涯带着林瑶参赛路过，双方如今也算是彻底撕开了脸皮，没什么好客套的。林瑶虽然与叶清雪定下赌约，但说实话并没有将叶清雪放在心上，只是轻轻瞥了一眼便收回了目光。一个结丹初期的丑婢而已，还不值得他过多关注。没多久，金鸿峰方向传来清越剑鸣，但见一道青红冲天而起，白衣青年脚踏剑气悬停半空，袖口银线绣着的9重云纹昭示着内门首席身份。江青师兄出关了！有弟子激动呼喊。5年前他就在宗门大比中夺魁，如今修为怕是更加恐怖了。玄铁峰上突然炸开碎石，
一股同肤色的壮汉肌肉虬结，双臂浮现玄铁纹路，一跃千丈，落在擂台场上，引得地面猛然震动，声势骇人。若非是有阵法加持的话，非得让其砸出个巨坑来。是秦烈师兄！几个体修弟子振臂高呼。听说他上月生死了后山那头元婴期的碧金虎。最引人注目的却是符阵峰方向，素衣少女陆明月广袖轻扬，36道符箓结成星斗大阵相伴来。明月的九宫纳元阵越发精妙了，连观战的长老都抚须赞叹。叶清雪将目千攥得更紧，眼神之中战意盎然。今次他便要为自己、为夫君证明自己不是夫君的累赘。第一场，无为峰叶清雪对战无为峰李平。没想到第一场就轮到自己，叶清雪踏上7号擂台边缘，赤黄晚天簪在发间燃烧成液态火焰，将他的影子映成火凤形态。等到对手上台之后，叶清雪不由得感到有些意外，因为来者不是别人，正是此前被苏贤叫来给自己陪练的无为峰弟子之一。一看到自己的对手是叶清雪，李平不由得面色一苦。当初他们9大弟子都不是叶清雪对手，更何况如今自己一个人。我认输。李平认输得很果断。你确定？裁判长老眉头一皱，对于叶清雪的事情也略有耳闻。李平点头。李平认输，叶清雪胜。裁判长老无奈宣布：内幕，内幕，内幕。但是这样的操作立刻引来了围观弟子的不满，觉得这是无为峰弟子故意为叶清雪让路，实则是峰主苏贤安排的。肃静！裁判长老低喝一声，眼神凌厉地扫视了一圈，立刻将不满的声音压制了下去。哼，我看这叶清雪就是徒有其表，不是徒有身材，根本就是个花花架子。有弟子依旧在底下小声不满讨论起来，肯定是苏老祖的安排，不想自己的女人输得太难看。有人应和。下一场，翠竹峰凌瑶对战星和风周燕。闻言，叶清雪心中微微一惊，没想到自己和凌瑶居然分到了同一个擂台。不过既然迟早都会遇到，那么早点遇到也没什么。就在两人擦肩而过的时候，凌瑶不由嗤笑一声，不错的手段，可惜并不能让你一直赢下去。叶清雪没有辩解，因为她深深记得夫君跟自己说过，让别人闭嘴的最好方式就是一巴掌呼他脸上。叶清雪觉得很对，只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7号擂台上，凌瑶的剑鞘已凝出霜花，对面星和风弟子周燕的长枪吞吐着烈焰，结丹后期的威压震得擂台边缘的避火符无风自燃，可惜连凌瑶的衣角都未掀动分毫。翠竹峰凌瑶，请赐教。清冷嗓音荡开时，周身灵力激荡，元婴期的修为暴露无遗。观战席上突然鸦雀无声，谁能想到这位近日传得比较火热的女子竟然会有元婴期的修为？这等修为可是有夺冠潜力的啊！周燕虎目充血，枪尖在地面划出焦黑沟壑。就算你是元婴。话音未落，9道火龙自枪身冲天而起，赤炎枪诀，第7重的9龙耀日竟被这位结丹修士强行催动。热浪蒸腾间，周燕七窍渗血，俨然是搏命之势。面对周燕这等搏命的架势，凌瑶却是毫不慌张，素手轻按剑柄，凌厉内敛，带的9条火龙临近，双划出鞘，刹那间漫天火龙齐齐凝固。不是被冰封，而是某种更高阶的法则压制，每条龙焰最炽烈的核心处都绽开一朵冰晶莲苞。霜天！凌瑶低语，剑锋未动，莲苞次第绽放，9条火龙从那儿外冻结成冰雕，阳光穿透晶莹龙躯，在擂台折射出七彩光晕。周燕踉跄后退，手中长枪寸寸崩裂，枪头坠地时碎成冰渣。更令人心悸的是，凌瑶脚下双骑，以他为中心，寒潮精准的止步于擂台边界，连一缕寒气都不曾外溢。承让！遇见归鞘的轻盈惊醒裁判长老，铜锣将将敲响，周燕突然闷哼跪地，浑身毛孔渗出细密冰珠，直到此刻，方才那一剑的余威才显现。翠竹峰，凌瑶胜，好厉害！仅仅只是一剑而已，这就是元婴期的实力吗？果然可怕！围观群众哗然，真正认识到了凌瑶的不简单。下一场，符阵峰陆明月对战金红峰齐和同。陆明月正是本次宗门大比的夺冠热门弟子之一，没想到居然也在7号擂台。我认输。刚上台，齐和同就果断投降，但是这一举措却并没有引来任何人的意外，甚至于连责备齐和同的声音都没有，似乎就活该如此。毕竟两人的修为差距摆在这里，一个元婴期，一个结丹中期，没什么可比性。符阵峰，陆明月胜，就连裁判长老都宣布得很自然，就像已经看过陆明月精彩的战斗一般。没多久，第1轮的比赛结束，开始第2轮。总的来说，7号擂台被众人重点关注的有2人，一个是陆明月，另一个则是凌瑶。当然，还有一个叶清雪，只不过大家想看到的是她被揭开伪装，早点被打下台。
简单休整后，擂台战再开。无为枫叶清雪对战玄铁峰赵莽。随着裁判长老的宣告，赵莽踏上擂台，咧开满口黄牙，铜锤上缠绕的雷光噼啪作响，结丹中期的威压震得擂台边缘符文明灭。快看，赵莽师兄上场了！赵莽师兄一定要好好教训对方，不能让对方再钻空子了，就是撕开他的伪装。围观弟子几乎所有人都偏向于赵莽，看不惯叶清雪投机取巧的手段。叶清雪踏上擂台，平静的眼眸之中似有火焰在燃烧，周围嘈杂的呼喊声则是最好的助燃剂。这将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战。夫君，且看好，去吧，小凤凰该展翅了。苏贤坐在擂台上，嘴角微翘。不远处的林瑶瞥了擂台一眼，冷哼一声，希望你能撑到与我交手的时候，让我亲手碾压你。比赛开始。随着裁判长老声音落下，赵莽铜锤重重砸地，雷蛇顺着裂缝窜向叶清雪脚踝。哼，不过一个靠床上功夫上位的侍女而已，也敢与我争锋？3息之内，老子让你……话音戛然而止，叶清雪眼神冰冷，足尖轻点，青玉石板上突然绽开一朵赤焰金莲，雷蛇撞上莲瓣的刹那，竟如雪融春阳般消弭无形。赤炎焚形，叶清雪轻声呢喃，眉心血缝纹路泛起流火。赵莽瞳孔骤缩，铜锤抡出漫天雷网，玄铁峰秘传的九霄雷影在他手中化作咆哮巨兽，可雷光处及叶清雪周身3丈，便诡异的扭曲成赤金色火流。不可能，一定是你在装神弄鬼！赵莽咬破舌尖，金血染红锤柄雷纹，强行催动，雷御天牢，9道紫雷自云端劈落。叶清雪突然闭上左眼，右眼瞳孔深处跃起一簇惊艳，整个世界忽然化作赤红经纬。这是苏贤教导他用赤炎灵力点开的火灵世界。雷域运行的轨迹纤毫毕现，最脆弱的阵眼正在破。叶清雪素手轻扬，一缕细若发丝的火线穿透雷网，赵莽狞笑凝固在脸上。他引以为傲的雷域突然坍缩成赤红光球，铜锤上的雷纹寸寸崩解。观战席爆发出潮水般的惊呼。叶清雪指尖的火线已缠住赵莽脖颈，炽热却不伤肌肤，精准的令人胆寒。赵莽轰然跪地，护体罡气如薄纸般燃烧。裁判长老手中铜锣还未敲响，玄铁峰主以拂袖卷走弟子。那柄陪伴赵莽20年的铜锤，此刻正化作铁水在擂台上蜿蜒流淌。叶清雪胜！执法长老的宣告声刚落，围观众人一片哗然。战斗时间不长，甚至于不到3息时间就已经结束，但是这场战斗带给众人的震撼却是极大的。赵莽虽然不是什么夺冠热门，但好歹也是个结丹中期高手，更何况玄铁峰素来重炼体，即便不敌，以其强悍的身体素质，也不该落败得如此之快啊！又是内幕，不可能，谁家内幕会连自己的本命法宝都抛弃了？再说了，以赵莽的性子，想要让他配合内幕，开玩笑呢。况且连玄铁峰主都出手了，如此一来，解释只有一个，那便是从始至终众人都被叶清雪给骗了。可是人家叶清雪似乎从来也没有明确表露过自己是个花花架子，实力低微啊。再看向叶清雪，夫君，真正意义上的赢下第一场比赛之后，叶清雪终于感觉心情好了一些，乖巧的来到苏贤身边，想要邀功。还不错。苏贤轻点了叶清雪的鼻头，不吝夸赞道，不过气息还可以再收敛些。这苏老祖似乎还觉得叶清雪做得不够好，刚刚已经很惊艳了好吧？当然面貌除外。话说这叶清雪究竟是什么修为啊？不仅样貌看不透，连修为气息也隐匿了。众人有些疑惑，转而又看向了苏贤。是了，这一切肯定是苏老祖的手段了。有苏老祖亲自教导，叶清雪能够击败赵莽，似乎也就变得不是那么让人难以接受了。下一场，翠竹峰灵瑶对战符阵峰陆明月。然而还没等众人从惊愕中醒悟过来呢，更大的要来了。7号擂台最有希望出围的2名选手，竟然提前碰上了。7号擂台，灵瑶与陆明月相继上场，两边的呼声都不小，更何况都是大美女，台下男弟子早已激动万分。这场战斗对于他们而言，简直是一种美的享受。灵瑶面色平静，双月剑出鞘3寸时，擂台上飘落了第一片雪。陆明月并指虚滑，9枚青玉符箓在晨光中流转如星，却始终悬于3丈之外，隐而不发。争！灵瑶剑鞘轻震，7枚冰锥凝于半空，呈北斗之势封住陆明月退路。陆明月广袖翻卷，3道旋风符截住冰锥，爆开的冰雾在两人之间织就朦胧纱帐。双月剑气在地面刻下蜿蜒冰痕，陆明月的符箓始终游走正位边缘，如同猎手布设无形罗网。观战弟子渐渐察觉端倪，那些散落的符箓竟暗合周天星斗，将云台化作浑天星盘，林师妹的双翼以真化境。陆明月足尖忽然踏出7星步，悬空的72道符箓骤然亮起，可惜过刚一折。9宫纳元起，
星途倒悬，云台灵气如百川归海。林瑶挥出的冰蛇剑气位置阵前，竟被漩涡吞噬殆尽。陆明月并肩明月当泛起灵光，吞纳的冰灵之气在他掌心凝成双月剑虚影。坎位反，剑影倒卷，裹挟着森然寒气反噬其主。林瑶横剑格挡，发梢瞬间结满冰晶，这分明是他自己的双翼，经9宫震淬炼后，却添了3分阴毒诡谲。双月剑突然发出嘶鸣，林瑶染血的指尖抚过剑脊，玄奥冰文字掌心蔓延至脖颈。擂台上的云海翻涌如沸，9条百丈冰蛇自虚空显形，蛇瞳中跃动着幽蓝明火。玄阴开，轻若飞雪的3个字，却让浑天星途寸寸崩解。陆明月急退7步，本命阵盘浮现蛛网裂纹，冰蛇吞吐的寒气竟腐蚀符箓灵纹，那些被吞噬的冰灵之气化作毒牙，狠狠咬入阵眼。双月剑尖挑起时，9条冰蛇纠缠成通天巨蟒。蛇信扫过处，陆明月的太古雷符尚未激发，便被冻成冰渣，雷纹在蛇腹中如萤火明灭。观战席传来座椅翻倒声，有弟子发现冰蛇游过的擂台边缘竟生出细密冰灵。承让，林瑶剑尖轻挑，陆明月腰间玉符落入蛇口，本该碎裂的玉符表面蜿蜒着蛇蜕般的冰纹，玄阴圣体对符道的侵蚀比摧毁更令人胆寒。哼，是我败了，林瑶师妹技高一筹。陆明月脸色难看，没想到妹妹竟然是罕见的玄阴圣体，我输得不冤。翠竹峰，林瑶胜。随着裁判长老声音落下，众人皆是面色振奋。不得不说，2大美女的交锋既激烈又养眼。如今陆明月即便输了众人也不会多说什么，因为他和林瑶都施展了全力，为大家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对决。如今陆明月一败，这7号擂台的第1名非林瑶莫属了啊！本来众人就猜测7号的出现名额会在林瑶与陆明月2人之中产生，没想到2人提前碰上了。陆明月落败，那就只剩下林瑶了。可不是嘛，接下来估计也看不到这么精彩的战斗了。那可不见得，你们忘了还有叶清雪了吗？呵呵，他呀，你莫非还指望他能够击败林瑶？自然不是，只不过你们就不好奇这叶清雪后面的比赛究竟会出什么丑样吗？我可还听说了，这叶清雪似乎与林瑶有赌约。可不是嘛，苏老祖因为叶清雪休了林瑶，这林瑶自然心怀不满，2人对赌，输的那个人就离开苏老祖。可我不是听说这林瑶已经与翠竹峰主灵无涯？嘘，这种事情暂时还不要乱传的好。总之，若是这2人对上的话，那可真的有意思了。不知道是不是众人的期盼起到了作用，第3轮第2场便是林瑶对战叶清雪。哼，本来还想着你能够嚣张多久，没想到上天有眼，这么快就把你安排到我的手里了。林瑶手扶双天剑，斜睨叶清雪，冷笑不止。夫君说过，真正的实力不是放在嘴上，有些人嘴上说着痛快，其实没什么本事的。叶清雪神态认真，话音刚落，台下观众便是面面相觑。这话听起来没什么毛病，但是用在林瑶这位夺冠热门的人身上，便是有些怪异了。哼，别忘了咱俩的赌约，若是你败了，可没资格这么喊苏贤。林瑶面色冷冽，我不会败。叶清雪声音坚定。比赛开始。话音一落，林瑶身形一颤，直接消失在原地。双月剑锋撕裂空气的刹那，9条冰蛇已咬至叶清雪咽喉。叶清雪足跟猛踏青玉擂台，赤炎焚形凝成的火网堪堪兜住蛇吻，冰火相击，炸开漫天惊现。叮叮叮，林瑶剑尖连点，冰蛇鳞片骤然竖起。叶清雪左臂格挡的衣袖冻成冰壳，碎裂时带起一蓬血珠。第3道蛇影穿透火网，獠牙距眉心3寸时，叶清雪突然旋身以簪为剑，在冰蛇毒牙上擦出刺目火星。困，林瑶剑挽双花，擂台冰层凸起尖刺。叶清雪右腿瞬间被冰枷锁死，寒气顺着经脉直冲丹田。眉心血凤纹爆发的经验与玄阴之气在体内厮杀，脸颊上的汗珠尚未落地便凝成冰珠。赤黄，发簪插入冰层，叶清雪低喝着扯散发髻，3000青丝燃起焚天火，发簪在烈焰中扭曲伸展，化作火焰长枪，枪尖撕开冰枷的瞬间，9枚凤凰灵羽自枪杆弹出，流火将双月剑逼退7尺。什么？竟然真的是一件法宝！观众席上一美妇面色陡然震惊，这美妇不是别人，正是当初在翠竹峰宴会上与叶清雪交谈的那位。本来叶清雪说她头上的簪子是圣阶法宝，她还不信，如今看到赤黄挽天簪，火焰一卷化作长枪，顿时幸福了大半。至少这簪子绝对不是凡品。在勘场上，林瑶瞳孔映出火枪轨迹，双月剑化圆成璧，冰莲在剑幕绽放，每片花瓣盘踞一条冰蛇。叶清雪火焰长枪横扫，灵羽爆出凤鸣声浪，首当其冲的3朵冰莲轰然炸裂，冰蛇残躯化作毒雾，
却被枪尖挑起的火浪焚成青烟。雕虫小技，灵瑶足踏冰帘升至半空，9条冰蛇纠缠成囚笼，龙口喷出的玄阴之气冻结空气。叶清雪持枪的双臂瞬间覆满白霜，火枪光芒骤暗，被压制了。哼，不得不说，一个丑婢而已，以结丹期的修为和我战斗了这么久，已经很不错了。只不过，丑婢终究是丑婢，奴才永远是奴才，想要战胜主人，永远都不可能。灵瑶声音冷冽而残忍。当双月剑刺穿叶清雪匆忙凝聚的火幕时，9条冰蛇缠绕的必杀剑势已成，那是玄阴圣体最凶险的冰蛇锁魂。就让我揭开你的伪装，让大家看看你伪装之后的丑陋面容吧。轰！冰蛇獠牙咬碎最后一道护体真言，叶清雪足下青玉擂台轰然坍塌，面上的玄铁朱砂开始皲裂。观战席爆发的惊呼声里，叶清雪突然松开掐着法诀的右手，任由冰霜攀上染血的景象。这样的自己果然不是灵瑶的对手呢。叶清雪将目光投向观众席上的苏贤，见到对方脸上的关心还有疑惑，心中不由得一暖。够了！轻若叹息的2个字，却让方圆100丈内的冰蛇齐齐凝固。灵瑶瞳孔骤缩，他看见叶清雪被冰封的左脸突然透出流金光晕，那不是溃败的征兆，而是涅槃火种燃烧到极致的征兆。咔嚓！玄铁朱砂碎裂的刹那，天地间响起清乐凤鸣。夫君送我的这件玄铁朱砂，我一直都很珍惜的。叶清雪3000青丝净化流火，发梢滴落的不是火星，而是液态的涅槃真言。朱砂碎裂，露出叶清雪羊脂玉般的肌肤，眉心火凤纹舒展成展翅的图腾，将残余的冰霜烧灼成流金眼影。灵瑶的双月剑开始融化，不是被高温溶解，而是被某种更高位阶的法则消融。叶清雪凌空踏火而立，赤金瞳仁中流转着上古凤凰的铭文，睫毛轻颤便抖落星火。她破碎的衣袍在涅槃火中种枝，化作叶地3丈的流金羽衣，每片羽毛都刻录着焚天9变的道纹，这才是真正的焚天9变。下一刻，只见叶清雪足尖轻点的位置，虚空绽开赤金莲纹，那是元婴修士才能引发的天地共鸣。怎么可能？你明明是结丹初期，怎么会变成了元婴期？双月剑彻底化为铁水，灵瑶踉跄后退，9条冰蛇在凤凰威压下崩解成冰雾。而且你的脸明明应该被猩红胎记占据的，怎么会？叶清雪羽衣轻震，漫天冰雾瞬间气化，在朝阳下折射出七彩虹桥。这等姿态让所有观战者都下意识屏息，那张褪去所有伪装的容颜，既有神女垂饰的圣洁，又藏着焚尽八荒的恣意。左眼尾一滴流金泪痣，正是涅槃火种所化的法则印记。你，灵瑶的护体玄阴气寸寸碎裂，发髻间的冰痴簪化为齑粉。他终于看清叶清雪幼童深处游动的火凤虚影，那是连玄阴圣体都在站立的远古威压。去吧，小凤凰，让他们看看你真正的力量。苏贤忍不住赞叹一声，同时也有些哑然。没想到自己因为想要独享叶清雪美貌才赠予的玄铁朱砂，反而成了叶清雪的桎梏。甚至他还曾告诉叶清雪，他的凤凰火焰十分霸道，这件朱砂承受不住他元婴期的力量。本以为他会在战斗中脱去面纱，没想到竟然如此乖巧，一直戴着不曾脱下，乖巧到让苏贤感到心疼。好在如今桎梏已除，凤凰当遨游9天。天哪，那就是叶清雪真正的容貌吗？不是说是一个丑女吗？传言有误，传言有误啊！此等容貌，此等身材，不就是我心中完美的女神吗？双月剑融成的铁水尚未凝固，观战席已炸开声浪。那真是叶师妹。金鸿峰年轻弟子攥碎手中流影玉简，画面里胎记狰狞的杂役女修与擂台上流金羽衣的角色身影重叠成荒诞对比。什么师妹？旁边体修猛拍大腿，该叫师姐。没看见连林师姐现在都接不住他3招，定是用了什么邪门驻颜术。有女弟子面露嫉妒，瞧那眼角流金纹，不知采补了多少难修元阳。嘘！同伴慌忙掩他口，没见掌门都在颔首，当心执法堂。男弟子们早已失了魂，叶师姐方才扫过我这边了。少年剑修抓着同门嘶吼，他右眼角那滴火痣在发光。放屁！旁边人红着眼反驳，师姐明明在看我手中这捧9瓣冰莲。云台最高处，8大峰长老的茶盏接连炸裂。涅槃道体，火凤圣体，符阵峰主葛淑云指尖还凝着窥天诀。何止！玄铁峰主石英卓盯着容颜重凝的擂台，方才与一掠过处，青玉阶的硬度提升了3倍有余。此等体质当入我玄铁峰，可炼气大成啊！石英卓双眸发光，胡说，当入我符阵峰，钻研阵法。葛淑云立刻反驳，我观此女与我丹霞峰有缘，是个女修就和你们丹霞峰有缘是吧？我金鸿峰可是第1功伐大峰，可嗨嗨！就在这时，掌门齐瀚海重重咳了2声，且看比赛。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比赛还没有结束呢。此刻的林瑶几乎快失了魂魄，瞳孔映出那遮天蔽日的火翼阴影。但是他知道，绝对不能让叶清雪赢。他咬牙催动毕生修为，9条冰蛇再次凝聚，在头顶结成玄阴星图。极寒之气冻结方圆100丈云霭，却始终无法侵入叶清雪周身3丈，那里已经化作凤凰领域，连光阴都被烧灼的扭曲。凤翼焚天，叶清雪振翅的刹那，流金凤翼卷起焚噬火雨，将玄阴星图冲撞出蛛网裂痕。咔嚓，玄阴星图彻底崩碎时，林瑶听见自己冰蛇法像在哀鸣。9条冰蛇在火雨中挣扎着气化，他引以为傲的玄阴圣体表面爬满焦痕，仿佛被万千凤会啄击过。叶清雪悬于火海中央，凤翼轻震便掀起法则风暴，林瑶跪倒在融化的擂台上，眼睁睁看着双月剑化作铁水流入裂缝。这把伴随了他近20年的本命灵剑，此刻竟如凡铁般脆弱。他就要输了吗？输给自己一直看不起的丑婢？不能就这么结束。叶清雪必须得死。想到这里，林瑶偷偷地取出林无涯送他的天无式星针。林瑶显然已经落败，就在裁判长老要宣布比赛结果的时候，叶清雪不由得心中猛然一跳，火灵世界中隐隐看到一根微不可察的细丝朝着自己猛然射了过来，是暗器。流金羽翼上的凤凰灵羽骤然倒数，叮，毒针轻盈，宛若死神的低语。叶清雪本能地感受到致命的危机，奈何匆忙凝聚的火盾并不足以抵挡对方的这道细丝的攻击，被轻易穿透。关键时刻，叶清雪直接捏碎袖中玄甲纹，那是苏贤此前交给他用作防身之用。只见老年般蜕变的鳞片在叶清雪掌心爆起幽光，皲裂的纹路竟与他手心凤凰印记完美契合，凝成半面布满斑纹的青铜护盾。咔！毒针扎在斑纹最密集处，溅起的紫火照亮林瑶扭曲的面容。好胆！裁判长老怒道，哪里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找死！一声怒喝，擂台上身影闪烁，却是苏贤突然出现，枯瘦的双指夹住那枚毒针，眼中金光爆射，就要出手，却不想同一时间林无涯跟着闪现到擂台上，护在林瑶身前。眼看林无涯出面，本来苏贤只出了半成力，想要教训林瑶的一掌顿时提到了3成，而林无涯也是有意想要试探苏贤的实力，同样探出一掌。苏贤抬掌的姿势宛如老农推磨，枯瘦五指间不见灵光，唯有袖口褪色的云纹微微发烫。林无涯眼底掠过讥诮，右掌中有碧绿竹叶虚影汇聚，正是翠竹峰秘传的清明镜，震得擂台上云雾翻涌。双掌相触的刹那，空间仿若静止，没有气爆轰鸣，没有凌厉涟漪，唯见苏贤腕骨处的老年般泛起赤金光泽。林无涯掌心的竹叶虚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枯黄，叶脉中奔流的清明镜如泥牛入海，反补回经脉的却是暮色灵力特有的腐朽气息。你！林无涯指尖发颤，翠竹峰主代代相传的碧玉扳指悄然爬满裂纹。他引以为傲的生生不息之气，此刻竟在苏贤的纯阳掌力下逆向流转，不是被击溃，而是被某种更高阶的法则同化。好了，就在这时，又一道身影突然出现，挡在两人中间却是天道宗掌门齐瀚海。都是当峰主的人了，还这么沉不住气吗？这件事情宗门会处理好的，都退下吧。话音一落，苏贤感觉一阵柔和却不容抗拒的力量传来，将自己和林无涯震开，眼眸不由微微一凝。齐瀚海现如今天道宗唯一一位练虚境大高手，好在自己的宝贝媳妇儿没受到什么伤害。苏贤冷哼一声，默默收起掉落在地上的毒针，便是带着叶清雪退下。多谢夫君解围了。叶清雪眸光闪烁，心中感动。没什么，你如今展露了自己的天赋，宗门里的老家伙们如果不是傻子，肯定会站在你这边的。至于林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原主对于林瑶还心存挂念的缘故，苏贤总是没法真正对林瑶产生杀心。他身后的林无涯看来不简单啊。如此闹剧使得围观群众一阵哗然，谁也没想到他们心中的夺冠热门林瑶会落败，更没有想到林瑶会是阴招，没想到林瑶师姐居然会是这样的人。人群里有人失声叹道，什么师姐这种人不配做我们的师姐。就是，看来此前关于清雪师姐的传闻多有不实之处，皆与林瑶有关。众人心中恍然，我宣布清雪师姐以后就是我的偶像。哼，就你这样也不看看人家愿不愿意认你。闹剧过后，宗门大比继续，7号擂台接下来的比斗也就没什么悬念了。解除了修为限制的叶清雪一路高歌猛进，很快就夺得7号擂台第1名，进入8强。8进4比赛第2场，无为峰叶清雪对战丹霞峰柳烟儿。这下好看了，两位师姐都擅长用火，倒是不知谁更胜一筹了。肯定是一场精彩的比赛。台下众人期盼道。青玉擂台上，叶清雪的流金羽衣已映亮整个擂台，
神态从容。柳依儿作为丹霞峰首席弟子，实力自然不容小觑。十指翻飞间，36道赤炎符结成火凤，却在对上对面那双赤金铜人时莫名震颤。凤石白火，叶清雪并指轻点，涅槃火自眉心涌出。柳依儿引以为傲的丹霞真火，竟如倦鸟归巢，尽数没入她袖中。流金羽衣吞噬火焰后，纹路暴涨，化作3000流火箭矢悬空。这可不是叶清雪特有的神通，而是掌握了火之法则后，充分发挥了凤凰火焰的霸道之处。至于对面的火凤，只不过空有其形罢了。还你！剑雨倾泻的刹那，柳依儿腰间药囊尽数爆开，护心丹的灵气与10股毒物仓促交织成盾，却在触及涅槃火时反哺成更炽烈的火浪。观战众人眼睁睁地看着柳依儿踉跄跌下擂台，就连发间避火簪已化作铁水滴落。是我输了。柳依儿面露苦涩，未曾想到落败的竟如此之快。咕隆，台下有人忍不住咽了口唾沫，这等差距也太大了吧！火凤圣体果然名不虚传啊！就连掌门齐瀚海都不由得赞叹起来。4进2第一场，玄铁峰秦烈对战无为峰叶清雪。秦烈师兄可是炼体大成者，前面几场战斗，对手连他的防御都没能破去呢。秦烈师兄无敌，清雪师姐加油！台下呼声不断，叶清雪足尖轻点熔岩，沸腾的青玉之液在他脚下凝成火莲。炼体峰秦烈踏碎3丈时接跃上擂台，古铜色肌肤上的玄铁纹路泛起血光。师妹，小心了！话音一落，秦烈周身血气翻腾，一拳轰出。面对能够一招击败柳依儿的存在，他可不敢大意。吼！拳风凝成碧金虎虚影，曾生撕金丹妖兽的烈天拳轰向叶清雪面门。啊！铁塔大汉轰向娇弱少女，这等画面怎么看都像是在欺负小女孩，让不少围观群众都忍不住遮挡起双目，不愿再看。眼看重拳轰来，叶清雪不闪不避，流金羽衣骤然硬化，形成火焰护盾。虎形拳刚撞上火焰道纹的瞬间，秦烈指骨发出令人牙酸的碎裂声，焚天断骨。叶清雪低吟一声，反手扣住他手腕，凤凰火焰顺其经脉直冲丹田。秦烈周身血气纹路如遇烈阳的积雪般逐渐消融，在皮肉上烫出焦黑的凤凰灵羽印记。当叶清雪振袖甩开这具2米铁塔般的身躯时，玄铁峰峰主连忙加固擂台结界，这才避免被秦烈直接撞碎。围观群众陷入死寂，又是瞬秒。就连炼体大成的秦烈都扛不住叶清雪的攻击吗？这也太可怕了吧！承让！叶清雪羽衣收拢成寻常裙装，发间赤黄簪赤金光芒闪烁。无为峰，叶清雪胜，下一场便是冠军争夺战了。清雪师妹，下一场便是你我之间的战斗了，要不要休息一番？同样进入前2的是此前夺冠呼声最高的江青，此刻前来与叶清雪打招呼。不用了，刚才并没有多大的消耗，继续吧。叶清雪神色认真，实话实说，只不过这样的话听在众人的耳朵里却是另一番滋味了。秦烈双耳一动，胸口一闷，差点喷血。那好吧。江青干涩一笑，没有继续说下去。最后一场，金红峰江青对战无为峰叶清雪。青玉擂台上，随着一声剑鸣，江青踏着云雾飘然落地，仅仅只是站在那里便给人一种锋锐之感。如此气势，想来江青这剑道又精进不小啊。齐瀚海赞叹道。掌门师兄谬赞了，不过江青这孩子确实刻苦，剑道有所小成，境界也以真挚元婴大圆满。金红峰峰主翟星辉笑盈盈道：“这孩子啊，确实有稳定冠军的实力呢。”齐瀚海微微一笑，不做评语，转而看向苏贤：“苏师兄倒是藏得深啊，有这么好的苗子，一直未曾有消息流露。你觉得这场对决谁会赢呢？”论资排辈，苏贤比齐瀚海还早入门300年，年纪也比齐瀚海更大，所以被齐瀚海尊称一声师兄，倒也没什么问题。清雪，苏贤毫不避讳，甚至于连谦虚都没有一点。周围长老皆是一怔，随即便是缓了过来。师兄此言差矣，叶清雪这名弟子虽然是得天独厚的火凤圣体，但毕竟资历尚浅，修为也只是元婴初期，要想胜出恐怕难啊。翟星辉略微有些不满，辩解道。苏贤不语，只是看着擂台。众长老皆是略感尴尬，不过很快便是被擂台上的情形吸引了过去。我记得此前江青师兄对战的过程，剑从未出过鞘吧？可不是，其对手只是面对江青师兄的剑势便败下阵来。那这一场看得出来江青师兄要认真了。擂台之上，江青怀中抱着的青铜剑匣刻满心痕，匣开时剑气展开3丈流言。此剑名斩望，一剑出，斩破虚妄，苍穹亦可斩。江青并只抹过剑脊，寒芒在虚空刻下道痕。你若接得住，江某甘拜下风。长老席尚未一沉寂，福振峰峰主葛淑云意外地看向翟星辉，
斩望剑可是天阶法宝，也是惊鸿峰的标志。翟师兄连斩望剑都传给了江青，看来是准备让江青当下一任峰主了啊！哈哈，我观江青这孩子与我有缘，又有天赋，未来可为峰主。翟星辉哈哈大笑，略微有些得意的看了苏贤一眼，那模样仿佛是在说：我连天阶法宝都给了江青，叶清雪还怎么赢？只不过这样挑衅的目光，苏贤却恍若未见，只是神态自若的盯着擂台。哼，看你还能装到什么时候？翟星辉内心不满道。擂台上，叶清雪足下的火莲悄然旋转，请斩望剑出鞘，云海裂开一线天光，剑尖垂地3寸，青石擂台无声断成2截。观战弟子们屏息凝视那道平滑如镜的断口，要知道，即便此前秦烈全力轰击，都未曾留下痕迹。惊鸿断轮回，江青震袖，剑身映出叶清雪眉心火凤纹，流金羽衣无风自动，叶清雪发间赤黄挽天簪翁明示警。他看见斩望剑影中浮现万千幻象，有幼时被嘲笑的胎记面容，有苏贤垂目佝偻的身影，甚至浮现出未来自己堕入心魔的虚影。破！涅槃火自瞳中燃起，幻象在火中扭曲成剑形。江青终于动了，斩望剑划过玄奥轨迹，剑锋所指处，连涅槃火都短暂分裂。这是能斩断虚妄之之本源的惊鸿绝剑。凤翼焚天，赤黄簪炸裂成9尺火枪，叶清雪背后展开的流金凤翼却只有先前3成大小。燕语间流转着苏贤教导的敛息诀，枪剑相击的刹那，云台陷入诡异的寂静。斩望剑的虚妄剑气被凤翼卷入涅槃漩涡，江青素袍上的惊鸿纹路突然活过来般游走全身。众人这才看清，他足下不知何时凝出7朵青莲剑印，竟将焚天烈焰导入地脉。吃！青玉擂台化作琉璃熔池，江青倒滑7步，每退1步足下便绽开剑帘托举。斩望剑虽已脱手斜插云台，剑穗却未沾染半点火星，白衣依旧胜雪。火凤圣体，名不虚传。江青并指召回佩剑，剑身映出他鬓角一缕焦发，是我败了。围观众人顿时沸腾，最具有夺冠希望的江青居然也败了，而且看起来叶清雪似乎还没有出全力。如此天资，若是能入得我丹霞峰，入我玄典峰，我符阵峰。面对各峰争抢，翟星辉面色有些难看。嗨嗨！就在这时，齐瀚海轻咳了2声，众人这才停了下来。我作为掌门，也许久没收过弟子了。众长老面色古怪，本以为掌门是为了制止他们继续吵下去，没想到竟然是要截胡。掌门师兄，关键时刻，苏贤不咸不淡道：“清雪可是我无为峰的人。”众长老恍然：“是啊，正主还坐在这里呢。”我宣布宗门大比的最终获胜者是无为峰叶清雪。叮！恭喜宿主超额完成任务，奖励发放中。叮！恭喜宿主获得寿命5年。叮！恭喜宿主获得玄甲丹14枚。叮！恭喜宿主获得大成初期1天体验卡1张。叮！恭喜宿主获得千劫替身符1张。叮！恭喜宿主获得涅槃灵笋1份。叮！恭喜宿主获得焚天玄宇宙1件。叮！恭喜宿主获得万里同行符1张。听到系统一次性竟然发放如此之多的奖励，苏贤的嘴角也是忍不住上扬了起来。轰！擂台下人声鼎沸。叶师姐，叶师姐，叶师姐，你是我的偶像。叶师姐，我喜欢你。叶师姐，你是最棒的。叶师姐，我是你的狗。面对这等喧闹的场景，叶清雪一时之间反而局促了起来，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了。就在这时，一道苍老的身影出现在其身侧，却是苏贤走到台上，牵着叶清雪的手，柔声道：“走吧。”好。这一刹那，叶清雪仿佛找到了主心骨一般，乖巧地跟在苏贤的身后。众人看着这一老一少的身影，这才意识到了一件事情。话说，叶师姐是不是刚和苏老祖结成了道侣？轰隆隆，一时间众人如遭雷劈。雪儿啊，这次你做得很不错，为夫有些东西要给你。回到无为峰，苏贤检查了一下系统发放的奖励，笑道：“这是雪儿应该做的，不用。”叶清雪觉得自己已经拿了苏贤太多的东西了，为夫给你就收下，咱俩夫妻之间还分什么彼此？说完，苏贤不容分说，带着叶清雪来到无为峰一座无人山头。夫君，这是？叶清雪面露疑惑。看好了。苏贤轻笑一声，随即便是见到其手中出现一座微型洞府，正是此前系统奖励的爱的小屋。滴血认主，注入灵力。苏贤说道。叶清雪一言照做，随即便是见到爱的小屋迎风暴涨，直接嵌入山体之中，形成一座豪华洞府。叶清雪顿时感受到自己与这座洞府之间的紧密联系，满脸惊讶。送你的洞府，喜欢吗？苏贤笑问，拉着叶清雪参观起来。洞府之内修炼室，
丹房、寝殿、后院等等一应俱全，各种珍稀耗材更是应接不暇。喜欢。叶清雪双眸闪烁，忍不住抱紧了苏贤。别这极限，还有呢。这次任务超额完成，系统可是送了不少好东西，有些苏贤一眼便是看出来是叶清雪专属。说着便是将焚天玄宇宙塞给了叶清雪，穿上试试。叶清雪脸色微红，没有拒绝。当双手碰到焚天玄宇宙的时候，一股莫名的熟悉感涌上心头，自动解体化作300玄宇附在空中。下一瞬，叶清雪娇躯上的流金羽一寸寸崩解成星火，300玄羽如归朝凤鸟般附上她的肌肤肩胛，是2片逆鳞状的漆黑鳞羽，边缘流转着星纱熔铸的金线，胸甲由81枚活髓晶拼接，每道缝隙都游走着护心皱纹。最奇的是裙摆，3000根半透明的火凤绒羽无风自动，每一步都漾开涟漪状的金色道纹。转身，苏贤突然熄灭洞府所有灯光，黑暗中玄宇宙表面浮起北冥星图，叶清雪眉心穴凤纹成了阵眼。他抬手轻触虚空，指尖掠过的轨迹竟残留着燃烧的星痕。叶清雪正然望着水镜，玄宇宙颈间的灵羽项圈正在缓缓收拢，修饰着少女应有的柔美。最摄人心魄的当属其背后虚影，每当灵力激荡，便有9重凤翼在空中舒展，煞是灵动。夫君可知？他忽然旋身，裙摆火雨扫过苏贤的白发，这甲胄像嫁衣。老者大笑，避开燎原火，大袖翻滚，洞府内暖灯闪耀。苏贤顺势将叶清雪给抱了起来。夫君，这是药。叶清雪面色一红，还有一件好东西送你。苏贤抱着叶清雪来到洞府浴池处，将系统奖励的涅槃灵髓配合着一些药液注入池中。这涅槃灵髓能够帮助你更进一步觉醒火凤圣体，专心吸收里面的能量。苏贤提醒道。叶清雪面色羞红，微微颔首，心念一动，焚天玄宇宙自动解体。浴池的寒玉皆凝着霜，叶清雪足尖刚触及水面，12盏龟甲灯突然自池底浮起，苏贤的灵力在灯芯上跳跃，将满池灵泉蒸成氤氲雾霭。退一，老者哭指点向池中央的玄冰莲台，叶清雪轻解罗衫，身体没入池水的刹那，整座洞府响起凤气般的嗡鸣。7滴金红色液体在雾中舒展成凤形，池面浮冰瞬间气化，蒸腾的水雾里游动着上古凤凰的道纹。下一瞬，叶清雪3000青丝陡然扬起，灵髓触及脚背的灼痛不似反火，倒像1000万根淬毒银针顺着经脉直刺丹田。他咬破的下唇滴落血珠，在池面燃起妖异的蓝焰。莫动！枯瘦手掌突然贴上他后腰，叶清雪险些跌进翻涌的灵髓漩涡。苏贤以火之法则催动灵力，如蛛网蔓延般，每一道灵力丝线都精准刺入火纹交汇处。凤凰火焰不受控地从他唇间溢出，将老者白发映成鎏金色。夫君，尾音化作喘息，苏贤的灵力正游走在他丹田3寸，竟将他火凤圣体的桎梏寸寸溶解。叶清雪背后展开的虚化凤翼凝视了7分，一肩扫过苏贤脖颈时落下赤金纹路。苏贤喉结滚动，掌心兽纹与少女腰间的火纹咬合成阵。忽然，叶清雪惊觉自己正被抱坐在玄冰莲台，苏贤的心跳透过单薄衣料传来，竟与他的涅槃火脉同频震颤。张嘴！最后一滴灵髓点在舌尖滚入喉间，他额间火凤纹骤然舒展成展翅图腾，池中灵髓尽数化作金沙裹住。两人叶清雪紧拥苏贤，哪里还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苏贤嘿嘿一笑，暗中捏碎青年体验卡，忍了这么多天了，这张卡终于派上用场了。紧跟着在叶清雪美眸倒映的画面里，苏贤本该苍老干瘪的肌肉逐渐饱满，成流现形，爽朗健壮。还请夫君怜惜。牙哥，我不甘心啊！凭什么？他叶清雪明明只是一个丑婢，凭什么能有今日成就？翠竹峰在林无涯的几番操作下，终于将林瑶从天道宗行堂给带了出来。只不过因为宗门大比名声大损，林瑶也只敢待在翠竹峰，很少出门。此刻正在向林无涯哭诉。放心，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林无涯安慰道。可是牙哥，这些本应该都是我的才对啊！我委身苏贤这么多年，凭什么到现在什么都没得到，反倒是他一个丑婢，这么短的时间就乌鸦变凤凰了？林瑶声音愤恨。牙哥，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啊！叶清雪不过是个小麻烦，我已经找到解决的办法了。林无涯自信道。林瑶闻言，情绪这才稳定了下来，惊喜道：什么办法？你听说过凤凰彝族没？林无涯反问道。凤凰彝族？林瑶摇了摇头。不错，凤凰彝族乃是太古天凤彝族的遗留血脉，一直在北域离火山脉隐居。这段时间我派人暗中调查，发现这叶清雪可不是什么简单身份，很有可能是人族与凤凰彝族的孽种。而凤凰彝族向来重视血脉纯净度，绝对不允许凤凰血脉被污染。
若是得知有这样一个混血孽种留存世间，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做？林无涯颇有意味地看向林瑶。林瑶闻言，眼中金光一闪，肯定会想方设法除掉叶清雪。哈哈，这个丑婢果然该死啊！林瑶顿时心情大好，这样一来，这苏老不死的遗产就只能是我的了。谁知话音一落，林无涯却是面露忧愁，沉吟道：“这才是我真正担心的事情。”什么意思啊？苏贤的情况可能跟我们预想的有偏差。我上次特意跟他交手，探查其虚实，发现其体内生机未绝，短期内怕是难以受尽。林无涯眉头紧皱。什么？林瑶吃了一惊。你不是说他最多也就1个月可活了吗？如果他寿元未尽，那冷静期一过，就算后面他死了，这遗产跟我还有什么关系？哎，我也没有料到这苏贤竟然还有这等后手。林无涯叹息了一声，随即眼神逐渐凶狠了起来。本来想给他个体面，让他自己走好，看来我们得帮他一把了。你有把握吗？对于苏贤，林瑶并没有任何感情。呵呵，放心好了，这件事情交给我。天道宗南方300里，万古窟。当万古窟的瘴气吞没最后一缕天光时，江青的斩望剑正定在九阴第7颗头颅的树丛上。秦烈古铜色的脊背抵着洞窟岩壁，脚下堆积着3具妖蟒断手。柳叶儿的赤炎符在头顶结成残破的9宫阵，丹香混着血腥气在洞内翻涌。叶清雪周身火焰汹涌，手持火焰长枪，宛若战神。宗门大比之后，叶清雪荣获第1，被宗门高度认可，被奖励100万宗门贡献度不说，更是被晋升为无为峰首席弟子。此次乃是奉宗门之命，与江青、秦烈、柳烟儿共4人为首，联合各峰弟子前往万古窟剿灭凶兽9鹰。这凶兽9鹰9头蛇身，通体覆盖玄冥鳞甲，每颗头颅对应一种先天元素，分别是金木水火土风雷毒暗。喉部生有逆鳞，吞吐间可引发元素暴动。虽然只是元婴中期的凶兽，但是因为9颗头颅相辅相成，不仅威力不凡，还得在1刻钟内一起斩落方能毙命，显得极为难缠。砍位。此刻，叶清雪流金羽衣撕开浓稠妖雾，赤黄挽天簪化枪挑飞袭向柳烟的毒牙。江青的剑罡恰好斩断9鹰水属头颅，腥臭的妖血溅在秦烈玄铁纹上，竟腐蚀出缕缕青烟。丹霞弟子听令。柳烟甩出珍藏的清心丹，熏风味燃驱瘴香，7道赤符应声爆燃，将洞窟映如白昼。众人这才看清9鹰真容，剩余5手各执5行妖力，被斩落的头颅断面正蠕动着肉芽。焚天！叶清雪枪尖点地，凤凰火焰顺着地脉奔涌。秦烈狂笑一声，跃入火海，玄铁纹吸足火灵后暴涨3倍，竟徒手撕开9鹰土属头颅的眼甲。妖血浇在赤红肌肤上腾起白雾，这位炼体疯子却越发癫狂。江青的白衣早染成绛色，斩望剑在掌心悬出青莲，金红3叠，剑影分光刺向金属妖手7寸，却撞上玄铁鳞甲。千钧一发之际，叶清雪的流金凤翼卷起火旋风，将妖手鳞片烧至赤红。吼！9鹰残存妖手咆哮不止。现在，斩望剑趁势灌入鳞甲缝隙，剑鸣声尽，压过9鹰惨嚎。柳烟咬破舌尖，本命金血激活最后的离火符，锁魂阵起。4项锁链自虚空显现时，叶清雪突然瞳孔骤缩。9鹰最后1颗暗属头颅竟藏在眼顶，口中凝聚的幽冥妖火直指江青后心。小心！叶清雪吃了一惊，关键时刻急忙捏碎玄甲文化作青铜巨盾，挡下幽冥妖火。洞窟在灵力激荡中坍塌，秦烈咆哮着托起万钧岩顶，柳烟的丹药化作灵气锁链缠住众人腰身。烟尘散尽时，赤黄簪正定在9鹰命河之上。叶清雪赤足踩着妖尸，流金羽衣吸收着逸散的5行妖力，发间火炙亮如晨星。江青还保持着刺剑姿势，方才妖火来袭时，他竟是要以身作盾。多谢了，江某欠你个人情。江青收剑归鞘，指腹抹去唇边血渍，他素白衣衫虽残破不堪，被几衣就挺如轻松。柳烟颤抖着捧出仅存的回春丹，却见叶清雪羽衣轻震，涅槃火将众人伤痕尽数抚平。秦烈盯着自己新生出的玄铁纹路，那上面竟浮动着凤凰灵羽的暗纹。窟外忽降血雨，9鹰残尸化作的毒雾在空中凝成鬼面。叶清雪眉心火凤骤亮，焚天火冲霄而起，将方圆30里阴云烧成赤霞。3位天骄仰望着火雨中那道流金身影，恍惚间竟见上古神女灵氏，凤凰火焰。而在距离万古窟100里位置，一人影面戴青铜面具，眸光冰冷，看向万古窟方向，声音森然：醉血当诛。清雪，你头上的簪子很好看呢，能给我看下吗？解决了凶兽9鹰之后，天道宗众人也算是圆满完成了任务，精神立刻放松了下来。一起经历过战斗后，彼此就连关系都增进了不少。这不，柳烟很快便与叶清雪打成了一团，
开始好奇起叶清雪的事情来。可以。面对如此热情的柳烟儿，叶清雪虽然有些不太适应，但还是很喜欢这种感觉，毫不犹豫便是将赤黄婉天簪摘下。哇，这发簪真精致，而且还能够变换成武器，实在太炫酷了。柳烟儿双眸发光，称赞不绝道。听到别人的称赞，叶清雪也显得很开心。这是夫君送我的礼物，我很喜欢。叶清雪将赤黄簪捧在手心，眸光柔和，就仿佛苏贤在她的身边一般。夫君，柳烟儿神情一怔。天道宗虽然盛行道侣之风，但是像叶清雪这样优秀的年轻女修，怎么说也应该找一个青春活力、潜力无限的男修，再怎么看也和叶清雪口中的夫君，也就是苏贤没关系吧。不过这话柳烟儿可不会明说，一来他并不是那种喜欢接人短的人，二来他也不想自己对苏贤的偏见传到其本人耳中，引来事端。但是人就会有八卦的心理，清雪，你真的和苏老祖结成道侣了？柳烟儿好奇问道。此话一出，就连原本在前方警戒的江青与秦烈也忍不住放慢了脚步，竖起耳朵仔细聆听了起来。是啊，叶清雪点了点头。好吧。柳烟儿顿了顿。至于江青、秦烈则是面色一暗，心里暗骂了一声苏老贼。其实不仅仅是他们两人，自从宗门大比叶清雪一战成名后，便成为了宗门几乎全部男修的爱慕对象。然而一想到自己的女神被一位修行千年、寿元无多的老怪给霸占了，气便不打一处来。更气的是，这件事情还不能放在明面上说，因为打不过，所以众男修只得在心里统一战线，暗骂苏贤为苏老贼。你到底看上苏老祖哪一点了啊？苏老祖明明年纪挺大了。柳烟儿本来想说，苏老贼明明都可以当你爷爷，哦不，当你祖宗了，但是一见到叶清雪那崇拜和爱慕的眼神，便连忙改口。他虽然八卦，但是不傻，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给人一种舒服的距离。夫君待我很好的，我的命都是夫君给的，而且夫君时不时就会给我些奖励，是我配不上夫君才是。说到这里，叶清雪面色微红。柳烟儿心里一叹，完了，这绝对是个恋爱脑。至于江青和秦烈一听，感觉天都塌了，尤其是听到奖励两个字的时候，再一联想到暮气沉沉的苏贤与青春活力兼具美貌实力的叶清雪，天哪，为什么会这样？两人内心忍不住苦叹。小心！就在众人边走边聊，刚踏出万古窟百里的时候，江青的青铜剑匣突然结满冰霜，展望剑发出从未有过的悲鸣。叶清雪眉心血凤纹骤然发烫，流金羽衣上的火焰道纹竟自主闪烁了起来，宛若在燃烧。9宫方位起，柳烟儿最先察觉杀机，36道赤符结成困阵。然而符阵尚未成型，一杆赤金凤纹即已破空而至。几间挑起的涅槃真火远比叶清雪更加强大，秦烈格挡的玄铁臂甲瞬间融成铁水。净血诛邪！来人身着离火赤金甲，青铜面甲缝隙间跃动的金铜让叶清雪血脉凝滞，那是源自骨髓的警惕，如同幼兽遭遇上古凶禽，正是凤凰彝族专门用来抹灭不纯净血脉的净血味。江青斩望剑出鞘7寸，便在南寸进，剑身映出来人背后展开的百丈凤翼。强大的威压之下，柳烟的丹药在半空自燃，秦烈引以为傲的玄铁纹也寸寸崩解。一群蝼蚁一样的东西，凤脊轻扫，江青咳血倒飞，斩望剑首次脱手，一众弟子尽皆倒飞了出去。找到你了！扫除江青等人后，来人直奔叶清雪而去，双眸之中杀意弥漫。他的目标是我。叶清雪立刻明白了过来，流金羽衣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赤炎灵力运转，有凤凰虚影凝聚。来人见状，面甲下的金铜骤然收缩，几风调转，直指他咽喉。电血者，当诛！焚天9变，凤翼焚天。叶清雪应接下对方的攻击，背后双翼却只展开半边，残缺的凤影卷起众人抛向北方。分开逃！叶清雪将速度拉到极致，离开了队伍，果然引得对方穷追不舍。暮色中，残缺凤翼划过瘴气弥漫的枯骨泽，叶清雪在往万古窟的方向跑，也只有这个方向他比较熟悉。后方的敌人穷追不舍，他能感觉到自己体内的每滴精血都在敌人的威压下沸腾。枯骨泽的毒瘴在凤翼下翻涌如沸，叶清雪染血的衣襟突然无风自燃，他眉心血凤纹裂开一道金痕，那是血脉之力在苏醒。下一瞬，焚天玄宇宙附体，每一片甲胄都刻满太古天凤的禁术符文。枪！敌人的赤金战戟劈在胄甲尖头，迸发的火星竟凝成上古凤钻。叶清雪足下岩层轰然塌陷，可那鎏金甲胄上的天凤纹路却亮起刺目光芒，将几封的离火真言尽数反弹。焚天9变第1变，凤翼焚天。他背后展开的凤翼不再残缺，每一片灵羽都燃烧着焚尽虚妄的凤凰火焰。双翼交错的刹那，枯骨泽万年沉积的怨气被炼成灰焰，竟将对方的化神期威压撕开缺口。混血剑众，你怎么会有凤凰足甲？
进穴位面甲崩裂，经瞳中翻涌着金木。战戟横扫出9道天凤虚影，每道虚影皆携着焚山煮海的离火真言，这是唯有纯血凤凰彝族才能施展的9凤诛邪。叶清雪却迎着滔天火浪振翅而起，玄宇宙心口处的天凤图腾突然睁开树瞳，300道火焰皱纹自虚空显现，将9道天凤虚影缠成茧状。第2变浴火涅槃，叶清雪一口精血喷出，那些被净穴位视为污秽的人族血脉，此刻竟与凤凰火焰交融成灰金色风暴。风暴中站起的虚影，半身流金凤骨，半身凤凰辉焰，眉心赫然浮现金红交织的混血印记。净穴位的100丈凤翼突然滞空，他看见虚影手中凝出的战戟，戟柄缠绕人族枪修的命纹，戟间却跃动着最纯净的涅槃火。轰！灰金风暴与离火神环对撞的刹那，枯骨则被整个掀翻。怎么可能？这名净穴位双眸巨震，哪里想到叶清雪越战越强，自己化神期的修为居然会被对方隐隐压制。哼，连个小丫头片子都解决不了吗？就在这时，2道冷哼声响起，叶清雪眸光骤然一震，紧跟着便是见到2名面戴青铜面具、身穿赤金甲的男子出现在场上。3名净穴位。不要废话了，这小丫头有古怪，走脱了的话，族中怪罪下来，你我都担待不起。话音一落，另外2名净穴位神色一肃，立刻加入战团。当见到叶清雪身上的焚天玄宇宙，皆是面色震动。下一刻，枯骨泽的苍穹被6只凤翼撕裂，叶清雪灰金色的凤凰火焰在3位净血位的离火合围中明灭不定。新加入的2位净穴位，一人手持雕满尽数符文的锁魂链，另一人双瞳流转着焚尽万物的白赤真言。诛灭会血，锁魂链洞穿混沌火幕，18道禁制瞬间缠缚叶清雪双翼。白赤真言紧随其后，竟将灰焰灼烧出空洞，竟然对叶清雪的凤凰火焰有克制效果。杀！最初的净穴位战戟横扫，3股化神威压碾碎百里岩层。叶清雪的玄宇宙发出不堪重负的悲鸣，甲片缝隙渗出混着金丝的鲜血。欲火不灭，他生生扯断锁魂链，被禁制灼伤的凤翼进入熔岩。砍离归位，3位净穴位接出太古凤阵，离火真言化作3重焚天轮。叶清雪不退反进，赤黄挽天簪冲天而起，轰！焚天轮被灰焰枪势劈碎时，锁链净穴位突然甩出300枚净血钉。叶清雪右翼应接暗器，被洞穿的伤口却涌出吞噬禁制的灰焰。白炎净血位的杀招接踵而至，他竟张口吞下尽是白炎，眉心处凤凰印记疯狂闪烁。呵呵，原来如此。苏贤曾说过，他的凤凰火焰能够融化万物，更是万火之祖，即便是面对尽是白炎，那也不例外。焚天9变第3变涅槃轮回，叶清雪眼神坚定，被吞噬的白炎在体内翻涌重组。当他再度展翼时，左翼流转着净穴位的白炎，右翼缠绕着锁魂禁制，手持赤黄挽天簪，宛若凤凰真神。3净血位的凤阵出现刹那凝滞，他们看见叶清雪背后的虚影不再是人凤交融的怪物，而是手握长枪、头戴凤冠的凤凰女帝，竟隐隐与传说中的焚天皇尊相似。但这等异象绝对不能出现在一个混血身上。叮！警告！警告！检测到真命天女叶清雪生命能量下降，有死亡的风险。警告！警告！检测到真命天女叶清雪生命能量下降。无为峰内，苏贤正在摆弄一只青铜酒杯，突然收到系统警告，神色猛然一变。若是他记得不错的话，叶清雪应该是跟随天道宗众人去万古窟剿灭九阴去了。一个元婴期的凶兽怎么会遇到生命危险？更何况自己还给了叶清雪那么多保命的家伙，即便是遇到化神老怪，应该也不惧才对。心念及此，苏贤急忙调出叶清雪的面板查探情况。真命天女叶清雪，忠诚度100%，境界元婴中期，体质火凤圣体，忠诚。感悟火之法则第2重，大成琉璃尽释。状态道基有损，生命濒危。警告！警告！苏贤听着声音烦躁，别他妈警告了，有没有解决方法？以他的速度赶往万古窟肯定是来不及的，建议宿主使用万里同行符亲自赶往救援。对啊，自己怎么把他给忘了？想到这里，苏贤连忙祭出符箓，眼眸之中寒光闪烁。不管是谁敢动他的女人，必须死。劫3裁焚血阵，枯骨泽1名进穴位低喝，另外2名紧跟着站好方位。3裁焚血阵成型的刹那，枯骨泽的地脉怨气凝成血痂。叶清雪足下容颜骤然冷却，抛出3枚玄甲纹防护四周。坎位锁魂，持锁链的净血位甩出300枚是血钉，定尾拴着的离火符文结成天罗。叶清雪左翼灰焰暴涨，却在触及血阵边缘时被反噬出森森白骨。
离位焚破，白炎净血位双瞳射出赤白光柱，玄甲纹怦然碎裂。叶清雪嗅到血肉焦糊的气味，那是自己左肩被洞穿的伤口在燃烧。坤位镇灵，战己净血位支出本命法器，焚血镇核心浮现7层离火塔。叶清雪惊觉体内凤凰火种正在坍缩，身体越发虚弱，千劫替身符现。他咬牙捏碎袖中符箓，9道分身破开血阵，本体却借着掩护化作瘴气中一缕灰焰。然而净血位的离火塔高悬穹顶，瞬息照破虚妄。想走，锁链洞穿第8道分身的刹那，叶清雪本体被迫显形。3柄离火刃贯穿他双翼与心口，焚血阵开始燃烧其血脉。醉血当诛，无足之血不可外流。3名净血位声音冷冽：夫君，对不起了。叶清雪面色苍白，双眸无神。如果说他死前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那就是躺在苏贤的身旁，只是如今难以如愿了。夫君，你在吗？叶清雪神志不清，双目朦胧，喃喃道：在，我一直都在。本以为不该有的回应，却不想忽然传来了熟悉的声音。夫君。叶清雪眼神陡然有光芒闪烁，那个虽然枯瘦，但是却让人感到无比安全的身影，此刻竟然就在自己身旁。哪怕就算是幻觉，那也满足了。苏贤抱着昏厥过去的叶清雪，取出一枚疗伤药，让她服下。你是谁？敢管我们凤凰彝族的事情？一名净血卫怒喝。苏贤浑浊的瞳孔映出焚血阵所有阵眼，不怒自威。死！话音刚落，3位净血卫的离火突然倒卷，他们惊骇地看着自己毕生苦修的离火真言，在苏贤掌间凝成3朵灰玉莲苞。莲瓣绽开的瞬间，离火塔消失，焚血阵成了焚身炉。白炎净血卫的双瞳最先融化，锁链者被自己的禁制绞碎心脉，战己修士则眼睁睁看着本命法器反刺入心脏。只一眼瞬杀3名净血卫，苏贤将半朵未散的净莲按入叶清雪的眉心，熔炼了3名净血卫凤凰本源的莲苞移入叶清雪的额头，便被眉心处的血凤凰贪婪吞噬。凤凰彝族吗？看来该走上一趟了。7日后，无为峰，苏贤把玩着手中的青铜酒杯，表面布满细密皲裂纹路，看起来颇为残破而古老。尤为让人在意的是，杯底处有一个沙漏印记。从原主的记忆里得知，这只酒杯对原主十分重要，每当月圆之夜便会自动吸收月华，诞生神秘液体，福之可延年益寿。原主也正是通过这个方法，才强行再化神期，续命1000年。只不过不知道是不是这件酒杯彻底损坏了的缘故，100年前便无法再产生神秘液体，宛若凡气一般。原主一直待在身边，也只是留个念想。定，检测到叶清雪正在修炼中，同步返还双倍修为和感悟。忽然传来系统提示音，苏贤先是一怔，随即来到叶清雪寝室。夫君。感应到苏贤的到来，叶清雪连忙停止修炼，面露欣喜。他永远记得自己在濒临绝境时呼喊苏贤时候的场景。在，我一直都在。那种爆棚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让他永难忘怀。怎么了？脸突然这么红，是哪里还不舒服吗？苏贤见到叶清雪脸色有些不太自然，关切问道。没有。叶清雪慌忙摇头。那就好，伤势还没有完全恢复，就好好休息，修炼之事不急于一时。苏贤忍不住提醒。叶清雪乖巧点头，随即面露忧愁，犹豫了一番，最终还是问道。夫君，这次雪儿是不是给你带来麻烦了？不是你的问题，是有些人见不得你好而已。苏贤冷哼一声。对于叶清雪的身世，苏贤早有所察，料到凤凰彝族对此会采取行动，但是这次来的实在太快了，显然是有人故意散播出了消息，想要借刀杀人。至于是谁，苏贤心中已有猜测。但不管怎么说，凤凰彝族这件事情不能不管，这个麻烦必须得永久消除掉才是。想知道你的身世吗？苏贤忽然问道。回想起自己那模糊而又充满苦难的童年，叶清雪脸色黯然，但还是点了点头。简单点来说，事关离火山脉的凤凰彝族，也就是太古天凤留存的一支血脉。你的母亲是凤凰彝族的圣女，你的父亲是人族有名的枪修，两人相爱有了你。但凤凰彝族向来注重血脉纯净，不允外族通婚，混血更不被族内所包容，酿成如今的惨剧。苏贤简单解释道，并不想说得过多而触及叶清雪的伤心事。那我的父母还活着吗？叶清雪面露期盼。苏贤摇了摇头，没有查到结果。叶清雪略微有些失望。想报仇吗？不管怎么说，你落到如今这步田地，和凤凰彝族撇不开关系。另外7日前夕杀你的正是凤凰彝族的净血卫，专门帮助凤凰彝族抹杀流落在外的混血儿。苏贤认真地看向叶清雪。谁知道叶清雪思索了一番，还是摇了摇头。过去的事情已经不重要了，我觉得我现在的生活就已经很幸福了，
特别是还有一个爱我的夫君。叶清雪美眸深情地看向苏贤，苏贤有些意外，温柔地在叶清雪的眉心触吻了一下。你这样的心态不错，但感动我苏贤的女人，那就必须得付出代价。苏贤声音冷冽。叮，恭喜宿主开启支线任务，混沌皇女觉醒。任务要求1月之内帮助叶清雪突破化神境，并成为凤凰彝族圣女。凤凰彝族的圣女也就意味着让叶清雪未来接管凤凰彝族。苏贤有些意外，没想到竟然意外开启支线任务，更没想到系统的意思是让自己带叶清雪收服凤凰彝族。童子，如果我灭了凤凰彝族呢？苏贤问道。任务失败。系统冷冰冰道。10日后，苏贤驾驶云舟带叶清雪赶赴离火山脉。当离火山脉的罡风撕碎云舟结界时，叶清雪背后的火凤虚影突然发出哀鸣。苏贤哭指在茶案上轻扣3下，3000赤红火针凝形，击射向虚空。噌，虚空裂开9道紫纹，72枚幽蓝冰梭破空而至。叶清雪瞳孔骤缩，这分明是北境玄冥宗的独门暗器，可冰梭核心跃动的金芒却让他血脉躁动，那是被伪装过的凤凰真眼。雕虫小技。苏贤袖袍翻卷，云舟甲板浮现焚天连纹。冰梭撞上火阵的刹那，外层玄冰尽碎，露出内里9根离火追魂钉。叶清雪火凤圣体自主激发，凌雨状烈焰将3枚毒定焚成青烟，剩下6枚则尽数被苏贤抓在手中。夫君，这是凤凰彝族圈养的野狗。苏贤冷笑，手中龙骨杖尖亮起法则铭文，用玄冥寒气遮掩凤凰火，倒是学聪明了。云舟下方突然传来裂帛之声，9条燃着黑焰的锁链缠住船体，所扣处镶嵌的竟是凤凰彝族禁卫令牌。叶清雪的火凤圣体突然失控，7窍涌出的金红烈焰在甲板上烧出古老图腾，正是凤凰彝族特有的净血咒。屏息。苏贤突然将龙骨杖点在少女背后灵台穴，叶清雪只觉神魂被拖入法则洪流，眼前浮现出火之本源最原始的形态，那不是烈焰，而是万千流动的赤金色法则丝线。看好了。苏贤的声音响彻石海，火之法则第3重。外界9条锁链已然勒碎云舟护盾，偷袭者从虚空中显出身形，黑袍上的饕餮纹吞噬着光线，可袖口无意间露出的离火镯，却让叶清雪想起禁穴位的制式法器镜中生莲。苏贤枯瘦的身躯突然挺直，那些沉淀数百年的皱纹里迸发出令天地战栗的气息。龙骨杖尖轻点之处，锁链上的黑焰尽数倒流，在偷袭者惊恐的目光中凝成9朵灰玉火莲。破！苏贤轻吐真言，火莲绽开的瞬间，3条锁链反缠其主，黑袍在灰焰中焚尽，露出底下刻满尽数符文的离火战甲，分明和此前叶清雪所遇到禁血位的装束一模一样。叶清雪的火凤圣体突然发出轻笑，她不受控的凌空而起，背后展开的凤翼不再是纯粹的金红，而是染上了苏贤的火之法则。被灰玉火莲重创的偷袭者突然捏碎传送符，爆开的血雾中传来扭曲的嘶吼，最血必须净化。苏贤却未追击，转而望向叶清雪背后渐变的凤翼。现在明白了吗？所谓火凤圣体，他指尖挑起一缕灰焰，那火焰竟在呼吸间轮转9种形态，不过是触碰法则的门票。离火山脉的罡风撕开云层时，9重离火结界骤然亮起。苏贤的龙骨杖点在结界薄弱处，赤炎灵力硬生生轰出3丈缺口。叶清雪背后的火凤虚影突然躁动不安，这是圣体对同源血脉的本能感应。来者止步！18名赤羽卫横挤拦路，为首者额间凤纹亮如烈日。当感应到叶清雪那斑驳的混血时，几风瞬间燃起尽是白炎。卑贱混血也敢玷污！声音戛然而止，苏贤哭指轻扣杖头，3000赤炎火针抵在赤羽卫喉咙处，让管事的出来说话。话音未落，虚空炸开9道离火环，7名赤袍长老踏燕而至。居中老者手持凤头权杖，杖头镶嵌的赤炎铸印出叶清雪体内躁动的圣体火种。好胆！大长老权杖遁地，千里岩将化作锁链，窃取圣体火种的人族蝼蚁也敢窃取！苏贤灵力一震，将锁链弹开，然后并指轻点叶清雪眉心。你们这些瞎眼老鸟，给我好好看清楚了！涅槃池水突然沸腾，叶清雪不受控的凌空而起，金红烈焰冲破云霄，在他背后凝成4对凤翼。池底沉睡的太古天凤遗骸齐齐震颤，某具眉心嵌着混沌珠的骸骨突然睁眼。4翼圣体！二长老惊骇倒退，这不可能！混血怎会？解9凤炼神阵！大长老权杖引动天雷，管他4翼还是8翼，炼化圣体火种为重。7道离火柱贯通天地，叶清雪在阵中咳血不止。圣体火种被剥离的剧痛中，他看见池底那具特殊骸骨正朝自己招手。找死！苏贤震怒就要出手，
夫君，池底有东西在呼唤。苏贤浑浊瞳孔突然星芒暴涨，龙骨杖插入炼神阵眼，火之法则第三重，镜中生莲，全力施为，灰玉火莲在离火柱中猛然爆开，醉血当诛。三长老狞笑结印，9头离火黄鸟自池底扑出，叶清雪右翼被黄爪撕裂，金红圣血滴入涅槃池的刹那，那具特殊骸骨突然破水而出，那是初代圣体遗骸。五长老的惊呼带着恐惧，骸骨空洞的眼窝亮起混沌之火，被7大长老禁锢的圣体火种突然倒卷，尽数没入叶清雪体内。不好，快斩断炼剑！大长老凤头权杖劈向遗骸，却被苏贤的纯阳火莲缠住。老者借势跃入阵眼，枯瘦手掌按在叶清雪后心。看好了，这才是火之法则的真谛。混沌珠突然从遗骸眉心飞出，与苏贤的赤炎灵力交融。叶清雪识海炸开万千法则丝线，那些被凤凰彝族视为禁忌的混血记忆汹涌而来。初代圣体竟是半人半凤，当年喂饱族群自愿被炼成镇池遗骸。破！叶清雪身后4对凤翼猛然暴涨至12翼，金红烈焰中流转混沌道纹，9凤炼神阵轰然崩解，7大长老被反噬之力掀飞。苏贤拽着叶清雪踏在初代遗骸肩头，龙骨杖点向涅槃池核心。现在轮到老夫问罪了。苏贤心中震怒，本来还想着怎么跟凤凰彝族和谈，然而这刚进离火山脉遭遇袭击不说，进入离火山脉更是引来凤凰彝族倾巢而动。不管系统任务如何，先好好教训一下对方，让自己泄一泄这心中的怒火。心念及此，苏贤体内赤炎灵力激荡，一朵又一朵灰玉火莲炸开。当涅槃池上空炸开第9朵灰玉火莲时，3长老的离火战甲已化作铁水苏贤佝偻的身影，在7大长老的围攻中飘忽如鬼魅。龙骨杖每一次点地，都有一名赤羽卫的凤翼燃起不灭火焰。化神修士也敢猖狂！大长老终于捏碎赤玉令，凤头权杖引动池底万载灵脉，7具天凤遗骸浮空组成灭世轮。叶清雪体内的圣体火种突然失控，竟被抽离出12道金红锁链缠缚4肢。啊！叶清雪痛呼，却见苏贤枯瘦的脊背突然挺直，磅礴的灵力威压直震的离火山脉发颤，整个离火山脉的灵气倒卷，在苏贤脚下凝成横贯天地的灰焰长河。大长老的凤头权杖剧烈震颤，镶嵌的赤炎珠竟要脱体飞向苏贤。叶清雪趁机咬破舌尖，圣血浇在初代遗骸的混沌珠上，那具骸骨的眼窝猛然爆出金灰交织的烈焰。放肆！云层裂开1000丈缝隙，垂天凤爪裹挟着炼虚威压悍然拍下，却是凤凰彝族真正的强者出手了。太上长老的真身位置，涅槃池水已蒸发30%。苏贤的灰焰长河被压回10丈之内，苍老的面容首次露出凝重。老东西终于舍得出来了。他忽然将混沌珠按入叶清雪眉心，初代遗骸瞬间化作流光没入少女体内。12道金红锁链应声崩断，叶清雪背后展开的凤翼暴涨至16对，每一片灵羽都流转着初代圣体的混沌道纹。太上长老的凤爪将在半空，他看见叶清雪左瞳跃动着灰玉火莲，右瞳沉淀着涅槃池万载灵韵，那等形象仿若初代再现。初代，太上长老的声线首次颤抖。混血罪人竟敢亵渎初代遗骸，当诛！但太上长老不止一位，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可叶清雪的天赋。给我死来！又一位太上长老出动，周身竟然爆发出合体气的威压，让整个离火山脉的上空都被火焰覆盖，赤霞满天。哼，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苏贤一声冷哼，直接捏碎大成期体验卡，白发在狂风中根根转黑，那些沉淀数百年的皱纹里涌动着不属于此界的气息。大成，这是大成期，快请老祖！苏贤抬手虚握，涅槃池水倒卷成剑，每一滴都印着一道凤凰灵体。18赤羽卫的凤翼寸寸碳化，合体期的太上长老竟被法则锁链定在初代遗骸前。跪下！2字真言化做法则枷锁，上万凤凰彝族不受控的五体投地。道友，够了吧！忽地一声叹息声传来，却是苏贤如此强势，终于引来了凤凰彝族那位大成初期的离火老祖出现。哼，够不够那得看我的心情。叮！检测到叶清雪吸收混沌珠修为暴涨，双倍返还同步中。半空之中，叶清雪气息猛然一震，身后凤凰虚影冲天而起。化神期，苏贤嘴角轻扬，感受到一股舒爽的暖流在体内流淌，紧跟着自己多年的修为桎梏同步打破炼虚境。叮！恭喜宿主突破到炼虚境，获得寿命5年。恭喜宿主领悟火之法则第4重空焰之网。等等，为什么自己突破到炼虚境只有5年的寿命？童子，你是不是克扣我寿命了？化神突破到炼虚境，少说也得有500年的寿命，为什么我只有5年寿命？苏贤内心不忿道：这绝逼有内幕啊！
宿主，你身体什么情况？你心里没点逼数吗？本来寿命就严重透支，有违此间天道，给你5年寿命就已经很不错了。苏贤仿佛看到了系统白了自己一眼，在嘲讽自己。怎么的？这么说来，我原本还应该倒欠你寿命呗？苏贤吐槽。可以这么理解。系统很傲娇。苏贤无语。不过好在聊胜于无吧，后续继续完成系统发布的任务，寿命也会逐步增加。心念及此，苏贤打开叶清雪的面板。真命天女叶清雪，忠诚度100%，境界化神初期，体质混沌黄体，不稳定凝聚中，感悟火之法则第3重，大成静中生莲，状态道基完满。童子，这个混沌黄体为什么不稳定啊？苏贤第一次见到这种状态，因为叶清雪如今只是初步融入混沌珠，另外这混沌珠是初代黄体的，有一定融合失败的风险。系统解释道。如何破解？苏贤急忙道。对于叶清雪，他是一点风险都不想冒。凤凰彝族的涅槃元池可以规避风险，加速融合。注意，涅槃元池不是涅槃池，对于凤凰彝族珍贵异常。系统提醒道。闻言，苏贤心中顿时有了打算。与系统的交流虽然只是刹那的功夫，但是期间苏贤那变幻的微表情，看在离火老族眼里，那又是另一码事了。总感觉没什么好事发生。道友，此间之事是我凤凰彝族之错，能否就此接过？离火老祖小心翼翼问道。哦，就此接过。苏贤笑容莫名。如何接过？离火老祖眼神闪烁，重重叹了口气。唉，罢了，我凤凰彝族在此立誓，此生再也不会追杀2位，如何？此话一出，顿时有太上长老大惊失色。老祖不可啊，醉血当诛，这是凤凰彝族万年来的祖训啊。是啊，就算放任其离开，怎么着也得将凤血留下。苏贤眼看凤凰彝族如此态度，先是一阵愕然，哪里想到凤凰彝族对于纯血一事竟然如此执着，心里简直无力吐槽。这就是你犹豫了半天的决策，还不再追杀自己？我他妈谢谢你，谢谢你全家。苏贤心中不由得怒火中烧，这群老杂毛搞了半天是在玩自己吧？要不灭了算了，既然谈不拢，那就不谈了。苏贤怒道，大成期威势席卷整个凤凰彝族，仿若灭世。离火老祖一惊，微怒，道友这是做什么？若是真正出手的话，你我之间必然都讨不到什么好处。夫君。叶清雪此时落在苏贤身旁，大有一副跟着苏贤同仇敌忾的模样。苏贤闻言冷笑不止。哦，你个老鸟，真的以为我傻不成？不过一个寿元将近的大成初期，又能发挥几成威力？要不试试？苏贤的大成修为虽说是体验卡带来的，但却是实打实的完满修为，没有任何限制和副作用，能够发挥出100%威力。而离火老祖受限于寿元，本来就是在凤凰彝族闭关苟活，若不是苏贤动静闹得太大，机遇灭族，他都不可能出来。被对方看穿了虚实，离火老祖顿时软了下来，问道：道友意欲如何？见到对方终于软了下来，苏贤也不再拐弯抹角，直言：我要涅槃元池。什么？不可能！好胆！老祖，开战吧！我凤凰彝族宁死不屈！看到这样群情激愤的一幕，苏贤顿时有些懵，这反应似乎比刚才还要强烈许多倍。这涅槃元池究竟是什么？此话一出，就连刚才准备放下姿态服软的离火老祖也面带愠怒，不过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理智的，没有立刻发作。道友可知道，涅槃元池对于我族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个苏贤还真不知道。见到苏贤的模样，离火老祖解释道：涅槃元池乃是我族人以涅槃血汇聚而成，然而涅槃血何其珍贵，只有元婴期以上的族人作化之时能够产生，一名元婴期的族人只有1滴，化神期2滴，炼虚期4滴，即便是大成期也不过只有16滴而已。所以想要汇聚一汪涅槃元池，你知道对于我凤凰彝族来说意味着什么吗？换句话而言，这涅槃元池乃是我族最后的希望，非万年难得一遇的天资者，绝对不可使用。若道友非要强迫我等，那就只能开战了。眼看离火老祖如此决绝，苏贤心里反而倒是不好意思了，似乎确实相当于刨人家祖坟了。不过这又不是自己直接用，还不是替你们的小凤凰求的。另外自己间接的获得些双倍返还，想到这里，苏贤语气稍缓，万年一遇的天资者，哼，这不就在这儿吗？苏贤看向叶清雪，离火老祖自然也明白苏贤的意思，16亿圣体，确实奈何是个混血。老祖不可啊，堂堂醉血留存世间，便已然是对祖宗不敬，如何敢送出涅槃元池啊？立刻有太上长老跪求。醉血，呵呵，你们口口声声想要维持血脉的纯净，但是你们可曾想过，这么多年过去了，
坚持的结果又是什么？你们凤凰彝族真的强盛了吗？真的出现绝世天才了吗？真的出现了适合涅槃元池的传承者了吗？而且你们可别忘了，你们的初代本身可就是混血。苏贤大声质问，他甚至怀疑这世界是不是也有近亲交配带来的基因缺陷问题，但是他怕对方听不懂，所以换了个方式来说，这一连串的发问顿时让人噤声。醉血当诛，只有纯净的血脉才能够造就我凤族绝世天才。却是大长老振臂高呼，面容坚定。苏贤怒了，这老鸟就属他对混血成见最深，一开始动手也最狠，要不宰了算了，杀鸡儆猴。好，我可以答应给这小女娃一个机会，但也仅仅只是个机会，是否能够获得传承，得看这小女娃自己的天赋和机缘了。老祖不可啊！此话一出，大长老一众人立刻劝阻，都给我闭嘴！离火老祖直言呵斥，没有搭理对方，看向苏贤，若是道友不答应的话，那你我二人就只得坐上一场了。苏贤眉头微挑，问道：什么机会？涅槃路。离火老祖解释道：为了我族的崛起，寻找到能够匹配涅槃元池的传承者，特设有涅槃路以作考验，奈何数千年来未曾有成功者。看在道友的面子上，也看在这小女娃的天赋上，我可以给她一次机会，但是能不能获得传承，就得看她自己了。除了她之外，我族还会有其他年轻弟子共同参与传承争夺。苏贤心里暗骂了一声老狐狸，哦不，老毛鸟，刚想再讨价还价，叶清雪却站了出来，夫君，我愿意。苏贤感到有些意外，大道在其争，雪儿也想靠自己的能力争一争。眼看叶清雪眸光坚定，苏贤点了点头，既然如此，那就但凭贵族安排吧。但丑话说在前面，既然是考验，我期望一切公平，若是被我发现有人暗中捣鬼，哼！苏贤冷冽的眸光环视一周，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话音刚落，刚才还有些小心思的长老们顿时心中一凛，这位还真是不好惹的主。自然，离火老祖答应道。焚天虚内3000古黄血碑林立，赤色天穹低垂如熔炉盖顶，涅槃路的初段便在其中。此刻，叶清雪青丝未束，流金羽衣扫过滚烫的玄铁地面，在身后拖曳出细密的火星。36名凤凰彝族天骄呈扇形围拢，09霄指尖把玩着赤金灵玉，燕纹锦袍无风自动。他是这次夺取传承的热门，身负9幽冥凤体，乃是凤凰彝族3000年难得一遇的天才，也是未来凤凰彝族的圣子。当然，现如今还只是准圣子而已。可以说，在叶清雪出现之前，09霄的天资最高。此女便是外姓孽种，紫发少女林清月单扣刮过杯面，面色不善地看向叶清雪，刺耳声响惊起9只火鸦，血脉驳杂之辈也配与我等共闯涅槃路。谁知道族中长老是怎么想的？据说是为了给他背后之人一个面子，这才放出了一个涅槃路的名额。有知情人解释道：哼，原来是走后门啊！可惜涅槃路并不是小孩子过家家，一不小心可是连小命都会丢掉的。林清月冷哼一声，想来族中长老也正是这个意思，让此女在涅槃路上吃瘪，如此一来，其后面的人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当然，若是能够借助涅槃路抹杀掉这个混血，对于我族维护血脉纯净一事更是大有裨益。说的也是，族中长老不好下手，那就让我们来帮帮他。林清月眼神之中闪烁过冷光，走了。却是涅槃路开启，09霄招呼了一声：来了，九霄哥哥。林清月声音陡然甜美起来，形象乖巧，双眸之中充满了仰慕。涅槃路共有3关，第一关是凤凰血冥，实际上就是测试参与者的血脉纯度，逼出精血滴入杯眼，激活3丈黄引即为合格。也正是因为这第一关的存在，所以数万年来凤凰彝族都遵循着凤凰血脉不外流的族规，确保凤凰血脉纯净度最高。哼，第一关血脉纯度测试可别还没开始就下场了。众人聚集在最高的那座100丈古黄血碑前，林清月冷笑不止。既然是凤凰彝族内精挑细选出来的天骄，那么所谓血脉纯净度都没什么问题。连续测验了20人，赤黄虚影最低的都有4丈，最高的是林清月，有6丈。轮到09霄的时候，这位号称明皇转世得准圣子并指如剑，精血激射间竟在血碑刻下9道幽冥纹路，碑顶绽放炽烈血光，赤黄虚影高达10丈。9幽冥凤体，大长老府长大笑，哈哈，果然名不虚传啊！不愧是9霄哥哥，果然是我们当中最强的，不是万年最强。看来这次的涅槃传承多半要被9霄哥哥夺到了。林清月笑容璀璨，在轮到叶清雪出场的时候，看到少女的面，容忍不住一阵嫉妒。哼，就怕某些人血脉不纯，血碑连亮都不会亮。叶清雪闻言不语，对于这样的嘲讽，她似乎已经习惯，或者说习惯直接无视，所要做的不过就是展露自己的实力。只见少女素手轻扬，血珠位置杯面便引动火焰潮汐，
血杯浮现16道混沌纹，下一瞬，一道百丈赤黄虚影腾空而起。百丈，怎么可能？众人愣在当场，双目失神。这肯定是血杯出问题了。林清月声音陡然尖锐了起来，一个混血剑种怎么可能引来百？然而话音未落，周围3000血杯同时震颤，林九霄刚刻下的幽冥纹竟如活蛇游走，尽数汇入叶清雪掌心。啪的一声，叶清雪身形一颤，闪现到林清月面前，一巴掌直接挥了下去，声音轻了，嘴巴给我放干净点。林清月右边脸颊顿时红肿了起来，愣怔在当地，竟然不知所措起来。不可能！另一边，林九霄也不复之前的淡定，背后浮现8道虚幻名，凤翼他双手结印引动黄泉火，却见叶清雪眉心火凤闪过混沌光，9幽冥火如臣子归位般涌入其足下莲台。轰！虚空中那道百丈赤黄虚影炸裂，3000血杯血光冲天，闪烁不断，仿佛在为叶清雪的出现而欢呼。这是数万年来古皇血杯林从未有过之景象。怎么会这样？明明只是一个混血。凤凰彝族一众长老看到如此景象，尽皆大惊失色。一个混血竟然引来如此惊天异象，意味着什么？那他们一直所在坚守的血脉纯净原则又算什么？算是个笑话。离火老祖盯着叶清雪的背影，同样陷入了沉思当中。血杯林内，林九霄看着叶清雪的身影，面色微微发白。涅槃路上，你我终有一战。啊！你个贱人，我要杀了你！等到叶清雪踏足第2道考验的入口，身影消失不见后，林清月这才反应过来。此刻的她感觉脸上火辣辣的疼，更重要的是心里倍感屈辱。她虽不是凤凰彝族的准圣女，但依然在族内是小公主般的存在。平日里不知道多少人争相讨好她，如今居然被一个醉血、一个剑种给打了。这个仇她一定要报。然而等她踏入第2关之后，顿时就慌了。第2关是涅槃火海，乃是以9重天结岩构成的焚天炼狱。闯关者需要以灵力护体，穿越火海，走进第3道考验的大门。炙热而又充满毁灭的气息，让林清月有一瞬间连灵力都停止了运转。那个贱人呢？林清月强自运转灵力，四下望去，却连叶清雪的影子都没有看见。怎么会？林清月的声音近乎颤抖，咬着牙继续前进。没过多久，林清月颤抖着褪去焚毁的绣鞋，玉足踏在涅槃火海边缘。这位凤凰彝族的天之娇女，此刻鬓发散乱，护身羽衣焦黑如炭。她怀中紧抱的离火剑已布满裂痕，那氏族老赐予的护命至宝，此刻却暗淡如凡铁。那个剑种可以，我也一定行。她咬破舌尖，精血喷在宝剑上，赤色光照勉强撑起3丈，踉跄踏入第1重赤岩。烈焰舔舐光照的滋滋声如恶鬼低笑，3000火蛇在屏障外游走，每道撞击都令他神魂俱颤。第2重青岩化作百丈火蟒，宝剑应声炸裂。林清月尖叫着祭出本命灵语，7根赤羽燃成灰烬，才堪堪斩断盲手。当他跌入第3重玄岩时，护体黄纹已崩碎大半，裸露的肩背爬满焦痕。不，我不能止步于此，我甚至到现在连那个贱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他捏碎传功玉佩，其父亲渡入的化神境法力汹涌而出，玄岩被短暂逼退，却在3息后化作万千火鸦反扑。林清月发簪尽碎，披头散发的往回逃去，失神落魄。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我居然连那个剑种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到现在他才彻底醒悟，自己口口声声骂的剑种，自己甚至都难以望其项背。九霄哥哥，你在哪儿？你可一定要赢啊！林清月的意识越发模糊，最终被救了出去。相对于其他人来说，能够闯入第3重结岩，林清月的能力已经算是不错的了，毕竟很多人连第1重都没有踏过。而对比林清月，林九霄就要好上很多。回顾其过程，初时9重涅槃火海翻涌如万龙嘶吼，林九霄衣袍猎猎，背后9道白骨明翼刺破虚空，幽蓝明火缠绕一股，所过之处火海竟凝出双色裂痕，9幽冥凤体与至阳黄岩的碰撞，炸开漫天冰火烟花。冥凤渡厄，他低喝着撞入第1重赤岩，白骨翼撕开火幕，幽火在烈焰中蚀出惨白甬道。第2重青岩化作百丈火蟒扑来，林九霄指尖迸射3000名刺，生生将火蟒定死在虚空。第3重、第4重都没能阻拦林九霄的步伐，直到第5重的时候，林九霄才真正感受到压力。而当冲破第6重紫岩时，他半边身躯已碳化皲裂，白骨翼却暴涨至10丈，一间滴落的明火在火海中蚀出9幽沟壑。3000年来，这是首个以阴克阳闯过7重火域的人啊！我果然没有看错九霄。3长老激动地捏碎玉扶手，光幕中林九霄残破的冥凤法象阵撕咬着第8重明岩，每寸白骨都烙印着焚天纹路。然而3长老这边话音未落，叶清雪观察过周围的环境后开始动了。
他只是抬脚踏入火海，既无华光也无威压。第一重赤炎如遇天敌般自行裂开甬道，第二重青炎凝成露珠悬停足间。当林九霄在第8重银炎中呕血结印时，他正驻足第5重金炎前，指尖轻抚过沸腾的炎浪，凶厉的金炎竟温驯地卷起浪花，将沉眠其中的太古黄羽拖至他掌心。此物倒是眼熟，他摩挲着黄羽上暗淡的混沌纹，抬眸望向第9重混沌炎，那团令历代天骄胆寒的原始火种，此刻正不安地翻涌着，溅落的火星在触及他3丈外便倏然熄灭。林九霄的嘶吼从银岩深处传来，他燃烧本命精血破开第8重，白骨翼已尽数融成赤红。当他踉跄着触及第9重边缘时，却见叶清雪正缓步穿过最后一道火幕，混沌炎如退潮般向两侧分开，在他足下铺就星沙小径。最炽烈的核心处，太古火种悬浮如日。林九霄目眦欲裂地扑去，却被无形威压震落沿海。叶清雪只是抬袖轻拂，躁动的火种便化作流光没入他发间，凝成赤羽。叶清雪回望满地狼藉的火海，素手轻点间，9重炎浪重归平静，涅槃路不过如此。围观的凤凰彝族众人陷入死寂，众人这才惊觉，他所过之处竟未损半片衣角。苏贤嘴角含笑，赞赏地点了点头。看来那个唯唯诺诺的小丫头，如今真的是长大了啊！涅槃路上，林九霄跪在尚有余温的盐津地面上，看着自己遍体焦痕倒映在对方纤尘不染的裙裾上，喉间突然涌上心田。这实在是太屈辱了，自己历经千辛万苦才度过的难关，在别人面前却什么也不是。不可能！第1关失利，林九霄本以为能够在第2关拿回些优势，却不想又被对方完全碾压。特别是自己最后通过第9重结炎，跪伏在对方面前的时候，宛若臣子在跪拜女皇一般。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这个结果本应该是反过来的，一切都是假的，是假的，是涅槃路弄错了。还有第3关，林九霄咬牙，目露凶狠。第3关是万皇斗场，需要战胜上古战皇的残魂，但只有一个人能够迎接挑战，所以叶清雪与林九霄之间需决出胜负，胜者将接受第3关的传承考验。两人先后踏入第3关的试炼之门。哼，我不管你之前究竟用了什么手段，这一关靠的是实力说话，一切的投机取巧在我这边一点用都没有，就让我来把你打回原形吧。林九霄斗志昂扬，他自信若是真的1对1战斗，他绝对能够碾压对方，为自己证明。万皇斗场，林九霄衣袍尽碎，9道古翼浸染着幽冥火，在身后交织成遮天魔凤虚影。他掌心悬浮着9幽镇魂珠，珠内封印的一个个凤凰精魄发出凄厉尖笑。相较于传统火凤圣体，它乃是变异圣体9幽冥凤体，走的是极致阴寒火焰的路子，甚至于能够将死去的凤凰精魄化为己用，成为自己的力量。哼，知道这枚珠子里面封印的是什么吗？林九霄嘴角露出一抹残忍的笑容，看向叶清雪。你竟然用同族的精魄来修炼？叶清雪声音冷冽。对于凤凰彝族，他虽然没有什么归属感，但对于林九霄这样的方式却是深恶痛绝。牺牲同族之人获得的力量与畜生又有何异？不对。但很快叶清雪便意识到了不对劲。林九霄的9幽冥凤体并不是什么秘密，他这样的修炼方式定然瞒不过族内长老，肯定不会允许他等等。叶清雪陡然意识到了什么，眼睛睁得老大。哼，真是没想到啊，贵族天骄竟然会选择炼化混血凤凰精魄进行修炼，更没想到的是贵族竟然还支持这样的人，想让这样的人未来当圣子，掌管凤凰彝族。苏贤冷笑不止，对于凤凰彝族的厌恶更甚一分。哼，醉血后代本就不配拥有我族血脉。大长老闻言冷笑，能够被我族所利用，化作我族未来圣子的力量，是他们的荣幸。在凤凰彝族的认知里，混血后代连生存的权利都没有。万皇斗场内，叶清雪眼神越发凌厉，声音冰寒，这些都是混血凤凰后代的精魄。呵呵，不要着急嘛。林九霄冷笑，很快也将会是他们中的一员。呼！叶清雪拼命地想让自己冷静下来。此战既分胜负。林九霄嘴角一咧，古翼刺入擂台，幽冥火化作3000枯毫的鬼面，一决生死。叶清雪闭上双眸，混沌火焰在他周身3丈自成领域，连光影都被吞噬成虚无。鸣凤泣天！林九霄暴喝，魔凤虚影裹挟着万载怨气俯冲而下，所过之处空间冻结出幽蓝冰焰。9幽冥火凝成3000柄枯桑剑，剑锋位置却让人恍若有神魂离体之感。叶清雪抬手抚过鬓角，摘下一缕青丝，混沌火缠绕发丝化作3尺细剑，剑身流转着开天辟地时的鸿蒙光晕。当哭丧剑潮逼近3丈之距时，他只是轻挥素手，混沌剑光如晨雾漫过荒原，3000鬼面瞬间沉寂，魔凤虚影定格在半空。
林九霄惊觉手中阵魂珠滚烫如烙铁，珠内精魄竟在见光中面露解脱之色，化作星辉融入混沌。他引以为傲的九幽冥火，此刻正如残雪欲扬，在叶清雪周身3丈外消融殆尽。不可能！林九霄咬破舌尖，喷出本命精血，碳化的骨液寸寸剥落，露出体内血色铭文。九幽黄泉，听吾号令！整座万皇斗场剧烈震颤，幽冥裂缝在擂台炸开，18尊远古凤凰骸骨破土而出，眼眶跳动着是神黑眼。这禁忌之术反噬的林九霄七窍流血，却换来毁天灭地的威压。叶清雪终于抬眸，混沌火焰领域无声扩张，所过之处空间坍缩，上古鸣凤骸骨尚未展翼，便化作飞灰，是神黑岩倒卷回林九霄体内。少女剑尖轻点虚空，一道火焰剑气直接贯穿九幽黄泉，冥府投影在剑气中破碎。林九霄背后魔凤虚影哀鸣着消散，他踉跄跪地，惊觉体内九幽冥凤本源正源源不断流向那柄发丝所化的混沌剑。我虽不喜凤凰彝族，但更不喜你。叶清雪剑尖轻挑，第一次有了杀意。不可！关键时刻却是离火老祖出手救下林九霄，这局你赢了。林九霄虽然失去了传承争夺的资格，但毕竟天赋卓绝，炼化混血凤凰后代的精魄更是得到族内受益，未来成长起来前途不可限量。哼，你最好想清楚再做。苏贤冷哼一声提醒道，随即继续关注起万皇斗场的情况，没有继续关注林九霄。万皇斗场，眼看林九霄被救走，叶清雪神情微怒，摸了摸头上的赤黄挽天簪，残害同族的败类都不配他用夫君赠予的礼物。不过眼下还是通过考验为重。随着林九霄的败退，万皇斗场的青铜地面蒸腾着太古血雾，72根盘黄柱头下斑驳阴影。叶清雪素手轻按在战碑上，碑文骤然亮起。万皇斗场开启，下一瞬便是见到有残魂凝成赤甲女将，9丈岩枪撕裂虚空。因为是传承考验，而不是为了杀敌，所以万皇斗场的残魂实力与闯关者一般，也就是和叶清雪一样压制在化神初期。只见叶清雪并指为剑，混沌气缠绕指尖点中枪尖，岩枪寸寸崩裂，女将未及便招变，被一缕发丝贯穿眉心。叶清雪胜！怎么可能？竟然只用一招就击败了对手！场外围观的众人纷纷心惊。快看，氏族史上赫赫有名的玄冰皇王！有熟知族史的人惊呼出声。紧跟着，斗场之上空气骤然变冷，双雾凝成3000镜面，每一面皆映出叶清雪的身影，其上冰华涌动，直击叶清雪要害。这是一道擅长冰焰作战的冰皇残魂，与林九霄的圣体类似，实力也差不多。此刻，冰皇残魂将真身藏于冰内，想以3000镜消耗叶清雪，再予以致命一击。只不过叶清雪却更加霸道，直接喝气成炎融穿3000镜，随即混沌火顺着冰晶溯源，寒雾深处传出凄厉凤鸣。叶清雪再胜！连玄冰皇主都败得如此轻易吗？第3场、第4场、第5场再战再胜。斗场之上，黄银闪烁，战斗不断，但围观众人感觉都已经快麻木了，因为不论对手是谁，叶清雪总能轻松获胜，宛若不败战神一般。第68场，万皇斗场内，万丈雷池翻涌，雷霆化形10万兵戈。九霄雷耀皇帝，凤凰一族历史上攻伐之力排的上前5。看到万皇斗场那无尽雷霆，其中一位太上长老忍不住惊呼出声。面对如此强横的雷霆之威，叶清雪首次蹙眉，3000青丝扬起化作金色火焰，在雷暴中织就混沌罗网，生生将雷池炼作掌心雷珠，右臂衣袖交黑寸裂，露出出现的混沌黄纹。这是叶清雪在万皇斗场中第一次受伤。丁，检测到叶清雪感悟提升，触发双倍返还。看着万皇斗场上战无不胜的叶清雪，苏贤面露欣慰。他能够感受到这万皇斗场并不仅仅只是竞技场而已，更是修炼场，是一道通过战斗帮助闯关者感悟凤凰传承、明悟自身的考验。自从体质开始向混沌黄体进化后，叶清雪对于火之法则的感悟更甚，同步的频率也是越来越快。苏贤随意动了动手指，便是见到指尖上有幽蓝色火焰道纹显化，正是火之法则第4重空焰之网的表现。说变了就是强化了对火焰的操控，甚至能征服周围的火属性粒子。注意，这里是征服，而不是影响。更进一步而言，那就是遇到火之法则掌控能力弱于自己的存在，可以直接让对方连火都点不起来。随着苏贤指尖火焰轻摇，空气中游离的火属性粒子如同臣民一般朝自己靠近，为自己所用。感受到苏贤这边的异常，离火老祖不由得投来诧异的目光，忍不住叹道：没想到道友对于火之法则的掌握竟然也如此之深。苏贤笑了笑，撤去指尖火焰，没有做过多解释。
在勘场上万黄斗场的青铜地面布满焦痕，叶清雪手中赤黄挽天簪吞吐着流焰，枪尖垂落的火珠在地面蚀出星图。当他挑飞第94重战碑时，观战席上的大长老面色难看，就如同吃了死苍蝇一般。一个醉血，天赋竟然完全碾压凤凰彝族年轻一代，而且看这样的架势，似乎有通关之架势。难不成这涅槃元池今日要被这醉血所得不成？万黄斗场上的虚空泛起涟漪，时间流速骤然错乱。叶清雪枪尖的流焰忽明忽暗，3丈外的战黄残影竟分化出9道时空镜像。赤黄挽天簪在他掌心旋转，劲火红莲在枪尖次第绽放，每朵莲瓣都裹挟着破碎的实质碎片。破！枪出如龙，9道红莲贯穿时空节点，残影在烈焰中坍缩成灰。围观凤凰彝族之人已经麻木，要知道刚才叶清雪所击败的可是凤凰彝族历史上颇具盛名的石阶皇主啊！虽然境界被压制在化神，但石阶皇主当年可是号称同阶无敌，没想到竟然也落败了。第96场，血色业火自万黄斗场的地脉涌出，凝成7万具与叶清雪容貌相同的分身。叶清雪旋身震万，赤黄挽天簪化作100丈岩枪横扫，枪影过处绽开层层火网，正是火之法则第4种空焰之网出城之象。分身触网即燃，业火反被炼成赤金流，酥坠在枪缨。历经99场战斗，叶清雪终于迎来了第100场。100场挑战，这个混血难不成真的要通过涅槃路了？众长老声音颤抖，不知道是因为激动还是恐惧。万黄斗场的青铜地面突然泛起血纹，108根盘黄柱齐齐震颤。叶清雪手中赤黄挽天簪骤然发烫，枪尖流焰不受控制地流向斗场中央，那里正缓缓升起一尊缠满锁链的玄金棺椁。当铁链崩断声如丧钟轰鸣，棺盖滑落的瞬间，整个凤凰彝族的火焰尽数沉浮。初代离火老祖猛然站起身来，第一次见到万黄斗场的最终挑战。毕竟他活了上万年，也没有见过有人能够挑战到这最后一关。没想到最后一关竟然是初代混沌皇体亲自镇守，有太上长老震撼万分。这倒是有趣了，2个混血之间的对战，你们觉得谁会赢？我当然是压我的小凤凰了。苏贤嘴角一扬笑道，此话一出，顿时让周围众鸟面色难看。期望哪个获胜？哪个获胜结果不都是混血获胜？那他们这些纯血凤凰存在的意义是什么？是陪衬吗？哎，你说的不错，看来是我们这些老家伙太过时了。离火老族忍不住叹道。老祖，一众长老皆是面露苦涩。斗场上，关中走出的虚影不过常人大小，赤足踏过之处却留下永恒燃烧的足迹。那女子面容清冷，额间嵌着没破碎的混沌晶石，16道黄翼虚影在她身后交织成轮回光轮。上万年了，虚影轻叹声带着时空的杂音，凤凰彝族半数弟子忍不住匍匐跪地。终于等到混沌重临，叶清雪枪尖低垂，空焰之网在周身无声铺展。当虚影抬眸望来时，他突然发觉手中赤黄挽天簪在剧烈震颤，那并非恐惧，而是兴奋。且看这招！虚影并指轻滑，动作与叶清雪击败时劫皇主的招数如出一辙。时空刃芒却裹挟着混沌初开的苍芒，将空焰之网割出狰狞裂口。叶清雪枪出如龙，枪尖翅芒撞上时空刃，2股力量纠缠的刹那，观战席突然响起成片骨骼碎裂声，竟是低阶弟子承受不住道运余波，浑身骨骼开始崩碎。那是来自血脉的压制。离火老祖连忙撑起护盾，挡住余威，这才让众人感觉好受了许多。还不够。虚影摇头轻笑，破碎的混沌晶石亮起微光。空焰之网。初代抬手轻扣虚空，叶清雪先前布下的焚天火网竟倒卷反噬，这般粗浅法则也配成我混沌之名。烈焰缠身的瞬间，叶清雪悬枪点地，焚天9变第4变凤血焚魂催动，周身精血化作3000火鸦撞向火网。鸦群悲鸣中火网撕裂，他左肩却添3道深可见骨的焦痕。这初代混沌皇体与前面的99个对手完全不同，太强了。叶清雪面色凝重，初代虚影嗤笑着屈指一弹，斗场残留的星辰碎片凝成混沌锁链，贯穿他又吸定入岩层。看好了！初代掌心浮起团灰白火焰，叶清雪体内火种竟开始溢散，这才是混沌火，万火本源，亦可为万火之木。赤黄挽天枪剧烈震颤，枪尾赤黄瞳仁渗出精血。当混沌火就要将其吞没时，叶清雪突然咬碎舌尖，喷出本命精血，染红枪身。这涅槃路，我可不是白走的。叶清雪话音刚落，手中长枪裂纹迸发刺目血光，赤黄虚影仰天长啸。狂暴形态下的赤黄挽天枪褪去赤金伪装，露出内里流转的混沌纹。叶清雪踏碎膝间锁链，
枪尖划出的轨迹开始吞噬初代火种。第5变离火焚天，整座斗场的余烬倒卷冲天，在枪尖凝聚成9颗焚噬火种。初代虚影首次后撤，灰焰凝成百重盾墙，火种撞上盾墙的刹那，叶清雪瞳孔燃起血色，火之极境，向死而生，命火切天，正是火之法则第5重。初代胸口的混沌火种突然扭曲，竟被剥离出缕缕本源。叶清雪右膝伤口在窃取的火源中愈合，初代虚影暴怒着撕开空间裂缝，混沌火凝成灭世长矛掷出，却见叶清雪不躲不避，赤黄挽天枪刺入自己胸膛，枪尖沾着金红心血，在虚空绘出血色黄纹。初代长矛触及黄纹的瞬间，叶清雪厉喝声响彻九霄，无血为引，万火归宗。离火焚天夹杂着命火切天的火之法则同时爆发，初代虚影被扯入血色黄纹，混沌火种在纹路中哀鸣挣扎，却抵不过本源相吸之力。当最后缕灰焰没入枪身，赤黄挽天簪彻底蜕变成混沌长枪，枪身中仿佛传来初代欣慰而又略带些惋惜的叹息。这凤凰彝族终于是有了新的传承者。最终一战落幕，围观众鸟顿时陷入寂静，紧跟着陷入躁动。初代竟然败了，那可是混沌黄体啊！这个混血居然通过了涅槃路！天哪，怎么可能？为什么让一个醉血赢了？可似乎初代黄体也是混血啊！就在众人躁动不安的时候，一道人影正在悄然离开。涅槃路通，最深处的青铜门缓缓洞开。叶清雪赤足踏过最后一级涅槃阶，足尖落地的瞬间，沉寂万年的涅槃元池突然泛起涟漪，池底沉寂的鎏金色精血如星河倒卷，在他周身凝成12道凤凰虚影。这便是元池。他俯身轻触池面，赤黄挽天簪突然脱手悬空，簪尾缀着的混沌晶石映出池底景象，无数凤凰蛋如星辰沉眠，蛋壳上密布的裂痕仿佛被岁月冻结的泪痕。这些事，苏贤疑惑道：我凤凰彝族之所以隐居在离火山脉，不愿参与世俗之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生育率太低，族人太少。离火老祖终于忍不住说出了实情，就像你所看到的，这些凤凰蛋很多都失去了生机，被埋葬在涅槃元池底下。苏贤心中一震，这是真被自己给说中了。因为近亲婚配的缘故引发的基因缺陷，所以导致受孕率不高。道友就没有考虑过与外族通婚吗？苏贤提醒道，血脉纯净固然是一方面，但是有没有可能与外族通婚之后，结合双方的强势血脉，造就更强的混血？当然，这属于杂交的优势，也不知道对方能不能理解。更强的混血，离火老祖微微一怔，他们一直所担心的正是外族的血液会污染凤凰真血，从而降低凤凰血纯度，拉低族人天赋。说白了，还是凤凰彝族本身过于骄傲，还坚守着太古天凤的荣耀，自以为站在万族之上。但若是外族之人的天赋高于凤凰彝族呢？造就出来的又会是何等天才？就比如近在眼前的叶清雪。离火老祖怔怔地看着叶清雪沿着涅槃元池畔行走，正看见叶清雪发梢滴落的血珠坠入池中，那滴与混沌晶石共鸣过的精血在池面炸开千重经文，咔嚓，微不可闻的碎裂声让离火老祖猛然顿足。元池西侧某颗布满青苔的灰白巨蛋突然晃动，蛋壳缝隙透出赤金色光芒，紧接着是第2颗、第3颗。当叶清雪沿着池畔走到第7步时，半数凤凰蛋同时发出心跳般的轰鸣，活了。3长老的凤纹杖哐当坠地，他踉跄着扑向最近那颗正在蜕壳的凤凰蛋，苍老的手指被新生的黄火烧得焦黑，也浑然不觉。上万年了，元池终于，涅槃元池沸腾如熔炉，新生的雏凤破壳而出，竟不饮池水，反而纷纷振翅扑向叶清雪。赤黄挽天簪自动织就空焰火网，将数百只雏凤温柔托起。它们着实着火往上跳动的混沌气息，每着一口羽翼便璀璨一分。2长老的衣袍被泪水浸透，他颤抖着捧起一只经文雏凤，那雏凤却挣扎着飞回叶清雪肩头。古籍记载的混沌哺育竟是真的。池中精血突然冲天而起，在穹顶凝成初代黄影。那虚影俯瞰着沸腾的元池，竟对叶清雪颔首致意。当最后一颗复苏的凤凰蛋完成涅槃时，众人惊觉池底精血不减反增，新生雏凤们反哺的混沌气息正与元池产生玄妙共鸣。叶清雪伸手接住飘落的初代幻影，掌心多出一道鎏金纹印。等看到苏贤正在不远处微笑看着自己，叶清雪乖巧贴了过来。夫君。苏贤怜惜地摸了摸叶清雪的脑袋，干得不错。啾啾。就在这时，不时有雏凤落在苏贤身上，竟对苏贤身上的气息十分迷恋。难不成道友也是？离火老祖有些怀疑苏贤本体会不会也是混血凤凰，不过他没有证据。苏贤虽然火之法则造诣极高，但火之法则并不是凤凰彝族独有，
加之离火老祖并没有从苏贤的身上感受到血脉的感应，所以一开始并没有怀疑。苏贤笑着摇了摇头，自己确实没有凤凰血脉，但是身上的火之法则却源自叶清雪的双倍返还，所以对于雏凤们的反应也能够理解。这些雏凤可都是你救活的，那岂不是说你是这些雏凤的母亲了？苏贤忍不住调笑道。夫君说笑了。叶清雪面色一红，随即小声嘀咕，夫君若是想要个孩子，雪儿也可以。离火老祖眉头一挑，对于两人的调情没有过多干扰，甚至于还有些期待，能够将一位大成期的高手拉入凤凰彝族当女婿，那可是凤凰彝族的荣幸。不错，就是女婿。我宣布，第一，设立凤凰彝族圣女为叶清雪；第二，解除凤凰彝族对混血的追杀；第三，废除族内之人与外族联姻的限制；第四，苏贤道友将永远是我凤凰彝族的贵客，待他如待我，不得冒犯。话音一落，举族哗然。叶清雪是混血？怎么能？就是啊，凤凰血统高贵无比，不可以。还有些许反对的声音响起，但是很快被欢呼声所淹没。圣女，圣女，圣女！不为其他，实在是叶清雪在涅槃路上的表现太惊艳了。要不是因为醉血的身份，他们早就想为叶清雪欢呼了。更重要的是，在涅槃园池里，叶清雪救活了半数本该生机断绝的凤凰蛋，为凤凰彝族注入了不知道多少新生的力量。光是这一举动，就已然笼络了绝大多数凤凰族人的真心了。而这件事情的意义，可比它本身要重要许多。要知道，另外半数凤凰蛋之所以未能救活，那是因为断绝生机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即便是混沌气都难以唤醒。但未来呢？未来那些可能无法孵化的凤凰蛋，将不再有这样的危机。凤凰彝族幼体的存活率将大大提升。毫不夸张地说，叶清雪简直就是如今凤凰彝族的救世主。加之本来初代皇体就是混血，所以让一个混血当圣女，未来掌管凤凰彝族，很多族人觉得并不丢什么鸟脸。怎么会这样？他一个混血，但类似林清月这样的人，显然近段时间是无法顺心了。夫君，叶清雪感觉有些压力山大，忍不住朝着苏贤贴了贴，才感觉安稳了些。你不想当这个凤凰彝族的圣女？苏贤摸着叶清雪的脑袋，柔声问道。也不是，雪儿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叶清雪感觉有些迷茫。说实话，一开始的时候，叶清雪对于凤凰彝族是十分痛恨的，尤其是遭遇进血位追杀，得知自己的父母因为跨种族相爱而遭受迫害，对于凤凰彝族更加厌恶。但现如今他接受了初代混沌皇体的馈赠，感受到了初代对于凤凰彝族的维护，了解到了这些年来凤凰彝族发展的艰难，心中又隐隐有些不忍。更加重要的是，此刻的叶清雪被出生的雏凤所包围，她更想保护好这些小家伙们，不想让这些小家伙受到伤害，能够茁壮成长。闻言，苏贤一脸无所谓的样子，摆了摆手，那就先当这个圣女试试看，若是感觉不顺心，那就不当了，也没什么大不了。此言一出，一旁的离火老族嘴角一扯，这么随意的吗？但是他可不能答应，凤凰彝族更不能答应。如今叶清雪对于凤凰彝族太重要了，绝对不能够有失，他们必须得留下叶清雪的心。看来得让下面的人好好筹划一番，如何让叶清雪更有归属感了。好，我听夫君的。叶清雪认真点了点头，应承了下来。叮，恭喜宿主完成任务，混沌皇女觉醒，现在开始发放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寿命5年。叮，恭喜宿主获得大成中期1天体验卡1张。叮，恭喜宿主获得真实之眼能力。叮，恭喜宿主获得仙阶传送阵纹残品1份。叮，恭喜宿主获得木发剑丸1颗。听着脑海里叮叮叮的声音，苏贤倍感舒畅，暗中开始检查起这次系统发放奖励的作用。首先便是真实之眼，听起来就很不错的一个能力，苏贤选择直接催动。下一瞬便是感觉整个世界都清晰了许多，即便不运转灵力，也能够看到许多细节，真不错。苏贤一边催动一边夸赞道，虽然看了不知道多少回了，但始终看不腻。夫君，你在看什么呀？看到苏贤一直盯着自己，叶清雪感觉有些异常。夫君今日的目光看起来似乎比以前更色，而且他在说什么真不错啊。哈哈哈，没什么，没什么。苏贤连忙转移视线，生怕起了反应，当场尴尬。看看离火老祖这老鸟，去火。苏贤心中思定，将目光转向离火老祖，顿时能够清晰地看到其体内的灵力运转滞涩，寿元无多带来的实力衰减比自己想象的还要严重。注意到苏贤的目光，离火老祖本能的心生警惕，心中不由得暗自奇怪，这苏贤的目光怎么给自己一种无所遁形的感觉？莫非他还隐藏了真实实力？想到这里，离火老祖暗自警惕了起来，看来回头的多多叮嘱族中之人千万不要招惹苏贤，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叮！警告！宿主正在通过真实之眼窥探大成期高手，寿命损耗将按照万倍计算。什么？听到系统的提醒，苏贤吓得立刻关闭了真实之眼，连忙看起来这项能力的详细信息。真实之眼可以看破万物的能力。注意，在看向能力不高于自己的对象时，寿命无额外损耗；在看向能力高于自己的对象时，寿命会加速损耗，增加速度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尼玛，坑爹啊！苏贤倒抽一口凉气，心中忍不住吐槽。好在自己刚才听到提醒，立刻关闭了这项能力，否则真的是要一眼万年了童子。下次能不能提前告知啊？这玩意儿使用还得损耗我寿命啊！苏贤向系统抱怨道：“是宿主过于心急，没有查看能力使用说明，与本系统无关。”系统果断甩锅。苏贤无奈，仔细检查起下一件道具：仙阶传送阵纹残品，需要寿命进行催动，每催动一次，按照距离计算1000公里，耗费1天寿命。又一件需要耗费寿命的道具。系统，你是不是资本家开始割我韭菜了？现在给的道具怎么都需要我消耗自身寿命了？苏贤内心极度不满，怎么感觉自己被系统给套路了呢？一开始的时候好处多多，现在开始不断变招法，收割自己的寿命。宿主不要乱说，这可是仙阶阵纹，以你自己现在的能力，能催动得了吗？1000公里1天寿命，已经很良心了。系统喊冤。到最后，苏贤只能妥协。仙阶传送阵纹虽然是个残品，但无视距离传送确实不凡。反正不用也不会消耗寿命，聊胜于无吧。接着便是最后一件道具了，木发剑丸。木发剑丸能够吸收宿主白发中的木气，使白发转黑，并提炼其中的木气化为持木剑气，一道剑气可斩敌人1年寿命。好东西啊！苏贤大喜，这才是他理想的道具，毫无副作用的存在，能够直接斩去敌人寿命。不管多么强大的存在，最在意的肯定还是自己的寿命。若是见到自己寿命被斩，哪里还有作战的勇气？恐怕早就逃之夭夭了。就叫你妖兽剑丸好了。苏贤对于这件道具颇为认可，之前还想着老年斑褪去之后，系统下一步会年轻化自己哪一部分，看来是轮到头发了。检查完系统发放的奖励，苏贤志得意满。清雪啊，那个，如今你已经通过涅槃路了，这涅槃元池要不要现在就使用啊？越早使用对你的体质进化越好哦。离火老祖突然一副慈眉善目的模样看向叶清雪。啊，这等神态，这等语气，让叶清雪一阵意外，受到了惊吓。那个，没事儿，你要是想之后用也行，随你喜欢便好。离火老祖连忙道。苏贤见状轻笑一声，哪里还不知道离火老祖心里打的什么算盘。这老鸟显然是已经意识到了叶清雪对于凤凰彝族的价值，打算拉拢叶清雪的心了。雪儿，去吧，接受涅槃元池的洗礼。苏贤柔声道。好。叶清雪缓过神来，点了点头。微风拂过，涅槃元池的池水泛起细微波纹。叶清雪褪去外衣，赤足踏入池中。当脚尖触及精血的刹那，池水沸腾，涌出暗红色血雾，在空中凝成古老祭文。以混沌之名，他将赤黄婉天簪插入发髻，簪尾混沌晶石映得池水透出星芒，流金精血如活物般攀上脚踝，所过之处浮现16亿黄纹。池畔复苏的雏凤突然齐声啼鸣，身体表面竟然浮现与叶清雪身上相同的混沌纹路。离火老祖眸光颤抖，这些个雏凤就算不是混沌黄体，未来的成就也绝对不可估量。他们是凤凰彝族如今真正的宝藏啊！池水开始旋转，形成倒悬的流金漩涡。叶清雪沉入池心的瞬间，涅槃元池里历代黄血中的精粹力量汇聚向叶清雪，叶清雪周身黄纹暴涨，空焰之网自池底蔓延，将整座元池包裹成赤金巨茧。苏道友，清雪的涅槃不是1、2日可以完成的，这里有我合族人守着，你大可放心，我让族人带你前去休息。离火老祖提议。苏贤点了点头，没有推脱。以眼下叶清雪对凤凰彝族的重要程度，想来在这里也不会出岔子，就算出问题了，自己有仙阶传送阵纹在手，也能够随时赶到。在引路侍童的带领下，苏贤走进了缠满火黄藤的月洞。庭院深处传来清越泉鸣，绕过9曲回廊，只见赤水玉砌成的浴池蒸腾着雾气，池底沉着的千颗颗赤色晶石。苏前辈，阴影中走出一对双子婢女，眉心嵌着凤凰血玉，奴婢朝颜，夕照，凤长老之命侍奉左右。老朽疲乏，都退下吧。苏贤心中好笑，自然知道这安排是什么意思，不过仍旧挥退了婢女。拥有了叶清雪这等绝色尤物，普通婢女自然入不得他的眼睛。推开寝殿玄门，苏贤已在玉髓雕成的软榻上休息。大成初期体验卡过去，如今的苏贤再度恢复成年迈的模样。只不过拥有了真实之眼后的苏贤，双眸锃亮如星辰，
不再有此前一丁点的浑浊。丁，检测到叶清雪正在修炼，同步修为和感悟。叶清雪在涅槃元池内修炼，对于能够获得双倍返还的苏贤来说，自然好处更多。苏贤嘴角轻扬，心念一动，打开叶清雪面板。真命天女，叶清雪，忠诚度100%，境界化神初期，体质混沌黄体，忠诚，感悟火之法则第5重，忠诚，命火切天，功法焚天9变第5变，离火封天。见状，苏贤满意的点了点头。无疑涅槃路对于叶清雪的提升颇大，尤其是万皇斗场的战斗对于叶清雪的提升更是巨大的。如今叶清雪的修为虽然没什么变化，但无论是火之法则还是焚天9变，皆是接连突破了2个大境界，实战技巧更是不必多说，实现了完全蜕变。心念及此，苏贤又打开了自己的面板。宿主苏贤，寿命1032年，境界炼虚初期，体质废体，感悟火之法则第6重，混沌神火，忠诚，绑定天女叶清雪。其他身体状态老年后期，相当于凡人80岁的身体。总的来说，如今一切迹象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修为实力稳步提升，身体状态也在逐渐年轻化，尽管显得有些缓慢。虽然废体字眼还是很刺眼，但是如今苏贤实力的提升已经不需要自己努力了，自己所需要做好的就是将叶清雪培养出来，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迎来第2位真命天女，这样一来自己的修炼速度将再度翻倍。算了，先做好手头上的事情吧。苏贤心中有了打算，取出那枚木发剑丸催动。苏贤心念一动，随即便是见到一股若隐若现的力量从自己的发丝上面流露出来，注入到木发剑丸中。咦，这是？苏贤立刻想了起来，自己此前使用玄甲丹提取老年斑的时候也见过这种力量。系统，这就是木气吗？不错，木气是一种很特殊的力量形态，并不是衰老的事物就一定会有，而是针对特定的人或者物才有，就比如拥有系统后的宿主。系统显得很骄傲。什么叫拥有系统后的我？苏贤忍不住翻了个白眼。你的意思是没有你我就还是个废物呗？准确点来说，没有本系统的话，宿主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系统直言不讳。好吧，苏贤虽然不想承认，但这确实是个事实。没有系统，苏贤早已寿元耗尽，这个时候怕是遗产都被分得干干净净的了。随着发丝的木气不断进入剑丸之中，苏贤的白发在逐渐转黑，剑丸里的剑气也在逐步增加。苏贤估摸着算了下，大概一根发丝就能够转化出一道剑气，而自己的白发差不多有10多万根，10多万道妖兽剑气啊，想想那等场面就壮观。就在苏贤这边沉浸于凝练妖兽剑气的喜悦中时，涅槃元池边缘一道身影悄然潜入。什么人？给我滚出来！涅槃元池的混沌雾气已凝成实质，叶清雪端坐池心，3000青丝与流金精血交织成茧，池畔复苏尚且还未孵化的凤凰蛋规律脉动，将混沌气息过滤成淡金色的光晕。2长老和3长老亲自镇守在青铜门外，离火老祖则隐藏于暗中。不好！他甩袖震碎虚空，赤红道袍卷起焚天火浪。几乎同一瞬间，元池穹顶的混沌晶石蒙上阴影，7根毒定穿透空间屏障，定间缠绕的毒气竟腐蚀的池水沸腾，定间萦绕的碧灵毒雾腐蚀的青铜门框滋滋作响。池畔3颗凤凰蛋瞬间蒙上惨绿瘴气，蛋壳表面浮现溃烂黑斑。小小敢尔！离火老祖的怒喝震碎3根长钉，余下4钉却诡异的折射轨迹，绕过他布下的火墙，直取叶清雪眉心。毒龙宗的7绝丧魂杀，老匹夫倒是识货。诡异笑声中，12道黑影踏毒障而来，为首者黑袍翻涌，袖口抖落的7绝丧魂杀凝成毒胶，张口喷出腐蚀性毒雨。离火老祖震碎腰间火玉葫芦，赤红烈焰化作屏障，毒雨触及火木，竟发出厉鬼般的尖啸。池中突变陡升，漏网的毒定没入精血，流经池水，翻起墨绿泡沫。叶清雪眉心血纹骤亮，混沌火丝搅碎毒钉，溢出的剧毒却开始腐蚀新生雏凤。哀鸣声中，雏凤精羽溃烂脱落，伤口流出的竟是腥臭脓血。好狠的腐髓毒！离火老祖目眦欲裂，手中焚天印化作火凤扑向敌手。黑袍人却狞笑着捏碎毒丹，碧灵毒雾凝成万千毒针，这涅槃元池今日变成藏皇坟场。眼看离火老祖扑来，黑袍人似是早有所料，身形一闪，毒针暴雨般倾泻而下。离火老祖以肉身硬抗3枚毒针，左肩瞬间浮可见骨。黑袍人突然阴恻恻笑道：“别着急，还有好东西没给你看呢。”话音一落，便是见到一颗幽绿色的珠子浮在其掌心，其中更有成千上万的凤凰精魄在啼哭，景象骇人。九幽镇魂珠，
离火老祖惊怒：“你们把九霄怎么了？杰杰，没想到你还挺关心我们家少宗主呢。”黑袍人怪笑：“什么少宗主？”离火老祖脑袋轰然：“哼，再告诉你个好消息，这九幽镇魂珠内可不仅仅有那些最血的精魄哦，纯血凤凰的精魄也很不错，尤其是……”黑袍人故意卖了个关子，随即目光定在那些生机断绝的凤凰蛋上。你们！离火老祖胸口发闷，一口老血喷出，哪里还不明白？凤凰彝族一直以来生育率不高的原因，就是独龙门搞的鬼。奈何这些年自己合族中长老还从血统纯净度上找问题。呵呵，现在该收网了。话音一落，12道人影立时站在不同的方位，整个涅槃元池都被幽光所笼罩。那些原本苏醒过来的凤凰蛋顿时失去了光泽，被抽离了精魄，落入九幽镇魂珠中。但最关键的还是涅槃元池中心的叶清雪，那里有混沌黄体的虚影在嘶吼。老祖！2长老和3长老带人连忙开始抢救。你们带人护住涅槃元池，剩下的交给我。离火老祖急忙吩咐道。哼，老东西，你已经身中剧毒，又加之年迈，又能发挥几分实力？为首黑袍人嗤笑。哼，今日老夫就算拼了这条命，也不会让你们的奸计得逞。话音刚落，离火老祖瞳孔暴缩，枯瘦的手掌猛然插入自己心口，抓出团跳动的本命精血。精血在掌心轰然燃烧，老者佝偻的身躯骤然挺直，白发逆卷成墨，褶皱的面皮寸寸崩裂，露出底下岩浆般流淌的焚天纹路。大成气的威压如星河炸裂，周围的时空都出现刹那凝滞。余波所过，3名偷袭者直接当场爆碎成血雾，剩下的偷袭者则掀翻在地。为首的黑袍人面具炸裂，露出的竟然是大长老的脸。是你！离火老祖怒喝，难怪涅槃录之后就不曾见到大长老的人影，原来他才是真正的元凶。老怪物竟然受元！大长老面色阴狠，不甘道：“撤！”暴退时甩出压箱底的7绝毒杖翻面骷髅喷出墨绿毒龙。离火老祖嗤笑抬掌，燃烧的精血在虚空绘出焚天古传，毒龙触及传闻，竟哀嚎着反噬其主。大长老左脸顷刻腐化见骨，毒血未及滴落便被蒸成青烟。大长老面色阴毒，7绝毒杖翻偷偷吐露毒气渗入元池，就要在行救计关键时刻，叶清雪发间赤黄挽天簪自主飞旋，3尾混沌火焰将其炼化。离火老祖见状长笑：“好丫头，专心修炼，且看老夫手段。”他竟将剩余精血注入焚天印，古印化作遮天火凤，凤会雕铸毒丹，展翅间焚尽毒障。毒龙宗众人肝胆俱裂，七窍喷出毒血。大成染血，你这是自己找死！大长老歇斯底里吼道，肝胆俱寒，连忙捏碎传送符，想走。离火老祖怒喝，刚要出手打断，却在虚空中一个踉跄，差点摔落。毕竟年纪太大，又加之一开始为了护住叶清雪和凤凰蛋，离火老祖以身挡毒，这才状态不济。而且贼人的偷袭速度太快了，以大长老对涅槃元池的熟悉，安排布置不过瞬息。2长老和3长老赶来已经很快了，但仍旧比不上大长老的偷袭速度，这才让对方有机可乘。从偷袭开始到逃走不过10息的功夫而已。快去看看林九霄那个孽种！离火老祖出言。2长老点头，带人安排了下去。就在这时，苏贤的身影闪烁，面色愠怒，一看这狼藉的场面，哪里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好在涅槃元池中的叶清雪看起来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苏道友，实在对不住，家门不幸，出了大长老这么个贼人。嗨嗨！离火老祖面色苍白，强行燃烧精血，爆发大成期的实力，让他现如今看起来更加苍老。苏贤想要发作，但是见到对方都如此拼命了，又没有宣泄的口子。大长老呢？苏贤询问大长老的踪迹。嗨嗨，让他跑了。离火老祖面露羞愧之色，不得不感叹自己老了，居然连个化神期的修士都留不下来。老祖，不好了，林九霄也不见了。就在这时，2长老前来汇报。唉，看来是早有预谋啊。若不是圣女出现，恐怕我凤凰彝族如今便是遭了毒龙门的手了。离火老祖既悲哀又感到庆幸。你们守住这里，让清雪专心修炼，我去追。话音一落，苏贤的身影直接消失在原地。让老夫看看。苏贤屈指叩击虚空，蛛网般的空间纹路在真实之眼下纤毫毕现，大长残留的空间气息凝成墨色溪流，蜿蜒指向离火山脉西北的死寂之地。哼，你逃不走！苏贤心中震怒，居然敢当着他的面对自己的女人出手，真是找死！离火老祖等人已经尽力，自己不好发作，这始作俑者绝对逃不了。先接传送阵纹催动，苏贤瞬息便是跨越300里，再度催动真实之眼查探。苏贤一声冷哼，你跑不了。顺着墨色溪流的方向，
苏贤再度瞬息500里，来到了一处死寂荒原，周围毒瘴弥漫，一看就绝非善地。苏贤称开护体灵罩，倒也无惧毒瘴侵体。出来吧，真以为能逃走不成？苏贤冷笑，真实之眼早已看穿一切。面对这种实力比自己低微的角色，真实之眼根本都耗费不了多少寿命。啧，没想到倒是小看你了。本来以为你寿元无多，没想到竟然能够撑到现在，这倒是更加让我肯定了。那件东西就在你手里。大长老自阴影中现身，面色阴鸷。紧跟着7道幽绿鬼火突然在四面隆起，浮土中爬出36具毒魁，关节处滋生的肉灵芝喷吐着10股毒瘴，显然是早有准备。哦，你调查过我。苏贤眼神一眯，听这意思，对方的目标似乎是自己了。既然如此，我在凤凰彝族的实力你也看到了，以为自己会是我的对手。大长老疯狂大笑，别笑死个人了。你苏贤要能是大成期高手，我当场吃屎。我虽然不知道你究竟是用了什么方法伪造出大成期的气息，甚至于连离火那个老不死的都骗过去了，但是你苏贤，我毒龙门可是调查得清清楚楚，不过是一个强行续命的化神期废物罢了。若不是有些机缘，我毒龙门根本不会放在眼里。苏贤眼神越发危险，无论是自己还是原主，记忆里对什么毒龙门都不熟悉，但对方显然一直盯着自己在，这很危险。交出永恒圣杯，给你个痛快的。大长老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最终目的。苏贤眼神一愣，随即恍然，终于明白对方为什么会盯上自己，原来是为了那件东西。我若是不交呢？苏贤声音冰寒，无论是对方盯上自己，还是加害叶清雪，都不能让其活下去。结，不交，那就杀了你，我自己取。大长老一声嘶吼，地面突然窜出9条腐毒丘龙，这地方正好做你的坟墓，就凭你。苏贤嗤笑一声，直接震碎席至面门的毒丘，混着内脏碎片的血沫撒了一地。面对大长老，苏贤觉得自己连大成体验卡都没必要捏碎，正好试试如今自己的实力。老东西，受死！大长老指挥着周围的毒魁向苏贤扑杀而去。最先扑来的毒魁突然僵立，浑身毒囊不受控制的爆裂开来，却是苏贤早将一缕混沌火种通过地脉埋在其经脉中，腐毒溅在同伴身上，竟如活物般钻入七窍，顷刻间36毒魁自相残杀殆尽。找死！大长老嘶吼，一尊缠绕腐毒锁链的凤凰法相撕开天幕，火意掀起的风暴将千里骸骨碾成齑粉。老东西，试试我这焚黄毒的滋味吧。大长老狞笑着甩袖，9条毒火凝成的凤凰锁链洞穿虚空，锁链所过之处，连毒瘴都被烧出焦黑孔洞。苏贤震碎袭至喉间的锁链，屈指弹出一抹混沌光晕，正是火之法则第6重混沌神火。大长老的毒黄法相触及光晕，羽翼瞬间爬满蛛网般的裂痕，背后法相轰然炸裂。不可能！法相被破，毒性反噬，又遭受混沌神火灼烧，大长老显然是活不成了。你明明……话未说完便倒了下去。哼，就这么点实力也敢伏击老祖我？苏贤冷笑，却并没有打算就此放过大长老，哭掌锯来大长老的原因，说吧，毒龙宗的具体位置究竟在哪儿？苏贤可没有留敌人在侧的想法，正好手头上有一张大成中期的体验卡，将这修真界毒瘤灭个干净再说。我不知道。大长老原因恐惧。哦，苏贤眸光狠厉，掌心混沌之火灼烧，立刻传来大长老的惨叫声。啊！我说，大长老的元婴虚弱至极，在。然而话音未落，便是见到元婴一阵颤抖，突然爆碎开来，一枚毒针隐藏在烟雾之中，笔直向着苏贤的眉心射去。哼，居然还下了禁制！苏贤一声冷哼，早有防备，混沌神火化作护盾，瞬间毒针上的剧毒散得一干二净。苏贤并指夹住，仔细看了看，嘴角浮现出一抹冷笑，这毒针的样式倒是有些熟悉。大长老元婴一爆，苏贤也没了线索，开启真实之眼，想看看周围有没有毒龙门的同伙，只可惜一无所获。咦，这是死寂荒原的朔风裹挟着腐骨腥气，苏贤拄着龙骨杖踏过皲裂的焦土，有些意外。真实之眼视野中翻涌的毒瘴化作万千丝线，300里外73道墨绿毒线正会向地脉裂隙。找到你了！苏贤一步跨出，消失在原地，等再现身时，脚下黑土已渗出粘稠毒浆，骸骨堆成的界碑上刻着九幽禁地。丁，恭喜宿主触发天命毒女拯救任务，任务要求救出洛青衣，并绑定为第2位真命天女。第2位天命之女。听到系统的声音，苏贤既是激动又是疑惑，在这毒瘴密布的地方，难道自己的第2位天命之女是毒龙门的人？童子，你确定没有搞错？这里能有第2位天命之女？
苏贤有些怀疑是不是系统出错了。请注意，若是任务失败，宿主将永久失去第2位天命之女。请注意，若是任务失败，宿主将永久失去第2位天命之女。请注意，若是任务失败，宿主将永久失去第2位天命之女。重要的事情说3遍。系统极度严厉的警告声传来，苏贤也没辙了，只能先不管这第2位天命之女究竟是什么身份了。这种主线任务还是非常重要的。心念及此，苏贤放眼望去，百丈深壑之下，一处毒潭隐没其中，潭水泛着翡翠般的鬼光。3名毒龙门弟子正在巡守，腰间葫芦喷吐的毒雾凝成青面鬼影。这破地方毒瘴密布，真是不知道哪个傻子会来。宗门还非得在这里设立岗哨。其中一名弟子不满道：谁知道呢？这里除了毒瘴就是毒雾，鬼才会来。有弟子因何？我听说这九幽毒潭底下关了个毒女，是宗门重点看守对象。毒女？细说一番，姿色如何？守卫顿时来了兴趣。我听说这个毒女可是个大美人，只不过天生九幽冥毒体，所有亲友都被毒死绝了，一心寻求解除之法，不知道怎么的，最后落到了我们毒龙宗的手里。大美人啊，若是我能够一清方泽。有守卫开始幻想，哼，我看你是想死不成？若不是有这九幽毒潭压制其体内的毒性，你我在这里讲话的资格都没有。你知道这毒女如今以什么为食吗？什么为食？都是我毒龙门研制的剧毒之物，那还不得被毒死？哼，这你可就想错了。这些剧毒之物最终都化成了毒女的力量，成为我毒龙门最佳的研究对象。当然了，这毒女自己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只当我毒龙门一直在帮她解毒呢。闻言，苏贤面露诧异，看来这所谓的毒女就是自己此行的目标了，听起来似乎也是被毒龙宗蒙骗的可怜人。想到这里，苏贤指尖轻扣杖身，一缕残火顺着地脉窜出，直接将3人焚成灰烬。随着苏贤踏入九幽毒潭，水面漾开的涟漪惊散了几只引毒的萤虫，火焰在掌心凝成沙灯，赤光穿透墨绿毒雾的刹那，他望见了潭心那具被锁链缠绕的苍白躯体，看来那便是系统所说的第2位真命天女洛青衣了。此刻的洛青衣垂手倚在石骨岩上，枯槁的左手虚握着半截交尾琴弦，锁链穿过他嶙峋的肩胛骨，锈蚀处爬满新生的肉芽，那些增生组织每隔3寸便溃烂一次，渗出黑血，滋养着潭中毒藻。叮！苏贤踩碎潭底的琉璃药瓶，残片中滚出颗未炼化的清心丹，丹丸表面还留着纤细的指痕。他俯身拾起时，发现岩缝里藏着干枯的萤虫巢穴，朝旁歪斜刻着生字，最后一笔被毒血晕染成绝望的墨色。昏迷中的洛青衣忽然站立，脊背毒纹暴起，毒气猛然扩散。苏贤心中一震，急忙撑起护罩，明显感觉到这等毒气，元婴期沾之即死，化神期碰触不死也得重伤。少女的右手指甲深深抠入岩壁，在无意识中抓出5道血痕，那些旧痕层层叠叠，最深处已露出森森白骨。苏贤的火光照见他肩头处结痂的咬痕，齿印小巧整齐，像是被自己生生咬破，却又被未知毒药强行愈合。潭水突然翻涌，他的裙裾被暗流掀起一角。苏贤瞳孔微缩，那双腿上布满了新旧交替的溃烂创口，却用金疮药涂抹成歪扭的花枝图案。最触目惊心的是，脚踝处尚未溃烂的肌肤上竟刺着勾褪色的寄语：愿解天下毒，换得世人安。火焰扫过他心口时，苏贤看见其跳动的心脏上扎着7根嗜毒针针尾缀着的银铃早已氧化发黑，却仍挂着张泛黄指尖，墨迹被毒血浸得模糊。今日救下潭边白兔，以血4只，当活。潭底突然传来呜咽，苏贤以火为刃，劈开毒藻，竟见10余具毒魁跪成圆圈，怀中皆抱着腐烂的兔尸，每具尸身的天灵盖都插着半截银簪，正是洛青衣发间缺失的那几只。毒龙宗。苏贤的指尖抚过他眉间挣扎的蹙痕，一缕赤炎顺着锁链游走，却见他昏迷中突然落泪，泪珠坠入毒潭时，竟开出朵转瞬即逝的净莲，岩壁突然剥落碎屑，露出密密麻麻的刻痕。苏贤提火细看，千万道正字记述旁歪斜刻着孩童般的涂鸦，微笑的太阳，手牵手的影子，最后一幅却是女子将毒针刺入自己心口的简笔画。他沉默地斩断锁链，洛青衣如折翼鹤般坠入他臂弯，死却不想触碰的刹那，毒性攻体，差点连他都着了道。感受到身体的震动，洛青衣迷迷糊糊中颤声提醒：快走，别救我。苏贤不语，心中忙问系统该怎么救他。这等毒性定然不能直接带到外界，否则毒性爆发，瞬间便能毁灭一座城池，即便是他都扛不住。现如今这九幽毒潭就是用来吸收洛青衣扩散的毒性，但依旧有限度。宿主怕不是忘了，
此前开启的叶清雪中成大礼包里面不是有一枚九幽冥毒丹吗？系统提醒道。苏贤立刻醒悟过来，九幽冥毒丹，九幽冥毒体，原来是这个意思。苏贤立刻调出道具栏，这才注意到此刻的九幽冥毒丹已经解除了封印。此前之所以施加封印，应该是系统担心宿主乱用。九幽冥毒丹，圣阶中品丹药，能够吸纳一切毒物的丹药，封印已经解除。注意，使用的时候需要宿主的灵力与服用对象的灵力相互交融，这样才能够激发九幽冥毒丹的最大作用。哈，看到这里，苏贤直接懵逼了。灵力交融，什么玩意儿？现在这洛青衣完全处于半昏迷状态，连一点灵力都提不起来，理论上自能自己动了。而想要做到灵力交融，唯有阴阳同修。系统，你确定不是在玩我吗？在现在这种状态下，灵力交融，苏贤大感无语。他对于洛青衣的第一印象是极好的，可以说是一个十分善良的女孩，善良到让苏贤感到心惊。尤其是那一句寄语“愿解天下毒，换得是人安”，着实说到了苏贤的心坎里，让他大为震动。明明是一个饱受九幽冥毒体折磨的女孩，苏贤甚至能够想象她从小到大的遭遇必然充满艰苦，但就是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居然孕育出这样一个善良的女孩，实在太过于不可思议。面对洛青衣，苏贤甚至感觉有些自惭形秽，又如何能够做出在对方昏迷之际行阴阳同修之事？似乎是感受到了苏贤的想法，系统不由得鄙视道：宿主，难不成你只知道用下面思考吗？灵力交融不是只有下面动才行，你上面动也行。上面动，苏贤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笨，用嘴肚送灵力喂服九幽冥毒丹啊！经系统这么一提点，苏贤顿时反应了过来，老脸一红，原来是自己想多了。想到这里，苏贤快速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了下来，取出九幽冥毒丹以自身灵力包裹。紧跟着，苏贤含住九幽冥毒丹，刹那间唇齿间腾起冰火交织的灼痛。他托起洛青衣苍白的后颈，将丹药渡入他口中时，少女喉间溢出的毒血腐蚀了他的舌尖，赤炎灵力却裹着血珠反哺成金线。可洛青衣无意识地攥住他衣襟，九幽冥毒体毒纹骤然暴起。苏贤掌心按在他心口7根噬毒针上，口中赤炎灵力如赤潮灌入其体内，惊醒了沉睡的毒脉本源。毒痰沸腾了，墨绿毒液逆流倒卷，凝成万千毒蛇钻入洛青衣四肢百骸。他脊骨发出不堪重负的脆响，丹田处浮现幽蓝漩涡，那是沉寂百年的毒魄在贪婪吞噬九幽冥毒。苏贤的赤炎灵力游走在他破碎的经脉间，将暴走的毒素逼向气海。宁，苏贤咬破舌尖，精血混着混沌神火本源注入他咽喉。洛青衣突然躬身痉挛，溃烂的皮肤下透出幽冥光晕，心口7根噬毒针狰鸣着离体，在半空结成7星锁毒阵。毒坛深处传来凄厉嘶吼，他脊背上暴突的毒纹突然离体，化作9条毒蛟撞进气海。苏贤的瞳孔映出惊心动魄的画面，少女丹田内万千毒蛟缠绕成丹，幽蓝毒丹表面浮现出与他混沌神火同源的金丝。丹成，苏贤并指点在他眉间。洛青衣蓦地睁眼，眸中混沌毒雾里绽开一朵赤金火莲，毒丹应声而碎，丹壳化作3000毒蝶破体而出。茧中诞生的元婴竟是个蜷缩的碧玉小人，怀中抱着苏贤那缕精血，幽蓝光华自他足间流转而上，溃烂的双腿褪去腐肉，露出玉脂般的肌肤，脊背锁链贯穿的伤口绽放墨莲，莲心托着新生的毒破元婴，就连发梢凝结的毒晶也化作星线，在他周身织就流光毒纱。当最后一丝毒纹没入元婴，洛青衣跌进苏贤怀中，摸了摸朱唇，指尖抚过自己光洁如月的脸庞。潭水倒影中的女子墨发如瀑，眼尾缀着颗泪痣般的毒破晶石，一颦一笑皆带起幽蓝毒雾流转，那毒雾不再腐蚀万物，反而催生出满地尽是白莲。夫君，是你救了我吗？洛青衣的声音很好听，宛若清泉一般。夫君。虽然苏贤很喜欢这个称呼，但是这样的进展是不是有些太快了？定，恭喜宿主成功拯救天命毒女洛青衣，是否绑定其为第2位真命天女？脑海里传来系统的声音。绑，立刻绑。苏贤丝毫不带犹豫的。定，恭喜宿主成功绑定真命天女洛青衣，奖励开始发放。丁，恭喜宿主获得寿命3年。定，恭喜宿主获得7阶中品丹药天毒丹2颗。定，恭喜宿主获得7阶下品丹药枯荣丹5颗。定，恭喜宿主获得6阶极品丹药石骨丹10颗。定，恭喜真命天女洛青衣初步觉醒九幽冥毒体，奖励开始发放。丁，恭喜宿主获得圣阶下品功法九幽合璧诀。一连串的叮叮叮让苏贤感觉有些懵，但很快他便意识到了问题所在。奖励寿命、功法都是常规操作，但童子，你给我这么多毒药是什么意思啊？
刺死我吗？毒丹品质相对此前的奖励而言并没有多高，但胜在数量足足有17克啊！这些毒丹是你小女友的零嘴儿，当然素主要是想不开的话，也可是试试。包伸腿瞪眼，系统有些渐渐地解释道：“零嘴儿。”苏贤这才反应了过来，对于九幽冥毒体而言，毒药就是最好的补药，说成零嘴儿倒也没错。夫君，你怎么了？洛青衣见到苏贤，有些失神疑惑道。苏贤直接问道：“你叫我夫君？”是啊。洛青衣有些害羞地摸了摸自己的朱唇，人家可是发过誓的呢，谁能够夺走我的初吻，谁就是我的夫君。苏贤恍然，感情洛青衣被毒体困扰已久，从未与异性有过任何亲密接触，故此才在心里有此誓言。这妥妥的恋爱脑啊！你不嫌弃我这等老太，夫君不也不嫌弃人家天生毒体吗？洛青衣双眸清澈，人家名叫洛青衣，夫君若是不嫌弃的话，叫我依依便好。苏贤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结，我先带你离开这里。啊，我可以离开了吗？洛青衣虽然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尚且没有一个全面的认知。想到洛青衣曾留下的那些笔记，还有那句寄语，苏贤温柔抚慰道：“放心好了，你的毒体已经不会再危害到他人了。”真的吗？他虽然隐隐感知到自己的毒体得到了控制，但真正得到苏贤的肯定之后，美眸湿润，忍不住喜极而泣，紧紧地将双臂环绕在苏贤的脖子上。苏贤轻轻抱起洛青衣，脚下轻点，灵力纹路荡开，便是离开了九幽毒坛。当然，如今的九幽毒坛毒性尽数被洛青衣所吸收，所以更确切应该称呼它为九幽清坛。离开九幽清坛，寻了一处僻静之地，苏贤才将洛青衣放了下来，却不料少女一个不稳当，差点摔倒。依依，苏贤吃了一惊，没事儿的，夫君就是感觉有些乏力。洛青衣解释道。苏贤眉头微皱，连忙以灵力探查，这才发现九幽冥毒丹虽然帮助洛青衣重铸毒体，但是体内却未曾生出一丝灵力，想来是此前消耗殆尽了。想到这里，苏贤便是取出一枚石骨丹，6阶极品毒丹，这玩意儿他服用下去都会立刻毙命，对于洛青衣而言真的只是个零嘴儿。本系统什么时候骗过你？感受到苏贤的质疑，系统立刻不满道。苏贤这才打消了疑虑，这倒也是。依依，这是……话到口中，苏贤反而有些不知道该怎么说了，直言这是毒药，怎么有点逼人自尽的感觉？骗洛青衣，这是恢复类丹药，虽然对于洛青衣而言也没错，但依依，这是6阶毒药石骨丹，以你现如今的体质，服用这类毒丹对你的身体和修行都好。苏贤将冰蓝色的石骨丹递给洛青衣，直言相告。洛青衣闻言二话没说接过，就直接服用了下去。苏贤不由得一惊，你就不怕？怕什么？洛青衣俏皮一笑，难不成还怕夫君害我？那直接把我丢在毒坛内，岂不省事？苏贤失笑，倒是自己多虑了。你且好好恢复，为夫替你护法。洛青衣乖巧点头，周身冰蓝色毒雾弥漫，不过很快就都被洛青衣贪婪地吞入体内。叮，检测到真命天女洛青衣正在修炼，修为和毒之法则感悟同步中。耳边传来系统的提醒，苏贤心念一动，打开了洛青衣的面板。真命天女，洛青衣，忠诚度80%，境界元婴初期，体质九幽冥毒体，忠诚，感悟毒之法则第一重，大成毒质显化，功法暂无。定，检测到洛青衣毒之法则感悟突破至第2重毒能流转小成境，正在同步中。因为洛青衣刚觉醒九幽冥毒体并不熟悉，随着石骨丹在其体内逐渐消化，其对于毒之法则的感悟也是越来越深。定，检测到真命天女叶清雪正在修炼，修为合火之法则感悟同步中。另一边叶清雪同样也在涅槃元池内不断产生蜕变。苏贤的嘴角忍不住逐渐扩大，这种感觉实在太爽了。如今有了2位真命天女，无论是感悟还是修行速度，自己都是双倍提升。心念及此，苏贤又打开了自己的面板。宿主苏贤，寿命1035年，境界炼虚中期，体质废体，感悟火之法则第6重混沌神火，忠诚毒之法则第3重毒律复形小成，绑定天女叶清雪、洛青衣。其他身体状态老年后期，相当于凡人80岁的身体。这一次不需要系统过多解释，苏贤心中便有所悟。与火之法则类似，毒之法则对应掌控毒的能力，同样分为9重。第1重毒质显化，掌控者能够洞悉万物毒性本源，可将任意物质转化为基础毒素，比如草木化腐，清水成阵，同时免疫绝大多数毒素的侵蚀。第2重毒能流转，掌控者能够将灵力转化为毒能，在中毒者体内建立毒能循环，使其成为活体毒源。
第三重独律赋形，掌控者则能够为特定空间赋予基础独律，大成者甚至于能够扭曲常规毒性规则，使解药变剧毒，以毒攻毒法则失效等。就比如现如今的苏贤，若是在进入此前的九幽毒坛，根本都不需要开启护体灵力，周围那些毒气就宛若灵气一般，能够被身体自动吸收。真是一种美妙的感觉啊！苏贤心中感叹。如此一来，就算以后遭遇毒龙宗的偷袭，也根本就不带怕的，因为无效。没过多久，洛青衣便是修炼结束。夫君，我现在感觉好多了。洛青衣双眸明亮，气色比之前明显好了许多。那便好。苏贤也是松了口气，随即看向洛青衣问道：对了，依依，你可知道毒龙宗的总部在哪里？虽然不惧毒龙宗偷袭，但苏贤却依旧想斩草除根。啊，毒龙宗是什么宗门啊？洛青衣一脸茫然。这样的反应让苏贤不由得苦笑，换个法子问道：就是把你困在九幽毒坛的那帮人？哦，你说那帮人啊？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来头，不过我被送过来的时候，神智就已经不怎么清楚了，整天感觉浑浑噩噩的，所以不太清楚。洛青衣有些自责道。哦，那就算了。苏贤明白了过来，随即注意到一个关键的人，那送你过来的是谁？我正要跟你说呢，夫君，就是江玉书那个可恶的家伙，说有办法治好我的毒体，把我骗了进来。亏我以前还那么信任他。洛青衣气愤道。江玉书，他是药王谷的人。药王谷在修真界的地位十分特殊，他们掌控有修真界近乎70%的丹药源头。记住，不仅仅是北域，而是整个修真界。宗门也不止一处，各域皆有。可以说药王谷的势力很大。这样一家独大的势力，按理说是不应该在弱肉强食的修真界存在的，因为它实在太庞大了，显然威胁到了其他势力，难以对其产生制衡。但关键就在于药王谷自古以来秉承着一个原则，那就是不参与修真界的争斗。换句话而言，药王谷属于中立的势力，不偏袒任何一方，只要给足利益就能够交换到想要的丹药。北域的药王谷据点距离苏贤他们并不远，相隔不足千里。如今苏贤寿命也算是有所富余，二话不说，直接开启仙阶传送阵纹，来到了灵泉谷。依依，江玉书身着白衣，一副翩翩公子的模样，见到洛青衣面色震惊，甚至于带有些恐惧。你怎么在这里？哼，怎么？你不希望看到我在这里吗？哈，怎么可能呢？能在这里见到你太好了，依依。江玉书眼神闪烁，干笑了2声。依依也是你有资格叫的。洛青衣娇怒道：说吧，为什么把我卖给毒龙门的人，枉我那么相信你？听到毒龙门3个字，江玉书面色明显一变，只不过一瞬间又恢复了正常。什么毒龙门？我听都没听说过。我也是托朋友的关系，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人带你去接受治疗。怎么，不是他们把你治好的吗？那你是怎么出来的？是吗？听到江玉书的辩解，洛青衣顿时气消了大半。苏贤见状，心中不由得暗叹了一声，却并没有选择过多干涉。是啊，依依，我还能骗你不成？你好不容易回来，如今身体好些了，应当好好庆祝一番，要不然药王谷我为你接风洗尘。江玉书笑容殷勤。洛青衣闻言眉头一皱，我说了，不要叫我依依。不管怎么样，我今日是来告诉你，你我之间的关系从此断绝，以后老死不相往来。洛青衣虽然找不到江玉书言语上的破绽，但本能的厌恶对方这种姿态。啊，为什么啊，依依？江玉书还想多说什么，却看见一道剑气突然拦在自己面前。苏贤出手了。依依说了，不想再见到你。见到自己被拦，江玉书面色愠怒。老丈，你又是谁？凭什么喊他依依？他是我夫君，自然可以喊我依依。不等苏贤开口，洛青衣直接抱住苏贤的胳膊，不满道：关你什么事儿？感受到手臂上传来的那股惊人弹性，苏贤一阵享受。真不错啊，夫君。江玉书当场惊掉了下巴，这个都快入土的老头。我们走，夫君。洛青衣没有搭理对方，转身就走。苏贤点头。开什么玩笑，不许走。江玉书当场就怒了。哼，还没有人敢这么跟老夫说话。苏贤冷笑，指尖一点，一道剑气分化成百，眨眼功夫便是斩向江玉书。夫君，不要！洛青衣惊呼阻拦。江玉书不过是个结丹修士，哪里见过如此场景，顿时愣怔当场。下一瞬，百道剑气消散，只留下江玉书原地发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却再也见不到苏贤与洛青衣的身影。但他总有一种感觉，刚才那一瞬间，自己似乎失去了十分重要的东西。夫君，谢谢你。离开药王谷的路上，洛青衣柔声道：哦，谢我什么？苏贤诧异，谢你刚才手下留情了。洛青衣道。苏贤笑而不语。刚才那一刹那，洛青衣虽然出声制止，但是苏贤却并没有停手。
斩下去的是百道妖兽剑气，虽然没有让江玉书当场死亡，却相当于历史斩去了他100年的寿命。对于结丹期的修士而言，那可就相当于半条命了。你知道江玉书的话不可信，对吗？苏贤突然问道。洛青衣一怔，随即点了点头。但他毕竟曾在我人生灰暗的时刻给过我希望，所以……说着说着，洛青衣不由得低下了头。没关系，你开心便好。苏贤摸了摸洛青衣的脑袋，对于江玉书这种小角色，他并没有放在心上。洛青衣开心的点了点头。叮，检测到真命天女洛青衣忠诚度提升至 85%， 奖励宿主寿命1年。系统的提醒声传来，让苏贤颇有些意外，欣然笑纳。夫君，我有一个地方想回去看看，可以吗？我保证，去完这个地方我就听夫君的，夫君去哪儿我去哪儿，绝对不乱跑。洛青衣说完，还可爱的立了个秋水式。好，你想去哪里，为夫都陪着你。苏贤宠溺地看向洛青衣，目光中还带有些怜悯。看得出来，洛青衣对于这份来之不易的爱十分珍惜，珍惜到在苏贤看来显得有些卑微。我想回家里看看。洛青衣的故乡隐在药王谷300里外的山坳里，原是座名唤银村的小村落。洛青衣赤足点在焦黑的槐树桩上，纱裙摆扫过地面时，紫金般的独孤在焦土中绽放。夫君，快看！他踮脚转了个圈，发间毒金簪指向皲裂的青石板，这是10岁生辰那日我偷溜出药炉踩出的脚印。苏贤凝目望去，石板裂痕中嵌着枚小小的足印，足印边缘泛着幽蓝晶粒，竟是9幽冥毒侵蚀不散的痕迹。洛青衣蹲下身，指尖毒雾凝成冰邪虚影套在足印上。那天我穿着阿娘缝的鹿皮靴，靴底绣着萤火虫。他突然轻笑，后来毒体爆发时，整条街的积雪都化成了毒雨，绕过半截焦黑的土墙，满地琉璃状的结晶在月光下闪烁。洛青衣突然小跑起来，灵力凝成的蝴蝶引着苏贤来到塌陷的深坑前。这是我家灶房。他指着坑底蠕动的毒蛆，语气轻快如讲述趣事。当年我偷烤红薯引燃柴堆，火焰遇到体内溢出的毒物，轰地炸出这个萤火池。苏贤瞳孔微缩，这哪是什么池子，分明是9幽冥毒爆发时融穿地脉的深渊。洛青衣却俯身捞起捧墨绿毒液，毒液在他掌心化作跳动的萤火。那夜全村人都因为我而……他突然吹散萤火，双眸中有泪珠在闪烁，萤火的光点在空中拼出孩童追逐的虚影，都是我的错。废墟深处斜插着半扇青铜门，门环上缠着褪色的红绸。洛青衣蹦跳着扯下红绸系在腕间，这是阿娘最爱的发带。毒爆那日，他用它捆住我的手腕，自己却……他突然旋身指向远处焦树，看，树洞里还藏着我的百宝箱。苏贤劈开碳化的树皮，铁盒内腐坏的布偶缠着银铃。洛青衣抢过布偶，毒物修补着残破的棉絮，他叫小优，是阿爹用试毒的白鼠皮缝的。布偶空洞的眼眶突然亮起幽火，洛青衣陷入回忆，毒爆那夜他还替我吞了3成反噬之力呢。暮色降临时，苏贤与洛青衣坐在毒晶凝结的秋千架上，洛青衣晃着赤足，毒雾在空中织出昔日的村落虚影。那日我坐在屋檐下数雨滴，突然发现毒雨落在地上会开花。秋千突然荡向高空，他发间毒金簪迸发幽光，废墟各处升起万千萤火，竟在夜空拼出10岁生辰那日的星图。后来我总在想，若那日没偷吃祝寿的毒膏，或许毒体不会提前爆发。他突然转头灿然一笑，可若不爆发，又怎会遇到夫君呢？苏贤的灵力激荡扫过焦土，金剑地缝中钻出嫩绿的新芽，竟是毒物净化过的土壤孕育的生灵。洛青衣跳下秋千，灵力在掌心凝成花种。其实若不是毒体的缘故，我小时候的愿望是当一名悬壶济世的行医呢。夜风卷起他未束的长发，发丝间流转的尽是毒雾，温柔地包裹着废墟。那株新芽在毒雾中舒展叶片，绽出朵晶莹的毒金花苞，恰似少女将蚀骨之痛酿成了照亮归途的星火。你确定你看到的是洛青衣？药王谷密室内，一中年男子面容阴鸷。是，绝对错不了。不过他旁边的那位老者我倒是从未见过。江玉书回想起当日的情形。好，你这次做得不错，内门弟子的名额已经帮你安排好了，你可愿做我的弟子？自然是愿意的，多谢谷主。哦不，师尊。江玉书大喜，而眼前中年男子不是别人，正是药王谷谷主夏明哲。那洛青衣那边？江玉书问道。放心，这件事情我会处理的，你眼下的心思放在双羽身上即可。中年男子提醒道。是，师尊。江玉书低手，眼底深处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厌恶以及恐惧。这夏双羽是夏明哲的女儿，也是江玉书的情人。待得江玉书退走，阴影里一人影缓缓浮现，去问一问毒龙宗那边究竟是什么回事。夏明哲声音不见喜怒。是。结束了故乡之行后，
苏贤感受到洛青衣情绪低迷，便是带着他四处散心，正巧路过清源城。夫君，这里不对劲。洛青衣眉头紧皱。丁，开启任务，清源城除瘟，7日内解决清源城乃至周围附属地区的瘟病。系统任务传来，苏贤心中了然，看向洛青衣解释道：是瘟病。只见清源城巍峨的城门嵌满辟邪符咒，朱漆门钉上残留着黑褐色的血手印。2名身着药王谷服饰的人把守两侧，焰毒罗盘悬浮半空，蓝光扫过排队入城的人。下一位。执笔弟子蘸了蘸砚台里的猩红液体，衣衫褴褛的老汉颤巍巍伸手，墨笔刚落腕，整条手臂便泛起紫斑温气入髓，压去稀释。整个城都被传染了。洛青衣面露忧色，进去瞧瞧。苏贤拂袖掩住洛青衣发尖毒金簪的微光，二人扮作游方郎中走向城门。药王谷弟子瞥见他们药箱上的纹路，突然横戟拦住。东市问诊需缴100枚灵石，西市一诊要1000生死契。洛青衣忽然捂着嘴剧烈咳嗽，指缝渗出幽蓝毒血。守城弟子骇然后退，苏贤趁机将1枚下品灵石塞入他手中。我这徒儿先天带毒，正要去西市试药。弟子如避蛇蝎般挥袖，晦气，速滚！苏贤与洛青衣边走边以神识探查，心里有了大概。清源城不知道什么原因，周围爆发了瘟疫，药王谷弟子赶来救援，在这里临时搭建了丹阁，提供清瘟丹。洛青衣捏着手中的1枚清瘟丹，眉头一皱。这清瘟丹丹壳裹着石髓骨卵，3日后蛊虫入髓，痛如刮骨。他们卖给富人的这些药丸虽然可以解除瘟疫，但却有了疑症，然后再针对疑症下药，借此不断剥削富人钱财。苏贤解释道：为什么要这样？洛青衣不解，既然有能力解除瘟疫，又为何要多此一举？苏贤没有回答，而是带着洛青衣来到了西市。相对于东市而言，西市这边简直惨不忍睹，浮尸遍地，与乱葬岗无异。我要去救他们。洛青衣不忍，救一人易，救一城人难。苏贤叹息一声，修真界弱肉强食，苏贤活了1000年，早已对这些见以为常。你刚才不是问我药王谷弟子为何要多此一举吗？洛青衣面露疑惑，随即便是看到苏贤以灵力化形，在空中写了一个才字。修行之路在于财法履地，才字居首，若是无才，谈何修行？苏贤解释道：那才又如何来呢？苏贤指了指丹阁。洛青衣似有所悟，所以想要救这一城人，唯有从根源解决问题。根源？洛青衣以后，苏贤又是指了指丹阁，真正的根源在这里。那我们怎么？去城主府。苏贤略微思索了一番，便有了决定。修真世界与凡人并不完全隔绝，所以普通人对于修行之道也会略有了解，不过一般都停留在炼气1、2层的水准。这清源城的城主龚学明曾有过机缘，有炼气9层的修为。此刻的城主府，仙长，这清源城4周瘟疫爆发已经1个月过去了，为何还是不见缓解？龚学明尽可能的放低姿态，亲自侦查递给坐在主位上的石雪峰。怎么，你怀疑我药王谷的手段？石雪峰眉头一挑，面露不满。他虽然在药王谷只是以外门弟子，但在这世俗城池，他就是帝王。不敢，药王谷的手段晚辈还是信得过的，只是想知道这场瘟疫究竟什么时候能过去。龚学明恭敬问道：多久结束？呵呵，那得看清源城的配合程度了。石雪峰抿了口茶，望了望自己空空如也的右手。龚学明会意，肉疼地取出一小袋灵石递到对方的手中。哼，城主大人也知道，这瘟病虽然可解，但关键在于其传播速度实在太快，加之不断有流民涌入。石雪峰轻笑一声解释道：真是没想到，堂堂药王谷为了敛财，竟然在世俗里作威作福，真是丢了修行之人的脸。谁？我看是谁在装神弄鬼，敢污蔑我药王谷，找死吗？石雪峰闻言直接站起身来，面色震怒。苏贤、洛青衣现身。哟，好俊俏的小娘子啊，这是看本仙劳累，特意来安抚本仙的吗？一见到洛青衣，石雪峰眼睛都直了，双目放光。洛青衣俏脸微寒，取出1枚清瘟丹，当场捏碎。好好的1枚救命丹药，里面非要加入石髓骨卵。药王谷的丹道还真是下作啊！什么？龚学明闻言当场直接干呕起来，因为这清瘟丹他也曾服用过，怪不得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浑身疼痛，没想到居然是药王谷搞的鬼。你说有石髓骨就有石髓骨，搞不好是你们自己加进去的，你们才是导致这场瘟病迟迟无法散去的真凶。龚城主还不速速带人拿下？石雪峰顿时明白了，两人是搞破坏来的，直接倒打一耙。哼，蛀虫一般的东西。苏贤一声冷哼，石雪峰顿时面色一变，感受到如山般的威压，扑通一声跪了下来。你！石雪峰面露恐惧，哪里还不知道自己是遇到了硬茬。大
大仙，还请救救小的，救救这清源城。龚学明跪求道。洛青衣将其扶起，放心好了，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解决城中瘟病，你且去让人抬一缸清水来。龚学明不明所以，依言照做。紧跟着洛青衣射来石雪峰的玉瓶，将其中清瘟丹尽数捏碎，以毒攻毒，将其中蛊虫尽数杀死，撒入水缸中，再以毒之法则调理。正所谓毒药不分家，毒性与药性相通，法则相通。身中瘟病者服之，城池各处撒之，瘟病可解。洛青衣解释道。龚学明看得一愣一愣的，真就这么简单？哈哈，哪里来的两个无知骗子，仗着有点实力就在这乱指挥，真以为这么简单就能够治好这场瘟病？这清瘟丹中的蛊虫虽然有害，但确实是解除这场瘟病的必须之物，你们直接将之杀死，这清瘟丹再无作用，更别说解除瘟病了。石雪峰大笑起来。哦，你就这么确定？苏贤感到好笑，一个筑基期的弟子哪里来的底气？就因为是药王谷的人？哼，仅凭这一缸撒了药渣的水能解除这样瘟病，要是成功了，我倒立吃屎。石雪峰冷笑不止。好，满足你。苏贤也不多做辩解，而是看向龚学明，面露不满，还不快去？别看洛青衣这一手看起来简单，但其中却运用到毒之法则第三重毒律复形的一些知识，需要先解析清瘟丹中的药理，再予以调和。这样的手法正是苏贤告诉洛青衣的。是。龚学明急忙应承下来，以这两位的实力，拍死自己都不过抬手的功夫，自然没必要戏弄自己，而且就算戏弄了自己也毫无办法。哼，现在求小爷我出手，或许还有挽救的办法，等晚了的话。尽管被镇压着在，石雪峰依旧显得很嚣张。话音未落，苏贤手中龙头杖轻点，石雪峰直接来了个狗吃屎，再也说不出话来。成了，这缸水，哦不，这神药终于成了，清源城有救了。没过多久，龚学明就回来了，喜极而泣。毕竟是一城之主，他不傻，找了城主府中染了瘟病的人，稍微试验了一番，便知道苏贤所言不虚。多谢大仙啊！龚学明直接跪服。不可能，明明只是一缸清水，扔了几颗清瘟丹，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作用？石雪峰满脸不可置信，这不仅仅是对他实力的挑战，更是对他认知的刺痛。随即他眼角瞥见了刚才水缸落下来的水渍，状若疯狂般爬了过去，像狗一般舔舐起水渍来。先是迷茫，随即便是震惊。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怎么会这样？难不成老师教我的都是错的？龚城主，城主府的茅房在哪个位置？苏贤随意问道。洛青衣轻笑，龚学明茫然，指个方向。闻言，龚学明下意识一指，随即便惊恐地看见石雪峰被一股莫名的力量抬起，朝着他指的方向扔了过去，伴随着轰的一声，砸了个倒栽葱。即便只是想象那等情形，都让人作呕。既然都立誓了，我可不得满足你。苏贤嗤笑一声，两位大仙，但有所求，小的我一定满足。龚学明很识相地认为，天上不会白白掉下馅饼，自然不会觉得苏贤与洛青衣会主动帮忙而无所求。限你6日内解决城内以及城外的瘟病，可有问题？苏贤严厉道。这……龚学明犹豫。苏贤不满，不是小的不愿意，而是大仙仅仅只是一缸水的话，洛青衣会意，大可多抬几缸水来，要多少有多少。好的。龚学明闻言大喜，看向苏贤，大仙放心，5日，哦不，3日，给我3日，我定还这城内城外一片净土。对了，大仙，若是不嫌弃的话，这些日子可以在我府上休息，如何？夫君，我想去街上帮忙。洛青衣请求道。苏贤点头，你只管完成我交代你的任务，剩下的不用你管。是。龚学明应下。叮，恭喜宿主提前完成清源城除瘟，开始发放奖励丁。恭喜宿主获得1年寿命。叮，恭喜宿主获得大道丹经。不得不说，龚学明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3日时间刚过，任务便是完成。苏贤表示很满意，只是这个大道丹经显然不是给自己的，因为自己对于这方面根本不感兴趣。苏贤心中一动，翻开了第1页内容：毒为攻，一为守，丹为调和，三者同源共生，方得大道圆满。苏贤微不可察地点了点头，说的还挺有道理。夫君，眼看清源城的情况已经完全控制住了，洛青衣终于出了一口气，面色犹豫了起来。你说天生毒体，难道就一定没法悬壶济世吗？依，你觉得所谓的悬壶济世靠的是什么？是什么医道圣体？家财万贯，还是医者本心呢？苏贤反问道。洛青衣有些茫然。喏，给你的。说着，苏贤取出大道丹经，递给洛青衣。这是
洛青衣接了过来，只一眼便是再也离不开。毒道、医道、丹道，何必一定要分得那么清楚呢？以毒入药，以医御毒，以丹化境，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借此成就毒医圣体，掌生死轮回，握因果逆转，位列丹道之巅。就这么一瞬间，洛青衣豁然开朗，感觉自己似乎找到了人生的方向。夫君，谢谢你。洛青衣双眸感动，紧紧地将苏贤抱了起来。叮，检测到真命天女洛青衣忠诚度达到 90%， 奖励宿主寿命8年。舒坦。苏贤感觉心情畅快。哼，就是你们这对狗男女坏我药王谷的好事儿。突然之间，阴风骤起，7道药王谷云纹旗刺破暮色。石雪峰脚踏腐狮鹫立于半空，掌心悬浮的温煞罗盘幽蓝光芒闪烁。敢和我药王谷作对，今日必将尔等炼成尸魁。怎么？是那日屎没吃够吗？苏贤沈笑。药王谷其他人闻言皆是面面相觑，没听说这档子事儿啊，听起来很刺激的样子。找死！当日在城内不好动手，今日我药王谷妻子在此，定要报当日之辱。石雪峰虽然说的义愤填膺，但听在他的同伴耳朵里却是另一回事了。我去，这事儿还真有啊！哼，没想到当日你吃饱喝足后，如今说起话来都是满嘴喷粪。若是我所料不错的话，清源城内的瘟病是你们散播的吧？苏贤目露冷厉之色。啊，你怎么知？闭嘴！有药王谷弟子惊讶，话还没有说完，便是被石雪峰打断。看来今日是留你们不得了。石雪峰杀意盎然。是你们？听到对方承认了清源城内的瘟疫是他们的手笔，洛青衣双眸冰寒，周身墨绿色毒气弥漫。夫君，你不用插手，交给我。苏贤点头，第一次见到洛青衣如此认真的样子。毒，在我们药王谷面前玩毒，你是有多天真？石雪峰差点笑翻了。洛青衣不语，冷着脸赤足踏着毒雾凝成的莲台，发间毒金簪映得月华失色。不过药王谷的狗而已。话音一落，墨绿色毒气向着石雪峰等人席卷而去。石雪峰骇然发觉灵力滞涩，慌忙捏碎怀中的瘟神符，瘟神降临。符中窜出的百丈毒蛟尚未成型，便被洛青衣指尖幽蝶穿透7寸。拿活人养出的瘟煞也配称神。毒蛟凄厉哀嚎间爆成血雾，每一滴都精准倒射回施术者体内。怎么可能？这是什么毒？石雪峰双眸圆瞪，他所蕴养的瘟煞按理说百毒不侵才对，怎么才一个照面而已就被对方给灭了？石雪峰顿时意识到自己小看了对方。劫七煞焚天阵，7人咬破舌尖布下血阵，地面腐尸如牵线木偶般立起。洛青衣却嗤笑跃入阵眼，毒破元婴幻化的碧玉娃娃抱着阵书啃噬。你们把这些流民炼成尸魁时，可曾想过今日自己之下场？阵纹寸寸崩裂，反噬的煞气将7人衣袍腐蚀成缕。石雪峰祭出本命法宝万温幡，幡中上千瘟魂尚未扑出，就见洛青衣发簪轻晃，毒雾化作滔天巨浪。这招该叫还魂焰。浪涛中浮现出被他们害死的万千冤魂，瘟魂反被是咬得支离破碎。尔等可知稀世王婆婆的孙儿被你们试药时肠穿肚烂的惨状。洛青衣足尖碾碎石雪峰右臂，毒雾灌入其经脉，他疼得咬断舌头时，你们还在数零时。这些都是这些天来洛青衣的亲眼所见，久久难以忘怀。凄厉哀嚎中，其余6人丹田相继爆开，化作血雾。石雪峰挣扎着捏碎传送玉符，却见洛青衣毒金簪射入虚空。百里外药王谷皆因法阵轰然炸裂，簪尖挑着枚血淋淋的温骨摔在他脸上，毒雾将其瞬间包裹，紧跟着石雪峰便在惨叫声中生机全无。苏贤见状，枯手一扬，赤色火焰腾起，瞬间将场上的尸体焚烧殆尽。走吧。苏贤轻声问道。洛青衣点头。夫君，你说为何人与人之间总要打打杀杀，和平相处不好吗？洛青衣疑惑。苏贤叹道，因为人心各异，大道为己。此间事了，苏贤带着洛青衣赶往离火山脉，想要接叶清雪一起回天道宗。真是想知道姐姐会是什么样的天仙人物。一路上听了苏贤对叶清雪的介绍，洛青衣颇为好奇道，哦，你不会心里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吗？苏贤尝试问道。不舒服？不会啊。为什么会有不舒服的感觉？能够有一个好姐姐陪我一起照顾夫君，我觉得很热闹，很开心啊。洛青衣对苏贤的问题有些奇怪。苏贤讪讪一笑，看来是自己过去的思想太过于保守了。这个世界，实力才是硬道理，只要自己够硬，就能够为所欲为。见到离火老祖后，询问之下才知道叶清雪仍在闭关，估摸着这次涅槃还有1个月的时间。好在有离火老祖亲自守护，苏贤倒也放心。那我们先回天道宗，有些事情得着手处理一番了。苏贤冷笑，
告别了离火老祖，带着洛青衣直接传送回天道宗。来到无为峰，苏贤面色震动，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来错地方了。自从自己寿元将近，无为峰的人是走的走散的散，一度不足100人。可是今日回来，怎么这数量估摸着得有上千人？苏贤急忙叫来堂主高达，也是无为峰大小杂事的主要负责人。本来无为峰的堂主有5位，不过在苏贤失势之后，只剩下这一位了。峰主，高达见到苏贤回来吃了一惊，您回来了。夫君，洛青衣稍微有些紧张地抱了抱苏贤的手臂。主母，高达眼力不错，连忙向着洛青衣行礼，心里却在嘀咕着，怎么和自己知道的那位不一样？难不成出去一趟，峰主又换了位主母？难怪峰主看起来都变年轻了。不用多礼。高达这一拜倒是把洛青衣搞得有些不知所措了。好了，说吧，我离开的这段时间里，无为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高达闻言笑着回答道：峰主，你是不知道，自从清雪主母……话还没说完，高达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看了眼洛青衣，又看了眼苏贤。说你的。苏贤没好气道：嘿嘿，这不是清雪主母宗门大比获得第一，为我无为峰尝了一大波脸，许多年轻弟子都争着抢着加入我无为峰，就连之前那些出走的堂主、教习、弟子们都想回来。您是不知道我当时那个爽劲儿啊！哼，愣是没让他们回来。既然选择离开无为峰，那就永远别想再进。看着他们那懊恼后悔的样子，我心里可开心坏了。再后来，我挑了几个值得信任的有资历的老人帮我做事，选了好些个优秀资质的弟子加入无为峰。高达笑得很开心。当初无为峰衰落，众人出走的时候，别说他心里有多憋屈了，但如今这一切都值了。峰主，您不会怪我自作主张吧？高达小心问道。虽然他清楚自家峰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凡事还是得心怀敬意。你做得很好，苏贤夸赞道。以后这无为峰的大小事务还是你来处理，解决不了的再通知我。另外，峰内职务的安排你看着弄就行。苏贤相当于让高达大权独揽，自己当起了甩手掌柜。遵命，峰主。高达振奋，转而又是面露忧色，小心翼翼地问道：峰主，那您的寿命？放心，死不了。苏贤给了高达一个放心的眼神。太好了！高达惊喜。就在这时，一辆云辇自天际而来，直辇向无为峰。来者不善。苏贤眼神一眯，这人显然是一直在盯着无为峰的情况，自己这前脚刚回不久，后脚就找上门来了。苏峰主，好久不见，真是越来越威风了啊！星河峰峰主韩天星玄色新闻袍猎猎作响，面色不善，倒是比不得某些人。老夫这前脚刚回峰内，某些人狗鼻子就灵得很，循着味儿跟了过来。苏贤毫不客气道：你！韩天星怒哼，苏峰主如今年老体衰，峰内还收有如此之多的弟子，就不怕吃饱了撑着，管理不过来。苏贤心中明悟，原来是为了这事儿，只不过想站在老子头上拉屎，你也配？怎么，老祖我做事还需要跟你汇报不成？你以为你是天道宗掌门？苏贤反问，将韩天星气得不轻。苏贤，你不要太霸道了。韩天星怒道，周身星辰光芒涌动。霸道？你年纪也不小了，这些年都活到狗身上去了吗？自己封的弟子都管不好，手还伸到我这里来了。苏贤怒喝，滚！话音一落，灵力化作冲击波，直接将韩天星荡飞。怎么可能？韩天星吃了一惊，就算自己刚刚大意了，但好歹也是个化神境，加之又比苏贤年轻，正值实力巅峰，怎么会如此轻易就吃了个暗亏？怎么还要我骑你不成？苏贤不给对方思索的机会，龙头杖随着脚步轻点虚空，步步紧逼。韩天星眼眸忌惮，恨恨地看了一眼苏贤，不敢发作，只得灰溜溜地离开了。哼，在我面前也敢装起来了。苏贤冷哼，峰主大人威武，苏老祖威武。本来无为峰众人被韩天星这一出压得喘不过气来，苏贤这一反击顿时让众人长出了一口气，简直畅快。很快，苏贤回归无为峰，惊退韩天星的事情就传了出去。当然，跟着传出去的还有一则八卦，苏老祖又带了一位绝色女子回归，疑似是老树开花，再立道侣。此刻，翠竹峰，气死我了！这个苏贤，没想到竟然会如此嚣张。若不是不想事情闹大，他又是个老家伙，我非得好好教训他一番。韩天星与林无涯相对而坐，一脸怒容。天星兄莫要生气，为了一个老家伙不值当。林无涯连忙递过去一杯酒，面露歉意，想来这倒是我的不是了。这段时间星河峰招收弟子不顺，我看无为峰日渐红火，想着苏贤年老肯定管不过来，便出了这么个主意，谁想让天星兄受气了？自罚一杯，自罚一杯啊！哎，这是哪里的话？无涯兄也是为我着想，谁成想这苏贤如此不知好歹。
韩天星连忙举杯陪饮。只是我倒很是奇怪，这苏贤虽说是化神期境界，但毕竟年老体衰，居然能够挡下天星兄的威势。林无涯奇怪道：我也跟你一样纳闷了，看起来似乎是传言有假啊。这个苏贤定然是藏拙了。韩天星自饮一杯，纳闷道：啧，一个活了近千年的化神期修士，简直闻所未闻啊！哈哈哈。林无涯打了个哈哈，算了，今日你我兄弟只管吃酒，不管其他不开心的事情。说的也是，干！韩天星举杯对酌，眼神深处却有光芒闪烁。待到两人生出醉意，林无涯亲自送离了韩天星，回到了洞府。紧跟着一道黑影在墙角浮现，林无涯立刻酒醒，再无丝毫醉意。东西到手了吗？黑影问道。林无涯面露恭谨之色，尚且没有结果。如果真的有的话，恐怕被苏贤随身带着在。哼，这么久了就查出这么点东西吗？黑影不满。林无涯不敢发作，疑惑道：确定那东西一定在苏贤的身上，要不然呢？你见过哪个化神期寿命超过1000年的？如果不是那件东西的碎片，怎么可能违背天道？黑影肯定道：那我直接动手。林无涯询问道：你且不动，寻找机会。实在不行，谷主另有安排，不日将会派人前往天道宗，到时候会与你接洽，彼此相互配合才更为妥当。黑影安排道：是。无为峰主峰后山是苏贤休息的地方，有一池灵泉颇受苏贤喜爱，闲来无事会放松一番。此刻灵泉腾起袅袅雾气，洛青衣攥着素纱玉袍的指尖发白，他盯着泉边那株随呼吸明灭的月见草，仿佛能在花瓣上钉出个传送阵来。这泉眼引的是地心火髓。苏贤的声音混着衣带滑落的素响：你体内九幽毒魄若躁动的话，可以，我来帮夫君擦背。话出口的刹那，洛青衣恨不能跳进泉眼。他垂眸盯着自己的月白裙角，听着身后入水的涟漪声，耳尖红的快要滴出血来。苏贤低笑着的水面星纹荡漾：不用勉强自己，我独自一人躺一会儿便好。这段时间一直奔波在外，趁着这次回来泡个灵泉，让苏贤大感舒服，心神放松。洛青衣咬牙转身，雾霭间若隐若现的脊背让他呼吸一滞。苏贤枯瘦的脊背在雾气中若隐若现，苍白的皮肤下浮着淡青血管，肩胛骨嶙峋如江折的鹤翅。洛青衣慌忙背过身，木瓢磕在青石上发出脆响。我给夫君添些药草。话音刚落，洛青衣一个不小心，指尖抖落的温灵草洒了满池，他蹲下身去捞，当心滑！苍老的手掌突然扶住他手肘，洛青衣踉跄着跌坐在池边。苏贤松垮的衣襟半场，洛青衣慌乱间抓起浴巾按上去，却被苏贤肋下凸起的骨头硌了下，掌心雾气愈发浓重。洛青衣摸索着去拿皂搅和，却碰到苏贤浸在水中的白发，他触电般缩回手，皂盒扑通沉入池底，正要俯身去捞，却被苏贤按住肩头。我自己。枯瘦的手掌与纤秀的指尖在水下相触，两人同时僵住。洛青衣慌乱起身时踩到湿滑的青苔，整个人栽向温泉。苏贤伸手去拦，却被带着跌进池中，松松挽着的白发散落满肩。对不起，夫君。洛青衣呛着水挣扎起身，湿透的衣裙紧贴在身上。无妨。苏贤握住他发抖的手腕，将跌落的簪子插回他松散的发髻，他指腹擦过他耳垂时带落一滴温热的池水。洛青衣忽然瞥见岸边竹篮里的药酒，连忙上岸取来倒进掌心搓热。当他颤抖着抚上苏贤的肩头时，老人松弛的肌肉在他掌心轻颤，像是枯枝上最后一片将落的秋叶。依依，见到我这副样子害怕吗？苏贤随意问道。洛青衣犹豫了下，回道：初见是有些害怕的，但是习惯了就好了。苏贤笑了笑，不置可否。刚魂穿到这副躯体的时候，苏贤自己都是绝望的，曾一度想毁掉自己，直到接受现实。如今枯瘦苍老的躯体虽然没有变化，但是随着玄甲丹、真实之眼、木发剑丸等道具的出现，让他看到了摆脱这具苍老躯体的希望。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好了，搓背吧。苏贤柔声道，并不急于采摘眼前的水蜜桃。洛青衣和叶清雪的情况不太相同，与叶清雪之间可以说是一个意外，是苏贤临死前的心愿，又或者说是不甘。等到生米煮成熟饭之后，一切便又水到渠成，与叶清雪的感情发展十分迅速。苏贤也乐得与叶清雪共同修炼。但洛青衣不一样，苏贤现在并不缺乏寿命，不急于通过阴阳同修来获取更多的奖励，反而十分享受现如今的状态。对待洛青衣就像对待自己的初恋一般，让苏贤不由得想起曾经在夕阳下的奔跑，那是他逝去的青春。等了一会儿，还是不见有所动静，苏贤轻笑了一声，要不还是我自己来吧。他抬手去接帕子，苍老的手背不经意间擦过洛青衣的指尖。洛青衣触电般缩回手，耳尖烧得通红，说好要伺候夫君的。
最后2个字轻得像全面扬开的涟漪。言罢，洛青衣平复了心情，跪坐在暖浴阶上，绸帕进了热水贴上苏贤微驼的脊背，隔着帕子仍能触到松弛的肌理，水珠顺着他的肩胛滑落，流过那道横贯背脊的旧疤。洛青衣指尖发颤，绸帕沿着疤痕游走时，突然被他缚住手背。这道伤应该是300年前所留。苏贤的声音混着水汽氤氲，当年那场战斗激烈的啊！他抬手比划，水珠溅在少女的锁骨处，顺着丰盈的曲线滑入衣襟。洛青衣慌忙去擦，雾气朦胧间，她月白如裙，此前已被浸透，此刻贴着肌肤，透出阴色抹胸的轮廓。苏贤未有所觉，依旧在诉说着自己的过去，不知是说给洛青衣听，还是想让自己记住。画一面吧。后背搓得差不多的时候，苏贤转过身来，面色不由得一怔。此刻的洛青衣月白如裙完全湿透，绝美的脸庞尚不知是汗珠还是水珠凝聚，看起来颇为诱人。夫君，见到苏贤如此炽热的目光，洛青衣虽未经人事，但也略知一二，心中慌乱，心跳剧烈。继续吧。苏贤没有多说什么，闭上眼睛，没有给洛青衣压力。洛青衣这才感觉平静了些，带着热水的绸帕膜擦着苏贤的前胸，随着身体的晃动，少女散落的湿发总会调皮地抚过苏贤的皮肤，让苏贤不由得心里痒痒的，甚至一度想在这里就修炼九幽合璧诀，不过最终还是忍了下来。夫君，前胸搓完了。洛青衣红着脸提醒道，状态比之前已然好了许多。好，下去吧。苏贤说道。可是还没有搓完，不知道是不是被雾气给熏的，洛青衣脸色越发红了。说完之后，连他自己都感觉脑子有些懵，自己在说什么？上面已经搓结束了，继续搓下去的话就是喝。你确定吗？苏贤轻笑一声，如果夫君需要的话，依依可以。洛青衣故作镇定，那我起来了。话音一落，苏贤体内灵力微微一震，惊起一汪泉水，佯装起身。啊！洛青衣被苏贤这一举动吓了一跳，羞红着脸就跑了出去。呵呵，这小丫头。苏贤哑然失笑，没想到还挺好玩的。牙哥，你找我？瑶妹，我有件好东西给你。翠竹峰，林无涯招来林瑶，神秘一笑。什么东西？林瑶闻言眼神一亮。林无涯故意卖了个关子，你想不想找叶清雪报仇，证明自己？林瑶闻言眼神陡然冷冽下来，恨恨道，想，当然想。自从输给那个丑婢，我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向他复仇，将他踩在脚下，向天道宗证明我才是年轻一代的最强者。宗门大比一战，林瑶不仅败给了叶清雪，就连声名也是一落千丈，终日躲在翠竹峰内闭关，只为突破下一个境界，再度挑战叶清雪。至于声名，在修真者的世界，实力为尊，只要自己足够强，将叶清雪踩在脚下，就不会有人质疑自己，宗门也会站在自己这边，倾尽资源培养自己。见到林瑶的模样，林无涯满意笑道，你看这是什么？话音一落，林无涯取出一个千年寒玉雕成的丹匣开启，刹那间36道双纹自匣底蔓延，瞬间将方圆10丈的地面凝成冰镜。林瑶玄阴圣体自发运转，鬓角却仍结出细碎冰晶，面色震动。这是他虽然不认识这枚丹药，但能够感觉到这枚丹药对于自己的玄阴圣体大有裨益。6阶极品丹药，寒溪冰魄丹。林无涯笑道，此丹取北冥万丈下的玄魄为引，辅以300载血魄灵芝，最适合你的玄阴圣体。林瑶凝视着丹体上那3圈丹纹，呼吸不自觉屏住。这是给我的？林瑶简直不敢相信。要不然呢？林无涯笑着反问道，唯有你才能真正配得上这枚丹药，我相信以你的天赋，服下这枚丹药一定能够突破智化神境。而且这枚丹药还有一个特性，那就是抗火，等你将其完全炼化后，再收拾叶清雪，岂不是轻而易举？林瑶双手颤抖，折接过冰魄丹，又惊又喜，有此丹药在手，到时候镇压一个小小的叶清雪，还不是轻而易举？苏老不死的，你不是喜欢对我藏私吗？不是喜欢羞辱我吗？当我将你看中的女人踩在脚下的时候，你又会是怎样的一副表情？呵呵，瑶儿，丹药可以给你，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情。林无涯忽然道，别说一件事情，就是10件事情我也答应。林瑶爽快道，好，既然如此，到时候你帮我从苏贤身上取回一件东西。林无涯附耳道，就这件事情交给我好了。林瑶保证，嘿嘿，既然瑶儿今日心智高涨，那我就再提一件事情。言罢，林无涯目光肆无忌惮地将林瑶从头扫到尾。林瑶哪里还不知道林无涯的想法，俏脸一红，但凭牙哥吩咐。林无涯欣喜，附耳说了句话，林瑶红着脸微微点了点头，随即便是被林无涯按着脑袋跪了下去。伴随着衣服窸窣的声音，林无涯闭目享受，忍不住呻吟出声。
天道宗姻缘殿，苏贤牵着洛青衣射击而上时，晨雾里浮动的金粉落在他发间幽蓝毒金簪上，折射出星河流转的光晕。月华教萧景果的腰肢不过盈盈一握，行走时裙摆开叉处若隐若现的玉腿，修长笔直。晨光为他瓷白的肌肤镀上薄金，锁骨凹陷处缀着幽蓝毒魄凝成的蝶形坠饰，随呼吸起伏，14要振翅欲飞。美帝有些不真实，那女子是谁？好美啊！围观众人赞叹。有本来想要缔结道侣契约男子直接看愣了神，被一旁的女子揪着耳朵拉了回来，还不忍啐了口：“呸，狐狸精！”咦，他旁边的人不是苏老祖吗？今日他怎么又到姻缘殿来了？转而有人注意到了苏贤的存在，疑惑道：“等等，为什么是又呢？”那女子并不是清雪师姐，但却与清雪师姐难分上下，与苏老祖在一起，莫非苏老祖又娶妻了？有弟子惊呼出声：“苏老又从哪里找来的如此绝色女子？而且又要结为道侣，这是要逆天吗？有谁认识这位绝色仙子吗？”听说是苏老祖前2日带回来的，叫洛青衣。可恶啊，苏老祖竟有如此好运！不行，回头我也得下山寻求我的姻缘。有男弟子羡慕的眼睛都红了。于是乎，暗地里天道宗打压苏老贼男子团体再度为苏贤的恶行添上一笔。里程，随着苏贤与洛青衣道侣契约在玉牌上凝聚，姻缘殿殿主的声音带着颤，看向苏贤：“苏封主真是好福气啊，临近晚年，并蒂花开啊！”呵呵，多谢。虽然知道对方话语中多少带了醋意，但苏贤依旧很受用。不为其他，因为对方眼红的女子如今是自己的女人。叮，恭喜宿主与天女洛青衣缔结道侣契约，奖励新婚大礼包1份。耳边响起熟悉的祝贺音乐，烟花炮竹，苏贤甚是开心。夫君，谢谢你。回到无为峰，洛青衣幸福地依偎在苏贤的胸口。曾几何时，她还是人见人怕的毒女，是害死亲友、人生无望的毒物，今日竟然也有了自己的婚姻、自己的未来，而这一切都是苏贤给的。你我如今夫妻一体，不必见外。苏贤搂着洛青衣，安抚着其体内的颤抖。夫君，今日就让依依好好侍奉你吧。洛青衣脸色酡红，双手颤抖的想要为苏贤宽衣解带，不想却被一只苍老的手给制止。不着急。苏贤摇了摇头，跟你缔结道侣契约，并不是急于此事，而是想多给你一份安全感，让你在无为峰能够也有家的感觉。另外，这是宝库的钥匙，这些年论积蓄我还是有一些的，你和雪儿都有一枚，有什么需要的话自己尽管去取。尤其是你立志要走丹道的话，药材自然少不得，库房里的东西你随便用。有了这层正式主母的身份，以后在无为峰遇到什么困难，也可以随便提，过得更随意些。夫君。洛青衣闻言，泪眼汪汪，感动不已，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被一个人关心到如此地步。谢谢你，夫君。靠在苏贤枯瘦但有力的胸膛上，洛青衣口中喃喃：“童子打开新婚大礼包。”苏贤心念微动，收到。新婚大礼包打开。丁，恭喜宿主获得寿命10年。丁，恭喜宿主获得太虚炼天炉1个。丁，恭喜宿主天婚领域获得强化。丁，恭喜宿主获得木发剑丸2个。丁，恭喜宿主获得青年体验卡1张。一个新婚大礼包东西还真不少。苏贤惊喜，忍不住称赞起来：“童子干得不错。”叫爸爸。系统突然道：“苏贤。”苏贤一愣，这系统怎么感觉越来越欠揍了呢？哼，今天高兴，不跟你计较。苏贤冷哼一声，没有搭理系统，开始检查起这些奖励。太虚炼天炉乃是圣阶中品炼丹炉，苏贤没有炼丹这方面的需求，这道具显然是为洛青衣准备的。天婚领域强化，苏贤看了看技能面板，之前天婚领域每次开启的时候，时间流速比是 1.30 分，寿命损耗翻倍。强化过后，时间流速比是 1.60 分，寿命损耗依旧是翻1倍，保持不变，领域效果却越强了。至于木发剑丸，上一个系统发放的剑丸，苏贤已经填满了木气，无法再吸收了，结果约莫有1/10的白发转黑。只不过平日里苏贤都是用的幻形面具遮掩，他人难以发觉，也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关注和麻烦。算上这2枚，苏贤估计再来7枚，自己的白发就能够完全转黑，真是让人期待啊！来，今日你我结为道侣，为夫自然得送你些新婚礼物，这个丹炉你且收下。苏贤将太虚炼天炉取出，此炉名唤太虚炼天。苏贤掌心灵光闪烁，丹炉缩至9寸，悬浮于洛青衣面前。炉身通体如墨玉雕琢，却流转着星河般的光晕，其上雕刻有9条蛟龙。洛青衣指尖轻触炉耳，蛟龙浮雕突然活转，流转着磅礴的道韵。圣阶下品炼丹炉。洛青衣吃了一惊，小嘴张成了 O 型，良久才反应过来，这是送我的，太贵。
话还没有说完，就被苏贤给打断了。不是刚刚才说了吗？你我夫妻不分彼此，这炼丹炉与我无用，在你手中配合大道丹经，才能够真正发挥出其意义。谢夫君。眼看苏贤就要发怒，洛青衣欣喜收下，当场滴血认主，心中明悟，直接以灵力催动，丹炉内立即有太阳火精产生，操作起来得心应手，如臂驱使。接下来的日子也算平静，苏贤一心催动木发剑丸，吸收白发上的木气。定，检测到叶清雪正在修炼中，同步返还双倍修为和火之法则感悟。定，检测到洛青衣正在修炼中，同步返还双倍修为和毒之法则感悟。定，检测到洛青衣正在修炼大道丹经，同步返还双倍丹道感悟。耳边每隔一段时间，苏贤就能够听到系统双倍返还的提醒。除了修为、火之法则、毒之法则外，最让苏贤意外的就是这个丹道感悟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连这玩意儿也能够同步返还，一道道炼丹感悟汇聚于自己的脑海。虽然从未亲手操作过，但苏贤感觉自己仿若真的成了一个专业炼药师了一般。与丹药的品阶类似，炼药师意图的品阶根据能够炼成的丹药品质划分，从低到高分为1到9阶。洛青衣天生毒体，但一心向医，早年也曾钻研过炼丹术，加之毒理与丹道皆可归于药理，所以洛青衣在炼丹一路上可以说是进步神速。苏贤心念一动，打开洛青衣的面板，真命天女。洛青衣，忠诚度 94%， 境界元婴中期，体质9幽冥毒体，忠诚，感悟毒之法则第2种，大成，毒能流转，炼丹师品阶3阶。苏贤满意的点了点头，又打开了自己的面板。宿主苏贤，寿命1055年，境界炼虚中期，体质废体，感悟火之法则第6种，混沌神火，大成，毒之法则第3种，毒律复形，大成，炼丹师品阶4阶。苏贤心中对此颇为满意。叶清雪，你给我出来！就在这时，屋外忽然传来一道娇喝声。苏贤眉头一皱，面色不耐，他怎么来了？不是别人，正是灵瑶。此刻的灵瑶立于无为峰上空，一身冰蓝色衣裙，俏脸微寒，周身不时有寒气飘动，显然是体内元力激荡所致。你来做什么？苏贤飞至半空，不满道：今日乃是我与叶清雪之间的恩怨，特意来挑战叶清雪，苏峰主应当不会阻拦吧？灵瑶面色恭谨道。事到如今，他也认清楚了自己和苏贤之间已经不再有半分情谊，以前对付苏贤的那一套显然不再管用。至于对叶清雪的态度，如今叶清雪人气正高，当着众人的面，他自然不会再一口一个丑婢自降身份。挑战？苏贤微微有些意外，直接开启真实之眼。化神初期，这灵瑶竟然也精进如此之快，只不过似乎是通过丹药速成的，加之略显匆忙，修为并不十分稳固，而且还有一个巨大的隐患。不错，宗门弟子之间的挑战，苏峰主作为宗门内长辈，应该不会不知道吧？灵瑶早有应对。天道宗为了提高宗门弟子之间的积极性，除了宗门大比这种活动之外，宗门弟子平日里也可以彼此切磋比斗，只要双方同意，甚至可以前往宗门的武斗台，由行堂长老见证。呵呵，你不是雪儿的对手，莫要自取其辱。苏贤直言，就算对方刚突破到化神期，那也只是初期。叶清雪早在半月前便突破至化神期，更是蜕变为混沌黄体，与灵瑶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哼，不可能，我如今修炼有成，不可能斗不过他。我看你是怕他战败，故意不敢应战吧？灵瑶愠怒，无理取闹。苏贤无语，懒得搭理对方。既然苏峰主如此有自信，你我打个赌可好？灵瑶话锋一转，打赌？苏贤感到有些意外，这灵瑶今日似乎是另有所图啊。你想打什么赌？苏贤问道。就赌苏峰主身上的一件东西。灵瑶早有准备。什么东西？苏贤疑惑。灵瑶盯着苏贤的眼睛，一只青铜酒杯。苏贤面色猛然一变。灵瑶看在眼里，心中一动，果然有。你怎么知道我手里有这件东西？苏贤的眸子里闪烁着危险的目光。有那么一瞬间，灵瑶感觉自己内心如火一般在灼烧，就像要被焚为灰烬一般。好在这种感觉一闪而逝，没有过多停留。哼，好歹咱俩也算做了多年的道侣，知道你的一些小秘密，不过分吧？灵瑶心里有些突突的，不知道苏贤会不会拒绝，又加了把劲儿。我输了的话，任凭你处置。当然，你若是怕叶清雪输的话，那就当我没说。但以后叶清雪见到我，必须得躲着走，否则保不准我会冲动出手。你还真是自负啊！苏贤冷笑，虽然我很想答应你，让你不要再来烦我，但很可惜，雪儿现如今确实不在无为峰内。灵瑶不信，呵呵，借口谁还不会找呢？苏贤不耐，
就要发怒，洛青衣凌空飞来，衣裙飘飘，宛若仙子。我夫君没有找借口，如今清雪姐姐确实不在无为峰内。洛青衣眼神不满地看向林瑶。关于林瑶的事情，他通过苏贤以及日常与无为峰弟子谈话当中多少了解到一些，心中很是愤怒。明明夫君对这位叫林瑶的女子掏心掏肺，到最后迎来的却是背叛和折辱。你是谁？林瑶先是一怔，注意到眼前女子样貌身段比自己还要出众，面色微微一凝，为什么喊苏贤夫君？哼，依依是我的道侣，自然可以喊我夫君。苏贤瞥了林瑶一眼。什么？你这才多久？你居然背着我又找了别的女人？林瑶感觉心中有一股无名业火要爆发。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苏贤冷笑。首先，你我之间早已经没了关系，所以我找谁跟你一个铜板的关系都没有。其次，我和依依是去姻缘殿正式缔结的道侣契约，堂堂正正在一起的。堂正。林瑶愠怒，却发现自己确实没有资格管苏贤的事。好得很啊。夫君，依依可以带清雪姐姐参加。洛青衣脸色认真，想要替苏贤出这口气。话音一落，苏贤与林瑶皆是吃了一惊。呵呵，一个刚入门的小丫头居然也敢挑战我，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林瑶怒极反笑，讥诮地看向洛青衣。你若是不怕死，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依依，你不必如此。苏贤摇头，觉得这是场没有意义的争斗。夫君，我是你的女人，我可以的。洛青衣没有退缩，看向林瑶，战意盎然。况且谁胜谁负尚未可知。苏贤盯着洛青衣的神情，看到对方眼中的坚持，最终点了点头。洛青衣对付林瑶，说实话，苏贤并不担心。要知道，洛青衣天生九幽冥毒体，刚遇到的时候，即便是自己都得避其锋芒。如今通过九幽冥毒丹成功控制体内剧毒，平日里更是将系统送的那些个毒丹当零嘴儿，毒功可谓一日千里，再退1万步说，即便洛青衣真的败了，那也没什么，一个无用的青铜圣杯罢了，哪里有洛青衣重要？关键是洛青衣的心意。好，苏贤点头，低头在洛青衣耳边说了2句，感受到熟悉而又温热的气息拂过耳边，洛青衣忍不住低下脑袋，面色泛红，但还是认真的点了点头。哼，看我不好好教训你一番。林瑶心中怒哼，直奔武斗场而去。林瑶与洛青衣在武斗场的赌斗很快就传开了，没想到沉寂多日后，林瑶竟然再次露面，而且这一露面就是在武斗场上。只是这个洛青衣究竟又是何许人也？众人不明了，但毕竟有好事者传播，所以很快众人便是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这等赌斗，最终连江青、柳烟、秦烈、陆明月等人都是招了过来。江青，没想到连你也过来了。3大天骄来到武斗台，秦烈率先打了个招呼。这个林瑶在宗门大比上虽然没取得什么名次，但我听说最近极有可能突破到了化神境，着实让人震惊。江青面色凝重，确实，若是我记得不错的话，林瑶宗门大比前才刚刚突破元婴境吧，没想到短短时间竟然精进得如此之快。柳烟同样惊叹，哼，个人有各自的缘法，我等几人虽未入化神，但不都触摸到了那一层次，进入化神不过时间的问题罢了。秦烈自信，其余3人闻言皆是自信点头，他们都是门内天骄，有着属于自己的骄傲。只是这洛青衣究竟又是什么来头？陆明月问道。据说是苏老祖从外面带回来的道侣，跟叶清雪一样，也是无为峰的弟子。眼看叶清雪不在宗门内，便代替其出战。柳烟解释道：这苏老祖不是不久前才娶了叶清雪做道侣，怎地这么快？陆明月声音渐小，其余人闻言皆是面露异色。不过苏贤毕竟是一峰之主，又岂是他们这些小辈可以妄议的？很快，洛青衣登场，绝美的面庞配合上匀称优美的身材，立刻引来一批男弟子的惊呼。苏老祖还真是好艳福啊！秦烈嘀咕了一声，有些不满道：赌斗已成，我为裁判，对决无规则，投降或者失去战斗能力则为输。注意，不得故意伤害他人性命，否则将有刑法人员介入。刑法长老柯元清提醒：若无异议，有请对战双方入场。话音一落，洛青衣与林瑶皆是飘然入场。苏贤、林无涯2人对看了一眼，又是将目光投向武斗台。哼，既然你想帮叶清雪出这个头，那就要有受辱的觉悟，我可不会手下留情。林瑶声音冷冽，话音一落，周身寒气涌动。同样的话还给你。洛青衣针锋相对。很好。武斗台的青玉地面泛起霜纹，林瑶咬牙怒视洛青衣，化神期的威压如冰川倾轧，震得结界光幕涟漪阵阵。洛青衣发尖毒，金簪嗡鸣，幽兰毒魄凝成薄纱附体，月华胶萧裙百无风自动，在冰寒凌压下绽开朵朵毒莲。不过元婴中期也敢在我面前嚣张，
给我跪下！林瑶并指虚暗，虚空凝出百丈冰掌，掌纹间流转的寒煞冻结灵气。洛青衣足下青玉竟生出冰晶级缠向脚踝，毒破金丝自群居炸开，冰极处及幽兰毒雾的刹那，化作腥臭黑水渗入砖缝。居然是毒！众人见到洛青衣的攻击手段居然是毒，皆是面色一惊。一来是以毒为攻击手段，古来少有；二来则是善用毒者，阴险狡诈者居多。怎么看洛青衣都不像这类人，很难想象一个面容清纯靓丽的少女，居然会以毒作为攻击手段。师姐的冰不够纯，看来是心中杂念太多了啊。洛青衣抬袖震碎残余冰渣，指尖捻着滴黑水轻笑，毒液在他掌心凝成冰冷模样，冷面倒映着林瑶陡然阴沉的脸。区区毒物，能突破我的寒冰再说。林瑶怒极反笑，化神威势全开，漫天冰锥如暴雨倾泻，每道尖锋都缠绕着崩裂空间的寒煞。洛青衣旋身甩出毒雾，雾中窜出9条碧鳞毒蛟，迎风暴长成百丈巨物，撕咬着冰锥吞入腹中。毒蛟鳞片被冰煞割裂的伤口处，溅出的毒血竟在半空凝成蛛网，悄然粘附在领域结界上。雕虫小技！林瑶掐诀引动本命冰魄，整座武斗台瞬间化作极寒炼狱。洛青衣发梢凝出冰晶，足下却绽开一圈幽蓝毒纹，那是他将侵入经脉的寒毒逼出体外，反手拍入地面的杀招。咔嚓，冰层突然崩裂，林瑶惊觉足底传来灼痛，低头见毒纹已腐蚀化神领域，幽蓝火苗顺着冰灵气逆流直冲元婴。他急掐清心诀，却露出致命破绽，右手指节因过度催动灵力，不受控的多颤3次。毒破金丝如嗅到血腥的纱裙，瞬息缠上林瑶手腕。洛青衣凌空点出7道毒芒，精准刺入他气海7处隐穴。每施斩击冰魄，师姐的悬殊穴会迟滞半息，看起来是气息不稳啊。这也正是对绝前苏贤附耳告诉洛青衣的。林瑶被压制了，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林瑶的气息开始紊乱，不管是因为毒的影响，还是自己身修为不足，看起来都落入了下风，要败了。师姐，你败了，认输吧。洛青衣云淡风轻，我不可能败，还没有结束。林瑶嘶吼，双月剑出，武斗台穹顶凝出9轮寒月。下一瞬，他七窍一血，竟在强行催动本命剑诀，化神期的灵力漩涡竟在身后显形皲裂，这是根基不稳的致命征兆。双耀寒天，剑锋所指，9轮寒月坠下万丈冰瀑，极寒剑气所过之处，连结界光幕都冻结出蛛网裂痕。观战席弟子惊恐后撤，几个躲避不及的修士须发瞬间挂满冰冷。洛青衣足下毒破金莲层层绽放，月华娇绡在狂风中猎猎作响。他竟迎着冰瀑逆冲而上，9幽冥毒体轻纹浮出肌肤，在心口凝成朵妖异的墨莲。第一道冰瀑触及发梢时，他咬破舌尖喷出本命毒血。赤幽蓝毒血遇冰成焰，冰瀑融成滔天毒浪。林瑶的双月剑发出悲鸣，剑身浮现的月纹被毒雾蚀出孔洞。他惊骇欲绝地发现自己与双月剑的心神联系正在溃散。师姐可知何为9幽？洛青衣踏着倒卷的毒浪逼近，发间毒金簪化作3000牛毛针，便是黄泉之水也需绕我而行。林瑶暴退间挥出7道冰墙，却见毒针穿透冰层时分裂增值，每根毒针尾部都拖着幽蓝焰尾，在虚空织成张遮天毒网。双月剑的寒月领域被毒焰侵蚀，竟反向抽取他体内灵力。不可能！林瑶呕出带冰渣的血，发狠捏碎3根手指。血祭之术激发的潜能让他短暂重回化神威势，双月剑化作百丈冰螭，直刺洛青衣眉心。等的就是此刻。洛青衣唇角勾起冷冽弧度，竟主动向其撞去。在观战席的惊呼声中，他心口墨莲骤然绽放，9幽冥毒体最核心的本源毒魄喷薄而出。冰螭触及毒物的刹那，林瑶突然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那些被毒魄侵染的灵力正沿着本命剑的联系倒灌回他的元婴。双月剑当空崩碎，林瑶浑身经脉爆起幽蓝毒纹，再难有一战之力。林瑶败了，洛青衣胜。随着裁判长老话音一落，全场震动。太厉害了吧，以元婴期对战化神期居然还胜了。有弟子发愣，从来没有想过以毒为利器，竟然也能够正面硬刚，太帅了。天哪，吴为峰这是要彻底崛起了吗？先是叶清雪，后是洛青衣。青衣师姐，你就是我的偶像。有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这2期女子都是苏贤的道侣。可恶啊，苏老贼，我与你势不两立。当然后面一句话，众人也只敢在心里说出来。你们怎么看？江青面露震撼。能怎么看？站好看呗。秦烈翻了个白眼，这太让人受打击了。设身处地来看，我不是洛青衣的对手，我连林瑶都不是对手。柳依儿面色凝重，感受到莫大的压力。陆明月更是俏脸严肃，
本来在宗门大比上他就不是林瑶对手，如今林瑶晋升化神，他还在元婴期，自然更不是对手，在与洛青衣相比，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眼看林瑶落败，林无涯眼神阴寒，甩袖离开。苏贤则是面带微笑走上武斗台，在众人机遇喷火的目光中牵着洛青衣的小手。干得不错。苏贤点了点洛青衣的琼鼻，夸赞道：夫君谬赞了。眼看苏贤与洛青衣之间的甜蜜互动，尽管一老一少这等景象有些不协调，但众男弟子皆是心中滴血。太可恨了！人生最高兴的事情便是认识了一位女神，而最痛苦的事情便是刚认识的女神被一头老牛给啃了。武斗台一战，洛青衣出名了，吴为峰出名了，苏贤也跟着出名了。只不过苏贤出的却是骂名，当然这只能在背地里流传。然而还没等天道宗众人从这场赌斗带来的震惊中缓过神来呢，有一则重磅消息传来。1个月后，药王谷要与天道宗来一场友谊炼丹比赛，这可是大事件。北域势力按照实力划分，药王谷那就是一流，是顶流势力。而天道宗名字虽然很大气，但论实力的话，说实话，连个合体境都没有的宗门，最多也就算个3流宗门。虽然很是意外，这种先例并不是没有。药王谷追求丹道精进，为了带动整个修真界的炼丹发展，不时的也会与周边宗门切磋炼丹术。与3流宗门之间的切磋不是没有，但很少，而且大多数都是非核心弟子出谷交流。但即便是非核心弟子，也足以让这些3流势力震撼其炼药术之精湛。消息一经传出，整个天道宗上下沸腾，尤其是丹霞峰。作为天道宗的炼丹主峰，为了迎接这次药王谷炼丹切磋，丹霞峰可以说是全力而为，给峰内弟子安排集训，加强炼丹造诣。不仅如此，天道宗也是大力支持，其瀚海更是大手一挥，直接将平日发放给丹霞峰的资源翻了3倍，药材之类更是优先提供，当然也仅限这1月内。而丹霞峰除了给峰内弟子开小灶外，也大力开始向其他峰开放学习名额，一来是为了能够吸收更优秀的弟子，二来则是提升天道宗整体的炼丹氛围，不让宗门内炼丹意图丢脸。夫君，无为峰内，洛青衣躺在苏贤有些枯瘦的怀里，有些犹豫。你想去丹霞峰？苏贤笑问道。洛青衣轻声应了一声，但是夫君放心，我绝对不会在丹霞峰。话未说完便被苏贤直接打断，想去便去，不用顾虑那么多。天道宗各大峰之间虽说有一定的竞争关系，但关系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僵硬，更何况你夫君也不是什么顽固的人。说完，苏贤盯着洛青衣水润的朱唇，心中微微一动，低身附下。夫君。洛青衣有些害羞，但还是羞涩回应。很润很清新，点到为止。苏贤心情不错。丹霞峰的晨雾裹着药香，青玉丹炉在朝阳下流转紫气。洛青衣一袭白裙，身段优美，容貌出尘，寻了一处偏僻的位置听讲丹道。不多时便有男弟子前来搭讪。师妹是第一次来丹霞峰吧？我叫康开成，是丹霞峰内门弟子，2阶炼丹师。康开成颇为自豪道。你好，我叫洛青衣，是第一次来。洛青衣礼貌回了一礼。康开成闻言一愣，有些疑惑，这个名字似乎在哪里听过，但是很快他又被洛青衣的美貌所吸引。师妹若是在炼丹上有不明白的，可以随时问我。康开成笑道。那就谢谢师兄了。洛青衣淡淡一笑，康开成感觉仿若春风拂面，傻傻的笑了起来，忍不住问道，敢问师妹是哪座峰的弟子？如此美貌，也不知师兄我有没有机会。康开成还想继续发展下去，却忽然被同伴拉了回来。你想死啊？那可是无为峰峰主苏老祖的道侣。此话一出，康开成顿时想起来自己在哪里听到过了。原来眼前少女就是那个近期风头正盛的洛青衣。无论是苏贤道侣的名头，还是战圣化神期灵瑶，任何一个名头都不是自己一个小小结丹期弟子所能够招惹的啊！多有打扰，多有打扰。康开成冷汗直流，向同伴投去感激的眼神。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敬畏洛青衣，因为并非所有人都对洛青衣怀有别样的心思。接连应付了好几拨人的交谈，洛青衣看见主讲台上一位半大老者走了上来，正是丹霞峰的5阶炼丹师张子珍。今日我们主讲凝丹诀。话音一落，只见张子珍指尖控火树凝成的赤焰金莲悬浮半空，引得100余弟子屏息观摩。凝丹之要，手在驱杂，须以文武火交替淬炼。张子珍屈指轻弹，赤焰金莲在炉底绽开7重光晕，炉口溢出的青烟被弟子们嫌恶的驱散，唯洛青衣凝着烟迹，若有所思。长老恕罪。他忽而起身行礼，面露疑惑之色。弟子曾在一部丹经上看到，言青烟者，草木精魂所化，与方才所受火毒残渣之说似有相左。这显然是在质疑刚才张子珍所言，质疑一个5阶炼丹师的专业。下一瞬，有人嗤笑打断：
残本谬论也敢搬弄，这青烟灼人神识，分明是……话音未落，洛青衣已捧起被众人避之不及的药渣篓，篓中铁骨藤残渣触及洛青衣灵力之时，竟在众目睽睽下凝成清阙虚影。他引一缕长老炉中溢出的青烟注入阙会，那虚影霎时化作3枚银润丹丸，药香竟比主丹更清冽3分。经书中有记载，丹分阴阳。他将丹丸置于晨光中，丹体通透，可见其中流转的草木脉络。青烟属阴，若以丹阳火淬之，素手清阳。丹峰弟子腰间玉瓶纷纷震颤，100余粒废丹破瓶而出，在他掌心凝成阴阳于震众人惊觉往日爆裂的紫微天火，此刻竟温顺地缠绕他指尖，将废丹中抽离的青烟炼作甘霖。此乃阳火炼阴之法，如此手法，即便是我也会不曾掌握。你一个小女娃是从何学来的？张子珍瞳孔一缩，面色震动。曾遇一老者，偶学之。洛青衣回道：至于大道丹经，价值不可估量。苏贤曾告诫过洛青衣不可轻易示人，毕竟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麻烦能少些便少些。此等手法若无天赋，即便知晓也难以有所成。你有如此天赋，不知可愿入我丹霞峰，成为我亲传弟子。话音一落，全场震动。认识张子珍的皆是面露不可思议之色，一向不苟言笑，眼高于顶的张长老竟然主动收徒了，这什么情况？眼看张子珍长老主动收徒，众弟子皆是瞪大了眼睛，看向洛青衣，满脸羡慕。要知道，炼丹师和纯粹的修真者不同，在修真界地位颇重。这么说吧，论整体实力，丹霞峰在8大峰中排名第4，但论重要性的话，丹霞峰绝对是无可争议的第1。弟子已入无为峰，今日只是前来旁听。洛青衣婉言谢绝，被拒绝了。无论是张子珍还是众弟子，皆是一愣，这么好的机会居然放弃了，怎么想的？不过张子珍毕竟身份超然，心中虽然爱才，但自恃身份就没有再强求，继续讲课。接连几日下来，洛青衣感觉自己收获颇丰。毕竟大道丹经所言虽是丹道智理，但毕竟有些地方太过于晦涩难懂，唯有与他人所学相互印证，才能够内化为属于自己的东西。当然，这期间每有所获，洛青衣都会提出自己的见解，不少次都震惊到了张子珍，让其称赞不已。渐渐的，洛青衣虽然不是丹霞峰的弟子，却备受张子珍喜爱，特许被安排到了第1排听讲。每讲到一些要点的时候，都会看向洛青衣，若是少女脸上出现不解的神情，就会忍不住多讲2遍，这让共同前来听讲的弟子都有些嫉妒。这讲课不知什么时候似乎变成了洛青衣专场了，甚至为了洛青衣，张子珍长老还特意延长了讲课的时间。这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明明是一起前来听讲的，但洛青衣就进步神速，备受讲师喜爱，而他们却感觉怎么越听越像在听天书了。这日，张子珍取出一座丹炉，指尖捏着一株7叶冰破莲，声如洪钟。今日开炉演示炼制2阶玄霜凝神丹，须以冰火相济之法调和药性。他目光直看向前排的洛青衣，笑道：青衣，你来试试控火。殿内哗然。洛青衣虽说丹道天赋不错，但据众人所知，其入丹道时间尚短，加之看起来没什么炼丹经验，张子珍竟然点名由他来控火。丹霞峰内门弟子沉默，不由得冷笑一声，掌心凝出本命丹火，不满道张长老，此丹若废，冰破连100年难寻。火太灼了。洛青衣忽而开口，素手轻按炉身，发间毒金簪幽光流转，炉中躁动的冰焰竟被一缕九幽冥毒浸染，化作剔透的琉璃净火。张子珍瞳孔骤缩，那火中分明凝着毒纹，却将冰破莲的药性催发到极致。这几日的相处，张子珍对于洛青衣了解渐多，知道洛青衣擅长毒道，却没想到毒道境也可如此运用。凝，洛青衣袖中飞出3道墨绿光华，落入炉中，瞬间化为幽蓝雾霭。本该冲突的冰火双气在毒雾牵引下，竟如阴阳鱼般交融流转。炉壁内正纹骤然亮起，轰！丹炉巨震，炉盖被3彩丹霞掀飞，9道流光破空而起。张子珍手中侧丹玉简咔嚓裂开，颤声道：“2阶巅峰，堪比3阶丹药。”沉默手中本命丹鼎哐当坠地。他练了30年的3阶丹药，知道2阶丹药炼制虽然简单，但想将只有2阶前置的玄霜凝神丹炼成堪比3阶的效果，该有多么困难。更令他骇然的是，空中盘旋的9颗玄霜丹表面竟浮动着与洛青衣毒金簪同源的幽蓝纹路，那纹路所过之处，丹毒尽退。丹分阴阳，毒可尽浊。洛青衣指尖轻点，一缕丹霞扫过沉默的丹鼎，鼎中纪年的丹垢竟凝成3枚剔透的丹胚，有了丹药的雏形。如此手段简直惊人。殿外忽闻鹤唳9天，丹峰豢养的100年灵鹤群疯了一般撞击结界，原是嗅到丹霞中纯净的冰魄气息。一只老鹤啄住逸散的丹雾，头顶白羽竟瞬间化为冰蓝。以毒为媒，反炼至纯。
张子珍喃喃自语，忍不住叹道：“如此天赋，不入我丹霞峰，着实可惜了啊。”洛青衣闻言微微一笑，没有接话。翌日，张子珍亲访无为峰，老丹师怀中抱着一摞泛黄的古籍，最上方那本丹典的封皮上还沾着新鲜丹灰，显然是刚从炼丹房匆匆赶来。苏峰主，今日老夫带了凤栖木的千年根须。他扯开药囊，3寸长的赤红根茎散发出灼人药香，此物配上青衣的独到炼丹术，说不定能炼出传说中的涅槃凤毒丹。洞府内传来苏贤的轻笑：“张长老，依昨夜试炼新丹方，此刻怕是还未起身。”话音未落，丹房方向突然腾起幽蓝毒雾，雾中隐约传来丹炉嗡鸣。张子珍鼻翼翕动，手中药典啪的落地，这是以毒引灵的震炉声。府门骤开，洛青衣素手捏着枚琉璃丹丸走出，他发间的毒金簪还挂着丹灰，月白丹袍上流转着未散的毒雾，袖口沾染的幽冥草汁将衣料蚀出星图般的孔洞。张长老，您怎么来了？正好在炼制这枚天辰丹的火候，晚辈总觉差3分烈性。张子珍顾不得礼仪，夺过丹丸，对着朝阳细看丹纹在毒雾中若隐若现，竟与他怀中丹典缺失的那页图谱分毫不差。你如何补全的丹方？洛青衣指尖凝出一缕毒魄，在空中勾画出残缺丹方。第7味药引飞天焰果，当取九幽冥蝉冬眠时的蛇胎。只是他忽然顿住，毒雾凝成的丹纹突然暴动。当以毒攻毒。张子珍激动地拍碎腰间玉葫芦，紫府丹火喷涌而出，用10股蟹的尾针焙干研磨，替代冰魄杀定丹。丹火与毒魄相撞的刹那，洛青衣袖中飞出一只碧玉蟾蜍，那毒雾张口吞下失控的丹火。张子珍倒退3步，看着蟾蜍将净化后的丹火吐回丹丸，终是长叹一声：“老夫炼丹百载，竟不如你个小女娃。张长老过谦了，青衣不过只是偶然有所误罢了，哪里比得上您这样的炼丹宗师？”洛青衣忙道：“如此天赋，当在丹道一途大放光彩。”老丹师突然深深作揖：“青衣，你若肯入我门下，老夫愿收你为关门弟子。”洛青衣见状面色慌乱，张长老言重了，非是青衣故意拒绝，而是青衣已是无为峰弟子，更是夫君道侣，身份在此多有不便。张子珍见状大急，看向苏贤：“苏峰主，你就没什么想说的？”苏贤无奈耸了耸肩：“我听从依依的看法。”唉。张子珍见状无奈长叹一声离去。夫君，为何你不解释这天辰丹的丹方是你补全的？明明你在丹道一途颇有建树。洛青衣有些不解：“傻丫头，有些东西自己人知道就行了，没必要都暴露出去。”苏贤摸了摸洛青衣的脑袋：“此为藏拙。”就好比现如今的苏贤一直用幻形面具遮掩，以老年的形态示人，旁人并不知他形象上的变化，也不知他的修为早已突破到了炼虚境。对了，下次这张子珍若是再来的话，你若难以拒绝，便搬出我来吧。苏贤忽然道：“啊，他还会来啊？”洛青衣有些不解，明明自己都直言拒绝的说。苏贤笑了笑，没有解释。果不其然，3日后张子珍又来了，只是这一次的阵仗有些超乎苏贤的预料。无为峰主殿内，9尊青铜香炉吞吐的祥云都凝滞了，张子珍枯瘦的手指几乎掐进百草天书的玉轴里，嗓音嘶哑如裂帛：“苏峰主，只要让青衣入我门下，丹霞封药点任他翻阅，老夫连本命丹炉紫霄鼎都赠他。”张长老说笑了。苏贤刚要拒绝，殿门轰然洞开，丹霞峰主吴梦香踏着冰魄寒雾而来，6阶丹师玉牌在他腰间迸射霞光。若论丹道资源，无为峰能给他什么？他广袖一展，72株千年灵药虚影浮空。丹霞峰药库有灵植数万株，丹方1000卷，更有上古丹魂洞天，这些皆可为青衣破例开放。掌门齐瀚海的身影在丹雾中凝实，玄玉岸上浮现宗门疆域图。苏师兄，莫要因私误功。他屈指轻弹，途中丹霞峰地界亮起璀璨星芒。青衣若在接下来的炼丹大会大放异彩，丹霞峰愿割让2条地火灵脉与无为峰，本座再添3座药源。张子珍急得扯断半截白须，丹炉咚的砸在岸上。老夫可立天道誓言，100年内必让青衣进至5阶。100年时间太长了。苏贤慢悠悠抿了口茶。吴梦香寒眸骤凝，化神气威压，震得香炉齐鸣。苏峰主这是要误他前程。青衣的独破炼丹术若得丹魂洞天滋养，必能开创全新丹道，届时莫说5阶，便是6阶。6阶丹师很稀罕吗？苏贤轻笑，摇头打断。齐瀚海眉头微皱，略微有些不满道：“苏师兄，洛青衣虽说是你的道侣，但毕竟也是我天道宗的弟子，万事当还是以他的前程为主。”正此时，殿外忽起清风，洛青衣的毒魄香随风潜入。吴梦香看了苏贤一眼，眉头微皱，这个老顽固看来是说不通了，
那就只能心念及此。吴梦香将目光转向洛青衣，青衣啊，这无为峰论炼丹资源的话，比起我丹霞峰可是差远了。若是想在丹道上走得更远，还是我丹霞峰更适合你哦。吴梦香认真劝说道。是啊，青衣，若是你成为我的关门弟子，我定然将毕生丹道知识尽数传授于你。张子珍跟着说道。为了你的将来，青衣啊，本座也建议你加入丹霞峰。至于苏师兄，只要你点头，我一定。齐瀚海话还没有说完，苏贤立刻打断道：掌门师兄说笑了，我可从未限制过依依自由。面对天道宗地位如此崇高的三人，洛青衣面露忐忑，但还是坚持道：我想留在无为峰。三人顿感脑袋一阵轰鸣，这苏贤到底给洛青衣灌了什么迷魂汤啊？青衣，三人还想劝说，洛青衣向苏贤投去求助的目光，苏贤微微点了点头。其实我夫君也会炼丹，而且炼丹造诣不低，我跟着夫君也学到了很多。此前的天辰丹方就是我夫君完善的。哈，苏贤会炼丹？吴梦香第一个不信。青衣啊，这话可不能乱说哦。齐瀚海只当洛青衣故意找了个借口。哼，青衣啊，就算你不想成为我的弟子，也不必找一个如此拙劣的借口。那天陈丹丹方即便是我也未能补全。苏峰主虽然贵为无为峰峰主，修行上的事自然不必多说，但是若论炼丹术，老夫可不会谦让。张子珍自信道。哦，既然张师弟如此自信，那你我稍稍比划一番如何？对于这样的质疑，苏贤只是淡然一笑，突然提议道：比划？张子珍眉头一挑，比划什么？丹道。正是。苏贤笑道。哼，既然苏峰主有这等雅兴，那老夫自然愿意，只不过总不能没有彩头吧？张子珍故意道。比划既然是我提出来的，那彩头张师弟你定。眼见苏贤应承了下来，张子珍哈哈一笑。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客气了。若是苏峰主输了，就须得让青衣成为我的弟子，当然关门弟子一事依然有效。苏贤点头笑道。那若是张师弟输了呢？我不可能输。张子珍直言。开玩笑，他可是以丹入道，能输给苏贤这个门外汉？打死他都不信苏贤能懂丹道。毕竟从他加入天道宗到现在数百年了，都未曾听闻过苏贤有炼过丹，自己能输？开什么北域玩笑？假如输了呢？苏贤问道。那老夫再也不提收青衣为徒之事，另外任凭苏峰主处置。张子珍一副豁出去了的样子。苏贤摇头。张子珍皱眉。苏峰主这是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若张师弟输了的话，刚才你们提出的条件我全都要。苏贤虚空一握，三人皆是一震，互相看了一眼。既然如此，那就由我和吴师妹为见证，没什么问题吧？齐瀚海开口，他同样觉得苏贤不可能会赢。哼，我自然没问题。吴梦香冷哼一声，显然对于苏贤此前多次拒绝自己的提议感到不满。至于这场比划，有什么好比的？张子珍虽然说平日里性格有些古怪，但炼丹术那是实打实的，近期甚至有晋升6阶炼药师的迹象。就苏贤，不，就算100个、1000个，苏贤在丹道上也不是张子珍的对手。无为峰论道台9丈见方，张子珍端坐赤焰蒲团，面前悬浮着百草天书、残叶。苏峰主可知5阶还灵丹为何需在子夜开炉？苏贤倚着座椅，指尖毒破丹滴溜溜旋转。张师弟莫不是还守着那阴气聚灵的老黄历？指尖丹丸突然炸开，毒雾凝成星图。苏贤随意道：炼制还灵丹，若是以53克的日精为主，再以毒破锁阳，药效反增3成。吴梦香膝上的冰魄剑突然嗡鸣，映出张子珍抽搐的嘴角。真是没想到苏师兄对于毒之一道竟然也有所涉猎。张子珍暗感大意，因为毒道他确实不擅长，在这上面吃了个暗亏。不过想来这点道理恐怕也是洛青衣告诉苏贤的，自己还有机会。齐瀚海袖中飞出本丹霞秘录，书页无风自动。第2题，上古丹方龙虎交汇丸缺失第3味药引，2位请推演。张子珍双眼骤亮，枯指在虚空勾画龙虎虚影。当取千年蛟龙经为引，以地火漫威。话音未落，苏贤掌中又一枚毒破丹突然化作迷你丹炉，炉中跃出火凤，撕碎龙虎蛟精造裂。当换酒幽冥缠蛇胎，借毒破调和阴阳，否则的话。苏贤轻笑一声，看向张子珍，就会像桂峰上月炸炉的那顶龙虎丹一般。你！张子珍袖中玉瓶炸裂，正是那日炼制龙虎丹失败的丹灰。吴梦香突然捏碎冰剑，寒气凝成丹文补全了秘录残叶，竟与苏贤所言分毫不差。齐瀚海眼中金芒暴涨。第3题，如何改良筑基丹供全宗弟子所用？这一题事关全宗，齐瀚海放在这里也是多少有些私心。
此事老夫钻研30载。张子珍祭出本命丹炉紫霄鼎，炉内浮现万千丹纹，以9叶灵芝替代龙血草，虽药效减半，但成本可降70%。苏贤蛋只击碎丹纹，毒破丹在空中重组丹方，用毒葵种植腐骨花，3月一熟，辅以凤凰火驱毒。他袖中飞出枚灰扑扑的丹丸，此丹昨儿刚为了灵寿元30头赤焰虎集体进阶。吴梦香突然起身，6阶丹尸袍，无风自动。不可能，筑基丹需36味灵药。他话音戛然而止，只见苏贤的毒破丹正在分解，其中赫然是腐骨花与19味廉价草药。丹纹，看丹纹。张子珍突然癫狂大笑，众人定睛看去，那廉价筑基丹表面竟浮动着3重毒破纹。齐瀚海突然引动护山大阵，九霄云层裂开天道宗丹道天碑，随着苏贤的推演，天碑上沉寂千年的筑基丹方竟开始改写，碑文金光刺痛了张子珍的双眼。丹道竟能如此颠覆。要知道，筑基丹乃是一个宗门的基础，筑基丹的多少直接决定了一个宗门未来的底蕴，而一个能够降低70%成本的筑基丹丹方，这等价值简直无法估量。是我输了。张子珍佩服至极，虽然输了，但是却并没有任何颓废的表情，反而一脸振奋。因为刚才的论道虽然短暂，但是他却学到了很多。张师弟可知？苏贤看向张子珍认真道，你丹霞峰守着的百草天书，缺的正是毒破篇。吴梦香面色一变，苏贤所言不假。今日丹道比试，苏贤虽说有取巧成分，以毒破为解，连得3胜，但话又说回来了，这毒破丹道确实是丹霞峰所缺失的一条大道。心念及此，吴梦香突然向苏贤深施一礼，还请苏师兄开坛讲丹。齐瀚海大笑着震碎玄玉案，案中飞出宗门至宝乾坤丹鼎，此鼎与无为封100年，本座只要3月后全宗弟子用上新筑基丹，鼎就算了，用不上，至于新筑基丹，一一会帮忙的。另外开坛讲丹，我也没那个精力，一一跟你们讲也一样。苏贤直接推了个一干二净，齐瀚海嘴角一扯，自己这个师兄还真是随性啊。这乾坤丹鼎怎么说也是天阶上品丹炉，说拒绝就拒绝了。不过他要是知道洛青衣手中的那个丹炉乃是圣阶，怕是当场要惊掉下巴。记住你们的承诺，依依仍旧是我无为峰弟子，但他在宗门内的待遇。苏贤饶有意味地看了3人一眼，放心，老夫定将其当作关门弟子对待。张子珍神色认真，丹霞峰资源任凭青衣使用。吴梦香也应承了下来，2条地火灵脉，3座药源，本座立刻安排。齐瀚海也显得十分豪爽，毕竟今日得到了最新筑基丹的丹方，比这些资源的价值可是高多了。作为一派掌门，他还是分得清楚的。对了，这次要王谷派弟子前来切磋炼丹术，记得让青衣也参加下，可不要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临走之时，齐瀚海叮嘱道：定，发布任务炼丹3甲，帮助天女洛青衣在接下来的炼丹大会中夺得前3名。系统发布任务的声音传来，苏贤神情一怔，没想到居然触发了系统任务。以苏贤对系统的了解来看，这种排名性的任务前3只是基础，若是能够夺得魁首，那定然奖励更加丰厚。放心好了，依依一定会在这次炼丹大会中夺得魁首的。苏贤答应了下来。话音一落，齐瀚海3人皆是一愣，虽然对于洛青衣的炼丹天赋十分看好，但是魁首这件事情算了吧。齐瀚海等人只当是苏贤对于洛青衣名次的祝愿，洛青衣则是心中感动，没想到自己在夫君的心中居然有如此分量，心中暗暗发誓，这段时间一定要好好学习炼丹术，争取不是一定要夺得魁首，不辜负夫君的期望。定，检测到真命天女洛青衣忠程度达到 96%， 奖励宿主寿命3年。苏贤有些意外，一看到洛青衣那感动而又真诚的小眼神，就明白这小丫头肯定心里又开始自我攻略起来了。好了，不要有太大压力，为夫会帮你的。炼丹上面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问我，毕竟有双倍返还机制的存在，无论是丹道、毒道，苏贤都领先了洛青衣一个版本，这点自信还是有的。定，检测到真命天女叶清雪修为感悟大幅提升，双倍返还开始同步。耳边忽然传来系统提示音，苏贤心中一喜，一股股精纯而磅礴的火焰能量带着混沌的气息注入自己的体内，紧跟着还有一道道充满道余韵的火之法则感悟流入心头。苏道友，圣女在涅槃园池内即将出关。紧跟着苏贤又收到了离火老祖的传音通知，原来是雪儿要出关了，比我料想的还要早些。这一波双倍返还，即便是苏贤如今已经炼虚境了，也感到有些心惊，直接将其修为推到了修为大圆满。只是系统，我这都炼虚大圆满了，修为提升还是增加不了寿命吗？苏贤简直快无语死了。虽然说短期内自己不愁寿命不够用，但是修行不易，你也不能这么克扣啊。等合体，
收到系统冷冰冰的回复，苏贤只能在心里无奈吐槽，自己这哪是魂穿到一个将要老死之人的身上，这简直是过来打工还债的啊！自我平复了一番受伤的心灵，苏贤继续查探，除了修为提升，火之法则也来到了第7重大成境界虚焰化道。所谓虚焰化道，乃是催动火之法则时，宛若在丹田内孕育了一颗小太阳，炽热逼人。所燃之物不仅仅是实体，实力足够的情况下，甚至于能够燃烧虚物。就比如修士的神识、术法以及虚空法则等等。相对于修为的提升，火之法则的提升堪称恐怖，直接提升了一个大境界。看来这小丫头在涅槃元池中获得了不小的好处嘛。说起来许久不见，也该去看看她了。心念及此，苏贤直接催动仙阶传送残阵，一脚踏入其中，下一瞬便来到了离火山脉。苏道友见到苏贤现身，离火老祖吓了一跳，自己这前脚刚通知完，苏贤后脚就来了，这什么速度啊，也太快了吧！即便是他这个大成期把浑身精血燃烧干净，也不可能瞬息跨越千里啊！苏道友之实力果然神秘莫测。离火老祖心中赞叹，对于凤凰彝族能够傍上这么一个巨头，心中无比欢喜。离火道友，苏贤抱拳回礼，随即便是看向涅槃元池。此刻的涅槃元池流经池水，静止如镜，池水周边混沌纹路同时亮起，池心处沉寂1个月的赤金巨茧开始皲裂，每道裂痕中都迸发出撕裂虚空的黄鸣。咔嚓，第一块茧壳坠入池水，竟将流经精血蒸成七彩雾霭。第二块茧壳剥落时，整座离火山脉的上空浮现出太古黄纹，山脉地势拼凑成黄羽纹路。轰！随着最后的茧壳炸成星屑，叶清雪赤足踏步而出，3000青丝已化作流淌的混沌星河，每根发梢都缀着微缩的星域幻象。她眉心初代黄纹彻底苏醒，化作实质的冠冕垂落9道冕流，每串珠玉皆是颗燃烧的混沌火种。背后16道黄翼展开，流经黄羽附体，混沌气息流淌，混沌黄体大成。相较于闭关前的青涩，此刻的叶清雪面容看起来虽没什么变化，依旧绝美，但却多了一份高贵清冷之感，仿若凌驾于众生之上一般，让人难以触及。圣女大人，凤凰彝族之人见状皆是拜伏于地。叶清雪神色先是一阵茫然，随即缓了过来，素手一挥，澎湃的混沌气息扩散开来。凤凰彝族众人皆是惊喜地发现，他们的血脉竟然提升了不少。谢圣女赏赐！众人齐声高呼：上天有眼，上天有眼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族终于得见天日，有了盼头啊！离火老祖老泪纵横，连带着一众长老皆是感慨不已。夫君，做完这些，叶清雪第一时间便是看见苏贤，嗓音裹着涅槃后的空灵，直扑入苏贤怀里。看着眼前的人，面对自己时依旧是一副少女心性，苏贤忍不住心中一软，柔声提醒道：你现在可是凤凰彝族的圣女了，须得注意形象，周围这么多人看着在呢。谁知话音刚落，叶清雪反而抱得更紧了，话语里带有些任性：我不管，若是这圣女身份有这么多束缚，我宁愿不要。苏贤闻言一阵哑然，但这话听在离火老祖耳朵里，那可就不同了。不要圣女身份，那肯定不行啊！想到这里，离火老祖急忙朝众长老、太上长老狂使眼色，众族人会意，纷纷退下。嘿嘿，那个圣女啊，您这刚闭关结束也累了，老朽特地为您准备了休息的地方。离火老祖提议道。好。叶清雪点了点头，随即在苏贤的嘴唇上轻啄了一下，撒娇道：不过我要夫君抱我过去。离火老祖闻言当场石化。苏贤无奈摇头：好好好，听雪儿的。言罢，抱着叶清雪直接离开，只留下身影略显萧条的离火老祖一人。苏贤驾轻就熟地来到上次休息的房间，推开进室门的刹那，窗棂间垂落的混沌火丝骤然绷直，屋内有凤凰纹路显现。叶清雪紧紧地抱住苏贤的脖子，贪婪地呼吸着苏贤的气息。夫君，雪儿好想你。话音未落，叶清雪忽然旋身落地，中衣系带被混沌火熔断，赤裸的足尖点过满地星辉，流经黄纹，自摇窝满至心口。苏贤眼神温柔而又充满侵略性地看向叶清雪，这段时间他又如何不思念叶清雪呢？天婚领域开。苏贤心念一动，天婚领域展开，将整个房间所笼罩。除此之外，苏贤剩余70%的白发转黑，容貌开始年轻，肌肉逐渐饱满，撑出线条感。夫君，叶清雪动情吻了上去，双眸情意绵绵。窗边古琴轰然乍弦，7根琴弦化作火龙卷住两人。叶清雪脊背抵上灼热的琴身，混沌火自臀线烧至苏贤掌心。苏贤喘息着扣住少女后颈，以唇轻点额头。随着一声凤鸣声响起，两人皆是情不自禁运转起凤鸣朝阳诀，接着便开始有系统提示音陆续传来。恭喜宿主成功运转凤鸣朝阳诀一次，
获得寿命半年。恭喜宿主获得寿命5个月。恭喜宿主。数日后，天昏领域内虽然过去了7个日夜，但实际上还是苏贤刚来离火山脉当天，这不连天都还没有亮。两人依偎在暖玉床榻之上，苏贤轻轻抚摸着叶清雪的秀发，向她诉说着这段时间以来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情。没想到青衣妹妹竟然这般可怜，好在遇到了夫君，否则真是很难想象她接下来的日子会是如何。或许是因为洛青衣的故事让叶清雪想到了自己小时候，让叶清雪忍不住一阵感慨。雪儿，你不怪我娶了依依为妻吗？苏贤尝试性地问道。怪？为何要怪？叶清雪言语疑惑。我不在的这段时间能够有青衣妹妹陪伴夫君，我感激还来不及呢。而且以夫君的能力，雪儿有时候真的感觉吃不消，甚至于雪儿有一种感觉，夫君的精力似乎永远也使不完。说着，叶清雪便是羞红了脸，躲在苏贤的怀里。苏贤放声大笑，虽然撤去天昏领域后自己又恢复了这般老年的状态，但是青年状态的经历着实让他有种任凭挥霍的感觉。这次若不是叶清雪喊着受不了，自己恐怕还能继续大战几百回合。想到这里，苏贤不由得心神一动，感受到苏贤那股侵略性的目光，叶清雪连忙投降。夫君，雪儿累了。苏贤没有勉强，与叶清雪相拥而眠。第二日，离火老祖主动找上门来。昨日叶清雪那句若是这圣女身份有这么多束缚，我宁愿不要，着实将他吓得不轻。思来想去，找来族中长老商量了一夜对策，最终归结于叶清雪恐怕还是对其身世有所芥蒂，所以在暗中传音征询苏贤同意后，这一清早便是带着二长老上门拜访。老祖和二长老这是见到两人，叶清雪又恢复了那副清冷的样貌。我知道圣女心系过往，所以特意前来告知圣女父母之事。离火老祖直接告知来意。我父母的事情。叶清雪一阵失神，随即声音微寒，冷笑道：难道不是凤凰彝族害死的吗？闻言，离火老祖与二长老皆面露苦笑。果然，圣女有所不知，栖霞圣女之事乃是大长老主要负责，我从中辅助，对于其中事宜，虽然不说全盘皆知，但也有所了解。二长老恭敬道：当年之事确实是我族处理欠妥，但却并非直接害死圣女父母的真凶，行此之事的乃是独龙宗。独龙宗，独龙宗。闻言，苏贤与叶清雪皆是吃了一惊，居然又是他们。不错，当年我族也不过只是反对你母亲和父亲之间的事，虽然予以打压，但是却并没有杀害他们的想法。毕竟你母亲是我族圣女，对于我族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杀了她无异于自断臂膀。当年得知你父母被害之后，我族也曾暗地里调查过，最后线索都指向独龙宗，只是独龙宗一向行踪隐秘，谁也不知道他们的据点究竟在哪里，所以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了。现如今想来，大长老既然是独龙宗的人，恐怕这件事情当年他就出了不少力。二长老解释道：父亲，母亲。叶清雪神色一阵黯然，虽然她表面上表现得并不想念自己的父母，但心底里不知多少次幻想小时候自己能够得到父母的疼爱。那雪儿的父亲又是谁？聊到现在，也只知道叶清雪的母亲是凤族圣女，但对于父亲的身份却是一概不知。苏贤替叶清雪问道：圣女的父亲是一名绝世枪修，但具体来历却不清楚，据说是来自天州青城叶家，其他便一概不知了。二长老面露惭愧，随即在离火老祖挥手示意下退走。可惜当年之事因大长老在其中作梗，所以到最后我们甚至于连圣女的尸骨都未曾找到。唉，离火老祖忍不住叹道。苏贤心中冷笑，事情过去了，如今将罪责都推到一个死去的大长老身上，这等手段有些拙劣了。不过究竟如何决断，还是得看叶清雪自己。多谢老祖告知，清雪知道了。叶清雪依旧面色冷厉，不过声音稍显柔和了些。苏贤给离火老祖使了个眼色，离火老祖轻叹一声退下。夫君。良久，叶清雪才回过神来，靠在苏贤怀里。苏贤柔声应道：我想回无为峰看看，许久不曾回去了。叶清雪道：好，咱们这就回去。言罢，苏贤直接祭出传送阵，文带叶清雪走了进去。无为峰，叶清雪脚踏火莲归来，3000青丝末端跃动着鎏金黄纹，眼睫轻颤间洒落星辰般的混沌金线。这便是青衣妹妹吧？她驻足丹房眼角，望着正以毒火雕琢丹纹的洛青衣，后者发间幽蓝毒金簪感映到混沌气息，竟自发凝成凤首形状，簪尾垂落的毒魄珠串无风自动。夫君。洛青衣看到苏贤亲昵叫了声，随即将目光转向叶清雪，双眸惊艳。想来这位便是清雪姐姐了吧？洛青衣行了一礼，被叶清雪急忙扶住。早闻叶姐姐仙姿玉骨，今日方知传闻上不及真容万一。洛青衣赞叹道：
叶清雪轻笑一声，同样被洛青衣所惊艳，青衣妹妹才是冰肌玉骨，这独破凝成的泪痣。叶清雪指尖轻点对方眼尾幽蓝晶石，倒比瑶池仙露更衬月色。洛青衣眼唇轻笑，万间独破凝成的银铃叮咚作响。姐姐眉间这道黄纹，才是夺了造化之功。她忽然贴近细看，吐息间毒雾凝成冰镜，你瞧，这纹路转折处竟似星河倾落，连月华都黯然3分。镜中映出二人身影，叶清雪云髻间斜插的赤黄挽天簪轻晃，垂落的流金流苏扫过洛青衣肩头，撩起细碎毒火。洛青衣发梢缠绕的九幽冥藤自发挽成同心计，藤间独蕊恰吻在叶青雪耳畔黄羽纹上，惊起一缕混沌流光。妹妹这发饰妙极。叶清雪摘下半片梧桐叶，黄火将其炼成碧玉梳，且让我添一笔。玉梳划过洛青衣如瀑青丝，独破星辰自发结成飞仙计，煞是精美。洛青衣指尖轻抚发髻，毒雾凝成水镜，细细端详。姐姐这梳妆手法着实精妙，多谢姐姐了。她忽从袖中取出一枚独破凝成的额钿，此物本嫌艳丽，但坠在姐姐额间，指尖轻点，幽蓝晶石恰嵌进叶清雪眉心血黄纹心，方知何为日月同辉。翠竹峰，寒冰室内，寒玉榻上凝结的霜花正在缓慢生长，灵瑶的睫毛挂着细碎冰晶，不住颤抖。虽然已经过去大半个月，但那日与洛青衣在武斗台上的比试仿佛还发生在昨日。可恶，我为什么会输？灵瑶内心不甘，明明只是一个元婴中期，自己可是化神境界，为什么？然而最让灵瑶不甘的还是赌斗结束后苏贤所提出的赌注。本来灵瑶自以为必胜，所以赌斗之前约定，若是自己输了任凭处置，结果却是惨败。本以为会被对方言语羞辱一番，或者付出些代价，却没想到最后苏贤来了一句以后再也不要出现在我的面前。如此冷冰冰的一句话，竟然让灵瑶心生寒意，甚至于还有一丝丝的悔恨。啊！灵瑶忽然一声惨呼，咔嚓，紧跟着一声经脉冻结的脆响从气海传来，让她疼痛难耐。怎么会这样？灵瑶心中惊惧。这段时间以来，自己的修炼颇为不顺，每调转灵力的时候，都会感觉经脉滞涩，疼痛难忍，就像是玄阴圣体失控了一般。当双气爬上脖颈时，他终于发出破碎的呻吟，声音在冰室里撞出诡异的回声。冰晶沿着声带纹路生长，喉间涌出的血沫未及落地便冻成赤珠，叮叮当当滚落在早已结冰的青砖上。无为峰，苏贤正陪伴叶清雪散心，耳边忽然传来系统提醒：叮！检测到真命天女洛青衣丹道突破至4阶，触发双倍返还，同步炼丹感悟。另一边炼丹室内忽地传来一阵剧烈的灵力波动，紧跟着响起洛青衣兴奋的声音：成了！看来是青衣妹妹又有所突破了，我们过去看看吧。叶清雪感知到炼丹室内的情况，提议道。苏贤微笑点头，心中已然有了猜测。夫君，姐姐，我成了4阶丹药赤血淬骨丹，终于被我练出来了。现在我可是一名真正的4阶炼丹师了。洛青衣兴奋道，脸上却难掩疲惫。做得不错，苏贤称赞道。青衣妹妹这炼丹天赋，在这天道宗只怕无人能及了。叶清雪跟着赞叹，看到洛青衣脸上的疲惫不由心疼道，不过这段时间青衣妹妹太过劳累，夫君常说所谓修炼须得劳逸结合，想来炼丹也是如此。多谢夫君和姐姐关心。洛青衣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这段时间为了突破4阶炼药师，她确实投入了不少精力。既然如此，趁着这个机会一起去泡个温泉吧，后山的灵泉对于驱除疲劳放松身体还是很有效的。叶清雪提议道。闻言，洛青衣脸色不由得一红，想到不久前在灵泉内帮苏贤搓澡的事情。我们3个一起吗？见到洛青衣的反应，叶清雪有些诧异，看向苏贤，见对方笑而不语，心中微微有了猜测，笑道：莫非青衣妹妹还没有与夫君？还没有。洛青衣感觉自己的耳朵根都可以烫得煎药了。哎呀，那可真是太可惜了，夫君的秘密和强大之处，青衣妹妹可就见不着了。叶清雪故意道。走吧，一起去休息一番。苏贤直言，二女虽反应不一，但皆是点头前往。后山灵泉蒸腾着雾气，3人合着中衣入池，一时之间洛青衣显得有些放不开。叶清雪浸在泉水中，16亿黄影在水面投下流火斑纹。他指尖撩起一汪灵液，水珠顺着锁骨滑落时惊起玄鸟轻啼。青衣妹妹这毒破凝的冰沙当真不惧涅槃火。洛青衣闻言平复了有些激荡的心情，足尖轻点泉面，幽蓝毒雾自怀间腾起，将月白冰沙浸染成妖异的紫。姐姐且试试。话音未落，冰沙忽然化作万千毒蝶，衔着水珠扑向叶清雪眉心黄纹。水雾稍远处传来苏贤的轻咳，他闭目躺在灵泉边上佯装休息。这灵泉需静心，夫君这会儿如何不敢睁眼了？叶清雪倏然潜入泉底，在浮出时倚在苏贤背后的泉石上，
轻笑道：“夫君若是睁开眼睛，我不信你两眼空空。”闻言，苏贤体内气血一阵翻腾，若是放在平日里的话，他定要好好教训一番这小妮子。但是今日这画面着实有些太过于香艳了，无论是曾为纯阳之体的宿主，还是前世身为五好青年的他，也受不得这等刺激。倒是叶清雪，苏贤感觉自从涅槃元池觉醒后，这小妮子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又或者说是越来越自信了。青衣妹妹，快来！叶清雪娇笑呼唤。与叶清雪游戏一番后，洛青衣开始渐渐放开，身形一颤，震碎水面倒影，瞬移至苏贤左侧。墨绿色灵力凝成的薄纱瓣掩苏胸，整个人轻轻靠在苏贤的肩膀上。苏贤老脸一红，喉结滚动间，声音低沉微哑，仿佛在自语一般：“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静心。”话未说完，两缕异香同时缠来，二女指尖同时触到他背脊，黄火与毒魄在经络间碰撞，惊得灵泉炸起10丈水幕。洛青一面露惊异之色，不曾想苏贤居然也有如此好玩的一面，一时之间玩性大发。夫君这灵力运转，近日似乎有些滞涩。叶清雪玉指划过苏贤肩胛，混沌气渗入他体内运转周天。洛青衣的毒魄却顺着另一侧经脉游走，轻笑一声：“莫不是之前与张长老论道时动了肝火？”泉中井里忽然尽数跃出水面，鱼尾沾染的雾气在空中凝成并蒂莲。苏贤猛地睁眼，瞳孔中凤凰虚影振翅欲飞，却见两具玉体近在咫尺。叶清雪发间的水珠正滴在他喉结，洛青衣的毒金簪不知何时已插在他束发的玉冠。好呀，看来今日得好好教训你们一下，让你们知道何为夫为妻纲。他扬怒，拂袖震碎满池旖旎，飞溅的水珠却在半空凝成牢笼。叶清雪的凤凰纱衣与洛青衣的毒雾交销，绞缠成网，将苏贤困在灵泉中央。还请夫君指教，嘻嘻。翠竹峰，林瑶找到林无涯，面色复杂。自从武斗场败给洛青衣之后，他就不好意思再面对林无涯。牙哥，我最近修炼总感觉有些异样，经脉阻塞，而且寒气逆转，就像是玄阴圣体反噬了一般。这个问题一日不解决，林瑶一日无法安心修炼。反观整个翠竹峰，也就林无涯修为境界最高，或许能够指点一二。而且林瑶一直有怀疑，这等异常或许与之前服用的寒息冰魄丹有关。正常，这是服用寒息冰魄丹后的副作用。林无涯淡然饮了一口茶，直言道：“什么？牙哥，你早就知道，那为什么还？”林瑶心中愠怒，却不敢立刻发作，不解问道。林无涯直接打断林瑶的话，瞥了对方一眼：“怎么？我告诉你这寒息冰魄丹有副作用，你就不服用了？会吗？”林瑶心中问自己，答案显然是不会的。可自己总该有知情权吧？感受到林瑶心中的那股不满，林无涯的面色微微柔和，安慰道：“不告诉你是担心你心中有负担，怕影响你在武斗台上的表现。谁成想……”林无涯故意顿了顿，林瑶则是面色难看。唉，本来我的计划是，若你成功做成我交代的事情，我再帮你求取丹药解决后患。可惜了，你有解药？林瑶连忙问道。没有，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地方有。什么地方？药王谷。林无涯抿了口茶，神情依旧淡然。你和药王谷有联系？林瑶惊疑。要不然，你觉得我从哪里得到的寒息冰魄丹？林无涯反问，随即解释道：其实我在药王谷有一定的人脉，另外交代给你的任务不是我发布的，而是药王谷发布的。本来我是想着，你成功夺得永恒圣杯之后，我再替你向药王谷求取一枚解决寒息冰魄丹副作用的丹药，但结果却是……唉。闻言，林瑶面色一阵复杂，得知林无涯和药王谷有关系，心中惊喜，到最后只得叹息一声：是我让牙哥失望了。那现在怎么办？放心好了，这次任务虽然失败了，但并没有就此结束。而且因为你的关系，我们更加确定了永恒圣杯就在苏贤的手中。林无涯胸有成竹，你以为这次药王谷外派弟子前来交流炼丹术是为了什么？他们……林瑶吃了一惊，为了苏贤手中的永恒圣杯。他未曾想到一个圣杯居然对药王谷如此重要。这个永恒圣杯究竟是什么东西？居然……林瑶有些好奇。不该问的就不要多问，做好自己的事情，这也是未来和药王谷打交道时候的守则。林无涯严厉警告，随即面露得意，等此间之事结束，我在药王谷的地位也会大大提升，谷内会答应我一个外门长老的职位，到时候你跟我一起，那荣华富贵还不是享之不尽。太好了，牙哥，谢谢你。林瑶心中感动，若是能够加入药王谷，那绝对是平步青云的节奏。相对于不过三流势力的天道宗，身为顶流的药王谷，那绝对是所有修士的梦想之地。不仅仅是因为其势力庞大，更因为这里是炼丹圣地，有足够多的丹药提供，让人在修炼一途事半功倍。哼，苏贤，
就算你在天道宗内再怎么得意，那又如何？等我去了药王谷，你我注定不是一条路上的人。林瑶心中得意，展颜一笑，柔弱无骨般的朝着林无涯的身上趴了过去，喘息声渐重。捏碎了一张青年体验卡，折腾了一晚上之后，苏贤终于心满意足，脑海里不由得浮现出一句话：你以为爸爸的快乐像你想象的那么快乐吗？你错了，爸爸的快乐你想象不到。叮，恭喜宿主达成小贝童年成就，开始发放奖励，恭喜宿主获得混沌阵基1套，共9件，恭喜宿主获得凤凰阵纹1枚，恭喜宿主获得九幽阵纹1枚，恭喜宿主获得天眼阵盘1件。系统提示音传来，苏贤心中一阵疑惑，这个小贝童眠是个什么意思？貌似自己只听过大贝童眠啊，莫非系统没文化？不过苏贤并没有在这件事情上纠结，而是开始研究起奖励来。童子，这套奖励是什么意思？让我守家。苏贤不懂就问。阵纹搭配阵盘，阵基可以快速布置阵法，布置成功后，后续移动阵盘便可移动大阵，所以宿主爱布置在哪里就布置在哪里。系统语气显得有些不善。苏贤心中微微一惊，难不成刚才自己说系统没文化的时候被他听到了？算了，惯了他。苏贤没有再去搭理系统，而是研究起这阵法来。既然后期也可以移动，先布置在无为峰吧。自己身为无为峰主，怎么着也得为无为峰做一些贡献。苏贤看了看身旁的少女们，总不能让她们一直在这灵泉里泡着，先回房内休息吧。想到这里，苏贤轻轻地将叶清雪抱起。夫君不要，雪儿实在是吃不下了，去青衣妹妹那边吧。叶清雪半睡半醒，呢喃求饶。不，依依也受不了了，求夫君放过。洛青衣闻言，睡梦中连忙拒绝苏贤，无语，自己做的有那么过分吗？将两女安排妥当之后，苏贤开始以爱的小屋为中心布置防护大阵。既然是在无为峰上布置，那就叫无为天阵吧。苏贤指尖摩挲着天眼阵盘，9块混沌阵基悬浮半空，掌心血珠滴入阵盘，9块阵基轰然嵌入无为峰地脉，山体深处传来龙吟般的震动。做完这些，苏贤再分别以毒之法则催动九幽阵纹和火之法则催动凤凰阵纹扑向阵眼。下一瞬，9根灰色混沌光柱显化，整座无为峰突然虚化，山石草木皆化作流动的阵纹，连飘落的梧桐叶都成了杀阵符咒。有点意思。苏贤微笑，满意的点了点头，尝试催动了一下，单是阵法自行运转的强度就足够当下炼虚7修士的攻击，若是再有自己催动的话，合体期不在话下。只不过单靠无为峰自身灵气的话，着实有些不够，这阵法完全催动起来，对于灵气消耗颇大，得以灵石作为基础能源。峰主，不好了，刚才不好了，峰主大人，无为峰出事了。感受到无为峰的异动，高达慌忙赶来通知苏贤。无妨，是我刚才在无为峰周围布置了护峰大阵。苏贤微微一笑，示意高达淡定。护峰大阵。高达微微一怔，不错，正好你来了，这枚玉简你且拿着。我在无为峰布置了无为天阵，用于守护本峰之用。平日里这个阵法处于巡视状态下，只吸收无为峰的灵气就足够了。你可以用这个玉简控制无为峰人员的出入，我不在的时候也可以稍微调动阵法之力，用来御敌。当然平日里需得备好足够的上品灵石准备着，以防不时之需，这点可以从峰内府库里面调用。苏贤对于高达的为人很是信任，正所谓患难见真情，高达在自己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没有抛弃自己，那就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手握玉简，高达心中十分感动，定不会辜负老祖信任。苏贤微微点了点头。对了，高达，你在结丹期已经停留了不少年了吧？是，已经有30年了。高达闻言眼神一暗，虽说如今他在无为峰也算是大权在握，但毕竟修为有限，有时候甚至于手底下人都不完全听自己的。喏，这枚化阴丹你拿去，能够助你结阴。苏贤递过去一个玉瓶。高达面色惊喜，双手颤抖，多谢老祖赏赐，老祖日后但有吩咐，即便是上刀山下火。苏贤拍了拍高达颤动的肩膀，示意其停下，笑道：好了，哪来那么多废话，你的为人我信得过，咱们无为峰以后也会越来越好。另外，你给无为峰招收长老弟子的时候，记得仔细筛选，人品乃是第一优先级，至于修为实力，我无为峰不缺。众叛亲离的生活，苏贤实在不想再体验一次了。即便这一次自己有了系统，不会再面临那样的情况，但防人之心不可无。是。高达心中谨记。等到高达退下，苏贤心中一动，一股香风袭来，却是叶清雪醒了过来，缓缓从身后将苏贤抱住。休息好了？苏贤笑问。叶清雪脸色微红，感受到周围天地能量的异变，
叶清雪诧异道：“我感觉这无为峰似乎有些不同了。”苏贤将无为天阵一事解释了一番，如此一来倒是更加安全，像是一个家了。叶清雪脸色温柔，苏贤也是反应了过来，原来这就是家的感觉吗？夫君，忽然叶清雪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跟我之间还需要客气吗？有什么话直接说便可。苏贤点了点叶清雪的穷鼻，我想去追查一番当年我父母的事情。叶清雪说道。需要我一起吗？苏贤问道。叶清雪摇了摇头，不用，我自己一个人可以的，只是调查一番线索，若是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再找夫君帮忙。好。苏贤没有阻拦，以叶清雪现如今的修为，一般化神修士根本不是其一合之敌，即便是面对合体境的高手，也有逃命的能力。再加上自己有仙阶传送阵纹，可以随时支援，倒是也不用过分担心。本来我还担心我走了，刘夫君一个人会孤单，如今有了青衣妹妹，我便放心多了。叶清雪故作轻松，放心，不管什么时候，为夫都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不要怕给为夫带来麻烦。苏贤认真道。是了，昨晚就知道夫君的强大了。叶清雪俏皮笑道。哦，那要不要再见识一下？苏贤故意道。夫君饶命，雪儿错了。叶清雪连忙认错。什么时候走？今日，一切小心。夫君也要保重身体。接下来的日子，苏贤倒也没有去打扰洛青衣，毕竟他还要为接下来的炼丹大会做准备。随着叶清雪的离开，没多久，药王谷的队伍终于到来。当药王谷的玄玉飞舟碾碎云霞降落时，12名外门弟子腰间悬挂的4阶丹师玉牌，晃得人睁不开眼。天道宗上道掌门、7大峰主、下道杂役弟子皆前来相迎。为什么只有7大峰主？因为苏贤对于药王谷并不感冒，甚至于厌恶。药王谷领头的乃是外门长老曾正奇，虽然只是一名外门长老，但却有炼虚后期修为，比天道宗掌门齐瀚海的实力还要强，这也足以说明药王谷的底蕴不俗。小姐。飞舟落地时，舟门轻启，一名身穿藕荷色裙裾的少女走出，看起来温柔甜美，竟连曾正奇都对其毕恭毕敬。齐瀚海见状大惊，忙问：“这位是？”谷主之女夏双雨。齐瀚海心中一震，连忙迎接，不知小姐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见谅。掌门客气了，是我非要求着父亲让我出来见识一番，不必多礼。夏双雨甜甜一笑，随即取出一个锦盒打开，里面躺着一枚圆润的丹药，其上有3道丹纹，充满了说不清道不明的道语韵，仅仅只是闻上一口，便觉得与这方天道亲近了一分。这是父亲托我带过来的合道丹，可助炼虚境修士突破到合体境，还望掌门笑纳。嘶！众人见状，皆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合道丹那可是7阶，而且还是3道丹纹的绝品丹药，天道宗谁适合用？那显然是炼虚境的齐瀚海。这枚丹药就是药王谷给齐瀚海准备的，要还是不要？这是一个难题。正所谓天上没有白掉的馅饼，药王谷这么做显然是有求于天道宗，而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炼丹大会能够说得过去的。无功不受禄，药王谷莅临我宗已然是我宗天大的幸运。齐掌门不必多虑，这枚合道丹对于我药王谷而言算不得什么，我药王谷也只是想与贵宗增进关系而已。当然，这炼丹大会期间，若是我药王谷弟子有哪里做的不对的，还请其掌门以及天道宗诸位多多包涵了。口中说的话虽然彬彬有礼，但夏双雨此刻的脸色却是微微泛冷。不得不说，夏双雨这番话中表达的信息实在太多。其一，夏双雨表露药王谷财大气粗，合道丹对于药王谷来说并不算什么，但对于你天道宗，对于你齐瀚海来说，那可能是终生也达不到的目标。所以这枚绝品合道丹对你齐瀚海乃至整个天道宗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其二，药王谷想与天道宗增进关系，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以天道宗3流势力的身份，人家顶流势力的药王谷能看得上，显然是说的漂亮话。从另一个层面上，也是在警告齐瀚海不要给脸，不要脸。其三，也正是药王谷图穷匕现的地方了。夏双雨明确表示了，药王谷要在天道宗搞事情，但搞什么事情不能告诉你，但其中价值差不多约等于一枚合道丹。其次，夏双雨没有明说，也没有隐藏在话语里的意义，那就是本大小姐都亲临了，你觉得我会让你驳斥我的面子？如此一来，这一枚绝品合道丹暗藏的深意，让其瀚海想想都不由得脊背发凉。以一个小小天道宗的底蕴，绝对惹不起啊！看来炼丹大会这几日，须得让门人弟子小心行事，做好约束。想到这里，其瀚海突然在心里倒吸了一口凉气。今日无为峰峰主苏贤没来，8大峰少了一峰之主，于理欠缺，希望不要就此引发祸端啊！既然如此，那我就在此谢过夏小姐，还有谷主大人了。无奈之下，其瀚海最终只能接受。
齐掌门果然深明大义。夏双羽微微一笑，立刻又恢复了开始那甜美的神情。好了，既然人都到齐了，那就互相认识一下吧。夏双羽笑道。曾正奇却在其耳边低语了一声。夏双羽闻言轻笑一声，看向齐瀚海，听闻天道宗有8大封，今日似乎只来了7大封主，还有一封是……咔嚓！齐瀚海心中一震，连忙解释道：无为封封主苏贤年事已高，性格较为古怪，因此未来还望夏小姐海涵。嘴上这么说，齐瀚海心里却把苏贤全家问候了个遍。无妨，夏双羽随意笑道：改日我登门拜访便是。齐瀚海心中苦笑：苏贤啊苏贤，你自己招来的祸端，自己解决去吧，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来，这是此番我药王谷前来交流炼丹经验的弟子。夏双羽带头示意，12名药王谷弟子会意，为首者面如冠玉，一袭白衣，若是洛青衣在这里一定能够认出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江玉书。只见江玉书风度翩翩，看起来谦逊有礼，有意无意地朝着夏双羽瞅了过去。夏双羽见状，嘴角笑意更甚，脸色发红，脑袋也是不由得微微低了低。这两人明眼人显然发现了这两人关系不一般，此子大有前途啊！众人不由得感叹江玉书的好运。在下江玉书，乃是这次参与交流弟子队伍的队长，在此见过诸位长辈。江玉书彬彬有礼道。齐瀚海等一众人纷纷回礼。我药王谷分内门和外门，内门皆是5阶及以上的炼丹师，外门最高为4阶。江玉书虽然是外门弟子，但在众人当中技艺最佳，要不了多久便会进阶5阶炼丹师。夏双羽在一旁介绍道：5阶炼丹师。众人心中皆是一惊。虽说现在只是4阶，但夏双羽既然说了，那进阶的时间估摸着也就1年以内。如此年轻的5阶炼丹师，怪不得能够得到夏双羽的青睐啊！接下来11位药王谷的弟子也是相继自我介绍起来，不过夏双羽却再未插过话。诸位舟车劳顿，还请跟我去休息之处。齐瀚海等人前面带路，不过中途却被夏双羽要求去看看无为峰，将这位天道宗的掌门吓得不轻。好在夏双羽只是远远看了一眼，并没有多说什么，这才让这位齐掌门稍稍放下心来。咦，却是人群里的江玉书忍不住惊呼低语，不过很快就掩饰了过去。夏双羽见状，面露异色，顺着江玉书的目光看了过去，便是见到一位身着墨绿衣裙的洛青衣，仅仅只是远远相望，也能确认那是个十足的美人儿。真是没想到，这无为峰里居然还藏着如此绝色。夏双羽轻笑一声，没有继续追问。好了，本小姐乏了，今日且休息去吧，明日再好好参观天道宗一番，听凭夏小姐安排。齐瀚海见状，这才松了口气，领头带着众人去了提前安排好的休息处翠竹峰一处密室内，恭迎13长老大驾光临。林无涯跪伏在地，神态恭敬，而坐在其对面的则是一位中年男子，面如刀削，看起来严厉异常，正是药王谷内门13长老宋浩言，是一位合体初期大高手，也是这一次药王谷真正的带队人。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吧？宋浩言神色冷峻，不咸不淡道。知道，自然知道。林无涯心里有些慌，哼，要不是你办事不力，还用得着本长老亲自出马，甚至还浪费了一枚寒息冰魄丹。宋浩言冷哼，13长老赎罪。虽然林无涯想要解释，宋浩言却是挥了挥手，不耐烦道：算了算了，既然都到这里来了，那就是知道这个结果了。闲话也就不多说了，这次谷内对你的表现很不满意，不过鉴于你能够确定永恒圣杯就在这里，也算是功过相抵了，之前的过失就不做追究了。多谢13长老，多谢谷主大人。林无涯拜谢。先别急着谢，谷内不追究的前提是永恒圣杯就在这里。如果……说着说着，宋浩言的目光逐渐冷冽起来。如果不在，我以性命相抵。林无涯眼神狠厉。好。宋浩言拍案而起。既如此，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接下来的事情，你只管配合谷内的行动便好。这次若是行动成功，答应你的事情会兑现的。多谢13长老，多谢谷主大人栽培。林无涯大喜。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无为峰峰主究竟是何许人也吧。天道宗的焚香阁是专门给贵客落榻的地方，如今成了药王谷一众人的落脚之处。此刻夏双羽所住房屋被隔绝禁制所包裹，夏双羽则已在蛇纹软榻上，指尖把玩着鎏金药杵，而在软榻之下还跪着一男子，正是江玉书。江玉书跪在青玉砖上奉茶，手腕缠着的银锁链随着动作轻响。如此做派，怕是任谁也想不到私下里两人竟然会是这样的关系。怎么，今日看中无为峰那绝色女子了？夏双羽要杵轻挑江玉书下颚，笑容玩味。江玉书喉结滚动，捧着茶盏的指节发白，强挤出笑容。小姐说笑了，只不过遇到了熟人罢了。熟人？夏双羽疑惑道。是此前毒龙宗囚禁的九幽冥毒体，
没想到逃到天道宗了。江玉书谄笑解释：“原来如此，不过这种事情还是让父亲和长老们处理吧。”夏双羽一脸无趣，随即抛出一枚幽紫色的种子，落地而长，化作紫藤花架。爬上去！夏双羽命令道。江玉书一言，随即夏双羽赤着双足踩在江玉书脊背上，江玉书苍白的肌肤被藤刺刮出血痕，在青玉砖面染出妖异的粉莲，在用力写。他手持墨绿藤蔓勒进江玉书脖颈，病态娇笑：“这里我已经设置了隔绝禁制，放心叫出声便好。”呵呵。话音戛然而止，江玉书突然翻身扣住他脚踝，舌苔扫过其足心。夏双羽脊背撞上花架，江玉书唇间衔着半截断藤。同人妖异，小姐的脚比单房采药要奴的干净多了。放肆！夏双羽扬起的毒藤边护的软锤，边梢不知何时已缠在自己腰间丝绦。江玉书栖身压上时，双手翻飞，夏双羽华贵的紫霄纱衣被毒藤倒掉半空。江玉书却披着他的外袍，慢条斯理地往他心口刺入银针，每根银针尾端都缀着颗星红药珠。浴血极化的刹那，夏双羽喉间溢出痛楚与欢愉交织的呜咽。哼，我就是喜欢你这点。夏双羽的指甲抓破少年脊背，呜咽逐渐化作急促的喘息声。是夜，此时的无为峰尽在墨色中，连巡山林鹤都脸赤酣眠。三道黑影自东崖裂隙渗入，足尖点过枯枝，不见微响。找到那苏贤的位置，发现目标，直接擒获。为首的黑影指尖轻忙触上山石的刹那，石面忽然泛起涟漪。有阵法，速退！黑影暴喝未出口，脚下影子里陡然探出九幽锁链。链条贯穿三人丹田时，毒纹已顺着经络漫上元婴，将传讯玉符融成青烟。他们惊恐地发现，连本命法宝的气灵都在哀鸣中化作阵纹养分。下一瞬，整座东崖突然虚化成镜花水月，暗探们挥出的法器击在空处，反被空间褶皱绞碎手臂，断肢尚未落地，便被毒魄凝成的石阵椅啃噬殆尽。撤！为首黑影惊呼，不甘低吼，带着余下的一名同伴退下。巡山弟子很快便是发现这边阵法的异常，只不过探查了许久，也不见有什么痕迹，不由嘀咕了一句，怕不是这阵法太过于敏感，连一些禽兽都会引起阵法反应。看来明日还需得向长老们提报一声。等到黑影退回翠竹峰汇报，宋浩言不由怒道：“连山门都没进去，还死的死伤的伤，你们干什么吃的？都是废物吗？”13长老息怒，实在是这护山大阵太过于诡异，我等甚至于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就着了对方的道。为首暗探不由感到有些委屈，他还丢了条手臂在无为峰呢。算了，退下吧。宋浩言长吸一口气，让自己尽可能平静下来。这些暗探的实力最弱的都是元婴后期，为首的更是化神期，就这样轻易产生了伤亡，连无为峰的门都没有踏进去，事情显然不是自己想的那样简单。是，黑影无奈退下。紧跟着林无涯被唤了过来，还未来得及询问什么事情，便是被一股恐怖的威压笼罩，面色猛然一变，双腿砰的一声，重重跪在地上。无为峰有护山大阵一事，为何不报？宋浩言愤怒质问。林无涯面色惨白，拼命抵挡着宋浩言的威压，一脸懵逼，急忙求饶：“属下也不知什么护山大阵啊，还请13长老息怒。你不知，你在天道宗待了上百年，连无为峰这点信息都调查不出来吗？既如此，要你又有何用？”闻言，宋浩言更怒了：“安排你在天道宗当碟子，你给我划水是吧？属下是真的不知，还请13长老给个机会，属下立刻去查。”林无涯急忙求饶：“查个屁啊！今日安排过去的暗探一死两伤，你负责吗？”宋浩言直接爆出粗口，不过却撤去了合体境威压，显然是愿意给林无涯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林无涯心中一惊，连暗探都有折损，得是发生了多大的动静啊！哼，给我速查清楚这件事情，暗地里行不通就给我明面上查。这次的永恒圣杯，我要往古势在必得。宋浩言下令道：“遵命。”林无涯退下，立刻找来林瑶：“你在无为峰待这么多年，为何连无为峰护山大阵一事都没有查出来？”林无涯声音愠怒，显然将刚才13长老发的火转到了林瑶身上，而林瑶的表现与林无涯几乎如出一辙，一脸懵逼：“护山大阵？什么护山大阵？我派人暗地里去无为峰查探苏贤的虚实，结果连山门都没进去，人就遭受到大阵的攻击。你确认这件事情，你一点也不知情。”林无涯放缓了语气，因为这么些年过去，他也在暗中观察无为峰，确实不知道护山大阵一事。这你还不相信我？牙哥，若是我知道的话，有什么好隐瞒的？这么些年过去了，我对你隐瞒了什么？林瑶感觉有些委屈。林无涯有些头大：“行吧，既然不知情，那就算了。如此看来，这护山大阵似乎是近日才建成的。”想到这里，
林无涯双眸逐渐冷厉，莫非是苏贤发现了什么不成？翌日，齐瀚海亲自带领夏双羽等一众药王谷人员参观天道宗。这无为峰峰主倒是神秘。再次来到无为峰前，夏双羽一声轻笑。齐瀚海内心狂汗，昨日已经传音给了苏贤，谁知道自己这个苏师兄连自己的话都听不进去了，今日还是执意未曾出面。无为峰峰主性格古怪，在我天道宗也不过只是个小峰罢了。夏小姐若是想要参观的话，惊鸿峰、丹霞峰皆是不错的选择。齐瀚海连忙解释道：哦，可是我怎么听说无为峰最近天骄辈出，在天道宗颇为出名，而且看如今无为峰这声势，倒是越看越像是天道宗的主峰了。夏双羽笑道。话音活下，另外7大峰主皆是面色不悦，尤其是星河峰峰主韩天星更是当场冷哼出声。而且我听说无为峰的护山大阵坚不可破，就连化神修士都难以攻入。曾正奇忽然道：护山大阵可挡化神修士？齐瀚海神情一怔，怎么，齐掌门不知道？夏双羽微微挑了挑眉。齐瀚海茫然摇头，呵呵，看来这苏峰主隐藏的还挺深。话音一落，夏双羽向曾正奇点头示意。曾正奇会意，脚下轻点，来到无为峰山门前。齐瀚海面色难看，这苏贤还真是会给自己找麻烦。只见曾正奇袖中滑落一枚碧玉蟾蜍，蟾口吐出无形药香，药香触及阵法的刹那，无为峰巅某块混沌阵基微不可察的亮起，倒是有些意思。曾正奇佯装踉跄，掌心暗运灵力暗向石阶，同时神识不断探查大阵细节。地面凤凰纹路倏然流转，他炼虚境的神识如泥牛入海，反被阵纹搅成3000毒针逆冲经脉。曾正奇心中一惊，连忙护住心脉，不经意间竟吃了个暗亏，气息紊乱。这无为峰的护山大阵，竟然连他这个炼虚境修士一时之间都难以破开。谁人敢擅闯我无为峰？发现山门异样，守门弟子立刻喝道：大胆！药王谷贵客在此，还不速速退下！齐瀚海连忙喝退弟子。掌门！守门弟子吃了一惊，掌门亲临，这苏贤还不出来拜见，实在是托大。韩天星面露不满，看向守门弟子，呵斥道：还不速速将阵门打开！这守门弟子面色惊恐，哼，韩峰主真是好气魄啊，居然到我峰上欺负起一个守门弟子来了。就在这时，一道苍老的声音传来，紧跟着枯瘦人影显现，正是苏贤。在其身旁还有一位身穿墨绿色衣裙的绝美少女，乃是洛青衣。在人群中看到江玉书，两人面色皆是微变，不过很快便是恢复平静。老朽这峰内杂乱，怕是入不了诸位的眼，就恕不招待了。本来以为苏贤现身是要邀请众人进峰内参观，谁知道是直接拒绝来着。苏师兄，远来是客，夏小姐乃是药王谷谷主之女，怎么说也该招待一下。齐瀚海点出夏双羽的身份，希望苏贤能够放他们进去看看。算了吧，我这副身体出来久了就容易困，今日就不作陪了。哎，年纪大了啊。苏贤打了个呵欠，叹道：哼，苏峰主这把年纪倒是娶了个美娇娘，怕是让天下男子都要羡慕死了。夏双羽忽然将矛头转向洛青衣，那是，毕竟是我苏贤的女人。苏贤大笑，齐瀚海有些无语，不过看向洛青衣的时候还是面露欣赏之色。夏小姐有所不知，洛青衣不仅是苏贤的道侣，同时也是我天道宗的弟子，更是一位3阶炼药师。洛青衣已经能够炼制4阶丹药的事情还没有公布，所以齐瀚海等人还不知道洛青衣已经在近期突破至4阶。话音一落，夏双羽和江玉书皆是面色一正，3阶炼药师。是的，青衣在炼丹一道颇有天赋，又肯努力，这次也会代表我天道宗参加炼丹大会。吴梦香在一旁介绍道，面色骄傲。是吗？夏双羽笑道，那到时候彼此之间可得好好交流一番了。江玉书，见到熟人不打个招呼吗？夏双羽这么一说，让齐瀚海等人皆是一惊，这什么情况？2个人认识？夏小姐。江玉书有些犹豫，不过在看到夏双羽的眼神时，心中微微一颤，转向洛青衣，青衣，真是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哼，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关系了。洛青衣冷哼一声，明显不想搭理江玉书。死！齐瀚海众人心里顿时有些慌了，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这到底是个什么剧情走向啊？怎么总感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火药味呢？若是平常弟子的小打小闹那就算了，可这里面涉及的可是药王谷谷主之女啊。好了，诸位慢走，恕不远送。苏贤直接打断这诡异的气氛，将洛青衣带了下去。虽然有些不满意苏贤的态度，但是这一动作着实让齐瀚海心生感激。天知道3人这么继续僵持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哎，这炼丹大会怕是要注定不得安宁了。主人家不愿接客，
夏双羽等人自然也不好当众强闯，只得作罢。至于接下来的路程，夏双羽兴致缺缺，先一步离开了，顺便将江玉书也带走，只留下其他人继续参观。齐瀚海只得在心里祈求，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情啊！翠竹峰某一隐秘角落，13长老曾正奇对着面前的宋浩言拜道：“如何？那护山大阵有把握破开吗？”宋浩言问道。可以破开，但……曾正奇有些犹豫，说。宋浩言神情不耐，但需要些时间，而且肯定会引起很大的动静，除非我们要彻底和天道宗开战。曾正奇面色凝重，哼，小小的一个无为峰，居然隐藏有这么高阶的大阵，倒是小看这个苏贤了。宋浩言冷哼一声：“13长老，那是否要？”曾正奇询问。算了，天道宗虽然只是个三流宗门，但眼下还不宜给药王谷招致不好的影响。宋浩言摆了摆手。那……曾正奇疑惑。我已经找到方法了。宋浩言自信道。什么方法？苏贤的道侣不是要参加炼丹大会吗？这就是一个不错的突破口。夫君，我观今日药王谷弟子修为最高不过结丹，心中一直有一个问题。是夜，洛青衣躺在苏贤的怀中，忧心忡忡。但说无妨，且看为夫指点你一二。苏贤笑道。炼丹与修炼乃是两条道路，正所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故此则会失彼。若是顾及炼丹，就会缺乏修炼。就比如药王谷之人，皆是4阶炼丹师，但修为却不高，而且多数以丹药辅佐突破，根基虚浮。但若是顾及修炼，那又难在丹道上有所成就，最终庸碌一生。若是夫君的话，当如何选择呢？洛青衣认真问道。这也是这段时间一直困扰他的问题，因为炼丹大会将近的缘故，他一直在钻研丹道，荒废了修炼，修为一直止步不前。依依觉得何为炼丹？苏贤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反问道：炼草木之灵于丹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揉以成丹。洛青衣稍微思索一番，便得出答案。苏贤微微一笑，不置可否，对，但也不全对。炼丹者炼的是天地之灵韵，凝的是宇宙之精华，以天地为炉，以身心为火，融万道于一丹，是以成丹，此乃丹之大道。洛青衣闻言恍然，朦胧中感觉自己的认知又突破了新的壁垒。苏贤没有打扰对方，继续道：世人皆言炼丹耗时费力，恐误修行，然不知真炼丹者能于丹炉之中悟透天地玄机。一炉丹药便是一个世界，炼丹即炼心，炼心即修行，何物之有？炼丹即炼心，炼心即修行。洛青衣美眸一亮，心中明悟，仿佛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一般。丁，检测到真命天女洛青衣处于顿悟状态，双倍返还修为和丹道感悟。耳边传来系统的提示音，苏贤微微一笑，没有打扰对方。刚才所言不过是苏贤借助高于洛青衣一个版本的丹道知识形成的见解，当然这里面也包含有苏贤自身的理解，毕竟原主活了1000年，在丹药延寿这方面也有自己的研究。再说接下来的炼丹大会总共分2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讨论丹道，为期7日，讨论方式多种多样，可以是众人针对一个问题给出自己的见解，也可以是资深炼丹师诉说自己的炼丹心得。等到第2阶段才是真正的炼丹大比，为期3日。药王谷这边出动的是12位外门弟子，天道宗这边则选了30名弟子参赛，绝大多数都是丹霞峰的弟子。炼丹大会来临，丹霞峰论道台飘着细雨，100尊青铜丹炉在雨中蒸腾紫气。正所谓客随主便，首先上台讲到的乃是天道宗这边的长老，纷纷讲述了这些年来自己的炼丹经验。为了能在药王谷这边一展脸面，可以说是将自己压箱底的绝学都拿了出来。不得不说，天道宗这边的弟子确实收获颇丰，但反观药王谷这边的弟子却是反应平常，更甚者有嗤笑声传来，对于这些言论不屑一顾。天道宗众长老羞怒。但轮到药王谷这边的时候，曾正奇亲自上场，发言时间虽不长，但单道言论字字珠玑，让天道宗众长老弟子闻之变色。即便是药王谷众弟子，平日里也难听见曾正奇亲自授课，皆是正襟危坐，认真听讲一番讲话下来，天道宗众长老无不汗颜。果然在炼丹这一块，药王谷敢称第2，没人敢称第1。好了，我们这些老家伙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以后都是年轻人的时代，这样如何？天道宗与我药王谷各出一题，交由这些小辈们辩论，如何？曾正奇提议道。善。吴梦香赞同道。那这第1题就由我天道宗来出吧。说完，吴梦香看向张子珍长老。哼，既然如此，那老夫就出题了。张子珍站起身子，朝着曾正奇与吴梦香抱了抱拳，看向底下众弟子道：老夫的题目是炼制丹药君臣佐使是否可逆。简单点来说，张子珍想问的是丹方上药材的主次之分是否就是固定的。天道宗弟子两眼茫然，
药王谷弟子却是不以为意。药王谷的李木然更是直接嗤笑出声：“老头，你这算什么题目？丹方，既然有方，那便是规矩，坏了规矩还如何炼丹啊？”这话不仅仅是李木然一人的观点，而是绝大多数人都是这么想的。若是君臣佐使可逆，那丹方的意义又是什么？默然师弟所言不错，但也不绝对。就在这时，江玉书站了起来，面带微笑，朝着天道宗以及药王谷众长老行了一礼。若是火候控制得好，主辅调转带来的偏差也可纠正，但其中对于控火技术的要求以及经验要求都颇高。话音一落，众人恍然，张子珍、曾正奇等人面露微笑，看向江玉书，面露欣赏之色。夏双羽则是双眸泛光，面带红晕。若火候导错，以辅药反作主材，是否可行？洛青衣忽然站起身来，声音清冷如泉，随即扔出张素间，飘于空中展示，纸上墨痕勾画出倒悬的丹纹，每道纹路旁竟标注着毒物相克的原理。李木然怒斥：荒谬！我药王谷、药王经中早有定论。话没说完，他面前的丹方突然无风自燃，胶痕恰好拼成洛青衣所绘的倒悬纹。这是……有药王谷长老突然展开3丈长的空白卷轴，朱笔疾书：7年前我炼制的血魄丹总称废丹。若按此理，他笔尖在主要千年血莲处重重画叉，卷轴竟泛起金光。以毒物炼丹，炼出来的岂不是毒丹？江玉书眼中金光一闪，嘴角戏谑。语丝渐密，洛青衣起身势衣袖带翻砚台，墨汁泼在青玉石板上，混着雨水，竟显出一幅完整的阴阳相济图。他直接忽略了江玉书，驻足轻笑道：诸位可曾想过，所谓毒物或许本是天地未分的混沌灵药？这话如冷水入沸油，李木然手中狼毫咔嚓折断，墨迹在丹经上晕出从未见过的配伍图谱。有药王谷长老的卷轴上浮现出上百种毒物替代方案，每味药材都标注着相生相克的时辰，即便是曾正奇也眼神发亮。若是如此，赤些毒浴上正5日经道是成了大补之药了。洛青衣读之一道震惊四座，吴梦香、张子珍等人称赞不已。药王谷不少弟子强自镇定，更甚者直接嗤之以鼻。江玉书则是面色阴沉，谁成想自己的风头竟然会被一个当年自己都看不起的小丫头给抢走了。哼，以毒炼丹吗？倒是个不错的炉鼎。嗨，好了，这一场辩论到此为止，且听下一题。曾正奇将众人的注意力拉了回来。刚才张子珍长老提到丹方药材的主次之分，那我这里正好有个类似的题目。正所谓大道3000，丹道亦是其一，却与常规修炼有所不同。那么试问，修炼与炼丹谁主谁次？洛青衣闻言一怔，这道题目不正是自己昨日问夫君的吗？自己这无意间还押中题了。心念及此，洛青衣并没有着急，立刻回答：这有什么好辩论的？自古以来，炼丹师以炼丹为主，修炼为辅；修真者以修炼为主，或辅以炼丹，或全心修炼己身。有弟子脱口而出，这也是绝大多数弟子的心声，却也让他们感到茫然。这道题这么简单的吗？那看起来似乎也没什么辩论的必要了吧？玉书以为炼丹者炼的是天地之精华，取万物之精融为一体，是为丹。然而丹药亦可辅以修炼，服用丹药亦是服用天地之精华，借以修炼，此为正道。江玉书紧跟着站了起来，神态从容而自信。虽然说的仍旧是丹主修辅的观点，但是却多有衍生，而且更是道出了绝大多数丹修的心声。丹道才是修炼正道。药王谷弟子皆是觉得自家领队说的不错，很有道理，很长脸面。哦，那江道友为何如今才只有结丹修为？洛青衣站了出来，嗤笑道：我天道宗虽算不得什么名门大派，但在江道友这个年岁，结丹弟子还是有些的，原因天骄亦是存在。还是说江道友自认为是丹道奇才，而在修炼意图上乃是废材？虽然洛青衣已经决定不再和江玉书扯上任何关系，但是能够在对方得意的领域予以打击，还是很乐意的。闻言，曾正奇等人面露不悦，夏双羽更是眼露寒芒。哼，口舌之辩罢了。我等丹修以丹正道，自然得服用自己的丹药修炼，所以我计划以5阶炼丹是正道，炼制5阶化阴丹，突破至元阴境。江玉书傲然，药王谷弟子皆是面色振奋，服用自己炼制的丹药突破境界，这是何等值得骄傲之事啊！听青衣姑娘的意思，倒是有自己的高论啊。夏双羽忽然站了起来，挑衅地看向洛青衣气瀚海一直静静观看炼丹大会，见此情形，心里有些发怵。高论倒是不敢，不过有些自己的见解罢了。洛青衣面色平静，回想起那叶苏贤的话：世人皆言炼丹耗时费力，恐误修行，然不知真炼丹者能于丹炉之中悟透天地玄机。一炉丹药便是一个世界，炼丹即炼心，炼心即修行，何物之有？又何分主次？呵，
什么玩？夏双羽打定了主意，不管这洛青衣说什么，自己都得狠狠贬低对方，长一长药王谷这边的威风。不想却发现长老团这边陡然安静了下来。一丹一世界，炼丹即炼心，炼心即修行。众长老喃喃，竟是当场顿悟了。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哈哈，困扰我多年的问题终于揭开了。哈哈哈！炼丹即修行，何该如此？何该如此啊！眼看众长老面色狂热，夏双羽哪里还不知道洛青衣刚才的言论何其惊人，面色顿时难看万分。江玉书虽然面露不甘，但却无可奈何，在对上夏双羽几欲吃人的眼神时，不由得心头一颤。小丫头，你这番言论可是你自己悟出来的？曾正奇问道。是弟子偶尔从长辈处听取的。洛青衣谨记苏贤所提的藏拙二字，并没有将其搬出来。哼，看来天道宗还有高人啊，倒是曾某小觑了。曾正奇只当是丹霞峰长老之言论，对着吴梦香、张子珍等人抱拳。张子珍却是面露苦笑，这等惊世言论哪里是他们所能够参悟的？但若不是他们的话，莫非是苏贤？想到自己在与苏贤的论丹的时候一败涂地，如今看来似乎也不冤。这苏贤也并非完全取巧啊。如此一来，两场辩论虽未设立冠亚之争，但显然洛青衣的丹道理论在众弟子中更胜一筹。天道宗倒是出了个不错的苗子。曾正奇赞道，看向洛青衣目光异样，眼底还藏有丝丝戏谑，不过很好的掩饰了过去。焚香阁的鎏金兽炉吞吐着绮罗香，一回到屋内，夏双羽立刻打开了隔绝禁制，一脸怒容。可恶，可恶，可恶！一个小贱人，凭什么能夺走我药王谷的威风？江玉书站在一旁不敢说话，脸色难看。因为药王谷的威风本该是由他来出的，是不是见到老相好就使不上劲儿了？夏双羽看向江玉书，眼神微寒。小姐多虑了，实乃是这洛青衣身后有高人指点，这才威风尽出。江玉书连忙解释，等明日炼丹比赛，以这小贱人不过区3阶炼药师的水准，头名定然还是我药王谷的。哦，是吗？听到这里，夏双羽的面色才微微好了些，希望你不要再让我失望。小姐放心，定不辱命。江玉书神色一凝，态度恭敬。若是再失败了，当如何？夏双羽冷笑问道。但凭小姐吩咐。江玉书低着脑袋。怎么？你现在不是但凭我吩咐？夏双羽心情好了些，亲手抬起江玉书的下巴，笑盈盈道：玉书自然始终是小姐的人。江玉书乖巧凑了过去。哼，这九幽冥独提我药王谷是不可能错过的。明日你可与其打赌，赢了让他自愿跟你回药王谷。夏双羽提议。只怕这小贱人心存警惕，不会轻易答应。江玉书犹豫道：哼，这有什么好担心的？告诉他，若是你输了的话。夏双羽话锋一转，嘴角玩味，那就告诉他10岁那年毒体爆发的真相。听到夏双羽的话，江玉书面露为难之色。这怎么舍不得？夏双羽眼神发寒。小姐说笑了，只是当年之事，谷主可是严禁外泄的。江玉书小心解释。呵呵。夏双羽眼神之中泛起危险的光芒。这么说来，你还真的打算输掉比赛不成？闻言，江玉书立时会意，谄笑道：是玉书多虑了，该罚，该罚啊！见状，夏双羽忍不住舔了舔嘴角，双眸之中光芒闪动，确实该罚，只不过怎么罚得由本小姐说了算。说着，夏双羽取出一根淬毒的银鞭，鞭梢垂落的铃铛在江玉书锁骨处叮咚作响。江玉书秒懂，褪去上衣，以药藤自捆于紫檀雕花榻上，腕间勒出的血痕渗入千年陵墓纹路，劲催的榻沿生出妖异的红蕊。小姐开心便好。既然如此，江师兄此前不是说最爱替我试药吗？夏双羽绛唇咬碎一枚赤色丹丸，胭脂混着毒血滴在江玉书胸腹，紧跟着上移落入江玉书嘴里，这千株万毒饮的滋味可还称心。江玉书脊背弓起如濒死的鹤，喉咙却被药藤缠出青紫，他破碎的喘息里挤出笑音。小姐的赏赐，即便是毒药，那也是甜的。银鞭破空声撕裂熏香，鞭影在江玉书腰腹绽开血帘，他眼底猩红更甚，扯断连蔓金钩，刺入他肩胛。你知不知道，当你的眼神看向那个小贱人的时候，我有多么嫉妒和愤怒？记住，你江玉书生是我夏双羽的人，死亦是我夏双羽的鬼。剧痛催发药性，江玉书瞳孔漫上流金色，傅灵藤忽如活蛇游走，反缠住施暴者的脚踝，他染血的唇贴上他站立的耳垂。既如此，那就只看小姐一人便是。江玉书指尖勾开夏双羽腰间暗带，拈出枚嫣红如血的药丸，用我的心头血炼的止疼丹。小姐这些年，他将丹药含入齿间肚进他口中，倒是一颗都没舍得用。绮罗香陡然浓烈，江玉书肩头的金钩不知何时已刺穿两人手掌，鲜血在颈青上绘出合欢图腾。
夏双羽发髻散落，颈间宝玉被江玉书咬在齿间。小姐，这般可还满意？哼，再用力些。格外骤雨倾盆，却浇不灭踏边焦烛，挡不住那激烈而粗暴的喘息声。本来炼丹大比试安排在丹道辩论后的第2天，奈何当日洛青衣言语惊人，让不少长老心有所感，明悟了丹道真理需要些时间消化，故此又往后延了3日。此刻吴为峰的丹室氤氲着青紫色雾霭，洛青衣指间悬着3枚颤动的丹丸，其上丹纹却在最后一刻突然扭曲。他慌忙去抓滚落的丹药，却被丹火烫得指尖发红。这已是今日第3炉废丹。咔！苏贤苍老的手指突然截住坠落的丹丸，灰白长发扫过丹顶边缘腾起的毒雾。他将丹药举到窗前，正午日光穿透丹体，竟在墙面映出寒水藤虚影。寒水藤的火候过了3息。苏贤苍老的声线惊得洛青衣一颤，低头轻声应道：“是心乱了。”苏贤点出问题关键。洛青衣点头不语。丹炉突然嗡鸣作响，顶内漆黑的丹液翻涌如沸，凝成9道毒胶虚影。少女一惊，却见苏贤枯瘦的指尖轻点丹顶，那些爆裂的毒胶竟温顺地盘踞成丹纹。洛青衣低下了脑袋，丹炉映出他眼底晃动的光。明日便是炼丹大比了，这次大比依依不想输，也不想给夫君丢脸。还有个点洛青衣没有说，那便是这是他第一次在药王谷，在众人面前真正展现自己的独破丹道。这种被认为旁门左知的丹道，尽管被大道经被苏贤认可，但能够在自己手中真正证明的机会就在明日。丹炉炸开的火花可不会管什么输赢。苏贤忽然引着他的手按进药液，仔细听，你的丹心在说什么？少女掌心突然传来鼓动，丹火从顶中窜起。他们记得的是你最近彻夜炼丹时的模样。他怔怔望着虚空中的丹火，突然发现那些火星拼凑出的竟是自己炼丹时的剪影，时而蹙眉掐算火候，时而兴奋地将新丹抛向半空。夫君何时？丹火有灵。苏贤屈指弹碎一缕试图规整丹纹的霞光，你且问问他们，可愿被正道2字铸成规整的原丹？洛青衣不说，不代表苏贤不知洛青衣对于独破丹道这一被认为邪道的顾虑。洛青衣心中一动，先前破碎的废丹从灰烬中腾起，竟在空中自行重炼。少女忽然伸手抓向最爆裂的一团丹火，任其在掌心灼出血痕。他们不愿。苏贤眼尾皱纹里星河流转，那便让药王谷看看，真正的丹道从不在丹炉里。他双白长发无风自动，推开窗户露出漫天雷云。而在炼丹人沸腾的骨血中，少女凌空抓起重炼的丹丸，眼神雪亮。这才是我的丹道。终于，第2轮的炼丹大比开始了。丹霞峰顶的9尊鎏金丹顶吞吐霞光，上万修士的目光凝在中央的丹台上。药王谷人员入场，夏双羽与江玉书皆是锦衣裹体，避免暴露彼此身体上的伤痕。天道宗与药王谷共50名弟子相互见礼，只不过从药王谷的眼神中，天道宗众弟子显然能够感受到对方眼中的轻视。洛姑娘，你我皆精通丹道，今日借此机会比一场如何？江玉书一副谦逊有礼的模样提议道。齐瀚海、吴梦香等人皆是眉头一皱，眼看着炼丹大会都快接近尾声了，这药王谷又要搞什么事情？对不起，没兴趣。洛青衣连眼皮都懒得抬起来，冷声道：哼，若是我赢了的话，还请洛姑娘与我回药王谷一趟，替我鼓补拳独破丹道。对于洛青衣的反应，江玉书早有所料，不以为意，自顾自道：若是我输了的话。眼看洛青衣要走，江玉书立刻传音给洛青衣，嘴角含笑。什么？洛青衣闻言陡然失态，眼神越发冷冽，还带有一丝愤怒。好，我答应你。丹霞峰炼丹台，药王谷弟子镇袖间，丹火化作青鸾火凤，衔着灵草绕顶3周才肯投入炉中，看起来技术娴熟统一，颇具大家风范。4阶青霞丹，丹成。药王谷李木然开鼎刹那，7支丹气凝成的青鸾冲天而起，唯余扫过天道宗席位时，竟将几名弟子顶中的丹火压得几近熄灭。天道宗3阶冰心丹。评审长老的畅报声淹没在嗤笑中，天道宗弟子颤抖着捧出丹丸，顶中腾起的青烟稀薄如絮，丹纹尚未成型便已涣散。药王谷人群中突然飘来一句：师兄快看，那丹纹像不像被雨淋湿的屁股蛋？此言引得众人哄笑骤起，有药王谷弟子故意将灵石催到极致，7彩流光凝成丹道正统4个大字，横压在天道宗席位上空。有位红衣弟子更是凌空绘出丹纹，将天道宗刚炼成的2阶氧气丹拓印放大，供众人观赏丹体上歪斜的云纹。4阶云龙丹。又一道畅报响起，药王谷弟子丹顶中窜出灵爪俱全的云蛟，绕着评审席盘旋时，竟将天道宗弟子顶中飘出的丹香尽数吞噬，引来众人啧啧称奇。丹霞峰手涂柳烟儿额头沁汗，面色凝重，
正以灵力死死按住躁动的丹顶，本该早已成型的4阶灵丹，在药王谷浩瀚丹气压制下，晚出炉了半刻钟，导致一道丹纹都没有4阶地灵丹。不过不管怎么样，天道宗这边总算是出了个4阶丹药啊，虽然没有丹纹，只是普通品质，但也不算太难看。吴梦香等人看向柳烟儿，皆是面露欣慰之色，还算不错。4阶上品灵运丹。满场哗然中，江玉书立喝开鼎，丹气凝成的幼蛟四处晃动，长老们慌忙结阵，才拦住4溢的丹灵。江玉书漫不经心掸去袖口丹灰，有些惋惜，可惜只有2道丹纹。江师兄威武！药王谷弟子精神一振，天道宗弟子苦笑，真是人比人气死人。他们这边还在辛苦炼制3阶丹药，人家那边对4阶上品的丹药还挑3拣4的呢。这就是药王谷真正的炼丹水平吗？4阶上品一出，此次魁首怕是定下来了。曾正奇笑道，就连他所了解的那位丹霞峰首徒，也只是炼制出4阶下品丹药，药王谷这边胜局已定。药王谷炼丹术名不虚传，我天道宗佩服。吴梦香赞叹，炼丹大宗，不服不行啊。只不过嘴上这么说着，心里却并没有失去希望，连同张子珍等长老皆是看向场中还在炼制丹药的洛青衣，心中怀揣着一丝希望。呵呵，不过一个3阶炼丹师，能有什么值得期待的？曾正奇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还是不屑一顾。另一边，江玉书、夏双羽等人皆是看向洛青衣，心里冷笑不止。4阶上品丹药足够定乾坤了。再看此刻洛青衣神情凝重，额头不由得沁出冷汗。身前太虚炼天炉震动不已，显然药性控制不稳，有些失衡。若非太虚炼天炉品质超凡，换作一般品质的炼丹炉，这炉丹药怕是早就要炸了。不得不说，江玉书的赌约给了洛青衣极大的影响，让他有了不得不赢的想法。但想要赢下江玉书，就得炼出超越4阶上品的丹药。自己可以吗？如今丹炉不稳，以自己的控制力还有机会吗？自己要说，可若是输了，自己就得答应江玉书的条件。更重要的是，自己10岁那年的惨案可就在无见天日之时了。就在洛青衣思绪越发紊乱之时，忽然一道苍老而熟悉的身影映入他的眼帘。苏师兄，你可算舍得出风了。齐瀚海苦笑道，苏峰主。其他长老互相见了礼，过来看看依依而已。苏贤面容随和，看向洛青衣的方向，温柔一笑，是夫君来了。夫君在对我笑。洛青衣心中一震，陡然想到不久前苏贤才对他说过的话，你的心乱了，当遵从自己的丹心。是了，自己炼丹从来不是为了追求所谓的输赢。心念及此，洛青衣的心情立刻平静了下来，摒除外界嘈杂，一心扑入丹炉之中。现在才稳住心境吗？可惜迟了。江玉书心中冷笑，任谁都看得出来，洛青衣身前的那炉丹药要控制不住了。但是很快，他的面色就变了，那不断晃动的丹炉陡然安静了下来，竟然稳住了。那件丹炉，曾正奇眼神微眯，发现洛青衣使用的那件丹炉并不一般，上面流转的道与韵，以自己的能力居然都看不透。丹成，丹炉轰然震颤，炉内紫烟凝成盘蛇状丹纹，赫然有3道。当赤红丹丸破顶而出时，众长老弟子同时按住眉心，神识竟被丹气牵引着自行运转周天。3道丹纹，4阶绝品。评审长老面色震动，丹纹如百脉贯连，药性藏于周天运转。丹药表面密布血管状纹路，每道纹路中流淌着紫金毒物，以毒魄为引，即便是化神期修士服用，也能够驱除其体内的杂质，断魂炼骨。曾正奇的胡须沾上易散的毒物，袖口一不小心都被识出破洞，这丫头把毒控在了淬体的临界点，以毒攻会，破火断骨。吴梦香忍不住赞叹道：“4阶绝品，当之无愧。”柳烟见状也不由苦笑，不得不叹服，论炼丹天赋，这位新晋的小师妹着实惊人啊！青衣师姐第一，青衣师姐威武，青衣师姐冠军。药王谷席间死寂无声，他们看着天道宗弟子争先恐后感受丹气余韵，而自己引以为傲的4品丹药，正在那枚绝品焚魂断骨丹的威压下褪去灵光。4阶绝品丹药出炉，炼丹大会魁首显然已无争议。不可能，他明明只是3阶炼丹师，为何能够炼出4阶丹药，还是绝品？江玉书面目狰狞，满脸的不可置信。但这很快便引来了曾正奇等人的不满，这么多双眼睛在这里看着，难不成还能有假？还是说要质疑他们这些高阶炼丹师的资质？蠢货，还不退下！我宣布，此次炼丹大会的魁首是天道宗的洛青衣。宣告声落下，天道宗弟子直接沸腾，药王谷这边却是死一般的寂静。后面还汇报有第2名江玉书，第3名，但谁有关心呢？齐瀚海、吴梦香、张子珍等人皆是面色激动。赢了，居然是他们天道宗赢了！关键他们的对手可是号称炼丹界顶流的药王谷啊！
虽然对手只是药王谷的外门弟子，但这个牛逼够他们吹一辈子了。叮！恭喜宿主超额完成任务炼丹3甲，帮助天女洛青衣获得炼丹大比第1名，奖励发放中。叮！恭喜宿主获得寿命6年。叮！恭喜宿主获得木发剑丸3枚。叮！恭喜宿主获得大成初期1天体验卡1张。叮！恭喜宿主获得千机傀儡1件。叮！恭喜宿主获得万毒断体膏1份。叮！恭喜宿主获得9幽是天炼1件。叮！恭喜宿主获得黄泉忘忧水10斤，奖励不错呀。看到如此之多的奖励，苏贤忍不住赞叹道：“叫爸爸！”系统传来欠打的声音：“童子，你这还上瘾了啊？”苏贤有些无语，不予理会。木发剑丸如今已经有了6枚，再来4枚就可以白发全数转黑。之前奖励的大成中期体验卡还没用上，如今又来了一张大成初期体验卡，苏贤感觉心里跟着踏实了许多。千机傀儡，看说明是可以制造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分身，不过境界只有化神境。9幽是天炼，与叶清雪的赤黄婉天簪一样，属于洛青衣的专属法宝。至于万毒断体膏和黄泉忘忧水，应该是用以提升洛青衣实力之用。不可能，他明明只是3阶炼丹师，为何能够炼出4阶丹药，还是绝品？炼丹大比结果宣布，江玉书满脸不可置信，却引来诸多长老不满，包括药王谷曾正奇等人也是面上挂不住。蠢货，还不退下！正此时，夏双羽面色冰寒，看向江玉书怒斥。江玉书见状，身体忍不住颤抖了起来，面色猛然一变。他不是什么蠢人，刚才只不过一时之间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才胡言乱语。眼下被夏双羽这么一呵斥，立刻清醒了过来，连忙道歉退下。既然有了排名，奖励自然不能落下。我药王谷这边愿意出1卷丹地心得拓印版，赠与魁首。曾正奇说着，便是取出一张金光灿灿的卷轴。什么丹地心得？齐瀚海等人大惊。要知道，只有9阶炼丹师才能够称之为丹地，一名丹地的感悟可想而知是何等珍贵，对于炼药师而言简直是无价之宝。虽然只是拓印本少了诸多道韵，但其中感悟亦是此生难求，让在场炼丹师无不眼红。哼，既然药王谷都如此大方，我天道宗再小气那可就说不过去了。齐瀚海笑道，随即取来一尊古朴小鼎，此乃我宗门至宝乾坤丹鼎，今日便赠与魁首了。反正第1名是他们天道宗的，再怎么样都不亏。多谢。洛青衣行了一礼，脸上并无甚喜色，反而是目光灼灼地看向江玉书。这场比赛你输了，之前答应我的真相该说了吧？谁料江玉书却是眼神躲闪，他确实与洛青衣打赌约定，若是输了会告诉他银村覆灭的真相，但那是他从未想过自己会输。如今事与愿违，当年真相断然是不可能暴露出来的，否则只怕话还没说完，自己就是第一个玩完的。什么真相？你怕是记错了吧？江玉书直接耍赖，虽然这样会让自己名声受损，但总好过没命吧。你，洛青衣被气得说不出话来，你怎地可以这般无耻？既然答应了就得做到，言而有信是为人，小家伙你说是不是啊？就在这时，苏贤身形一动，出现在洛青衣的身前，看向江玉书，眼神冷冽。夫君。洛青衣顿时感觉心中踏实了许多，死死地盯着江玉书。比赛前你可是跟我打了赌，若是我输了……洛青衣刚想继续说下去，却不想突然被夏双羽打断。诸位，夏双羽扬声，立刻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不管怎么说，炼丹大比结束，此次药王谷与天道宗的炼丹交流大会也算是圆满结束，我等也该就此告辞了。说完，夏双羽朝着齐瀚海行了一礼。齐瀚海闻言一怔，按道理来说应该再留对方一些时日，但齐瀚海总感觉对方留的时间越长，接下来的变数也就越大。既然夏小姐已有决定，那老夫也就不强留了。齐瀚海回礼，心里正要松口气，不过临走之前有些事情还得处理下。夏双羽话锋一转，齐瀚海心头一跳，若是我所料不错的话，洛姑娘此前应该是我药王谷的药奴吧？夏双羽看向洛青衣，眼角细旋。什么？此话一出，全场震动。洛青衣是药王谷的人，还是药奴？这什么情况？不，我不是。洛青衣否认道。哦，洛姑娘是9幽冥毒体吧？此前一直是我药王谷在帮你控制毒体爆发，如今看来似有成效，洛姑娘应该跟我回药王谷接受检查。夏双羽竟然将9幽冥毒体遏制住的功劳揽在了药王谷的头上，不得不说这算盘珠子崩了苏贤一脸。不，这是我。洛青衣显得有些慌张，因为在9幽毒坛遇见苏贤之前的事情，他脑海里的记忆着实有些模糊，尤其是当初帮自己四处寻医救治的江玉书竟成为了药王谷外门核心弟子，更让洛青衣觉得或许自己真就是药王谷的药奴。哦
就在这时，苏贤站了出来，盯着夏双羽，眼神凌厉，不知道药王谷和毒龙宗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此话一出，夏双羽等人面色微微一变，随即笑道：“苏峰主说笑了，毒龙宗乃是修真界毒瘤，人人喊打，我药王谷怎么会与毒龙宗扯上关系？那可就奇怪了。当初我救下青衣的时候，他被困于九幽毒潭，周围更是被毒龙宗弟子把守，如何又成了你药王谷的药奴了？那或许其中有什么误会吧。洛姑娘跟我等走上一遭，到了药王谷，一切自然明了。”夏双羽连解释都懒得解释了，那意思显然就是我仗着药王谷的身份就欺负你，怎么了？随即夏双羽又是凝视着苏贤，说起来苏峰主身上也有一件我药王谷的东西，还请苏峰主将青铜圣杯归还才是，免得给自己带来麻烦。当然，苏峰主若是配合的话，我药王谷自然不会亏待苏峰主，让苏峰主好好安享晚年。不仅仅是洛青衣，药王谷还将苏贤也定为目标。齐瀚海算是看明白了，正所谓无事不登三宝殿，这药王谷突然登临天道宗，搞什么炼丹交流大会是假，为了洛青衣和苏贤手中的青铜圣杯才是真。夏小姐，再怎么说这里也是我天道宗的地盘，这么做不太好吧？齐瀚海面色微沉，一个是他天道宗的天骄弟子，一个是他天道宗一峰之主，就这样被人家威胁，岂不让人心寒？唉，齐掌门，这您可就让我犯难了。夏双羽轻笑一声，对于齐瀚海的话并没有放在心上，而是看了曾正奇一眼。曾正奇会意，向前一步，炼虚境后期威压展开，让天道宗众人面色猛然一变，修为弱一些的弟子更是直接跪伏在地。放肆！齐瀚海震怒，同样放开炼虚境威压，天道宗弟子这才感觉好受些。二人虽然都是炼虚境后期，但相较于曾正奇而言，齐瀚海显得底蕴不足，威势更弱。齐掌门，我劝你想好了再动手。夏双羽双眸寒光涌动，有杀意弥漫。怎么，药王谷这是要与我天道宗开战吗？齐瀚海怒道。呵呵，开战？就你们也配？曾正奇嗤笑一声，手掌往前一伸，就要朝着齐瀚海压下。等等，你们要的就是这个？苏贤出言制止，举出一枚青铜酒杯在手中把玩，其上裂纹密布，杯底有一道沙漏印记。果然在你手中。曾正奇眼中金光闪烁，交出来。哦，想要？苏贤眼神戏谑，那就给你。青铜酒杯在空中划出一个轨迹，却忽然被一道身影截获。哈哈，原来这就是你延寿数百年的秘密，今日它是我的了。却是星河峰峰主韩天星突然出手。此前他从灵无涯处听得苏贤延寿的秘密，就一直留心，今日果然有了结果。蠢货！苏贤虽然吃了一惊，但还是忍不住骂了一句啊！紧跟着惨叫声自韩天星嘴中响起，紧抓青铜圣杯的手竟然有黑雾弥漫，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腐烂。有毒！韩天星惊怒，急忙运转灵力想要抵挡，却不见成效。啊！眼看剧毒即将从手弥漫至自己脖颈，韩天星眼神发狠，当机立断直接砍下自己的右臂。忽然一道寒光闪过，韩天星不可置信地看向自己丹田透出的利刃，上面鲜血喷涌，锋锐的灵力在其体内疯狂激荡，剿灭着他体内的生机。灵无涯，你！眼睁睁看着丹田处元婴被毁，韩天星满脸不甘心，这才明白过来，这一切原来都是林无涯做的局。林峰主，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齐瀚海大怒，这一切发生的太快，快到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林无涯已经出手，而韩天星已然身死。苏贤眼神冷冽，他早已在青铜酒杯上涂上了毒药，只不过这毒本来是为了曾正奇所准备的。如今药王谷的队伍，唯有曾正奇这一炼虚后期高手能够威胁到齐瀚海，若是将其解决掉的话，整个药王谷队伍将不再有威胁。只是没想到半路杀出个韩天星，如此草率前来送死。好了，你做得不错，跟我一起回去吧。曾正奇眼角得意，看向林无涯，微微一笑，多谢大人。林无涯恭敬行礼，这下任谁都能够看出来了，药王谷竟然在天道宗早早就安插了棋子，而且这棋子的身份地位仅次于掌门，乃是一峰之主，多么惊世骇俗的消息！天道宗竟然一开始就被药王谷给盯上了。林无涯领命，灵力化作一只大手，将青铜酒杯从韩天星的身上取走，顺便还顺走了对方的储物袋。谁成想青铜酒杯上的黑气并未消散，在触及林无涯灵力的时候迅速扩散，朝着林无涯肉身逼了过去。嘶！林无涯见状倒吸一口凉气，哪里想到这青铜酒杯上的毒气竟如此猛烈，半途中不得已连忙将其抛下。哼！曾正奇见状冷哼一声，身形一闪，单手接住青铜酒杯，仔细看的话，能够看见其右手上套有一层薄纱，正是靠他隔绝了青铜酒杯上的毒性。苏峰主真是好手段，没想到居然在毒道上有这等深入的研究。
苏贤眸光冰冷，不说话。药王谷辱我宗门，杀我长老，真当我天道宗好欺负不成？齐瀚海声音震怒，刚才没有出手，是因为他一直在准备另一件事，而今成了。护山大阵起，隆隆的轰鸣声响起，齐瀚海脚踏青莲升空，身后八大峰同时喷涌灵脉光柱，直冲云霄，化作点点星光，宛若星辰运转，形成周天星辰大阵的阵图。齐掌门，你可要想好了，我药王谷要的不过一名药奴和一只圣杯罢了。你确定要与我药王谷开战？又或者你觉得区区一个天道宗是我药王谷的对手？夏双羽眼神森寒，对于齐瀚海的反击并没有放在眼里，反而威胁道：哈哈哈哈，纵然我天道宗只是一个三流宗门，那也不是任由他人肆意践踏的，否则岂不寒了宗门内长老弟子的心？这宗门存在还有何意义？齐瀚海怒极反笑，看向曾正奇，须发接力，药王谷要战，那便。这位炼虚后期的掌门话音未落，云层突然裂开一线金光，那是一只药葫芦，葫芦嘴倾泻的丹气化作百万金针，瞬息洞穿八道灵脉光柱。众长老结成的周天星斗大阵尚未成型，就被葫芦表面游走的药字道纹压得粉碎。合体境，齐瀚海瞳孔映出药葫芦上盘坐的虚影，那是一个中年道袍男子，面如刀削，正是药王谷的13长老宋浩言。区区一个三流宗门也敢与我药王谷抗衡？宋浩言冷笑。护宗大阵的裂痕中渗出金红血雾，齐瀚海一声嘶吼，12道本命剑魄从脊柱中破体而出，在虚空凝成残缺的周天星斗图祭阵。他嘶吼着撕裂掌门道袍，八大峰突然地动山摇，历代祖师作画前灌注在灵脉中的道运冲天而起，化作3000柄燃烧的命剑悬于头顶。宋浩言轻拍药葫芦，嘴角噙着讥笑：燃烧寿元，就让你看看你我之间的差距。话音未落，翡翠葫芦突然喷出一道道灰雾，灰雾所过之处，护宗大阵的阵基发出令人牙酸的腐蚀声，护宗大阵的阵基竟生出霉斑，那些燃烧的命剑竟然直接熄灭。阵起，齐瀚海双目欲裂，强行撑起大阵，守阵长老为我争取实习时间，剩下的人守护好宗门弟子。是。众长老附和。紧跟着齐瀚海取出此前得到的那枚合道丹，眼中有一丝犹豫，但很快便是被决绝所替代，一口吞下。丹药入腹刹那，齐瀚海身后道体暴涨100丈，一股强大的道运自体内诞生，仿佛与这片天地融为一体。这一刻，齐瀚海强行吞服合道丹，突破到了合体境。当然，这并不是没有代价的，没有充足的时间巩固境界，完全靠丹药突破的境界，随时可能因为气机虚浮，在战斗过程中又跌回炼虚境，导致的结果就是100年内再难入合体境。所以，齐瀚海眼下这等境界，更确切的来说是伪合体境。阵起，八大峰灵脉发出轰鸣，在齐瀚海背后结成周天星斗剑图，每一颗星辰上的道纹都被催动到了极致，星辰交融，形成一柄巨大的青玉道剑。齐掌门，我药王谷的合道丹可不是那么好服用的哦。夏双羽嗤笑一声，眼露戏谑。齐瀚海默然，他自然知道对方既然早就已经布局，那肯定不会让自己好过。这枚合道丹肯定是有问题的，但也是眼下天道宗对抗宋浩言的唯一希望。噗！齐瀚海嘴角溢出毒血，神态坚决，全力催动大阵。宋浩言眼神凝重，重创一众天道宗长老，药葫芦炸成粉末，露出本体药王杵，杵头900个孔洞中同时喷射单独雷火，雷火所过之处，青玉道剑尽染墨色，巨剑尚未完全显露威力，便失了锋芒。哼，不过伪合体境而已，真以为可以逆天？既然你求死，那我就成全你。宋浩言眸光冷冽，难道天真要亡我天道宗？齐瀚海面色惨然，话音刚落，天地间忽然传来一声叹息。谁？宋浩言陡然一惊，仅仅是一声叹息而已，竟让他本能地感受到一股畏惧。还有高手？恃强凌弱，视人命如草芥，当诛！声如天雷滚滚，震撼人心。紧跟着一道黑袍身影屹立于天际，光芒笼罩，看不清面容。前辈何人？这是我药王谷的事情，还请前辈勿要插手。宋浩言额头之上冒起细密的汗珠，急忙搬出药王谷的身份。药王谷？哼！黑袍人影冷笑：犯我宗门者，死！沙哑的嗓音撕开天幕。宋浩言惊觉脚下丹云正在坍缩，药王谷长老弟子们保持着讥笑的表情，被冻在虚空，眼珠却还能转动，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本命丹火从七窍倒流而出。黑袍人影踏天而行，所过之处，人影尽皆化作飞灰。宋浩言想要掐诀，却发现连神识都被锁死，难以动弹。大成，最后2个字卡在喉间，你不能。本座刺辱狂妄之死。黑袍人影声音冷然，
一指点出宋浩言，直接爆碎成血雾。保护小姐！药王谷众人立刻意识到大事不妙，谁也不知道天道宗的背后竟然还有一位大成期的老怪在守护。就连掌门齐瀚海自己都不知道，除了明面上药王谷这些人，暗中埋伏的人接连现身，朝着夏双雨围了过去。带小姐先走，一个都走不掉。黑袍人影眼神之中火焰闪烁，目光所及皆为灰烬。小姐，救救我！救我！江玉书直接吓尿了。夏双雨却是眼神一狠，一根毒针破空射出，瞬间破开江玉书的眉心，射了进去，一击毙命。江玉书知道的太多了，绝对不能留下。前辈，晚辈是天道宗的人，受到了药王谷的蛊惑，晚辈知错，晚辈知。林无涯跪地求饶，背叛者更为可恨。黑袍人影声音愠怒，一指点出，一道火焰发出炽烈的光芒，急速朝着林无涯射了过去。不，我还不能死！林无涯惊骇欲绝，正好瞅见不远处的林瑶，一把将其射了过来，挡在自己身前。牙哥！林瑶满脸不可置信，他得知林无涯今日要回归药王谷后，便是立马赶了过来，期望被一起带离这里，却不想被当成了人肉盾牌。可笑，太可笑了！心念及此，林瑶竟然忍不住看向了苏贤的方向。此刻的苏贤死死地将洛青衣守护在自己的身后，让女孩避免受到一丁点伤害。哼，如果自己没有离开他的话，现在他身后的那个女孩应该就是自己吧。噗！林瑶身死，林无涯也未能幸免于难，不可置信地看向自己的丹田处，一起被洞穿，里面的元婴小人更是瞬间就被烧成飞灰，再无一点生机。黑袍人影默然，路过林瑶身边的时候微微顿了一顿，继续向前。前辈，今日之事确实是药王谷之错，药王谷如今也已死伤惨重，还望前辈放过晚辈等人。夏双雨面露惊恐，求饶道：哼，你欺凌弱小的时候，可曾想过他们也是这样向你求饶的？黑袍人影冷哼一声，一掌拍下迎风暴掌，一群药王谷之人宛若死士一般，争先恐后的挡在夏双雨的身前，纷纷化作飞灰。谁敢伤我女儿？就在这时，夏双雨胸口处一枚玉佩光芒大涨，一道高大的人影显现，满面怒容夫君。洛青衣看着眼前局势突变，不由得有些担心。放心好了，无妨。苏贤安慰道，看向天际那道黑袍人影，不是别人，正是苏贤本尊。而眼前护着洛青衣的苏贤，则是富有苏贤一缕神识的千机傀儡。苏贤本尊为了挽救天道宗局势，悄然脱身，捏碎了一张大成初期体验卡前来救场。谁敢动我女儿？父亲，救我！关键时刻，夏双雨胸前玉佩光芒闪烁，竟显现出一高大男子虚影，不是别人，正是如今药王谷谷主夏明哲。大成境！夏明哲眼神一凝，发现了苏贤，抱了抱拳，声音沉重，不知道有名讳，今日还请给我夏明哲，给我药王谷一个面子。哼，恃强凌弱，滥杀无辜，你有什么面子可言？苏贤冷笑，道友，虽说此分身只有我部分实力，但怎么说也有大成初期的威力，若是对上的话，道友也讨不到什么好处。夏明哲怒道，自己堂堂药王谷谷主都如此放低姿态了，对方居然还给脸不要脸。一个大成初期而已，自己若是本体亲至，分分钟打爆。那便试试。苏贤丝毫不退让，道友确定？若是真大动干戈，我不过损失一道分身，道友说不定可就生死难料了。夏明哲威胁道，是吗？苏贤眼神一凝，屈指弹出一枚木发剑丸，这剑丸中的剑气能够直斩生灵寿命，只是不知道斩在分身上会是什么效果，正好趁着这个机会试试。接我一剑试试。心念及此，苏贤直接催动千道妖兽剑气。敬酒不吃吃罚酒。夏明哲眼神阴狠，既然如此，即便拼着这道分身陨落的风险，自己也要好好给对方一个深刻的教训。斩！一声低喝，上千道剑气化作一剑，朝着夏明哲分身直斩而下。哼，就让我试试你的威力。夏明哲冷哼，出手就要拦下这一剑，然而等剑气临近的时候，却仿若尘沙一般，随风飘散，消失不见。什么情况？就这玩呢？苏贤也是感觉有些愕然，难道这妖兽剑气必须得斩到本体才有用？这种分身根本半分威力都没有。就在双方都有些懵逼的时候，远在数万里之外，药王谷的夏明哲本尊却惊恐地发现，自己刚才仿佛被斩掉了什么极为重要的东西，是寿命。自己的寿命无缘无故少了1000年。夏明哲不像江玉书被妖兽剑气斩过，只是微微觉得有些异常。他是大成期修士，对于天地法则、因果寿命极度敏感。你究竟是谁？竟然能够斩去我的寿命？天道宗，夏明哲分身又惊又怒。苏贤眼神惊喜，哟，有用啊！而且这妖兽剑气斩下去后，分身还毫不受影响，
那岂不是说自己只管斩向夏明哲的分身，只要妖兽剑气足够，能直接将对方寿命斩完？这也太牛逼了吧！再来，心念及此，苏贤也不会废话，催动木发剑丸。这一枚剑丸里面可是蕴藏有16000道妖兽剑气，虽然此前有所消耗，但也只是零头，足够将对方斩灭了。紧跟着密密麻麻的妖兽剑气浮空，足足有3000道，这也是苏贤如今一次性能够催发妖兽剑气数量的极限。看得夏明哲那是头皮发麻，这还怎么打？道友且慢，夏明哲那是真慌了啊！就算他是大成期高手，寿命有3万年，那也不能这么耗啊！斩！苏贤却是根本不管不顾，斩掉对方的寿命才是重中之重。夏明哲憋屈啊！从刚才交手的情况来看，这诡异的剑气根本防不胜防，直接斩去寿命的，实在太诡异了。若是中了这3000剑气，自己岂不是得寿元大损？想到这里，夏明哲面色发狠，看向身后的夏双羽，双羽快走！话音一落，夏明哲的分身竟然选择当场自爆，夏双羽则是借着自爆的掩护遁入传送阵中逃走了。苏贤看着眼前狼藉的场面，有些可惜，3000道剑气值斩落2000道，哎，可惜了。不过远在药王谷的夏明哲却并不这么想，因为就刚才那一击，他可是白白又损失了2000年的寿命。一个分身出场不到10息的功夫，居然损耗掉了自己3000年的寿元。若是自己刚才自爆的时候再犹豫那么一下，岂不是4000年的寿命就没了？别让我知道你到底是谁，否则的话……夏明哲一怔，否则自己似乎也没有什么应对的方法，自己甚至于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诡异的手段。天道宗，好得很啊！夏明哲心中发誓，一定要调查清楚再动手，以报自己寿元被斩之仇。解决了夏明哲的分身，天道宗危机算是彻底解除了。只是看着满目疮痍的天道宗，想要恢复原样，怕是要费不少功夫。更重要的是，此战天道宗光是宗主便损失了2个，其他长老弟子更是死伤无算。噗！掌门师兄！齐瀚海一口黑血喷了出来，天道宗众人大惊失色。只见此刻的齐瀚海全身都被黑气缠绕，显然是中毒已深。好狠毒的药王谷，竟然一早就谋害我天道宗，实在可恨。惊鸿峰峰主翟星辉怒道：嗨，若是我死了，你们一定要重振天道宗，不要浪费了老祖宗的心血。齐瀚海面色黯然，感受到体内的生机正在逐渐流逝。翟师兄，当年你心爱的小灵是我杀的，你不会怪我吧？翟星辉闻言一怔，面露痛苦之色。师兄，是你。哎，算了，如今都过去了。翟星辉忍住愤怒与悲痛。掌门师兄，你放心，你不会死的，我会救下你的。吴梦香哭道：哎，梦香啊，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药王谷那是对我有了必杀之心，只可惜梦香有一句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但一直没有说出口。师兄你说。齐瀚海神色怅然，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不过我知道你一直醉心丹道，无心道侣之事，所以我只能够在一旁默默看着你。师兄，算了，说出来就好多了，不要往心里去。齐瀚海感觉心情舒畅了一些。对了，还有张子珍长老，当年你要圆的那株沧海藤是我不小心弄断的。算了，掌门你都这样了，不让我说完。嗨，还有李长老、王长老，嗨，诸位同门，你们可愿原谅我？齐瀚海满脸恳求。掌门师兄，你不要再说了，我们原谅你了。众长老叹息，如今齐瀚海的状态在他们看来根本无力回天，算是宋掌门的最后一程吧。想我齐瀚海3岁修真，5岁入门。齐瀚海神情悲壮。苏贤感觉有点纳闷了，都已经将药王谷强敌击退了，不应该乐观一点吗？至于齐瀚海身上的毒不必忧心，他的毒我可以解。苏贤所化黑袍强者悠悠道：什么？前辈所言可是真的？众长老大喜。齐瀚海眼神一瞪，面色复杂。小道儿可解。话音一落，苏贤屈指一点，只见齐瀚海身上黑气攒聚，最后凝成一团黑雾，被射入苏贤手中。散！苏贤单手一握，黑雾消散于无形，化作无害灵气。开玩笑，苏贤如今可是大成期修为，更是掌握有毒之法则，甚至于能够更改毒理。齐瀚海身上的这点毒自然不在话下。前辈。齐瀚海面容瞬间呆滞，不见喜悲，看向苏贤，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不过很快，齐瀚海意识到在这等强者面前还是不应当失礼，忙道：多谢前辈救命之恩，敢问前辈是否是我天道宗某一老祖？还请留下名讳，方便我等上拜。苏贤只是轻笑一声，摆了摆手，脚下轻点身影便是逐渐消散，只在虚空中留下一句话：沧海桑田指尖过，红尘万丈眼中沉。黑袍漫卷北风里，
天地从来一闲人。高人，高人啊！众人皆是被那一道黑袍所折服，此等一心向道，不求名利的高人，才是他们应该毕生追求的目标啊！唉，可惜我等修为，连前辈的样貌都瞻仰不到。齐瀚海叹息一声：“掌门师兄，你感觉如何了？”就在这时，翟星辉面带冷笑，看向齐瀚海。不仅翟星辉，周围一众长老竟皆开始关心起齐瀚海来。我，嘿嘿。齐瀚海急中生智，连忙逼出一口淤血吐了出来，毒气已散，奈何身体虚弱。既然如此，掌门师兄，那就好好休息吧。却是吴梦香忍不住暗中捶了齐瀚海一拳，面颊微红，直接离开了。掌门师兄，好好休息，我金洪峰随时欢迎师兄光临。我符阵风也是，还有我玄铁风。唉，齐瀚海有些头大，这一刻他居然生出一种死了或许更好的想法。不过眼下既然活下来了，还是想想怎么处理后面的事情吧。与药王谷一战，虽说天道宗损失惨重，差点连掌门都陨落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因为黑袍强者的出现，终是保下了根基，就连掌门也被救活。当然，死而后生这件事情对于齐瀚海来说究竟是好是坏，那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反正重建天道宗这段时日，他可是忙坏了。金洪峰，哼，翟师弟，当年之事是我不对，你看这只三尾兔如何？是否与小灵相当？齐瀚海前往金洪峰赔罪，杀死的小灵也正是翟星辉曾经的宠兽。当年我确实不知道小灵是你的宠兽，还请师弟原谅。丹霞峰，张师弟，当年练剑不小心斩断了沧海藤，这件事情我一直心里过意不去，你看这株天青藤是否可为赔礼？齐瀚海有些肉疼，沧海藤只是地阶灵植，自己这天青藤可是天阶，亏大发了啊！够了，够了！张子珍笑得合不拢嘴，这白送上门的好处不要是傻子。齐瀚海陪笑，小心问道：“那个吴梦香师妹？”这才是齐瀚海真正的目的。已经许久不曾见过吴梦香，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只能寻求张子珍。峰主他现在可能不太想见你，一心炼丹呢。张子珍面色尴尬。忽然轰的一声巨响自丹霞峰主峰传来。又炸炉了。张子珍忍不住嘀咕了一句。不管怎么说，齐瀚海肉疼的献出一些宝物之后，在宗门内的名声威严也逐渐好了许多。最让他开心的自然还是与丹霞峰主吴梦香之间的感情了。虽然两人没有明确结为道侣的意愿，但总的来说关系却是好上了不少，也算是一桩美谈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再说天道宗重建，苏贤这个老人家自然不会亲自上场，只是下令让门内长老弟子有踊跃参与，毕竟是一个宗门的，该帮还是要帮的。至于无为峰自身，因为有无为大阵的存在，一点损伤都没有，一切重建工作都显得井然有序。而天道宗众人也开始了对那位黑袍强者身份的调查。然而当日情景无论如何回忆，最终能得到的信息却是有限。黑袍年纪不小，大成期修为，男。有人猜测很有可能是附近某一散修见不惯药王谷欺凌弱小，所以才出手相助。那也不对啊，我记得当日那人明明说了犯我宗门者死，这么看来应当与我天道宗有渊源。也有可能只是一个托词，虽然这黑袍强者是大成境，但药王谷大成境也不少，或许是怕药王谷报复故意这么说的。那按照你这个思路，黑袍强者的声音说不得也是伪造的，实际很年轻，那黑袍说不定也只是掩饰。思路这么一打开，众人顿时感觉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关于黑袍强者的传闻也在宗内逐步传开了。黑袍强者实际上是一个丑陋的老怪物，没见到他不敢以真面目示人吗？不，黑袍强者肯定是一位实力强绝、年轻帅气的剑修，没见到他以万千剑气逼得药王谷谷主分身自尽吗？实力强绝的剑修我可以理解，但年轻帅气是怎么看出来的？有人疑惑。能够施展如此霸道威猛的剑气，肯定年轻帅气。回复的是一位花痴少女。众人，不，我可是亲眼看到了，在黑袍里面还隐藏有白色长裙，这黑袍强者肯定是一位女子。阿嚏！无为峰主峰苏贤忍不住打了个喷嚏，这对于修真者来说着实不太常见。莫非是有人在编排自己？苏贤嘀咕了一声。夫君，你怎么了？是哪里不舒服吗？洛青衣关切道。没事。苏贤没有放下心上，笑看向洛青衣，一一夺得炼丹大比魁首，为夫还没有好好奖励你呢。奖励！听到奖励两个字，洛青衣面色一红，呼吸都变得微微粗重了一些。苏贤一愣，自己看起来有这么饥渴吗？这是一件圣阶中品法宝，你滴血认主看看。苏贤取出九幽式天链递给洛青衣。九幽式天链主体缠绕着月光纹路，链坠为通透紫玉髓，乍一看颇为精致。见状，
洛青衣脸色更红了，暗自责怪自己脑海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呀？只不过羞脑里还带了些小失望。洛青衣一言照做，自从接受苏贤赠予的太虚炼天炉后，洛青衣已经意识到自家夫君的不简单之处，这些圣阶法宝对他而言并不算多么稀有。随着精血滴入其中，洛青衣顿时感觉到九幽式天炼中传来一股莫名的颤动，仿佛是宿命被撬动了一般，与自己的身体，又或者说与九幽冥毒体完全吻合。变！洛青衣心念一动，娇喝一声，注入本源毒魄灵力后，紫玉链立刻展开为一柄缠绕碧绿藤蔓的玉刃，刃身流动月光纹路，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好美啊！洛青衣不由得赞叹，微微往其中注入毒魄灵力，刃边更是泛起危险而又美丽的光华。呵呵，喜欢便好。苏贤笑道，毕竟是系统赠送的专属武器，那是配度绝对是完美。谢谢夫君。洛青衣兴奋道，别着急谢，还有呢。苏贤神秘一笑，还有。洛青衣眼神期待，喏，这是为夫专门针对你体质所调配的万毒断体膏，能够极大增强你的九幽冥毒体特性。苏贤取出一个玉罐介绍道，系统忍不住调侃了一声好厚的脸皮，却被苏贤直接忽略。万毒断体膏，自从修行了大道丹经之后，洛青衣从来不觉得自己的九幽冥毒体对于自己而言是负担，反而觉得有了九幽冥毒体之后，自己对于药材药理理解得更加透彻了，而且九幽冥毒体的存在也能够极大增强自己的战力。这个怎么用啊？洛青衣有些疑惑道。简单，涂满全身，静置3天的时间即可。苏贤解释道。啊，涂满3天，操作虽然简单，但这话听在洛青衣耳里却是另一番味道。来，为夫替你涂上。苏贤老脸震惊道。啊，现在吗？洛青衣脸颊直接红到了耳朵根子。对啊，早点抹上更有利于你的修炼。苏贤认真道。好吧。寝殿内青烟缭绕，洛青衣裹着素纱伏在玉榻上，脊背绷成一张拉满的弓。苏贤从玉罐之中舀起半勺赤金药膏，琥珀色的液体在瓷碗边沿拉出粘稠的丝。会疼。枯槁的手指悬在他腰窝3寸处，蒸腾的药气已烫红那片雪肤。洛青衣把脸埋进臂弯，嗓音闷在丝段里。没事，这点疼我受得了。想当初在九幽毒坛中，他受了那么大的罪都坚持了下来，现如今这点疼又算得了什么？更加重要的是，那时候的洛青衣心如死灰，一心求死，而如今他的心里有了光，有了活着的希望，自然不会轻易被打败。话音未落，滚烫的药膏已贴上尾椎，洛青衣猛地蜷起脚趾，粉色指甲在玉榻刮出刺耳鸣响。放松。苏贤掌心腾起赤焰，将药膏烘成流动的金箔，指节沿脊柱推碾而上，所过之处浮起细密的暗纹，像千万条火蛇在皮下游走。洛青衣咬住一缕散落的青丝，喉间露出的喘息惊飞了窗外栖着的丹雀。药勺磕在婉言的脆响里，苏贤苍老的声线难得迟疑。转身，素纱滑落堆在腰际，烛火为起伏的雪鸾镀上金边。苏贤凝决的手势顿住，药气蒸的少女皮肤艳红。洛青衣忽然抓住苏贤悬空的手腕，引着药勺贴上锁骨。夫君，我好看吗？瓷勺当啷坠地。苏贤哪里想到洛青衣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莫非是这药膏在作祟？并直抹过他颈侧跳动的血脉，药膏混着汗珠凝成凤凰尾翎的纹路。苏贤轻声道，美。药香陡然浓烈。洛青衣忽然扬紧，带着药膏的手抓住苏贤垂落的白发，流金纹路正从心口向腿根蔓延，在膝窝处绽开一朵毒破兰。洛青衣突然笑了起来。夫君，那里痒，忍过去便好了。苏贤劝慰道，但心里却载不住叫苦。这等场景，就算隔了层纱衣，但即便是换做一个80老汉也扛不住吧，何况苏贤这具苍老的躯体里面住着的是一位热血青年的魂啊！你要控制住你自己啊！苏贤不停地提醒自己要把持住，毕竟正事要紧。下一刻，冰玉刮板贴上少女站立的小腹，凉意激的洛青衣腰肢轻颤，烛火噼啪爆开一朵金花。最后一勺药膏填入肚脐时，洛青衣丹田处灵力浓郁，突然大亮。死！洛青衣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些膏药此刻正不断渗入其体内，从肌肤渗入血脉，融入灵力，最后再流入丹田，汇聚于毒魄元婴之中。他翻身扯过素纱的刹那，3000青丝扫落岸上丹瓶，药香混着女儿香，在雾气里酿成醉人的毒。夫君，嘘。苏贤将冰镇过的玉杵按在他唇上，专心运转体内灵力，消化这万毒断体膏的药效。洛青衣乖巧点头。苏贤轻点了洛青衣的鼻头，你且在这里专心修炼，我出去透透气。苏贤大呼受不了，此刻的洛青衣全身被赤金药膏涂满，宛若一件精致的艺术品一般，伴随着流金的光泽，将身体曲线完美的显露了出来，令人赞叹不已。所以
苏贤必须得出去好好调整一番自己紊乱的气息，连带着自己的小兄弟一起。依依，有没有感到口渴？平复了心中的那股悸动，苏贤走入屋内，笑问道：“你这么一说，还真有点爱。”洛青衣感受了一番，刚才涂抹万毒断体膏的时候，确实出了不少汗，有些口渴了。等着，苏贤早有准备，系统赠予的10斤黄泉忘忧水，不就是用来给洛青衣当饮料喝的？来，这黄泉忘忧水能够强化你体内毒素的消化。苏贤贴心地准备好了杯子，甚至于考虑到眼下洛青衣不方便行动，还配备了紫金竹做的吸管。夫君，这个竹管好特别啊！洛青衣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喝水方式，不过倒是正好符合眼下他这种情况的需求，只要张开嘴就能够喝到。有点苦。洛青衣咂巴嘴，眉头微皱，模样可爱。苦，这忘忧水的味道，苏贤倒确实没怎么尝过，连忙抿了一口，体内毒汁法则运转，立刻将黄泉忘忧水的毒性给消化掉了。和洛青衣的方式不同，苏贤是将黄泉忘忧水中的毒性消除于无形，而洛青衣则是依仗九幽冥毒体的霸道，强行吸收了黄泉忘忧水中的毒素为己用，从而壮大自身的毒魄原因。至于味道嘛，确实不咋地。等着，苏贤脑海之中灵光一闪，连忙取出自己珍藏多年的药材，开始捣鼓。什么化骨绵蜜糖、泻糖露、甜梦草等等带有毒性的药材，在苏贤的合理配比下统搞里头，最后形成了一份看起来不太美观的毒饮品。苏贤略微尝了一口，口感顿时好了不少，连忙让洛青衣尝试一番，先小口试试身体能不能受得了。苏贤提醒道。洛青衣点了点头，吸了一小口，美眸猛然瞪大。怎么，有什么问题吗？苏贤吃了一惊，毕竟自己的毒汁法则比洛青衣高了一个版本可以消化掉，但洛青衣可就不一定了，这么配置毒饮料说不得就要出事。不是，夫君，这也太好喝了吧！洛青衣美眸泛光，忍不住又猛吸了一口，而且里面居然还有吃的，好有口感。你喜欢就好。苏贤笑道。夫君，这东西究竟叫什么啊？看起来虽然不咋地，但真的好喝哎。洛青衣问道。苏贤一愣，叫什么？上辈子这玩意儿统一叫奶茶，如今嘛，苏贤脑海之中灵光一闪，嘴角微翘，为夫给他取名为扣扣内内好喝到咩扑茶。话音一落，洛青衣当场僵住了。夫君，你要不要听听你到底在说什么？洛青衣懵逼了，每个字是清晰的，但是连在一起就完全不明白什么意思了。这是一种新兴的语言组织方式吗？苏贤也被自己的想法给逗笑了。既然如此，那就换一个名字吧。这里面的主材是黄泉忘忧水和化骨绵蜜糖，加上这有些脏乱的外表，苏贤沉吟了一番，终于有了决定，就叫它脏脏忘忧化骨茶。这个名字好。洛青衣大为赞同，嘴里重复了一番脏脏忘忧化骨茶，不由得又多吸了一口，忽然神情一暗。感受到洛青衣情绪的变化，苏贤忍不住问道：怎么了？喝多了？不消化了？谁知道此话一出，洛青衣竟然泪眼汪汪。不是，只是不明白夫君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苏贤一怔，笑道：小丫头又乱想什么呢？你我结为道侣，你好自然就是我好。毕竟在洛青衣吸收脏脏茶的同时，她的修为底蕴和毒汁法则感悟都是得到了双倍返还。不过洛青衣自然不知道苏贤的想法，单纯的以为苏贤十分疼爱他，感动得一塌糊涂。夫君，你真好。洛青衣感动道：好好修炼即可，不要胡思乱想。苏贤摸了摸洛青衣的脑袋，不过转念一想，自己这么压榨洛青衣是不是也不太好，忙追加了一句：当然也要适当的休息，劳逸结合。洛青衣乖巧点头。苏贤大为满意，心中不由得想起了叶清雪，也不知道雪儿现如今怎么样了。虽然不知道叶清雪的具体行踪，但苏贤却时时刻刻关注着叶清雪的面板，不时还能收到叶清雪修炼带来的双倍返还，知道对方眼下至少没遇到什么危险。天州青城，叶清雪已经在青城里面寻了多日，一无所获。不仅如此，此前他听闻青城叶家还集体搬迁到了附近别的城镇，他也寻觅过，同样也没什么消息，最后还是回到了青城，一直找不到叶家的踪迹，连他自己都有些迷茫了。或许自己真的应该与叶家与过去斩断关系，重新开始才对。夫君还在天道宗等着自己呢。漂亮姐姐，你怎么又在这里发呆啊？一个流着鼻涕泡穿衣破旧的小男孩跑到自己面前。因为姐姐找不到家了。叶清雪有感而发，她认识眼前的小男孩叫杨小孩，之前来青城的时候就见过，还找杨小孩问过路，给他买了串糖葫芦，自此也算相熟。啊，姐姐好可怜，姐姐的家在哪里啊？杨小孩同情道。姐姐也不知道，或许已经搬走了，又或许早已不在了吧。叶清雪叹道，看着眼前原是叶家的旧址，此刻早已荒废一片。姐姐，这个给你吃，娘亲说
一个人要是难过的时候吃点甜的就不难过了。杨小孩取出一个放了许久都已经干巴了的蜜饯，谢谢小孩。叶清雪摸了摸杨小孩的头，就连他也不知道为何自己会对这样一个孩子生出如此亲近的感觉，难不成自己想要一个小孩了？叶清雪不由得脸色一红，不知道夫君是什么想法。偏了，偏了。叶清雪，你到底在想什么呢？干正事要紧。姐姐快吃，吃下去就甜了，就不难过了。杨小孩盯着叶清雪手中的蜜饯咽了口唾沫，手上却挥舞着让叶清雪赶紧吃掉。以前我们家也经常搬来搬去的，我也难过了好久，娘就用蜜饯哄我。后来也不知怎么了，或许是搬累了吧，就选择在这里定居下来了。听到杨小孩的话，叶清雪心思急转，走，小孩带你吃好吃的去。吃了杨小孩递过来的蜜饯，叶清雪感觉好了一些，买了2串糖葫芦与杨小孩一人1串。小孩，你说你家经常搬来搬去的，那你知道你老家原本是哪儿的吗？叶清雪问道。老家吗？杨小孩舔了一口糖葫芦，眼神有些迷茫。不知道哎，这些年兜兜转转我都迷糊了，而且阿娘都不怎么让我出来玩，所以我看哪里都感觉既陌生又熟悉，就好比这附近总感觉小时候来过一般。姐姐若是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带你去找我阿娘啊。叶清雪心中一动，好。在杨小孩的带领下，叶清雪来到了青城西巷一处破落院子，脚下踩着青苔斑驳的石板，转过3处亮着破山的竹竿，叶清雪体内血脉陡然悸动，这里让她有一种莫名的归属感。余光瞥见一位女童蹲在豁了口的陶罐前淘米，叶清雪瞳孔微缩，正要开口询问，阿难，一位跛脚妇人忽然冲出来拽走女童，面露警惕之色。你是谁？阿娘，阿姐，她就是我之前跟你们说过的漂亮姐姐，对我可好了，还给我买了糖葫芦吃。杨小孩从叶清雪身后走了出来，连忙解释道。杨小孩，你是不是不记打，又偷偷跑出去玩？跛脚妇人扬怒，将杨小孩拽了过去，再看向叶清雪的时候，面色微微柔和，原来你便是小孩口中的姐姐啊，刚才多有得罪，还望勿怪。虽然言语客气，但是叶清雪显然能够感受到对方身上那股生人勿近的态度。小孩他娘出什么事了吗？紧跟着从内院走出来一位头发灰白的老者，虽然老者年纪不小，但叶清雪能够从对方的体内感受到一股灵力波动。筑基期，老丈有礼了。叶清雪抱拳，你前辈是？半大老者吃了一惊，感受到叶清雪体内澎湃的灵力，而且丝毫看不穿对方的修为，就要行礼。老丈不必如此。叶清雪双手虚空轻拂，以灵力制止半大老者接下来的动作，其中还故意显露了自己灵力中的混沌气息。你是？半大老者又惊又喜，隐隐猜测到叶清雪与族内有些渊源。家父叶灵天。经过这段时间的调查，叶清雪最大的收获便是得知了父亲的真名，也就是带领叶家迎来短暂辉煌的那名绝世枪修的姓名。什么？叶灵天？半大老者瞪大双眼，满脸不可置信。灵天还留有血脉在世间？来，请来说话。意识到此地并非说话之处，半大老者连忙将叶清雪请进内院。交谈过程中，叶清雪了解到半大老者乃是原叶家3长老叶知秋，当然如今为了躲避仇家追杀，已经改名杨知秋。不得不说，当年得知叶灵天出事之后，族长叶帆也是当机立断，立刻将叶家之人分成3支分开逃亡，而杨知秋便是其中一支的领头人，也便是族长。10数年辗转，杨知秋甚至于连叶姓都改了，回到了原住址。这一操作怕是许多人都没想到，自己想找的人就在眼皮底下。若不是碰上杨小孩，叶清雪血脉有所异动，怕是再找上数月也不会有结果。虽然如今他们这一支血脉算是保留了下来，但是生活条件衰落不堪，再也不复修真大家族的风范。族长可知究竟是何人在针对叶家？叶清雪问道。正所谓虎落平阳被犬欺，当年我族因为灵天的缘故崛起迅速，族人多多少少与周围势力有所碰撞，引来周围势力的不满，失势之后自然招来众人的打压。当然这都还不是最致命的，其他人或多或少只是瓜分我族中利益，但其中有一伙人却是不分青红皂白，就或杀或掳走我叶族之人，这才导致这些年来我族人日渐稀少。可知是谁？叶清雪目露寒光。以我等的实力自然无法调查到真相，不过我听大族长说过，似乎与什么毒龙宗有关。杨知秋会意道。毒龙宗，果然是他们。叶清雪心中有了决断，杨知秋所言与离火老祖等人所言差不多，当年的事情毒龙宗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其他族人呢？叶清雪问道。多年未曾联系了，多半是遭了毒手。杨知秋面色黯然。叶清雪沉默。对了，如今我族虽然衰败，没什么好东西了，但有一件东西想来你是感兴趣的。杨知秋忽然道。
什么东西？叶清雪下意识问道。你父亲的断枪。说着，杨之秋带着叶清雪来到祠堂。这是父亲的枪。叶清雪指尖拂过祠堂供桌上那截断枪，枪身斑驳的赤纹突然游动如蛇。涅槃火顺着锈迹燃烧，烧出8个模糊小字：凌天枪意，不败苍生。枪尖忽地迸发清明，震落梁上积尘。叶清雪恍惚见一袭青衫虚影掠过身侧，看起来虽然陌生，却非常温暖。父亲，叶清雪口中喃喃，这截断枪你若是想的话，可以带走。多谢族长。叶清雪抱拳，没有客气。紧跟着取出一枚纳戒，里面装有数百中上品灵石以及上万下品灵石，这些还请族长收下。杨之秋一看到纳戒中的灵石，眼神火热，但很快又冷静了下去，只是取了100枚下品灵石。以如今族内的情况，即便是得到了这些宝物，那也守不住，反而会引来大祸，这些足够了。叶清雪点了点头，没有强求，随后询问道，不知道族长接下来有什么打算，有什么是清雪能够帮忙的？既然见到了自己父亲的宗族，叶清雪自然想着能帮便帮。如今这样，哪还有什么打算？只是这些孩子。杨之秋说着，便是看向了杨小孩和阿南，却见其被那位跛脚妇人死死地护在怀中。老者叹了口气，看向叶清雪，面带歉意，若是不嫌弃的话，不知可否在族内住上些时日。叶清雪点头应下，有些羡慕的看向杨小孩和阿南，若是自己父母健在的话，应该也会如这般守护着自己吧。在杨族内待了2日，族内并没有人愿意跟叶清雪离开。不过想想也不奇怪，在经历了生活的大起大落后，众人或许更在意的还是活着，而不是追求什么虚无的名利荣耀。叶清雪并没有勉强，只是留了一枚蕴含她部分力量的凤羽便离开了。游荡在曾经辉煌过的叶家旧址，叶清雪想从其中找到属于父亲的痕迹，只是什么都未曾发现。谁？叶清雪眼神陡然一冷，眸光射向侧方，虚空毫无征兆升腾起一道赤色火焰。好霸道的火焰！火焰之中，一道黑影跳脱出来，脱下焦黑的外袍，露出一张刀疤脸，面色难看。你和叶家是什么关系？刀疤脸男子喝问。你又是神？叶清雪刚想反问，却见12枚银光自不同方向射了过来。这刀疤脸男子根本没打算从叶清雪口中询问什么消息，而是故意问话，以转移叶清雪的注意力。叶清雪吃了一惊，脚下轻点，周身赤色火焰升腾，形成火焰护罩，直接将银光拦下。是12枚银针，其上还有黑雾蒸腾，有毒。毒龙宗的人。叶清雪眼神一眯，看来你知道的不少吗？刀疤脸男子吃了一惊，眼神闪烁，似是明白了与叶清雪之间的差距，下一刻竟然转身就逃。你走不了。叶清雪声音冰冷，她本能地觉得这人的身后肯定是导致叶家衰落的主谋。是吗？刀疤男子得意一笑，你听。话音一落，紧跟着从青城西向传来一声猛烈爆炸。叶清雪心中一震，因为她感觉到自己赠予杨之秋的那枚凤羽被使用了。不好！来不及去管刀疤男子，叶清雪一个闪身迅速来到杨家。此刻的杨家到处都是残垣断壁，不少族人浑身是血，一动不动。当然其中也有不少敌人的尸体，只怕他们也没有想到杨之秋手中居然有凤羽这等大杀伤性的宝物。族长！叶清雪看到杨之秋浑身浴血，手里还握着那枚已经没了灵光的凤羽。小心！是他们来了！杨之秋面露惊恐。另一边传来女童阿南的哭声，而她的母亲则死死地护在女童的上方，气息微弱。小孩，杨小孩。妇人口中喃喃。叶清雪四下扫视，并没有发现杨小孩的身影。小孩被他们带走了。杨之秋毕竟是筑基期修士，生命力顽强，虽然重伤，但还有行动能力。救小孩！妇人死死地抓住叶清雪的裙角，眼角中有泪光闪烁。放心，我会救的。叶清雪点头，只是看向杨家此刻的情况有些发愁，担心敌人还会再来。放心去吧，他们暂时应该不会回来。刚才那枚凤羽的威力足够惊退他们。杨之秋知道叶清雪担心什么，急忙道。叶清雪点头，不过临走的时候还是逼出一滴精血，化作血色凤羽交给了杨之秋。我一定会将小孩带回来的。叶清雪神情认真。爆炸发生的并没有多久，敌人的血还洒得到处都是，而且凤羽之中蕴含有叶清雪的灵力，她能够感知到这些灵力逸散的方向，但时间不能拖得太久。一声清亮的凤啼响起，叶清雪身后展开16黄翼，身形一颤，瞬间消失在原地，只在虚空中留下一道火线。是凤凰血脉。原来林天真的和凤凰彝族圣女，他们真的有一个女儿。杨之秋老眼泛光，别看。无为峰后山灵泉，洛清一拳在泉边的侵蚀后，
赤金碎屑正从肩头簌簌剥落他徒劳的扯着破碎的衣襟，却遮不住腰间新露出的雪白肌肤。经过3日万毒段体膏的淬炼，他的9幽冥毒体终于大成，外层的赤金膏药也可以尽数褪去。苏贤枯枝般的手指在雾气中凝着水珠，调笑道：“都老夫老妻了，还害臊上了？那不一样。”洛青衣急得尾音发颤，一片金箔恰从锁骨滑落，在月光下泛起珠光。他慌忙捂住心口，却忘了背后10面沁凉，冰的蝴蝶骨轻轻一抖，枯瘦的衣摆忽而掠过水面。苏贤解下外袍浸在泉中，玄色布料吸饱了温水，雾蒙蒙地搭在青石上，隔着衣裳擦洗，可好？水声窸窣，洛青衣咬唇去够浸湿的衣角。或许是因为刚刚结束淬体的缘故，经过药膏打磨后的机体此刻显得十分敏感。忽有竹节般的手掌握住他脚踝，惊得他险些跌进泉眼。坐稳。苏贤举起一捧水灵，在他小腿指腹抹去金箔残渣。呵，此前清雪在的时候，3人一起泡温泉，可没见你这般扭捏。温水顺着经络蜿蜒而上，洛青衣盯着苏贤白发间垂落的藤簪，忽然想起不久前与清雪姐姐在一起的时候，也是这样被他按在浴壶里搓洗身体。只不过那个时候还有清雪姐姐在呢，也不知道清雪姐姐去办自己的事情顺不顺利。夫君的手在抖。洛青衣鬼使神差开口。水纹晃碎了月光，苏贤握着不惊的手悬在他腰窝，那里新生的毒纹正泛着幽蓝微光。9幽冥毒体大成后，这些纹路似乎会吸食情欲。他忽然掐诀，惊起3支流萤。要不你自己？不用。不禁啪地落回水面，洛青衣自己都被这声惊住，耳间漫上比毒纹更艳的赤色。我觉得夫君你挺好的。泉水忽然起了漩涡，苏贤的藤簪不知何时掉落，白发如蛛网缠住他散落的青丝。哼，既然如此，那为夫可就继续了。苏贤轻笑一声，直接开启了天婚领域，白发转黑，机体饱满，又变回了那个年轻时候的自己。雾气愈发浓了。虽然此前已经见过苏贤这般模样，但是再度见到老人转眼变成英俊青年时候，洛青衣还是忍不住非常惊奇。紧跟着少女后知后觉发现，那件隔在彼此间的湿衣早已在擦拭间滑落泉底。夫君。少女睫毛轻颤，双目迷离，在苏贤的吻中逐渐迷失，引来灵泉水激荡起伏。叮！恭喜宿主完成9幽合璧诀修炼1次，检测到天女洛青衣此刻敏感度异常，本次奖励翻倍。恭喜宿主获得寿命2年。苏贤心中惊喜，啧，没想到居然还有这种好事，看来自己得加把力了啊。来，依依，我们换个姿势，有助于功法运转。轰！赤黄晚天簪化作的火焰长枪插进焦土时，涅槃火顺着地凤窜出，将3名逃窜的毒龙宗修士烧成火柱。叶清雪盯着树梢挂着的碎布，那染血的叶氏家纹正是从杨小孩衣襟上撕下的。东南30里，7人。枪尖挑起染血的碎布，凤凰火凝成赤色雀鸟急射而出。远处林间顿时炸开7朵火莲，惨叫声刚起便戛然而止。叶清雪踏着火浪掠过树梢，瞥见礁石腰间玉牌刻着丙次74，应是毒龙宗死士编号。还要更快，他旋身掷枪，赤黄晚天枪化作火凤贯穿3里外瀑布，水雾蒸腾间露出藏身岩洞。12名毒龙宗修士结阵唤出的水蛟，在触及枪焰瞬间气化成云。血雨还未落地，叶清雪已掐住最后活口的咽喉。那人脖颈毒蛟纹疯狂闪烁，你找不到那孩子啊啊！凤凰火顺着毒纹钻入经脉，将他全身毛孔都逼出青烟。叶清雪冷眼看着火光中浮现的记忆残片。5个时辰前，杨小孩被塞进玄铁囚车，朝西北方向绝龙岭驶去。此前残留的凤凰灵力气息已经越来越弱，叶清雪只能够凭着模糊的感觉继续追击。100里，23道气息。他拔枪震碎山岩，漫天碎石裹着涅槃火飞射。西北方接连爆开23团火球，每个火球里都裹着试图传讯的毒龙宗暗哨。绝龙岭隘口突然升起毒瘴，18尊交手石像喷出墨绿毒液，地面钻出100条腐骨毒藤，竟是毒龙宗提前布下的杀阵。他们显然是发现了叶清雪的不好惹，通过杨小孩身上的事物不断引诱叶清雪前来。烦！叶清雪屈指轻弹枪音，赤黄晚天枪插入阵眼刹那，凤凰火以燎原之势逆冲阵纹，毒藤在火中扭曲成灰，石像融成赤红铁水，将布阵的36名毒龙宗长老烫成白骨。赤黄晚天枪洞穿最后1名毒龙宗长老的咽喉时，涅槃火将那人怀中的传讯玉符烧成琉璃珠。叶清雪盯着珠内扭曲的影像，玄铁囚车在3个时辰前突然化为一滩毒水，地面残留的挪移阵纹泛着金光，又被转移了，还是说又在故意引诱自己过去？毕竟只是带一个孩子，根本用不上囚车，这个玄铁囚车显然是个障眼法。但眼下关于毒龙宗的信息越来越少，叶清雪不得不追。
西北150里，17人。枪尖挑起焦土中的阵纹残渣，凤凰火凝成赤雀扑向夜幕。远处山脊接连炸开17朵火莲，藏身暗哨的毒龙宗修士尚未发出警报，变成灰烬。叶清雪踏着火浪掠过燃烧的松林，薛迪碾碎一块染血的波浪鼓，正是此前养小孩玩过的玩具。203人。他旋身震枪，枪锋撕开伪装成山涧的毒障，口中冰冷地念着杀敌的数字。玄月凌空，秘境现世。天道宗巡山弟子跌跌撞撞冲进大殿时，八大峰竟在银色月华中。苏贤推开窗棂，望见千里外的苍穹裂开蛛网状缝隙，12轮银月正从裂缝中挤出，月面上浮动着青铜宫殿的虚影。没过多久，各方势力齐至，药王谷的经文飞舟最先撕裂云层，舟头立着3尊药鼎，鼎中喷出的丹火竟将空间裂缝烧得更加扭曲。玄月秘境河该丹道正统探秘，闲杂人等退避。药王谷领头长老霸气喝道，丹气凝成100丈青鸾，却撞上凭空浮现的星海锁链。星月殿的斩天剑阵已封锁东侧天幕，秘境现世乃天赐机缘，药王谷好大的胃口。星月殿殿主因昂然踏着剑雨现身，脚下星辰剑芒闪烁，煞是瑰丽。西南方突然传来象鸣，9头白骨妖像拉着的青铜战车碾碎山峦，车帘掀起时，10万大山妖族的气息压得低阶修士跪地呕吐。人族还是这般虚伪。为首妖将额间树瞳睁开，身后天狼虚影展开，正是万寿山脉12首领之一的天狼妖王。来得正好，有邋遢老道从虚空裂缝钻出，腰间酒葫芦喷出锋锐剑气，将妖族战车逼退3丈。老夫的藏天13剑正缺妖王颅骨未招。藏天老鬼，你还没死！一位中年男子身着药袍，药王谷谷主夏明哲亲至，在其身旁还有其女夏双羽。诸位道友，秘境开启，还请不要伤及无辜。天道宗掌门齐瀚海硬着头皮朝着众人于虚空行了一礼。若是一般时候，给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来，但主要是这玄月秘境距离天道宗最近，若是各方势力打起来的话，稍一不注意就会波及天道宗。作为天道宗的掌门，他不得不站出来。当然最重要的是，这段时间他查看宗门典籍，发现炼丹大会上出现的黑袍强者极有可能就是宗门的无心老祖，无论是手段、形象还是独之一道都比较吻合。算算时间，若是突破至大成，如今也才过了万余载，活着也算说得过去。所以若是自己或是宗门真遭遇不测的话，无心老祖应该会出手的吧。哼，一个3流宗门的掌门也敢掺和此间之事。天狼妖王树瞳中泛着冷光，眼神微微诧异，哟，原来是突破到了合体境，可惜在我等面前依旧是蝼蚁。话音一落，天狼妖王便想要以势压人，但很快便发现了不对劲，因为刚才还十分强势的药王谷竟然没有说话。为首的夏明哲更是一副旁观的态度，眼神之中还有些忌惮。这天道宗莫非有什么特殊之处？又想到人族多狡诈，玄月秘境就在眼前，眼下还是不宜多生事端。一声冷哼后，天狼妖王便就此作罢。齐瀚海内心冷汗直流，内心狂喊：老祖啊，老祖，你可一定要保佑我等啊！这秘境什么情况？大家都这么干看着不成？天狼妖王腰间古刀嗡鸣着，展开试探的月光。人族规矩多，不如让本王的试月刃。狼嚎戛然而止，天狼妖王惊恐发现古刀嵌在虚空，刀身正被月光俯视出玄奥纹路，那分明是秘境入口的禁制之力。好霸道的力量！天狼妖王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才没敢乱动。山风卷着冰晶月华掠过战场，越来越多的修士闻讯赶来，而玄月秘境的月华也越发耀眼了起来。秘境要开启了，叮！玄月秘境开启天女洛青衣主线任务，夺得秘境传承。看着不远处越来越热闹的玄月秘境入口，苏贤耳边忽然传来系统提示音，这玄月秘境居然和洛青衣还有关系。苏贤愣了一下，看向一旁的少女，只是自己应该怎么帮呢？秘境要开启了。秘境入口有人惊呼出声，还没有，只是有些征兆罢了。星月殿殿主因昂然看着宛若流水般仍在下落的月华，猜测道，不过倒是可以试探一番了。话音未落，药王谷这边先一步有所动作，元婴之上进行。药王谷长老的暴喝声被月华搅碎，他安排前去探查的化神期护卫刚触到秘境玉阶，周身突然泛起淫念，修为竟被硬生生削落至金丹，惨叫着从1000丈高空跌落。星月殿主眯着眼睛，这玄月秘竟限制了修为。言罢，他指尖弹出一道剑气，以化神威压撞上玉阶，阶上符文流转凝成上境者诛4个血字，看起来应该是一处传承秘境，只允许元婴及以下的人进去抢夺传承。夏明折摸了摸下巴，思忖道，既然如此，那就别浪费时间了，这次我们这些老家伙负责看戏就成，让各家园阴天交上吧。天狼妖王吼道，
各方势力互相看了看，点头应允，限制了元婴及以下修为才能进入玄月秘境。他们这些老家伙确实没有拼杀的必要。接下来，各方势力一边叫来自家天骄，一边继续试探这方秘境。很快便得出结论，这玄月秘境极有可能是古籍中上古玄月女帝的道场，在空间乱流中穿梭。本次开启是为了选出合适的传承者。玄月女帝乃是10万年前的人物，与凤凰彝族的混沌黄体初代可以说是一个级别的强者，碾压同代天骄。只不过两人不是一个时代，所以未曾碰上。3日后，各方天骄纷至沓来。药王谷又一艘经文飞舟驶来，一位白衣少年领头，屈指一弹，以清心丹铺成10里虹桥，身后则跟了13名弟子，皆是元婴后期修为。药王谷的路也是你们这些杂碎配党的。领头少年足尖轻点丹丸，每步落下都绽放青莲虚影，腰间百草乾坤壶吞吐的丹气将3名躲闪不及的散修震落云头。星月殿方向呼起剑鸣，12道金红破空而至为首的冷面剑修乃是星月殿元阴天骄编文号，只见其并指斩断虹桥，嗤笑道：孔俊峰，没想到你实力一般，脾气倒是不小，不过丹道小道也敢称尊。剑气掠过处，清心丹竟被切成薄如蝉翼的丹片，速速坠入深渊。各方势力天骄彼此之间都有明争暗斗，所以对于同期的竞争对手都有所了解，有些还交过手。白痴！名为孔俊峰的白衣少年冷笑，掌心腾起焚天紫火，大可再试试我的紫阳真火。聒噪！却是妖族战车中探出只覆满鳞甲的巨爪，将丹火与剑气尽数捏碎。额生龙角的少女名为龙痴，赤足踏空，每一步都踏碎百里云海。人族天骄的元婴，做我的下酒菜还差不多。他万间古炼叮当，竟是用12枚人族修士的元婴头骨串成。邋遢老道从酒葫芦中喷出的剑气凝成吊床。药王谷的小娃娃，你爷爷我大杀四方的时候，你爹还在玩泥巴呢。他醉眼扫过龙角少女，小长虫，你祖奶奶的逆鳞还在老夫鞋底垫着呢。放肆！3方威压同时碾来，老道却鼾声如雷地翻了个身。剑气、丹火、妖煞在他3尺外诡谲消融，仿佛撞上无形剑雨。师傅！就在这时，一少年被一中年玄袍男子带了过来。少年看向邋遢老道，恭敬行了一礼，而男子则是藏天门门主素阳秋，朝着老道一拜：老祖。看起来藏天门似乎只有1人要进入秘境。行了，行了，你走吧。藏天老祖不耐烦道。是。素阳秋却没有丝毫愠怒，恭敬退下。藏天门是北域新兴势力，眼前的邋遢老道正是开山鼻祖藏天老祖，能够快速挤入一流实力，足可见藏天老祖的恐怖之处。而少年名叫柳一晨，看起来虽然有些木讷，但能够成为藏天老祖的亲传弟子，实际绝对不会简单。真没想到藏天老怪你都这么大年纪了，居然还会收徒。夏明折目光扫向柳一晨，想看出些虚实，不过可惜少年体内有秘法掩盖，什么都探查不出来，显然是藏天老祖的手笔。呵呵，年纪大了一些无聊罢了。藏天老祖打了个哈哈。当然，除了这些大势力的天骄之外，其他附近的势力也安排了弟子前来秘境探索。夏明哲等人见状并没制止，原因很简单，天骄的强者之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只有不断争斗才能够磨砺己身，不断变强。所以对于这些大势力的天骄而言，其他人不过是自己的垫脚石罢了。此次玄月秘境开启，既是机缘也是磨练，你们进入其中一定要多加小心。齐瀚海挑选了宗门内的精英弟子，像洛青衣、江青、柳烟、秦烈等人皆在其中。进入秘境，若是情况不对，彼此之间记得相互扶持，秘境传承为其次，更主要的是在其中历练一番，护住自身安全。是，掌门。众弟子领命。安全第一。虽然系统发布了夺得玄月传承的任务，但苏贤并没有将压力给到洛青衣，而是提醒少女安全为主。如今洛青衣9幽冥毒体大成，有9幽是天炼这等大杀器，又掌握有毒之法则，保守点不说，同阶无敌也差不多了。安全性上应该没什么问题。我会的。洛青衣认真点了点头，他可不想一辈子都躲在苏贤的身后，自己也要成为独当一面的强者。秘境开启了，随着天际12轮明月光华尽数落入秘境入口处时，入口处的虚影也是越发凝实，径直大开，月华耀眼。哈哈，玄月传承必然是我星月殿的。星月殿边文浩当仁不让直入秘境之门。哼，白痴，真以为第一个进入其中就能得到传承了？孔俊峰冷笑。眼看星月殿的边文浩抢先入了玄月秘境，这边孔俊峰却并没有着急，而是走向夏双羽，恭敬行了一礼：小姐。夏双羽微微颔首，态度漠然，目光冷冽地盯着天道宗队伍中的洛青衣。就是因为这个女人，药王谷才在炼丹大比上失利，自己也是颜面尽失，
逃走时不得已杀掉江玉书，都是这个女人害死了自己的玩具。双羽。就在这时，夏明哲出言，手中掐诀，双目微闭，似乎在推演着什么。苏贤忍不住朝着夏明哲的方向看了过去，感觉到有一股熟悉的波动，记忆中似乎接触过，但却不确定是什么，很是模糊。父亲。夏双羽静待夏明哲指示。夏明哲双眼一睁，金光闪烁，嘴角微动，传音给夏双羽：遵命。夏双羽脸色越发郑重：你们进去之后，但听小姐吩咐，知道了没？夏明哲明确下令。是，谷主。孔俊峰一行人领命，跟随着夏双羽进入了秘境之中。似乎为了确保这次的行动能够成功，夏明哲临时又调来了30名弟子，跟着进入秘境。啊！忽然一道惨叫声响起，众人一惊，随即眼神冷漠。却是一位化神期男子自降境界，想要蒙混过关，结果被玄月秘境发现，当场斩杀。蠢货！天狼妖王冷笑：若是这么容易就蒙混过关，各家还会舍得放任天骄进入秘境？全部自降境界进入秘境中抢夺算了。童子，你发布的这个任务有点问题啊！这玄月秘境限制元婴期修为进入，我根本帮不到一啊！秘境之中只能靠他自己。苏贤忍不住吐槽：笨啊，你不是有千机傀儡吗？系统传来鄙视的声音。可千机傀儡是化神境啊！苏贤反驳：你少注入些灵力，给他调整成元婴境。系统有些无奈：那本质不还是化神境？苏贤不服：信殿。系统都懒得解释了。苏贤无语，反正不是本体亲上，大不了损失一具傀儡分身罢了。想到这里，苏贤直接附上一缕分魂，减少了灵力输入，将千机傀儡调整为元婴境大圆满。入口快要关闭了。就在这时，有人发现玄月秘境的入口开始收缩。不用担心，下一次月圆之夜会再度开启的。众强者早有所料。话音未落，一道人影忽然闪了进去。不过既然秘境没有阻拦，众人自然也就没有在意。成功了！苏贤内心狂喜，刚想要夸赞系统，但突然想到系统那猖狂的语气，终究还是忍住了。不用憋着，任何赞美爸爸都受着。谁知道系统竟无耻地开始揣度苏贤的心理。哼！苏贤只能在心里冷哼表达不满。只要能够进入秘境，那自己接下来可执行的手段就有很多了。另一边，天州毒龙宗的一处据点，8名黑袍修士正在催动血色祭坛，中央悬浮的叶氏家文玉佩咔嚓裂开，那本该系在杨小孩腰间的信物，此刻却渗出污秽的焦毒。幻象！枪尖刺穿祭坛核心的瞬间，叶清雪瞳孔燃起惊艳，涅槃火顺着阵法反噬，将8人烧成挣扎的火涌，用我叶氏铜血做阵眼。你们倒是会挑死法。忽有幼童啼哭声传来，叶清雪化作流火破空而至，却见万丈深渊边悬着100具玄铁囚笼，每具笼中都蜷着与杨小孩身形相仿的孩童，脖颈皆烙着毒蛟纹。赤黄挽天枪横扫，300条缠上来的腐骨毒蛟气化成雾，枪尖精准挑断第1具囚笼锁链，笼中幼童却突然爆开毒刺。叶清雪侧身避过，涅槃火将毒液焚成青烟。替身！枪焰如暴雨倾泻，98具囚笼同时炸裂。假孩童们额间睁开第3只蛟目，却在凤凰火中扭曲成焦炭。唯剩最后1具囚笼坠向深渊，叶清雪纵身抓住铁链时，崖底突然升起万蛟吞天阵。烦！赤黄挽天枪插入岩壁，枪音炸开赤金火环。毒龙宗苦心经营的大阵如薄纸般焚毁，12名阵阵长老在熔岩中化作白骨。囚笼拽至眼前，却见笼底刻着挪移阵启动后的焦痕，真正的杨小孩早在6个时辰前便被转移。可恶啊！叶清雪怒气冲天，一声凤啼，凤凰火焰爆发，四周荒原瞬间化作熔岩之地。我叶清雪在此发誓，不破毒龙宗誓不罢休。玄月秘境中，咔嗒，洛青衣踩碎了一截焦黑的兽骨，骨缝中腾起的紫雾还未触到裙角，便被9幽冥毒体尽数吞噬。他迷眼望着千里外那座青铜宫殿，月光在殿顶凝成实质的银色流苏，而自己所在的秘境边缘却似被巨兽啃噬过的腐肉，遍地都是扭曲的怪异地貌。东侧是片沸腾的翡翠沼泽，每颗气泡炸开都幻化出毒虫人脸，西侧耸立着血色金簇，其中封存着历代试炼者临终的惊恐面容。正北方最诡异，万千株半透明的毒藤蛟缠成囚笼，笼中飘荡着青蓝色的元婴残魂，正机械重复着生前最执着的功法。夫君说过，进入秘境之后一定要细心观察周围环境，不可轻举妄动。洛青衣回忆着临出发时苏贤的交代。突然地面塌陷，洛青衣足尖轻点，借着喷涌的毒雾腾空，只见方才立足处钻出条百足蜈蚣，每节虫壳都镶嵌着修士的头颅，发出怪异的鸣叫，虫口喷出的浊气竟让虚空腐蚀出黑洞。真吵啊！他甩出3枚灵力凝聚的毒针，
虫身上的头颅却突然自爆，腐肉与毒血在空中凝成个诡异的丹炉形状，炉口倒扣下一道光柱。洛青衣不避不让，人光柱笼罩全身，九幽冥毒体自动吸出12道毒纹，将丹炉静置，反炼成精纯毒元。反手在一掌拍下，丹炉爆碎成血雾。啊！不止洛青衣这一处遇袭，有修士刚落入此地，甚至于连反应都没来得及，直接就被拖入毒爪之中，没了生机。此地危机四伏，洛青衣没有丝毫停留，御空而行。月光在毒帐中晕染出诡异光晕，洛青衣走过腐朽的枯木林，看见3只幼年闭眼雕正拳缩在母兽尸骸旁呜咽，母兽脖梗处赫然插着半截猪腿，伤口泛着幽绿的毒脓，好可怜。少女蹲身轻触母兽尚未冰冷的皮毛，闭眼雕幼崽蹭着她，指尖哀鸣。丹火从掌心腾起，将尸骸炼成一缕青烟。莫怕，我送你们去安全。咔，枯枝断裂声轻不可闻，却让洛青衣脊背骤寒。他猛然旋身，突然爆发的毒火将偷袭的蛛丝焚成灰烬。10丈外，鬼面魔蛛的人面腹囊咧开狞笑，8只复眼倒映着他身后毫无防备的幼崽。你敢！话音未落，魔蛛的毒颚已喷出腥风，一道蛛网闪电般缠住他的左腕，另一股毒液却精准绕过洛青衣，直扑树梢的闭眼雕幼崽。吱！幼崽的惨叫声刺痛耳膜，洛青衣瞳孔骤缩，眼睁睁看着最小的那只闭眼雕被毒液腐蚀成血水，剩余2只惊慌逃窜时，又被蛛丝粘住后腿，拖向魔蛛口气。你找死！洛青衣张手散出百枚灵力所化的毒针，魔蛛的人面腹囊发出尖笑，喷出漫天毒障防御，却在触及毒针的瞬间被反噬成火油。洛青衣踏火而行，足下绽开的毒镰直接焚穿魔蛛护体妖气。死！他双指刺入魔蛛最中央的复眼，九幽冥毒顺着经络灌入其腰核。魔蛛的8条长腿疯狂抽搐，每节关节都爆出惨绿的毒火，人面腹囊在惨叫中融化成骷髅状焦炭树梢残存的闭眼雕幼崽突然发出悲鸣。洛青衣豁然回头，见最后一只幼崽被蛛丝勒断脖梗。好得很啊！他怒极反笑，掌心灵力化作流光没入魔蛛腰核，将其魂魄硬生生扯出炼成毒魁。魔蛛尸骸在毒火中扭曲重生，成为他足下一尊跪拜的傀儡坐骑。我要你魂火永燃，赎这罪业！毒魁魔蛛的复眼淌出脓血，腰核被融于毒魁之中。洛青衣抱起闭眼雕幼崽的尸骸，面露感伤，将其一家埋葬在一起。夫君说得对，少女踏上毒魁，眸中慈悲与杀意交织，有些慈悲，需以杀止杀。若是自己刚才出手的时候再果决些的话，那些幼小的生灵就不会死了。咻！忽然一道刺耳的破空声响起，洛青衣心中一惊，急忙跃起，脚下的毒魁却被一个黑点击中，直接爆碎。哼，我是真没想到有人居然会圣母到这种程度，会为了野生的妖兽而难过半天，简直笑死个人了。刺耳而尖锐的轻笑声响起，来人是夏双羽，在其身后还跟着10名药王谷弟子。是你？洛青衣眼神一凝，当初正是因为夏双羽才导致天道宗遭逢大难，长老弟子死伤无算，掌门都差点陨落。哼，虽然本小姐很想亲手解决掉你，但是眼下还有比你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夏双羽嘴角玩味儿，似乎早已定下洛青衣的生死一般。你们5个解决掉他之后，再来和我会合。是，小姐。夏双羽下令，5名药王谷弟子领命，将洛青衣围住。哼，便宜你了。若是落在我手中定要好好折磨一番。夏双羽冷漠地看向洛青衣，就像在看一个死人一般，随即脚下轻点，凌空跃起，直接带着剩下的5人朝着秘境中央的青铜宫殿飞去。区一个3流宗门的修士也敢窥探此地传承，给我杀！随着为首药王谷弟子话音一落，5道经文锁链破空而至，将洛青衣逼至枯木林边缘。其他弟子脚踏5行方位，为首者手中药鼎喷涌青烟，凝成7具单独傀儡。洛青衣佩戴的9幽式天链在灵力光华中形变，化作9幽式天刃，形态轻颤，碧绿藤蔓缠绕的刃身泛起月华。药王谷的傀儡戏演得倒是熟练。阵起，5枚紫纹毒丹炸开毒雾，结成5煞锁魂阵。东魏弟子袖中射出100根毒针，针尾还缀着药王谷秘传的10股毒。刀光如月轮乍现，9幽式天刃的藤蔓突然爆长，缠住西魏弟子脚踝。刃身月光纹路逆流，将袭来的毒针尽数染成墨色，反刺入其主经脉。你们的毒还差3分火候。噗！西魏弟子口喷黑血，丹田元婴被自身毒针腐蚀成蜂窝。剩余4人目露惊骇，北魏女修咬破舌尖，血祭出本命法宝千机毒幡，毒幡卷起腥风，幻化出苏贤被困丹炉的虚影。洛青衣瞳孔微缩，碧绿藤蔓却抢先扎入地脉，将潜伏的腐骨毒虫炼成毒刃灵火。啧，你们也太小看我夫君了。但即便是幻想，
你们也不该伤他。刚因为闭眼雕的事情而愤怒，进而遭到药王谷围杀，又被苏贤被困的幻境所激怒。此刻的洛青衣双目泛红，心中杀意凛然，刀锋横斩，月光凝成弦月弧光。难为弟子的护体丹鼎应声裂开，鼎中丹药突然异变，反灌入其七窍，药理被更改。这蚀骨毒的滋味，自己尝尝吧。阵眼在此。东魏弟子突然暴喝，要鼎倒扣而下。鼎内伸出100条拘魂链，却见九幽是天刃主动迎上，刃身月光纹路与锁链共鸣，直接将其崩开。抽魂炼魁，好一个药王谷啊！洛青衣怒极反笑，碧绿藤蔓绽开剧毒曼陀罗，花粉混入月光。3名弟子神识恍惚间，竟见自己沦为毒魁，在丹炉中哀嚎。北魏女修间叫着斩断左臂，我的骨头在融化。最后的中卫弟子捏碎保命玉符，药王谷长老虚影凌空压来，孽障受死。九幽是天刃嗡鸣，刃身藤蔓缠住洛青衣右腕，正要反击，忽然秘境之内月华涌动，一道人形残影凭空凝聚，模糊不清，只见残影屈指轻点，长老虚影如泡影溃散。洛青衣知道应当是秘境中的禁制生效了，不允许外界元婴境界以上的力量出现在这里。既然你们那么喜欢抽魂炼魁，那自己也尝尝吧。刀光如瀑，剩余4人被月华定成琉璃人俑。洛青衣抚过刃身流淌的毒纹，看着人俑渐次皲裂，他挑起地上未碎的传讯玉简，藤蔓在其表面蚀出毒纹。天道宗之仇未报，围杀之仇在天，你们在前面好好等着我。玄月如钩，秘境中的月光似淬了寒铁，将嶙峋怪石度上冷冽的双青色。3具修士尸骸横在独爪边缘，骸骨上开满妖异的6瓣噬魂花。师兄，这株7叶玄参定是千年灵药。青袍修士欣喜地扑向岩缝，指尖刚触及参叶，地面突然塌陷，无数根须从浮土中爆起，将它缠成茧状，竟是某位古修将本命元婴与噬灵藤融合，以自身围而布下杀局。救我！藤茧内传出骨骼碎裂声，同行的紫衣女修祭出飞剑，剑光却被藤蔓分泌的毒液蚀出青烟。她转身欲逃，却踩中岩壁上斑驳的霜痕，咔嚓！极寒之气自足底窜入经脉，女修瞬息化作冰雕，冰层中一缕幽蓝残魂钻入她眉心。好一具纯阴体！本作的寒破诀终得传人，百里外幽谷寒潭，潭底冰晶蕴含月华灵气，速取。5名修士结阵破开冰层，却见潭底沉着数十具冰雕，为守者认出某具冰雕腰间的玉珏，骇然惊呼：是数百年前北域天骄榜第1的玉虚子。话音未落，冰雕瞳孔突然转动，玉虚子的元婴残魂裹着极寒煞气扑面而来，最年轻的修士瞬间被夺舍，发梢结出冰冷，反手冻结同伴丹田。200年的孤寂，便用你们的魂魄暖我这寒魄心吧。伏骨灵深处，莫触那白骨阵纹。阵法师话音未落，莽汉已踏碎半截骸骨，地面浮现银霜八卦图，17具古修士尸魁破土而出，赫然是800年前全军覆没的玄阴宗探秘队，尸身经年累月竟与寒毒共生。用火符，队长捏碎离火符，烈焰却引动尸魁体内沉积的玄阴气，尸魁额间裂开冰晶树瞳，喷出的不再是腐毒，而是异变千年的蚀骨玄霜。如此危险种种，难以胜举。此刻，一处寒雾弥漫的林间，天道宗弟子正在躲避妖族追杀。江青反手挥出一道剑气，斩断追袭而来的毒藤，剑锋上的血珠还未甩落，身后又传来鳞片摩擦枯枝的突酥声。东北方300步有岩洞，陆明月指尖夹着3张遁地符，苍白的脸上满是汗渍。他袖口崩裂的阵法纹路正渗出金光，那是半个时辰前为抵挡龙痴的冰刃冲击，强行透支本命阵盘留下的反噬伤。秦烈则是扛着昏迷的柳烟儿，古铜色的后背交错着7道深可见骨的爪痕，伤口泛着诡异的幽绿色，每跑一步都在地上滴落腐蚀性的毒血。江青，你还能发挥出几成实力？不到7成。江青面色难看，旋身刺出7朵剑花，将扑来的3头狼妖定在古树上。剑气触及妖尸的瞬间，树干突然裂开猩红巨口，将尸体吞入树心。这竟是朱修炼300年的食妖血容。雾气陡然翻涌，龙痴的笑声似银铃荡开。蝼蚁倒是会挑葬身地。龙痴本体乃是寒雷玄蛇，此刻真身在水雾中若隐若现，额间龙角迸发冰蓝电弧。他蛇尾扫过之处，地面凝结出带刺的冰棱，2个躲闪不及的熊妖被冻成冰雕，被他信手捏碎取乐。陆明月甩出9宫困妖阵，阵旗插入岩壁的刹那，龙痴的蛇尾已卷住秦烈脚踝，冰霜顺着腿骨蔓延。秦烈暴吼着将柳烟抛向江青，双臂肌肉虬结如龙，竟徒手撕开蛇鳞。妖女，尝尝老子的撼山拳！蛇血溅在冰棱上腾起毒烟，
柳烟儿恰在此刻苏醒，他咬破舌尖，喷出本命丹火，16枚清障丹在毒烟中炸开青莲。进洞，岩洞内倒悬的钟乳石突然活化，化作无数石锥刺下。陆明月呕着血催动遁地符，符纸却在触及洞壁时自燃。此地进步有进灵阵，真是惊喜不断啊！蝼蚁们，继续逃啊！看你们能逃到哪里去！龙痴游入洞穴，蛇尾鳞片刮擦岩壁迸溅火星。他舔去臂膀被秦烈撕开的伤口，妖血落得生成密密麻麻的玄蛇幼体，竟然敢让本座流血！呵呵，本座改主意了，要把你们一口一口撕裂，让你们体会什么是真正的痛苦与绝望。江青剑尖挑起柳烟刚炼制的爆炎丹，剑气裹着丹火劈向蛇群。爆炸气浪中，秦烈用身躯撞碎进灵阵核心石柱，碎石划破陆明月会在臂弯的保命阵图。走！4人从坍塌的洞顶缺口冲出，身后传来龙翅的尖啸，上千玄蛇幼体汇聚成巨蟒虚影，一口咬碎半座山崖，冲天而起。柳烟捏碎最后3颗御风丹，丹气拖着众人坠入迷雾沼泽。进帐气区，陆明月趴在秦烈背上喘息，指尖颤抖着修补阵盘，借助迷雾躲避追击。江青等人点头，一行人在迷雾沼泽中小心前进。他们知道危机并没有结束，且不说迷雾沼泽中可能遭遇的危险，便是身后的龙痴依旧未曾放弃追击。就在众人的心情沉入谷底之时，忽见迷雾中人影绰绰，人族的道友。江青望着迷雾中的身影，眼底燃起希冀。我等遭妖族。话音未落，13枚赤阳丹破空而至，却在触及众人前陡然炸开。丹火凝成的锁链缠住4人手脚。孔俊峰把玩着玉骨折扇从雾中走出。天道宗的蠢货还没看懂局势。药王谷，江青等人面色大变。药王谷与天道宗有怨，如今又遭到妖族的追击等等，药王谷的人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此刻龙痴的蛇尾慵懒缠上岩柱，指尖轻点药王谷弟子捧上的玉匣，其中盛着3颗流转经文的化龙丹。他含笑吞下1颗，额间龙角豹长3寸。人族内斗的戏码比追猎有趣多了。你们竟与妖族勾结！江青陡然明白了过来，震碎万间丹火锁，剑气却被药王谷的8门缚灵阵消融。陆明月呕血绘制在袖中的破阵符，被孔俊峰弹指射出的金针定入沼泽。呵呵，蠢货，得罪我药王谷，得罪了小姐，还想活命？孔俊峰折扇展露寒芒，竟是16根淬了风灵散的冰魄针，更何况杀了你们，玄月女帝的传承便少几个竞争者，何乐而不为呢？柳烟突然捏碎腰间玉瓶，青雾中爆开10颗灼心丹。药王谷弟子猝不及防吸入丹雾，手中正在结印的焚天镜突然失控，劲光扫中2名妖族，将其炼成焦炭。丹修对决。孔俊峰冷笑，掌心浮起7窍药鼎，鼎中飞出9只金翅蜉蝣，瞬息啃食尽丹雾，让你见识药王谷真正的丹道。秦烈怒吼着撞向阵眼，却被3名药王谷弟子以缠丝揉骨诀锁住关节。他们掌心贴着破钢符，全劲穿透他铜皮铁骨，震出内脏碎块。江师兄，走！陆明月咬破舌尖，以血为墨，在阵盘刻下自毁符，7枚本命阵旗炸成星芒，强行撕开缚灵阵缺口。龙痴突然蛇尾横扫，独爪掀起10丈泥浪，混合着冰雷之力，朝着天道宗众人盖去。孔俊峰折扇射出的冰魄针全数瞄准江青州身大，学击射而去。放心，我会把你的剑骨炼成扇坠。刺了！千钧一发之际，9幽是天刃的碧绿藤蔓刺穿岩壁，月光纹路在刃身流淌如瀑。洛青衣踏着毒雾现身，发梢未束的青丝缠着几片枯叶，眼神冰冷。洛师妹，你快走，药王谷与妖族勾结，我们不是对手。江青急忙出声提醒。是啊，洛师妹，这里毒瘴密布，手段难以施展，能走一个是一个。秦烈大感不妙。放心，交给我。洛青衣声音平淡，对于他人来说这里或许是绝境，但对于他而言这里是最好的战场。孔俊峰折扇射出的冰魄针撞上9幽式天刃，被尽数反弹。2名药王谷弟子捂着咽喉倒地，针尾淬着的风灵伞反噬其主。9幽冥毒体，你不应该已经被……孔俊峰面色一变，他收到夏双羽的消息，洛青衣应该已经被解决了才对，为何又出现在这里了？难道……聒噪！洛青衣刀锋轻转，刃身藤蔓暴长100丈，将药王谷的8门缚灵阵搅成碎片。藤间绽开的毒花喷出灵粉，沾染者经脉瞬间石化。药王谷的阵法还不如毒魁结实。龙痴蛇尾卷起毒爪巨浪，额间龙角迸发冰雷。又一个送死的！雷光触及洛青衣3尺内，却被毒盾拦下。下一瞬，毒盾炸裂成毒液，竟反洒向妖族阵营。这毒能食妖丹！一头豹妖捂着溃烂的丹田惨叫，龙痴惊怒交加，蛇尾鳞片炸起。好胆！
洛青衣足尖轻点，毒雾凝成莲台，9幽是天刃之上，月华暴涨，朝着孔俊峰等人射去。快退！孔俊峰捏碎玉符，药王谷弟子周身亮起经文护罩。月华撞上护罩的瞬间，洛青衣刀锋神华大盛，这才看清那些经文竟是从毒魁体内抽出的生魂所绘，拿活人魂魄当护符。洛青衣眼底泛起冷意，9幽是天刃的藤蔓扎入地脉，方圆数十里的毒瘴皆为他所用，其中毒性更是被洛青衣以毒之法则第3重毒律复形增强了10倍不止。好霸道的毒体！眼看自己的护体灵力被飞速侵蚀，龙痴面色一变，知道在这里继续战斗下去肯定要吃亏，冷哼一声，本姑奶奶就不陪你们玩了，且去看看这玄月传承究竟有什么好东西。妖族果然不可信。眼看龙痴带领一众妖族迅速离去，孔俊峰也是面色猛变，低骂了一声，带着残余的药王谷弟子退去，撤。噗！秦烈师兄！洛青衣刚想去追，身后忽然传来柳烟的惊呼，却是秦烈刚才后背冒着深绿色的血液，面色发青，一口黑血喷了出来，显然是中毒，一身嗨嗨。没想到我秦烈居然要死在这种地方了。秦烈面色惨然，满脸不甘。秦烈师兄，你不会死的，你不会死在这里的。柳烟面色苍白，显然也是受了不轻的伤，此刻满脸泪水。秦烈后背上的伤是因为救他才受的，他昏迷的时候也是秦烈背着他一路逃生，但此刻无论什么丹药柳烟都已经试过，至少在秘境之内他已经无力回天了。可惜啊，可惜我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有正经牵过。秦烈叹息一声，话音刚落，便是感受到一只柔软滑嫩的小手钻入自己的手心中，正是柳烟。秦烈眼神一动，充满柔情。可惜啊，可惜我连初吻都……话音未落，柳烟毫不犹豫直接附了上去。秦烈壮硕的身体不由得一震，知足了那个，虽然不太想打扰两位，但是秦烈师兄身上的毒我可以解。眼看气氛到这儿了，洛青衣说这话的时候也感觉有些不太好意思。话音一落，柳烟顿时如触电般将脑袋缩了回来，低着脑袋，脸直接红到了耳朵根子，诺诺道：“那就有劳青衣师妹了。”哈哈，如此甚好啊，秦烈，你小子！江青忍不住放声大笑，拍了一下秦烈的肩膀。死！秦烈面色一苦，兄弟，我这伤还没好呢。哈哈，我的错。江青自责笑道。陆明月也在一旁掩嘴偷笑。虽然众人都受了不同程度的伤，但至少都还活着。见到众人皆是开怀大笑起来，洛青衣真心感谢自己是9幽冥毒体，掌握有毒之法则，否则的话，面对这种情况可能要束手无策。心念及此，洛青衣直接调动毒魄灵力将秦烈笼罩，施展毒之法则毒律复形，开始扭曲其体内的毒理。不过3个呼吸的功夫，便将毒魄灵力撤去。好了，洛青衣示意，这么快就好了。柳烟吃了一惊，明明秦烈体内的剧毒让他完全束手无策，但在洛青衣的手中竟这么快就解决了。其实这还是洛青衣不放心，多检查了一遍秦烈体内的毒素状况，否则一息的功夫便足矣。我真的感觉好多了。经过洛青衣的治疗后，秦烈面露惊喜，长出了一口气，脸上的青紫色明显消退，虽然还有些惨白，但那是此前体内灵力过度消耗的缘故。你们且在这里调息一番，周围的毒瘴我来处理，你们不用分心抵挡。洛青衣提议道，这里的毒瘴对于他而言不仅没有威胁，反而成了他最好的修炼环境，所以在洛青衣周身10丈内可以说是一个完全无毒的区域，而外围的毒瘴则成为了他们最好的庇护所。好，众人没有拒绝，因为接连遭受妖族以及药王谷的围杀，江青等人体内灵力几近油尽灯枯，加之重伤在身，根本无力在这玄月秘境继续探索下去。不远处，苏贤的傀儡分身站在毒雾尸体成山的地面上，看向洛青衣所在方向。小妮子做得不错，心境成长得很快，你们就不要再去打扰她了。言罢，便击碎了最后一只毒牙蜈蚣的身体。这是毒破玉露丸，我在血参玉露丸的基础上融入了毒破丹道，通过一定的毒性能够刺激机体潜力，加速恢复。说着，洛青衣取出4枚带有2道墨绿丹纹的红色丹药，4人没有犹豫接了过来，到了声线4阶上品丹药。柳烟吃了一惊，随便便就是2道丹纹，可见洛青衣的炼丹术越发成熟了。青衣师妹，你这不仅实力强横，连丹道也如此出众，真是让人羡慕啊。没有啦，还是夫君教得好。突然被这么夸赞，洛青衣有些不好意思，忙道：“夫君。”闻言，众人一想到苏贤那个枯瘦老头的形象，忍不住嘴角一扯。继叶清雪之后，洛青衣也成为了苏贤的道侣。这苏老贼究竟何德何能？为何接连能娶到2位如此绝色而又天赋绝伦的女子？众人心里忍不住叹了口气，将毒破玉露丸服下，顿时心头一震，明显感觉到体内的生机如潮涌般迸发了出来。其中以秦烈的表现最为明显，
刚才还濒死苍白的脸庞立刻就红润了起来，血肉精气都开始外泄。太夸张了，秦烈，你这也太猛了吧！江青忍不住瞪大了眼睛，难以想象秦烈刚才还在发表临死感言。秦烈师兄是体修，所以肉身潜能强大，毒破玉露丸对他的效果最好。洛青衣解释道。众人恍然，心里对于洛青衣的炼丹造诣越发钦佩了起来。青衣师妹，你和苏老祖在一起的时候，感觉幸福和满足吗？柳烟儿有些好奇地问道。很幸福，很满足啊。洛青衣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柳烟儿面色忍不住一怔，洛青衣这等表情与当初自己问叶清雪得到的答案一模一样，他就想不明白了，以苏贤这等行将就木的身体能提供什么价值？情绪价值。柳烟儿体内的八卦之魂忍不住燃烧了起来。那个苏老祖都这么大年纪了，能满足你们的需求吗？柳烟儿小心查探着洛青衣的脸色，小声问道。需求？什么需求？我们没有向夫君提出什么需求啊？洛青衣有些茫然不解。就是那方面的。见洛青衣依旧疑惑不解的样子，柳烟儿大胆传音，就是道侣那方面的需求啊。洛青衣终于明白了过来，脸色羞红，忍不住想起了当初自己与叶清雪共同服侍苏贤的场景。哎呀呀，还真是让人怀啊呸，真是让人羞耻啊。不过本着遵从事实的原则，洛青衣还是负责任的偷偷传音告诉了柳烟儿。话刚说完，柳烟儿当场石化，脑海里不断的回想着刚才洛青衣的话，余音绕脑。是我们满足不了夫君。玄月秘境，青铜宫殿矗立在云巅断崖，残破的殿墙流淌着月华，翡翠色铜锈在飞檐间凝结成星河纹路。成百上千根的盘龙柱虽已断裂，但仍能窥见当年盛景，龙鳞镶嵌的星辰石剥落大半，残存的光斑在夜空中勾连着北斗阵图，仿佛女帝抬手便可摘星揽月。除了青铜宫殿这一秘境中最为醒目的主殿之外，四周还有数不清的破落偏殿。玄月秘境已经不是一次两次开启了，它在空间裂缝之中游动，每次开启都没什么征兆，但进入其中的修士从来不少，所以大多数显眼的宝物早已经被搜刮干净，剩下的只有那些被强大禁制保护的珍宝，又或者是历经长年累月生长起来的天才地宝。此刻距离青铜宫殿最近的一处偏殿早早便被药王谷占据了。虽然来得很早，但夏双羽等人却无奈地发现青铜宫殿主殿大门并未开启，似乎还在等待着什么。偏殿乃至周围殿宇内的宝物早已经被夏双羽等人搜刮干净，此行的目的药王谷只有一个，那便是青铜主殿。所以夏双羽散落部分药王谷弟子寻找宝物之后，剩下的便用来在偏殿周围巡视。一方面是为了确保第一时间发现主殿大门开启，另一方面则是观察地理位置，做好布置，到时候抢夺传承之时也能多一份胜算。经过夏明哲叮嘱后，青铜宫殿中的东西对于他们而言至关重要。此刻偏殿一处密室内，丈许的丹炉喷涌的紫烟将墙壁蚀出蜂窝状孔洞。夏双羽赤足踏在沸腾的毒液上，足踝银铃随着他掐诀的动作叮咚作响，9条逝水藤正将一具元婴修士的尸骸缓缓拖入毒液之中，腐蚀殆尽。小姐，孔俊峰的经文云袍残破染血，折扇却仍端得平稳。天道宗那伙人败了。夏双羽转身时，噬水藤突然暴起，缠住孔俊峰脖颈，藤蔓上的倒刺刮破他下颌，血珠滴在少女雪白的足背上。不过一个三流宗门的弟子，师兄还真是越发不中用啊！窒息感让孔俊峰眼底泛起血丝，他却痴迷地盯着夏双羽眉间那点朱砂血纹。师妹教训的是，但若杀了我，谁替你去取洛青衣的毒魄？这玄月秘境之中诡谲异常，毒属性的环境对于9幽冥毒体的提升实在太大了，一般人根本不是其对手，所以想要对付毒体，必须得先禁毒。嗨嗨，第78章百舸争流。看着孔俊峰越发痛苦的模样，夏双羽眼中眸光越发兴奋，下一瞬是水藤猛然收紧，孔俊峰喉鼓发出不堪重负的咯吱声。夏双羽忽然轻笑，指尖抚过他抱起的青金师兄这副濒死的模样，倒比平日更顺眼些，真是让人怜惜啊。他足尖勾起孔俊峰下巴，毒痰映出他裙摆下若隐若现的边痕。可你要的石骨鞭？孔俊峰颤抖着捧出只墨玉匣，匣内紫金鞭缠绕着蛟龙残魂。虽然没能带回来毒体，但此行也并不是全无收获。那群妖族以为可我只是请他们围杀天道宗的人，殊不知他们同样也是我的猎物。夏双羽瞳孔倏地收缩，噬水藤失控般刺穿孔俊峰肩胛，将他钉在墙壁。谁允许你擅作主张的？他拽着紫金鞭逼近，鞭梢蛟魂心生感应，竟畏惧地蜷缩起来。虽然有些不满孔俊峰擅自行动，但夏双羽对于这根紫金鞭显得颇为满意，随即眉头微皱，怎地未曾开封？此鞭需用元婴修士的心头解开封。孔俊峰喘息着扯开衣襟，露出刻满药王谷密纹的胸膛，眼神炽热，
用我的血，可。紫金鞭破空声撕裂毒雾，3鞭过后，孔俊峰胸前皮肉翻卷，他却低笑着握住夏双羽颤抖的腕骨。师妹的力道怎地变轻了？莫非是舍不？闭嘴！夏双羽一边抽碎他身侧岩壁，耳间泛起不自然的潮红，转身时裙摆拂过他染血的唇。再给你一次机会，若是办好了，自然会让你得偿所愿，但若是办砸了，呵呵。望着少女晃动的腰肢和傲人的曲线，孔俊峰舔去唇边血渍，遵命。当当当！忽然，秘境内所有生灵的耳边接连传来宏大的钟声，紧跟着整个秘境开始剧烈震动起来。所有生灵皆是面色惊喜地看向青铜宫殿的方向，传承试炼要开了。下一瞬，青铜殿门洞开，9道月华光柱直冲霄汉。秘境天穹的玄月陡然暴涨，月晕中浮现出女帝phủ顶的虚影，顶中倾泻的星辉璀璨，似乎在通知整个秘境的生灵传承将起。而在青铜主殿的下方，一条3000阶的玉石台阶铺开，等待着众天交踏入其中。玄月起，万道归。寒破尊者的声音裹着冰霜率先抵达。这位古代天骄在成功夺舍一位女修之后，此刻驾驭着100丈冰凤撕开云层，凤翼挥洒的冰晶将10数里外的沼泽冻成琉璃镜面。哪里来的老东西在这里装嫩？魂体都未完全融合，倒是心急。龙翅的玄蛇真身盘踞在毒沼，蛇尾卷起3名人族散修抛向前方探路。那人族修士尚未触及台阶，台阶之上便有符文突然活化，将其搅成血雾，血雾竟被玉石之上的饕餮纹吸收凝成。试炼起3个猩红篆字，星罗棋布开。星月殿天骄边文浩踏着星河而至，手中玄机盘射出数10道星芒，星芒触及玉石台阶，竟唤醒深埋地底的青铜傀儡。这些3头6臂的古机关为手持长戟，眼眶中跳动着被炼化的修士魂火，死守着青铜宫殿的玉石台阶。哥哥，好俊的郎君！玄阴宗师魁群中飘出一顶谢教，教帘掀起时毒雾翻涌，古代狮魁幽指机斜以白骨踏，指尖缠绕的狮魁线正刺入3名男修天灵盖。借诸位的纯阳血破个煞阵。被操控的男修眼冒红光，周身爆出金色血雾撞向玉阶，玉石表面的饕餮纹突然呕吐出墨绿毒瘴，被操控的男修瞬间便被腐蚀殆尽。过时不候，玉须子踏碎虚空，所过之处双花凝成剑阶，在其强大的冰霜剑意压制下，玉石台阶上所蕴含的阵纹竟然丝毫不动。这些陷阱似乎只有面对弱者或者心境不坚定者才会触发。哼，这玄月传承我药王谷要定了。夏双羽当仁不让，脚踏3足巨顶鞋，一众药王谷弟子镇压一切冲了上去。圣阶下品法宝药王鼎。边文浩吃了一惊，随即笑道：没想药王谷还真是舍得，也不怕这药王鼎丢在这秘境之内。嘴上虽然这么说，边文浩却祭出一件星月罗盘，天阶上品法宝玄机盘。走！一声令下，边文浩同样带着星月殿弟子冲了上去。众人见状了然，说白了，这玉石台阶只要你够强，道心够坚定，就不会朝你发动攻击。一时之间，天骄齐出，各显神通。当然也有修士自信上路，结果真的就被符文吞噬。上路了，传承试炼已开，我们也进去吧。不远处，洛青衣与天道宗一行人朝着青铜主殿的方向飞去。青衣师妹，若不是我们的话，你应该能更早些争夺传承的。柳烟儿一脸愧疚道：师姐这话就见外了，掌门不是说过让我们在秘境内相互扶持的吗？而且这玄月传承若真是谁抢先就能够获得的话，那也不会留存至今了。洛青衣连忙摇头，说的也是，大家都是一个宗门，就不用见外了，到时候入了传承试炼，还需多加小心才是。江青出言提醒道。众人皆是严肃点头。哼，想要和小姐抢夺传承，还是给我留下来吧，在这里等候你们多时了。而距离天道宗不远处的一处殿宇废墟处，孔俊峰双眸冷冽地盯着洛青衣等人，随时准备发动袭击。同时喝向周围药王谷弟子都给我放精神点，等人一到，立刻给我启动阵法。是。众弟子领命。孔俊峰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这里是他特意选的一处埋伏之地，没有任何毒瘴，限制了9幽冥毒体的实力，加上自己带人提前埋伏好大阵，就不信还拿不下天道宗这群小垃圾。呵呵，一群小垃圾也妄图争夺传承，真是找死。孔俊峰嘴角微翘，已经开始想象事成之后自己被夏双羽看中，一清方泽后的美妙场景了。你说谁是垃圾呢？云州毒龙宗主宗。轰！随着一声炸响，赤黄婉天枪劈碎第10波毒胶虚影时，叶清雪足下沿的陡然塌陷，腐骨毒浆从裂缝喷涌，凝成100条锁链缠住枪身，将他拽入幽绿毒潭。叶家的凤凰拔了毛不如鸡。毒龙宗长老的笑声自4面8方荡来，潭水化作千面水镜，每面镜中都映着养小孩哭喊的虚意。
叶清雪枪尖一顿，3条腐骨毒蛟趁机咬住他肩胛，毒牙在凤凰火罩上擦出刺目火星。489，他旋身震碎毒蛟，枪焰却在触及水镜时骤然暗淡。坛底扶起密密麻麻的毒龙宗弟子尸骸，竟是以死士精血为引，部下是灵音阵。姐姐，疼！最靠近的水镜突然溅出血珠，幻象中的杨小孩被毒蛟贯穿掌心。叶清雪瞳孔一颤，赤黄挽天枪本能刺向水镜，却扎进自己左肩3寸，那镜面竟与他的痛觉相连。春，18名毒龙宗长老自尸骸中跃出，掌心交纹结成困龙印。涅槃火被阴阵压回体内，叶清雪唇角溢出血线，枪尖却勾起冷笑。就这点能耐？他猛然跺脚，足下毒浆炸成火幕，上千根凤凰火雨从枪缨迸射，将最近3名长老钉在岩壁上。惨叫声中，叶清雪借反冲力撞向主阵眼，却见阵眼处悬浮的竟是杨小孩的银铃。叮！银铃轻响荡开涟漪，他攻势硬生生偏移3寸。毒龙宗主独孤影从阴影中走出，指尖勾着真正的杨小孩的衣带。这一枪若刺实了，小崽子的心脉可受不住。赤黄枪尖凝在半空，毒蛟锁链趁机缠上叶清雪腰肢，腐毒蚀入肌里，他背后却燃起比枪焰更炽烈的火意。你们找死！咔嚓！银铃突然自爆，毒龙宗主惊觉掌心只剩半截衣带。真正的叶清雪早在入阵时便分化火雨，此刻真身已撕裂东北阵脚。18长老齐齐呕血，阴阵裂开一线天光。507，枪出如黄历，涅槃火顺着阵纹倒灌。杨小孩被叶清雪护在身下，此刻正处于昏睡当中。毒痰蒸腾成云，叶清雪踏着火浪冲天而起，却见天际密布上千毒蛟剑，这才像话。他抹去唇边血渍，赤黄枪舞成焚天火轮，剑雨触及火环的刹那，千里苍穹燃成赤色熔炉。毒龙宗主在云层后掐诀，嘴角缓缓咧至耳根。混沌黄体，好好享受本座为你准备的千椒宴吧。哼，你怕是还不知道，不管是这孩子的混沌剑体，还是你这混沌黄体，都是我毒龙宗的目标啊！哈哈哈哈！谁？到底是谁在装神弄鬼？玄月秘境内，孔俊峰未曾想到自己都如此精心安排了，居然还被人提前发现了。来人实力简直恐怖，垃圾都不如的东西，不配知道本尊名号。苏贤冷笑一声，直接一张大手将药王谷一众弟子抓走，随即丢入早已准备好的毒窟之中。这里面有我在秘境中射来的各种毒药，拿你们来试试。苏贤轻笑一声。孔俊峰本来是很慌张的，莫名其妙自己这一群人连反抗之力都没有就被掳走了，但听闻对方要对自己使用毒的时候，不由得嗤笑了一声。毒？呵呵，在我药王谷面前用毒？所有人服下白玉解毒丹。孔俊峰下令，众药王谷弟子会议。哈哈，但是解毒丹没用，药王谷弟子的惨叫声传来，身体开始溃烂。怎么会这样？有药王谷弟子惊惧求饶。苏贤发现有些不对劲，因为并非所有的毒性都是致死的，有些毒似乎不太正经啊。只见有药王谷弟子呼吸开始粗重了起来，这批都是男弟子，彼此之间竟然开始撕扯衣服，开始肉搏，那等场景叫一个辣眼睛啊！这秘境之内竟然还有情毒。苏贤有些无语，他将所杀的那些毒物体内的毒素提取出来，并未做细分，这才有了眼下这等荒诞的场景。哈哈，惨叫声不断，不过这会儿还夹杂着喘息声。师妹，师妹，我成功了，我成功解决了天道宗那群人。而孔俊峰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他的丹道不俗，体内绝大多数的致命毒素都被解掉了，但却陷入了幻境之中。师妹，我愿意，我愿意的。孔俊峰此刻的脑海里全都是夏双羽，幻想着自己被夏双羽蹂躏的场景。师妹，不要停，不要停，我受得住。哦不，我喜欢得很。孔俊峰面露疯狂，开始撕扯自己的衣服。哦，师妹，师妹。但是因为是单人表演，情到深处只能够上演传统手艺，释放自我。苏贤感觉没脸看，算了，反正已经对青衣他们够不成威胁了。想到这里，苏贤直接离开了毒窟，只留药王谷一群人自生自灭。另一边，青铜主殿下3000玉石台阶前，洛青衣忍不住向来时的方向看了一眼。怎么了，洛师妹？陆明月关心问道。没什么，就是感觉我们来的一路上实在太顺利了。洛青衣解释道。我想应该是传承试炼开启，大家都进入殿内争夺传承的缘故吧。柳烟儿解释道。走，我们也赶快上去，看看能否获得些什么机缘，否则岂不是白来了。秦烈急忙道。你慢点，不要那么莽撞，明明伤势才刚刚好。柳烟儿嗔道。哦，好，我听烟儿的。经过此前迷雾沼泽一事，
如今秦烈与柳烟儿两人的感情显然有了新的进展。江青等人看在眼里，忍不住偷笑起来。小心，这玉石台阶上的阵纹有攻击性。因为来得比较晚，众人对于这玉石台阶了解不多。江青一脚踏入其中，阵纹激荡，有饕餮虚影显现。斩！江青没有犹豫，剑意冲天，一剑斩之。而随着凌厉剑意显现，江青脚下的那些符文也逐渐暗淡了下去，似乎展现出更高阶的力量就可以进行压制。陆明月沉吟了一声，同样踏入玉石台阶，趁着玉石台阶符文闪烁的功夫，直接以符箓布置更加强大的阵势环绕四周，将其镇压。走吧，事不宜迟，既然了解了其中原理，那就不要犹豫了。江青见状，带头冲了上去，洛青衣等人紧跟其后。小心，这越往上看来是越危险。江青扫视了一圈玉石台阶上越来越多的血渍和尸体，面色凝重。而众人明显能感觉到，越往上需要用来镇压阵纹的力量也越大。不行了，我不行了，你们继续走吧，不用管我。柳烟儿满头大汗，她修为在5人里面偏弱，加上此前就受伤颇重，如今更是体力透支。我留下来陪你。秦烈跟着停了下来。呆子，这上方若是有你的机缘，因为我耽搁了，那岂不是？谁知道柳烟儿的话还没有说完，秦烈直接打断道：烟儿，别说了，这次玄月秘境之行，你就是我最大的机缘。柳烟儿闻言脸色羞红，直接将脑袋埋在了秦烈的怀里。江青等人原本还准备过去安慰2句的，谁知道这表面看起来憨厚老实的秦烈，说起情话来竟是一套一套的，让人直掉鸡皮疙瘩。你们且下去等我们，注意安全。江青提醒道。秦烈点头。等进入青铜主殿内，众人才发现里面的场景更是惨不忍睹，横尸遍地4个字来形容，怕是都难以描述。当然，里面还有许多古代天骄的遗体，经久不坏。主殿内共有5道光门，分5行方位分布，却并不皆是5行之力。第1道毒门内喷涌单独瘴气，触肤即化白骨；第2道寒门内含双附地，冰魄玄真无差别攻击；第3道血门内血煞翻涌，幻化心魔深渊；第4道雷火门内雷火交织，声势浩大；第5道金门内有刀剑凌厉，还没有进入其中便已经感受到了极强的锋锐之气，弱一些的修士刚踏入其中就会被直接肢解，门户内放眼望去的断壁残肢便是最好的证明。这金门很合我的口味，我先来。江青放声大笑，毫不犹豫化作一道剑光冲入其中。哈哈，我自横剑向天笑，去留。噗！奈何还没坚持3息时间，江青周身剑气护盾被破，整个人如遭重击，倒飞而出。好强的杀伐之气！江青面色骇然，看来这金门我是进不去了。不过其中的杀伐之气对于我而言颇为重要，看来这便是我的机缘所在了。眼看江青都如此轻易落败，陆明月面露苦笑：青衣师妹，想来这便是我2人的终点了，你不用管我们继续前进吧。好。洛青衣点了点头，径直步入独门之中，保重。传承之殿内，9尊巨鼎嗡鸣震颤，顶口喷涌的星辉在天穹交织成女帝法相。洛青衣通过独门望着悬浮在顶尖的7道身影，算上自己，通过前2关者仅剩8人。你居然没死！见到洛青衣出现，夏双羽面色一凝，心中怒骂了一声孔俊峰这个废物，便是不再关注。因为眼下最重要的乃是玄月女帝的传承，而其他皆可以日后再解决。殊不知他口中的那个废物，此刻还在毒窟之内以传统手艺上演一出好戏，难以自拔。药王谷的千机影倒是比玄阴宗的尸魁术精妙。幽芷姬眼唇轻笑，苍白指尖抚过身旁青铜柱。这位玄阴宗上古尸魁周身缠绕着9条血煞，每道煞气中都禁锢着元婴修士的怨魂。夏姑娘用活人是要破关的狠绝，颇有本宫当年的风范。哼！夏双羽冷哼一声，足踏药王鼎立于西侧顶耳，腰间乾坤壶吞吐着轻雾。他身后悬浮着3具金纹尸魁，仔细看去竟是药王谷弟子的肉身。上古玄阴宗我也听过，将自己的道侣炼制成尸魁，也是一番壮举啊。聒噪！玉虚子撞碎殿顶垂落的星链，眉心血色印记竟与女帝法相开始共鸣。不枉我准备这么多年，如今我为正统，此传承当归我。他双掌拍向中央巨鼎，鼎内沸腾的星辉却突然凝成毒箭反噬。正统！龙翅蛇尾缠住南侧鼎足，妖血顺着青铜纹路渗入鼎身。这个世界实力为尊，强者即为正统。话音一落，鼎中浮起玄蛇虚影，却在触及星辉时被炼成剧毒符文。洛青衣是天刃轻点虚空，碧绿藤蔓在星辉中铺就毒纹路。他每踏出一步，顶尖便亮起一道上古毒方残卷，心中不免一惊，这玄月女帝竟然走的也是毒药丹一体的路子。我等了上万年，这传承是我的，该由我来走完你未尽的地路。幽芷姬怒喝，忽然甩出血煞缠住东侧顶耳，
9道怨魂嘶吼着撞向星辉。女帝法香忽然睁眼，血煞在触及星光的瞬间蒸发，幽指姬左臂齐根断裂，落地化作腐臭脓血。夏双羽趁机弹指，3具经文尸魁扑向中央巨鼎。尸魁天灵盖中钻出是魂骨，口气刺入鼎身瞬间，鼎内竟传出药王谷秘传的药王经吟诵声。星辉如瀑逆流，在他周身凝成青玉丹袍，竟是误打误撞触发了丹道传承。休想！玉虚子眉心迸射冰魄玄光，丹袍虚影被洞穿。找死！夏双羽反手祭出药王鼎，鼎内有玄丹被祭出，丹药玉光急爆，将冰魄玄光染成剧毒。上古残魂罢了，倒是上好的是药材料。龙池蛇尾突然暴长100丈，卷住北侧巨鼎砸向众人。鼎中星辉泼洒间，女帝法香躯指结印，泼出的星辉凝成阵纹。龙池的蛇鳞片片剥落，露出被星辉灼伤的焦黑皮肉。老贱人，凭什么死了还要镇压本座？洛青衣趁乱逼近中央巨鼎，9幽氏天刃插入鼎身裂缝的刹那，9尊巨鼎同时倾覆，鼎中星辉在空中凝成3000毒篆。他额间9幽毒纹突然离体，与毒篆交融成女帝残念。以毒脉成无道者，上前。星辉中有传承之力。夏双羽惊呼，直接操控经文尸魁自爆，血肉在星辉中重组。幽指姬撕开胸腔，挖出千年尸丹，化作煞气阶梯接引星辉。玉虚子直接震碎残躯，以残魂裹挟星辉强行攀升。毒道飞锦杀伐，洛青衣收刀入鞘，任由星辉毒篆穿透身躯。被毒篆侵蚀的经脉非但没有溃烂，反而在女帝残念下重组成新的周天循环。洛青衣踏着星辉射击而上，身后浮现万名跪拜虚影，皆是当年被女帝以毒术拯救的苍生。而在阶梯的尽头，正是玄月女帝的传承之物玄月珠。除了玄月珠外，在其旁还有一座巴掌大精巧的宫殿，以及一对青铜样式的古朴圆盘。休想！夏双羽吞下药王鼎中的一枚血丹，七窍一血的冲破阻碍，但却并非奔向玄月珠，而是其旁的那对青铜圆盘。玄月传承是我的。与此同时，玉虚子、寒破尊者、龙痴、幽指姬等人皆是面露疯狂，不顾一切使出浑身解数逼近玄月传承，也有其他人目标直指精巧宫殿。一时之间场面无比混乱。窃盗者，诛！忽然玄月女帝虚影闪过，一声厉喝之下，月华暴涨，直接将众人轰飞了出去。顿时血水残肢四溅。夏双羽有药王鼎相助，但也重伤难动，只能够眼睁睁看着洛青衣融入玄月珠，将其余2件物品取走。诸位，若是就这样放任其离开的话，你我可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夏双羽四下传音，且不说那玄月传承，单是那月神殿就收藏有玄月女帝毕生积蓄，你们就这么甘心放弃？说吧，你想怎么做？龙痴冷笑，现如今有玄月女帝残留的力量护着这小贱人不好动手，等出了青铜宫殿那就是两说了。我只要那对青铜圆盘，剩下的你们分。夏双羽直言。哼，药王谷真是好大的口气啊，那青铜圆盘上面流转的道运，即便我也难以看清，药王谷就想独吞。幽指姬不满道，好，成交。玉虚子却是快人快语，其余之人皆是点头。幽指姬见众人都妥协了，也只得冷哼应下。得了玄月传承，洛青衣摸了摸额头的那枚月牙印记，心中感悟颇多，但知道眼下还不是时候。青铜宫殿轰隆隆巨震，殿门关闭，开始下沉。洛青衣知道这里面埋葬有玄月女帝的遗退，不出意外的话将要永远沉寂，玄月秘境就要关闭了。就在洛青衣踏出青铜宫殿的刹那，9道经文锁链自云端垂落，夏双羽带领残余的药王谷弟子早已在此等候，布下了这9星副仙阵。这玄月传承不是你能够受得起的，交出来吧。夏双羽抚着新得的石骨鞭，边身游动着交魂，他身后扶着药王鼎，构成了这9星副仙阵的阵眼。幽指姬召唤尸魁大军从地脉钻出，腐烂的指骨捏着残破的玄机盘，这是他斩杀边文浩所得。我倒想看看你能否破开我这万煞式星阵。阵光齐处，3000怨魂凝成血色饕餮，张口吞向洛青衣眉心毒纹。要战便战。洛青衣9幽是天刃点地，星辉自苍穹道观，传承所得的玄月法相在背后显现，抬手间玄月虚影镇压四方。夏双羽的药王鼎与之相撞，竟爆出漫天毒雨，每滴毒液都裹着星芒，落地即生蚀骨毒藤。轰！龙痴的妖丹突然祭出，玄蛇毒雾混入阵中。幽指姬趁机甩出尸魁线，缠住洛青衣脚踝，把玄月传承吐出来。线端利齿咬破肌肤的瞬间，洛青衣的玄月毒纹突然逆流，将尸魁线染成碧绿，毒纹竟顺着丝线反噬。洛师妹，我们来助你。青铜宫殿关闭，江青等人提前退了出来，感知到这边爆发大战，立刻赶过来驰援洛青衣。哼，
一群蝼蚁一般的东西。韩破尊者冷哼一声，召唤出百丈之巨的冰凤凰，直接将江青等人拦下。斩！江青以新领悟的无声剑意斩下，配合秦烈等人也只是堪堪将韩破尊者拦下。玄月传承，你带不走。玉虚子突然从侧边偷袭，掌心中凝聚有冰魄银针，眼神狠厉。然而就在玉虚子射出的冰魄银针距洛青衣眉心仅剩3寸时，忽被一缕灰色火苗截住，瞬间气化。这么多所谓的天骄围攻一少女，也不怕让人笑掉大牙。刹那间，整片天地陡然寂静。还有高手？阁下是谁？何不共取这玄月传承？你我共分。幽芷姬张口询问，想要合作，但眼睛却不时地寻找来人的方向。见到苏贤的身影之后，9条血煞化作吞天巨蟒扑来。苏贤轻笑一声，轻扣虚空，混沌火纹如涟漪荡开，血煞巨蟒尚未触及他衣角，便连同其操控的尸鬼大军气化成青烟。那些被炼化的化神怨魂竟在火中重获清明，朝着苏贤躬身一拜后消散于天地。火之法则第6重，混沌神火。你是谁？也敢多管闲事？龙痴面色狰狞，眼看玄月传承就要得手，没想到居然半路又杀出来一人。话音一落，龙痴怒而显露玄蛇真身，冰雷之力狂涌，朝着苏贤冲了过去。敢动我的人，找死！苏贤冷哼，掌心翻涌的灰色火焰突然坍缩成圆点，方圆百里空间如镜面般碎裂。龙痴的玄蛇真身被空间褶皱切割成无数肉块，每一块血肉都在混沌火中扭曲成灰烬。你究竟是谁？幽芷姬大惊失色，能够从青铜宫殿中活着出来的每个人都不一般，居然被眼前青年瞬间秒杀了。你不配知道！幽芷姬惨叫，尸丹刚离体3寸，便被火焰凝成的囚笼倒扣其中，千年煞气炼作9颗猩红珠子坠入苏贤袖中。不好！玉虚子、韩破尊者面露骇然，他们刚刚重生，还没体验大好生活，哪里甘心就这么死在这里？刚想遁走，便被扑天灰色火焰笼罩，烧成了灰烬，就连残魂都烧了个干净。夏双羽立刻意识到了危险，疯狂掐诀，药王鼎祭出，以鼎为舟，遁。鼎身浮现虚空阵纹，却在启动瞬间被混沌火焚毁大半。他猛地抓过2名药王谷弟子，投入鼎中，血肉献祭的邪法硬生生撕开一条空间裂隙。想走？洛青衣是天刃斩出的月光纹路，将药王鼎拦下。苏贤冷笑，眼眸里星河倒转，混沌火凝成谷中虚影，将药王鼎扣下。谷中轰鸣，夏双羽七窍迸发的护体丹气如春雪消融。他惊恐地看着自己触碰药王鼎的右手在火中碳化，身体逐渐在崩解。不，我乃药王谷谷主之啊！药王鼎突然悲鸣，鼎身浮现的历代谷主虚影齐声哀叹。在混沌火即将吞噬他的瞬间，鼎耳处暗藏的偷天换日符亮起，整尊鼎化作青光遁入虚空，竟是以自毁3成灵运为代价，挣脱了混沌火的束缚。苏贤躯只收回漫天火焰，望着天际残留的青烟眯起眼。药王谷的镇谷鼎倒是有灵性。叮，检测到真命天女叶清雪处于濒危状态，发布限时任务，1个时辰内拯救真命天女叶清雪，超时则任务失败，天女死亡。系统突然出现红色警戒，苏贤吃了一惊，心中怒道：童子，你下次能不能早点提醒，非要等雪儿撑不住了才提醒吗？限时任务倒计时开始。然而对于苏贤的愤怒，系统并没有搭理的意思。苏贤暗骂了一声，对照系统给的方位，居然在10万里之外的云州，怎么跑那么远？苏贤眉头一皱，催动仙阶残缺阵纹，按照阵纹1000公里损耗1天寿命来算，10万里不过耗费50天的寿命而已。小意思。毒龙宗主宗上千毒蛟剑即将合围的刹那，天地骤然陷入死寂。夫君，是雪儿大意了，这次可能没法回去见你了。叶清雪面色惨然，眸中泪光闪烁，随即蒸发殆尽，面色逐渐坚毅，自己还不能就这么放弃，即便是死战，老夫的凤凰也是你们这些泥鳅能碰的。就在叶清雪心怀死志之时，耳畔突然响起枯枝碎裂般的轻笑，但是听在少女耳中却是那样的温暖与怀念夫君。叶清雪双眸泛光，面露惊喜。我说过的，只要你遇到危机，我一定会来的。好好休息，接下来交给我。苏贤来到叶清雪的身边，摸了摸少女的脑袋。叶清雪抱着养小孩，乖巧点头，从未感到如此安全。毒龙宗主独孤影瞳孔中映出一抹佝偻人影，面色惊疑不定。你是谁？要你命的人！言罢，苏贤直接捏碎大成中期体验卡，威势一路飙升。火之法则第6重，混沌神火。紧跟着灰色火焰如天河倒卷，上千毒蛟剑尚未坠落，便化作流萤。火焰掠过之处，云层融成琉璃雨，山峦褪色为水墨画。800毒龙宗修士保持着惊骇的表情定格，
肌肤寸寸皲裂成灰。大成期，这不可能！毒龙宗主嘶吼着催动本命毒丹，身后浮现百丈毒蛟法香。那由千种剧毒凝成的蛟龙刚张开巨口，苏贤的龙骨杖已点在他眉心。人族的根骨，偏要学畜生盘踞。毒蛟法像突然哀嚎扭曲，竟被混沌火炼成一缕青烟。独孤影七窍喷出紫黑毒血，浑身经脉如活蛇般钻出体表，那是他强行融合蛟毒的反噬。呵呵，你以为这么简单就结束了吗？独孤影喉咙里发出不似人类的笑声，浑身毒血竟然化作毒箭，朝着苏贤的身上射了过去。如此近的距离，根本防不胜防。夫君！叶清雪惊呼。苏贤却是不屑一笑，毒紫黑毒血甚至于还没有接触到苏贤，便是化作精纯灵气被苏贤所吸收，不仅没有起到一点作用，反而成为了苏贤的补剂，就是有点恶心。苏贤忍不住吐槽：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一点事都没有？独孤影满脸绝望，那可是自己精血所化之毒，即便是大成修士也避之不及，怎么可能如此轻易就被化解？好了，该上路了。苏贤根本懒得解释，一张火焰巨掌朝着独孤影猛然拍下。玄月秘境入口处，我星月殿天骄竟然陨落了，究竟是谁干的啊？星月殿主因昂然收到边文号魂牌破碎的消息，面色震怒。哼，看来星月殿所谓的天骄实力不过尔，还是我妖族。天狼妖王刚想嘲讽两句，却发现随身携带的龙翅的魂牌没过多久竟然也跟着碎裂了。谁敢杀我妖族公主？龙翅身份可不简单，不仅仅是元婴期天骄那么简单，其父亲可是万寿山脉12首领之一，号称黑水龙王龙傲天的女儿。这次天狼妖王可是打了包票护住龙翅的安全，没想到其居然在秘境中就陨落了。不仅星月殿、万寿山脉天骄陨落了，其他势力都好不到哪里去，接连不断有惊怒声传来。秘境开启了，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天妖狼王等人眼神一凛，秘境提前开启，说明有人成功夺得了玄月传承。万年未曾被夺得的传承，今日落在了谁的身上？此刻药王谷夏明哲嘴角含笑，自信而从容。除此之外，藏天老祖也在悠然喝酒，似乎事不关己。难道是这两方的人？众人不免有些怀疑，是谁？然而没多久，夏明哲的脸色就变了，怒吼出声。夏双羽的魂牌也破碎了，紧跟着药王顶自秘境入口飞了出来，落入了夏明哲的手中。众人皆惊，药王谷的千金也陨落了。那这传承随着秘境入口的开启，陆陆续续有修士走了出来，或满脸愁容，或兴奋不已。师父，藏天门的天骄柳一尘飞了出来，看起来毫发无伤。是你干的？天妖狼王眼神微眯，狼崽子，你少威胁我徒弟啊！要是吓坏了我徒弟，小心我当场翻脸。藏天老祖怒道，将柳一尘护在身后。宝贝徒弟，收获如何呀？藏天老祖笑呵呵问道。对不起，师父，我在里面不小心睡着了。柳一尘摸了摸后脑勺，尴尬道。闻言，众人皆是当场石化，什么玩意儿？睡着了？这玄月传承这么大的事情，能在里面睡着？关键是睡着之后还能完好无损的出来，这究竟是哪里来的奇葩？若不是这少年是藏天老祖的徒弟，怕是不少人就直接开喷了。哈哈哈哈，我的宝贝徒弟啊，不愧是你能干出来的事情啊！藏天老祖闻言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开怀大笑起来。师父，这让柳一尘更加尴尬了几分。夏明哲看了柳一尘一眼，微一推算，眉头一皱，不是他。夏双羽的身上有他亲手设下的印记，若是陨落，凶手身上一定会有蛛丝马迹显露，而且得到玄月传承的那人身上一定有那件器物的气息，不是他。天狼妖王神情一怔，北域各大势力的天骄彼此心里都有些数，进入玄月秘境的元婴修士是什么实力，大家多少有些了解。难不成是玄月秘境内潜藏的古代天骄？天狼妖王忍不住猜测起来。就在这时，玄月秘境入口一闪，出现6道身影，正是苏贤的傀儡，分身带着洛青衣和天道宗4名弟子走了出来。叮！恭喜宿主完成真命天女洛青衣主线任务，成功帮助洛青衣夺得玄月传承，奖励发放中。叮！恭喜宿主获得寿命10年。叮！恭喜宿主获得木发剑丸4枚。叮！恭喜宿主获得无敌金身10息卡1张。叮！恭喜宿主获得刹那永恒3息卡1张。叮！恭喜宿主获得千机傀儡刻命版1件。叮！恭喜宿主获得遮天盘1件。叮！恭喜宿主获得幻影球1件。叮！恭喜宿主获得幻灵仙露10滴。火焰巨掌之下，独孤影所化的毒蛟法相拼命挣扎，紫黑色烟雾蒸腾。然而一切不过徒劳，已成定局。苏贤耳边传来系统提示音，
简单检查了一下系统发放的奖励，除了道具奖励外，还给了2张技能卡，还千机傀儡刻命版，通过消耗寿命提升傀儡的威力。开玩笑，老子的寿命如今都是紧巴巴的，怎么可能用到傀儡身上？说起来，洛青衣他们从玄月秘境出来，肯定也是不太平静，自己得快点解决这边的事情，回去帮忙了。等等，不对劲！苏贤眉头一皱，独孤影已经奄奄一息了，但是系统仍旧没有提示拯救叶清雪的任务完成。死！苏贤加了把劲儿，突然虚空一震，一道空间裂缝开启，走出一中年男子。夏明哲，他怎么会在这里？那玄月秘境那边的事？好家伙，这小子玄月秘境那边用的居然也是分身，只不过显然是一具比此前更高级的分身，修为与本体相同，让人看不出破绽。不对，毒龙宗即将被灭宗，药王谷的宗主前来这踏马的，原来2家是一伙的啊！苏贤心中震怒，真是没想到啊，堂堂药王谷原来和毒龙宗是一丘之貉。呵呵，看来道友知道的不少啊。夏明哲眼神一变，随即笑道：既然如此，那今日道友怕是少不得要去我药王谷做客一番了。话音一落，夏明哲身后越来越多的空间裂缝开启，玄月秘境入口关闭，苏贤等人顺利走了出来，成功完成了系统交代的任务。童子，傀儡分身可以调用系统里的道具吗？苏贤问道。当然可以，你当本系统是那些低级垃圾吗？本系统无处不在。系统得意道。苏贤会意，心中有了盘算，此番多谢道友相助了。出了秘境，洛青衣施了一礼，江青等人皆是相继抱拳。苏贤感到有些好笑，你好好看看我是谁。洛青衣先是有些疑惑，难不成是自己以前的熟人？随即美眸震惊，夫君，眼前青年不正是苏贤年轻后的模样吗？只不过平日里洛青衣见到苏贤这副模样的时候，都是阴阳同修之时，从来没有在日常时候见过。一想到阴阳同修之事，洛青衣不免面色羞红。江青等人皆是有些愕然，刚才洛青衣喊眼前青年夫君，那苏老祖呢？眼前之人显然不是苏老祖啊，莫非苏老祖被绿了？死，好大一卦啊！洛青衣和苏贤自然不知道江青等人心中所想。看着眼前少女近在咫尺的绝美面庞，苏贤有些心动，俯身就要吻下去。洛青衣心中羞涩，要在这里，在大庭广众之下做这等羞羞的事情吗？就是你杀的我女儿！然而还没等苏贤成功呢，夏明哲突然怒喝一声，将众人的目光引了过来。烦！苏贤心中不满，直接捏碎了刹那永恒3息卡，方圆千里万物瞬间静止。唯有洛青衣与苏贤四目相对，彼此深情地吻了下去，正是唇间融雪3分软，舌底含义1味甜，令人回味无穷。系统有些无语，老子给你的刹那永恒体验卡，你用来调情？待的3息一过，洛青衣却惊愕地发现苏贤的身影不见了。敢杀我妖族公主，今日提你脑袋向龙兄请罪！天狼妖王跟着怒喝。我星月殿也要讨一个说法。星月殿主因昂然怒目圆瞪，一众大势力之人皆是义愤填膺，仿佛洛青衣等人做了十恶不赦之事一般。夏明哲眼神微微疑惑，刚才自己似乎晃了个神，场上怎么少了一人？各位，其中怕不是有什么误会啊？即便我宗弟子活着出了秘境，也不见得就一定是他们杀了诸位天骄啊！就在这时，掌门齐瀚海连忙赶了过来，将洛青衣等人护在身后。当看见洛青衣眉心的月牙印记时，不由得一怔，你获得了玄月女帝的传承。洛青衣点了点头。齐瀚海心里那叫一个复杂，既是惊喜又是后怕。喜的是有了玄月女帝的传承，天道宗未来必然会一飞冲天；怕的是今日之事怕是难以善了，自己还能不能等到一飞冲天那日？无形老祖啊，您若是听得到弟子心中的呼唤，一定要出来保佑弟子啊！齐瀚海心里忍不住祈祷。滚！一个合体境的小辈有什么资格说话？阴昂然怒喝，大成初期威压爆发，让齐瀚海跪伏当场，难以动弹。你们！齐瀚海大怒，奈何完全被镇压，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是与不是，本座一探便知。夏明哲眼中金光爆射，直接朝着洛青衣抓了过去。哼，药王谷真是好大的威风啊！一天到晚专找老祖我这宗门小辈的麻烦，也不怕天下人笑话。关键时刻，天道宗方向一黑袍人影一步踏出，便是来到近前。是你！夏明哲眼神一凝，自然不会忘记当日斩掉自己3000年寿命的家伙。还有高手。见到夏明哲这等反应，天狼妖王、阴昂然、藏天老祖等人皆是看了过来。依依，过来吧。苏贤暗中传音给洛青衣。洛青衣看着天道宗方向朝着自己招手，身形苍老的苏贤，又看了看不远处的黑袍老祖，有些疑惑。夫君，这是怎么回事？
如果你在这里，那这黑袍老祖又是谁？洛青衣知晓苏贤曾以黑袍老祖的身份击退夏明哲之事，如今见到两个苏贤，不免有些疑惑。都是我。苏贤微微一笑，解释道：依依，给你个好东西，待会儿用得上。苏贤暗地里传音，随即将幻影球给了洛青衣。这幻影球与留影球类似，可以留存影像，不同的是留影球只能实时记录，而幻影球则能够随心更改。夫君，这是？洛青衣疑惑道。待会儿你就知道了。苏贤笑道，心里已经安排好了一切。随着黑袍苏贤的出现，顿时所有人的注意力皆被吸引了过来，不断有神识落在苏贤的身上，不过无一例外都被遮天盘给拦了下来。遮天盘受宿主操控，可遮掩一切天机，包括但不限于修为、踪迹、命运、样貌、性别等。居然看不透他的修为，甚至连面貌都看不清，这是何等高深的秘法？藏天老祖等人皆是吃了一惊，这黑袍人看起来很不简单啊！无心老祖，救救宗门，救救弟子们吧！眼看黑袍苏贤出场，齐瀚海当场感激涕零，那渴求的小眼神就差没说：老祖快救救我吧，我还被镇压着在呢。苏贤有些无奈，心里却忍不住吐槽：我知道你很着急，但先别急，因为眼下这黑袍苏贤乃是克命版傀儡，打底修为也就练虚境而已，哪里能帮你挡住大成器的威压？无心老祖，我怎么没听说过？装神弄鬼，让我来试试你的深浅。天狼妖王第一个受不住了，一只遮天狼爪笔直地朝着苏贤的身上抓了过去。无敌金身，苏贤暗自捏碎了一张无敌金身体验卡，只见狼爪虚影刚碰到苏贤就消失不见，竟然一点作用都没有产生。什么？怎么可能？天狼妖王吃了一惊，刚才的一爪之力虽然是试探，但就算是大成期高手也得动动手吧。眼前的无心老祖竟然连手指头都没动就破解了自己的攻击，怎么做到的？妖王还真是说一套做一套，这点攻击不痛不痒啊。阴昂然冷笑一声，单手朝着天空猛然一抓，射过来星辰之力凝聚成100丈长枪，朝着苏贤射了过去，但还是没用。长枪化作星辉消散，连对苏贤造成冲击都没有。这等防御，怕是我也做不到啊！藏天老祖眼神一凝，猜测无心老祖的实力比自己还要强。老祖威武！老祖！齐瀚海欢呼，天狼妖王却是不满，威压一阵，直接让齐瀚海闭嘴。齐瀚海心里那个委屈啊，老祖为何还不帮自己解开威压啊？倒有好手段，既然如此，此间之事本座就不参与了。藏天老祖意识到无心老祖并不好惹，加上自己的弟子进去只是睡了一觉，没受到什么损伤，自然也就没有追究的必要。继续留下来不过白白结仇罢了。只不过此战之后，这天道宗的真实实力可得好好评估一番了。随着藏天老祖的离开，越来越多的势力自知不是对手，跟着纷纷离开。苏贤见状，心里不由得松了口气，正好无敌金身的时间也过了。若是这些人都退去的话，自己就没必要耗费寿命来提升这具傀儡的修为来应对了。完美！眼看天狼妖王因昂然还有些犹豫，苏贤知道该上必杀技了。我知道诸位道友对于各家天骄之死心有不满，但真相如何，诸位又是否知晓？如何确定这因果就一定落在我天道宗的头上？黑袍苏贤继续道：依依上。就在这时，苏贤传音让洛青衣递上幻影球。哦不，老祖，弟子在秘境之中有留影球记录为证。洛青衣适时的递上幻影球。黑袍苏贤嗯了一声，既然有留影球为证，我们大家就共同看看。随即幻影球打开，其内有各大天骄争相厮杀的场面，还有上古天骄复苏参与其中。果然玄月秘境中有上古怪胎还活着在。有人忍不住惊呼：那是我星月殿天骄边文浩。阴昂然出声，随即便是见到边文浩被龙痴斩杀的场面。原来是你们妖族！阴昂然咬牙。紧跟着画面又来到玉虚子、龙痴、夏双羽、洛青衣等人混战的场面。画面中可以看到龙痴手中还捏有边文浩的残破玄机盘，更加佐证了边文浩被龙痴斩杀的事实。转而龙痴又是被夏双羽的丹火焚烧致死，画面就此中断。原来是药王谷你们干的好事！天狼妖王怒道：怎么没有了？我女儿是怎么死的？夏明哲没有搭理天狼妖王，怒而看向洛青衣，却被黑袍苏贤拦了下来。不得不说，苏贤这一招用的很是高明。边文浩被龙痴斩杀乃是事实，即便星月殿到时候推演，也只能够推到龙痴的头上。至于龙痴，实际上是苏贤所杀，但且不说杀龙痴的乃是千机傀儡，对方能不能推演到苏贤的头上？如今苏贤还有遮天盘帮忙遮掩天机，想要算到自己头上，做梦！所以对方唯一的凭据也就只有这段影像了。至于幻影球会不会被看破，苏贤倒是不担心，毕竟系统出品必属精品。再说夏双羽的死，
同样推演不到苏贤的头上，这便是死无对证。夏明哲，今日你不给我妖族一个交代，我跟你没完。天妖狼王找到了出气口，立刻将矛头指向夏明哲。交代？你要我给你什么交代？我女儿可也是死在秘境之中。夏明哲怒了，天妖狼王，还我殿天骄的命来！不仅仅边文浩、星月殿众多弟子皆是死在妖族手中，一时之间场面有些混乱，大家都想找对方负责，但彼此的天骄都死在秘境中了，找谁负责？打一架？那不可能，又没什么好处可以捞。若是为了玄月传承的话，倒是可以，但如今他们师出无名，又有了眼下这一出，还有个实力莫测的无形老祖，更不可能打起来了。反正玄月传承是没了，只能自认倒霉。哼，今日之事本座记下了。哼，到此。天妖狼王因昂然面色难看，却也无可奈何，只能作罢。苏贤见状松了口气，看来不用克命了。然而夏明哲的脸色却是阴晴不定。我女儿是因为玄月传承才死的，这玄月传承你天道宗带不走。苏贤本来是很开心的，甚至是有些骄傲的，自己略施小计就让这些大势力退走，不再找自己和天道宗的麻烦。更关键的是克命傀儡没用上，这样成本不就省下来了？寿元无损，简直完美啊！奈何这夏明哲脑子秀逗了啊，不按照常理出牌，硬找自己刚啊！你当自己是金刚钻啊？是你逼我的。苏贤心中愤懑，却并没有着急克命，而是屈指弹出一枚木发剑丸，随即3000妖兽剑气凌空，那场面是颇为壮观啊！小逼崽子，就问你有没有想起些什么不愉快的经历来？苏贤心中暗骂了一声，想要通过勾起夏明哲不好的回忆来制止对方接下来的行动。毕竟当初面对这妖兽剑气，夏明哲可是当场自爆了分身，还想用这一招对付我，没有用。夏明哲对此早有所料，祭出一件齿轮状法宝，表面流转着金色命纹，乍一看又像是一枚钥匙，造型颇为奇特，却给苏贤一种有些熟悉的感觉。苏贤急忙朝着夏明哲斩落3000妖兽剑气，不管有没有用，试了才知道。命轮之药。夏明哲陡然厉喝，命轮之药突然爆发出刺目金光，齿轮疯狂倒转，3000妖兽剑气尽数消失。童子，什么情况？这妖兽剑气失效了。苏贤吃了一惊，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忙问。对方手中的乃是一件仙气残片，有一定抵挡命运因果的功效。不过妖兽剑气也并不是全部无用，只是效果被削弱了90%。系统解释道，仙气残片被削弱了90%。苏贤一愣，那就是说这3000妖兽剑气斩下去，只削减了对方300年的寿命，那也太少了吧？苏贤感觉少，但夏明哲却感觉巨亏，脸色铁青。他这次可是连仙气残片、命轮之药都带出来，居然还抵挡不住对方那诡异的剑气攻击。不行，不能让对方这么继续斩下去了。300年的寿命，他还消耗得起？来，让我看看你还有什么别的手段！夏明哲怒吼一声，直接朝着苏贤扑了过来。你他妈想玩命是吧？好，我陪你。苏贤怒了，系统给我克！不怪苏贤一开始不想克，着实是这克命傀儡的消耗太吓人，提升一个小境界耗费半年寿命，提升一个大境界耗费1年寿命。要知道，这等寿命耗费是按照一息的时间来计算的，这哪里是克命，简直是以命相搏啊！请问宿主需要将傀儡提升到哪一境界？系统询问。大成后期。苏贤直言，这夏明哲是大成中期，自己这傀儡如今是炼虚后期，根本不够看，直接冲到大成后期，秒就完事儿了。毕竟时间宝贵，傀儡境界提升中，请注意，接下来的每一息时间，宿主将要花费的寿命为4年。系统警告道：4。苏贤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杀！二话不说，一只泛着墨绿色火焰的千丈巨掌从天而降。这是苏贤第一次结合毒之法则与火之法则施展而出的招数，要的就是一个字：秒杀。大成后期。见到苏贤这一掌的威力，夏明哲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他想过苏贤是大成期，甚至于想过和自己一样是大成中期。上次是因为自己准备不足，被对方诡异的剑气逼迫自裁，但就是没想过对方是大成后期。你搁这儿玩呢？你一个大成后期委身在一个3流宗门，装什么默默无名啊？道友，等等！夏明哲慌了，这具身体确实是分身不假，但却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分身，而是他的半条命，是他未来正道之用，乃是他的次身。日后只要主次身融合，便可正道成仙。但现在就要死在苏贤的掌下了。等你妈！苏贤怒吼一声，全力施为。自己眼下这等实力可是用命换来的，不出点结果，那不白瞎了。而这结果就是夏明哲的命。咚！关键时刻，
夏明哲祭出药王鼎，这个在夏双羽手中曾出现过的药王古阵古之宝，此刻在夏明哲手中发挥出了完全的力量，想要硬汉苏贤这一击，但是没用。药王鼎只挡下了一息的时间，便是被拍成巴掌大小，滴溜溜直转，缩回了夏明哲体内。火焰巨掌落下，夏明哲浑身都绿了，惨叫不止。除了火焰的灼烧之外，还有毒素在不断侵蚀其身体，双重痛苦在破坏他的身心。但还没死，有命轮之药神秘符文在流淌，护住其元婴不灭，神魂清醒。尽管都被烧得不成人样，甚至都被烧出了碧绿色的骨头架子，但残躯仍在。道友，我认栽，还请手下留情。夏明哲仍在求饶，期望能够保下这具刺身。死！苏贤哪里有时间搭理对方，时间就是生命啊！等到了第3息结束，才真正将夏明哲这具刺身炼死。夏明哲一死，药王鼎、命轮之药争相想要逃走，回到夏明哲主身的身边。想逃？苏贤眉头一挑。第4息的功夫，单手将药王鼎抓住镇压，随即又是花费2息时间，以混沌毒火将命轮之药封印收了起来。收工！苏贤这才长出了一口气，面色不太好看，算上一些损耗，总共花费了6息多的时间。按照系统的统计，总共耗费了27年的寿命，亏大发了。这个药王鼎倒是还好，主要是这个什么命轮之药着实麻烦了些。然而就在苏贤这边还在心疼的时候，齐瀚海等人早已经眼珠子都瞪出来了。自家无心老祖这妖牛逼，连药王谷谷主都扛不住几个呼吸的功夫，就这么没了。我大天道宗要崛起了，成为这北域顶流的宗门了。洛青衣更是将小嘴张成了一个大大的 O 型，简直能塞下你可以想象出来的任何巨物。别人觉得那是无心老祖，但洛青衣可是知道那是他的夫君啊，是他无敌的夫君啊！不仅仅天道宗众人震惊不已，那些隐藏在虚空之中的大佬们皆是陷入了沉默，包括之前扬言要走但还暗中观察的天狼妖王以及星月殿主。天道宗强势出手，镇杀药王谷谷主夏明哲，这北域的天要变了啊！云州毒龙宗总部，道友请。夏明哲眼神凌厉，9尊青玉丹鼎破云而落，鼎中喷涌的丹气凝成3000淬甲位，而其本尊则踏着药王经的金转浮空，脚下每道丹纹都催生百里草木疯长，参天古树眨眼间结满灵果，正是药王谷正统的万物生灭诀。除此之外，其身后还接连有5名合体期，2名大成初期修士走了出来。苏贤眼神一眯，看来这药王谷对这毒龙宗甚是看重啊。但今日宁，苏贤眼神逐渐凌厉，真实之眼开启，助其看破本质。紧跟着天空火云密布，一颗颗火焰星辰凝聚，宛若天怒。落！随着苏贤一声令下，火焰流星从天而降，其上还有灰色火焰包裹，充满了恐怖的毁灭气息。怎么可能？夏明哲等人面色一变，哪里想到苏贤这刚一出手就是王炸，3000淬甲位瞬间化作青烟消失不见。合体境长老同样不是一合之敌，在这等天威之下化作火焰尘埃。2名大成初期长老苦苦抵挡，夏明哲面色铁青，青玉丹鼎扛着火焰流星之威朝着苏贤杀了过来。忽然丹鼎之上有青蛟腾空而起，其口中还含有经文丹药，配合着夏明哲杀向苏贤。苏贤垂眸轻吹龙骨杖头的灰尘，混沌神火在杖尾凝成萤火虫大小的灰色光点。火来！混沌火虫振翅清明，灰色涟漪荡开3000里。青蛟触及火纹的刹那，经文丹药突然自爆，迸发的却不是丹气，而是上千根噬魂毒针。夏明哲袖中暗藏的毒龙宗秘术，哼，果然是蛇鼠一窝。苏贤冷哼一声，混沌火凝成透明琉璃罩，毒针撞上焰壁的瞬间，针尖至针尾逐寸湮灭成星辰。夏明哲瞳孔骤缩，手中药王经突然炸开，书页里飞出9条腐骨毒龙，这才是他真正的杀招。怎么，药王谷的正道功法不如毒龙宗的邪术使得顺手？苏贤痴笑着挥杖画圈，混沌火环将毒龙尽数套牢。毒龙鳞片下渗出的腐毒尚未滴落，便被火焰炼成9颗墨玉珠。什么是正道？什么是邪道？只要是为了我药王谷，一切都是最好的道。夏明哲不为所动，正要再次出招，面色却陡然一变，狰狞了起来。怎么可能？我的女儿，我的刺身居然都死了，怎么回事？却是玄月秘境那边发生的事情，终于被他这个主身所得知。哼，咎由自取。苏贤看到对方这表情，自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天道宗，无心老祖，我要灭了你们！夏明哲暴喝一声，眉心浮现枯荣毒印，只怕你没那个机会了。苏贤冷喝，双眸之中有灰焰流淌。狂妄！夏明哲怒极反笑，毒龙宗灵脉被他强行抽来，
在掌心凝成毒破长枪，能比本作用万毒噬仙诀，你该瞑目了。枪出如万交是天，毒物凝成实质的法则锁链，竟然远超一般大成期的力量。苏贤却将龙骨杖插入虚空，杖尾有混沌火莲绽放。叶清雪在苏贤身后看得眼睛都直了，没想到自家夫君竟然在火之法则的运用上比自己还要高明得多，自己明明还继承了混沌黄体的说。心念及此，叶清雪逐渐沉下心来，用心感悟。定，检测到真命天女叶清雪正在感悟，双倍返还火之法则感悟。耳边传来系统的提示音，苏贤心中赞叹，不愧是自己的女人，这份心智，这份悟性，既然如此。火之法则第7重虚焰化道。苏贤心中一动，火莲骤然坍缩成针尖大小的黑洞。夏明哲惊觉毒破长枪寸寸消融，并非被火焰焚毁，而是构成毒枪的法则本身在虚焰中湮灭。他疯狂催动枯荣毒印，脚下却长出混沌火藤，那藤蔓竟在吞噬他的生机道纹。在我面前玩毒，呵呵。苏贤冷笑，踏着火藤走来，每一步都踩碎夏明哲一层护体罡气。小孩子的玩意儿，老夫的火可不喜欢。灭！话音落下，此前还在苦苦支撑的2位药王谷大成初期长老再也支撑不住，在惨叫声中被烧成了灰烬。夏明哲七窍喷出毒火，背后浮现药王谷禁地祭坛虚影。不可能，这毒可是那位赐下的。道友，该上路了。苏贤苍老的手指穿透夏明哲眉心，混沌火顺着经络游走。夏明哲毕生苦修的毒功如冰雪消融，整个人宛若死狗一般不再动弹。忽然，空间猛然一震，一个巨大的空间裂缝展开，宛若深渊之眼一般盯着苏贤。紧跟着这只眼睛里有法则锁链甩动出来，直接缠向夏明哲的肉身。想救他，经过我的同意了吗？苏贤冷笑，混沌火焰越发炽热，那些缠绕住夏明哲的锁链瞬间便是被灰焰覆盖，蔓延向虚空裂缝之中。哼！苏贤隐约间听见了一道冷哼声，紧跟着一道乳白色的神秘能量攀附上锁链，竟然隔绝了他的混沌神火。下一瞬便趁着苏贤一个不注意，猛然一拉将夏明哲拉入了虚空之中。这是什么力量？苏贤吃了一惊，无往不利的混沌神火第一次失效了。无人回应，叶清雪也感觉很茫然，甚至于有些恐惧，因为在面对那锁链上的力量时，他本能地感受到自身渺小无助。童子，别装死，说话。苏贤不满道，不属于修真者的力量乃是仙的范畴。系统解释道，仙。苏贤一怔，这个世界真的有仙。原主曾经也探索过仙的存在，妄图以仙道力量追求更多的寿命，但结果却是一无所获。所以在苏贤目前的认知中，对所谓的仙并没有什么了解。虽说大成之后便是仙道，但目前为止谁也没有见过。自然是有的。系统鄙视道，不过你也不用过度担心，刚才的仙道力量不强，顶多也就是刚入虚仙道而已，而且因为一些原因，他并没有办法随意出手。苏贤闻言点了点头，转而问道，童子，详细讲讲呗，大成之上是什么？所谓的虚仙道又是什么？玄月秘境之争，最后的赢家显然是天道宗无疑。不仅洛青衣获得了玄月女帝的传承，天道宗的江青等人也是完好无损地活了下来。经过一番历练，或多或少都有些收获。当然最重要的是，天道宗自此一战成名，斩杀了药王谷谷主一道刺身，无兴老祖之名，想不火都难。一众北域强者的目光投来，开始重新评估起天道宗的实力，至少也该上升到一流宗门了。这药王鼎于我无用，便交由天道宗保管吧。虚空之中，黑袍苏贤屈指一弹，便是将药王鼎扔给了齐瀚海。这齐瀚海眼睛瞪得老大，这药王鼎可是圣阶下品法宝啊，他天道宗何德何欧不？他天道宗要崛起了啊！要知道，药王鼎能够成为药王谷的镇谷之宝，可不是没有道理的。圣阶法宝觉醒了一定的灵性，药王鼎的气灵甚至曾多次主动逃走，灵性一方面自不必多说。更重要的是，药王鼎能够自主炼丹，只将其放在天地灵气足够浓郁的地方，就能够自动炼制修士赖以修炼的纯元丹。这玩意儿可比直接吸收天地灵气来修炼的效率高了100倍不止，而且没有任何副作用。可以说，有了大量的纯元丹，天道宗以后无论是门内弟子修炼，还是对外交易，都有了足够的底气。甚至于齐瀚海都觉得自己这天道宗都有些配不上药王鼎，因为灵脉确实稀少了些。要知道，这还仅仅只是药王鼎自主炼丹的功能就如此惊人，以后丹霞峰乃至天道宗曾经没有把握炼制的丹药，未来也将越来越多。无论是未来丹药的品阶，还是炼丹师的水准，都将得到一个质的提升啊！只是老祖，那药王谷……齐瀚海面露苦涩，药王鼎固然不错，但这玩意儿本来是药王谷的啊！以天道宗如今的实力，人家药王谷要是派人来要，还不得还回去？放心，药王谷如今自身难保，若是有人因此寻事的话，
报我之名即可。苏贤示意齐瀚海放心。如今药王谷谷主次身被灭，主身虽然未死，但也被废。云州独龙宗一战，前来的谷内长老更是全部战死，宗门内怕是早已乱作一团，而且药王谷和独龙宗，哼，真是有意思啊！多谢无心老祖保佑。齐瀚海深深行了一礼，不知道老祖可有什么需要，或者可有收弟子的想法。话音一落，江青等人皆是眼神一亮，若是能够跟在一位大成期老祖的身边修行，那简直是一步登天啊！弟子。苏贤先是一愣，随即明白了过来，齐瀚海这是担心自己当起了甩手掌柜，如今只是一时兴起，等到哪天出事自己又不管了，所以想与无心老祖多多建立因果关系。徒弟吗？他不需要，但是徒弟就算了。不过我看天道宗确实有些不错的苗子，值得好好培养。苏贤假装沉吟了一番，随即看向了洛青衣，小娘，嗨嗨，小姑娘天赋很不错，还有你的师姐，你们都很不错。日后若是勤加修炼，有足够的资源，未来必然能够超越老祖我。多谢夫，老祖夸赞。洛青衣俏脸一红，连忙回道：超越无心老祖，这是何等之高的评价啊！齐瀚海月看洛青衣越是顺眼，至于他的师姐，对了，叶清雪，那也是个不错的苗子。只是老祖是怎么知道的？莫非老祖一早就已经在关注天道宗了？齐瀚海心中略微一想，便是明白了，肯定是这样子的。好了，老祖我有些乏了，日后有事自会现身。苏贤摆了摆手，身形一颤，便是消失不见。齐瀚海等人皆是拜手。叮！恭喜宿主成功完成现实任务，拯救真命天女叶清雪。开始发放奖励叮！恭喜宿主获得寿命10年。叮！恭喜宿主获得7阶绝品丹药混元丹1枚。叮！恭喜宿主获得北域传话筒1个。叮！恭喜宿主获得圣阶下品法宝清玄剑1把。叮！恭喜宿主获得圣阶下品法宝双魂灵1枚。云州独龙宗解决了药王谷的援兵，拯救叶清雪的任务也算是真正完成了。终于，叶清雪见大敌一除，心头一松，差点瘫软了下去。雪儿，苏贤吃了一惊，连忙检查起刚才的奖励道具。如今苏贤也算是摸清了系统的脾性，奖励的东西绝对不是无的放矢，都是有用之物，有些甚至是刚需。混元丹取天地，能够治疗本源受损之伤。一堆关于混元丹材料介绍，苏贤直接略过，立刻锁定到本源受损4个字上面，就是它了。来，雪儿，把这枚混元丹服下。苏贤连忙吩咐道。叶清雪乖巧点头，毫不犹豫吃了下去，面色立刻红润了起来。趁着叶清雪打坐的时间，苏贤开始检查起杨小孩的状态来，还好只是受惊吓昏迷过去了。当然，这也是叶清雪始终护着杨小孩的缘故，否则他也不会受那么重的伤了，甚至于还伤到了本源。夫君，我感觉好多了，想回趟青城杨家。调息了1刻钟，叶清雪恢复了七七八八，不过心里担心杨家的事情，所以并没来得及完全吸收混元丹的药力好。苏贤点头，带着叶清雪直接传送了过去。独龙宗袭击，杨家元气大伤，本就不多的族人死伤惨重，族长更是遭受重创。娘亲，杨小孩醒了过来，与阿南跪在其母亲的灵堂前哭泣不已。夫人放心，杨小孩我就回来了，答应你的事情我做到了。叶清雪面露哀伤，人死不能复生，哎。杨之秋悠然一叹，这次的事情也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情，一味的躲避并不能够免去灾祸，反而会让自身丢失反抗的武器，所以我也算是遵循他们母亲的遗愿，不知道他们能否跟着清雪你一起修行。叶清雪有些犹豫，看向了苏贤。杨之秋明白了过来，仙长，自然可以。苏贤知道叶清雪的心意，点了点头，给吴威峰收点弟子吗？也没什么，既然你们以后跟着仙长修行了，那就要好好的，这也是你们娘亲交代给我的。杨小孩这个名字还是太随意了，你如今虽然姓杨，但却不能忘本，以后便叫杨业吧。知道了，族长爷爷。杨业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点头。还有阿南，还你本名叶灵儿，跟你弟弟一起去，知道了吗？杨之秋说道。族长爷爷，阿南不想离开族里，不想离开你们。叶灵儿哭着道。好好跟你清雪姐姐学本事，以后族里还需要靠你们保护呢。杨之秋叹了一口气。可是叶灵儿刚想再说些什么，脸色陡然惨白，周身居然有寒气在不断涌出，冻得叶灵儿瑟瑟发抖，直接倒在地上。这是怎么回事？叶清雪吃了一惊，急忙扶起叶灵儿。杨之秋脸色难看，怎的又发作了？之前不是好了吗？灵儿天生体寒，之前一直服用的火元丹，半年未曾发作过了，没想到。杨之秋面色慌张。我来。叶清雪凝聚凤凰火焰，想要给叶灵儿取暖。交给我吧。苏贤制止了叶清雪的举动，叶灵儿毕竟没怎么修炼过，很难抗住凤凰火焰的炙烤，
刚刚苏贤还在疑惑系统发放的另外2件圣阶法宝是什么意思呢？如今倒是明白了，看来这双魂铃正是叶灵儿所需之物。心念及此，苏贤的指尖悬在叶灵儿心口3寸，取出一滴精血。女童清白的皮肤下，淡蓝色的血管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冻结，双花顺着锁骨往脖颈攀爬。叮！双魂铃的轻响震碎叶灵儿表面的双纹。苏贤将精血滴在铃铛内侧，精血迅速融入其中，双魂铃发出饥渴的嗡鸣，随即开始吸收叶灵儿体表的寒霜之力。等到吸收的差不多了，便是钻入叶灵儿的眉心，消失不见。这就好了。杨之秋瞪大了眼睛，困扰了叶灵儿多年的寒毒，不过5息的功夫就被解决了。当然，他要是知道那枚双魂铃乃是圣阶下品法宝，就是赔上整个杨族人都比不上的时候，他又是另一副表情了。日后他体内的寒气都会存储在双魂铃中，通过双魂铃也能够控制寒气进行修炼。苏贤解释道：“多谢仙长，多谢仙长啊！”杨之秋大喜。对了，我看叶灵儿这寒毒似乎是体质异常引起的，不知道他父母。苏贤有些好奇问道：“唉，不瞒仙长，我杨氏又或者说叶氏一族，祖上乃是混沌血脉，不过因为血脉稀疏的缘故，所以有时候甚至于隔了许多代也不曾出一个混沌体。没想到这2代突然出了9个，其中3人是清雪的父辈，也就是清雪的父亲，还有他的大伯、三伯，另外9人便是清雪同辈，如你所见便是杨业、叶灵儿他们。只不过如今杨族没落，也就只剩下这3个混沌血脉了。唉，也是当年叶族混沌血脉崛起过于迅速，这才招来祸患，被他人所觊觎，纷纷遇害。想起往事，杨之秋忍不住一阵叹息。叶清雪闻言默然，自己若不是遇到夫君的话，恐怕也早已死去。苏贤闻言点头，这叶灵儿通过真实之眼看过来，应该是混沌寒体，只不过有些缺陷，需要双魂铃辅助。至于这杨业，则是混沌剑体，现如今还没有表露其体质强悍之处，那是因为他还没怎么接触修炼。说起来，正好有一件礼物送给你。说着，苏贤取出清玄剑交给杨业。这是给我的。杨业看着眼前薄如蝉翼，但与自身相互吸引的长剑，心里甚是喜欢。是的，不过你现在还小，我暂且将其封印在你体内。苏贤屈指一弹，清玄剑轻刺入杨业眉心，融入了一滴精血，剑身一震，金光闪烁，便融入了杨业体内。好神奇，我能够在体内感知到它，就像是我的第3只手一般。杨业惊喜道：“喜欢便好。”苏贤笑道：“如今有了这柄清玄剑，你可得好好保护姐姐，知道了吗？”我一定会保护姐姐的。杨业看向灵堂母亲的牌位发誓。所以杨业，你以后就是一个小男子汉了，不能再哭唧唧的喽。叶清雪感激地看了苏贤一眼，刮了刮杨业的鼻子。杨业用力点头，擦去眼泪。他要保护好自己的姐姐。不，还有族长、清雪姐姐，还有他的师傅。做完这些，此间之事也算是正式结束了。苏贤带着叶清雪还有杨业、叶灵儿传送回屋为风。雪儿姐姐，你没事吧？刚一落地，洛青衣见到叶清雪，便是关切问道。他从苏贤分身那边已经得到了叶清雪遇袭的消息，心中很是担忧。没事儿，是夫君救的我。叶清雪示意对方不用担心，看向洛青衣眉心的月牙印记。妹妹这印记倒是别致，与妹妹甚是相配。好了，这下你该放心了吧，乖乖去融合玄月女帝的传承吧。苏贤笑着解释道。依依听到你遇险了，非要亲眼看你无恙才愿意去闭关。却是洛青衣在玄月秘境中虽然得了传承，但是因为秘境崩塌的缘故，还没有来得及完全融合。叶清雪心中感动，好了，这不是好好的吗？听夫君的话去闭关吧。好。洛青衣点头，随即又认识并逗弄了杨业与叶灵儿之后，才安心去修炼室闭关。好了，雪儿，这些天你也累了，带孩子们下去休息吧。苏贤吩咐道。是，夫君。叶清雪退下，苏贤心念一动，打开了自己的面板。宿主苏贤，寿命1075年，境界炼虚大圆满，体质废体，感悟火之法则第7重虚焰化道大成，毒之法则第4重神识之毒大成，炼丹师品阶5阶，绑定天女叶清雪、洛青衣。其他身体状态老年中期，相当于凡人70岁的身体。呼，苏贤忍不住长出了一口气，还好寿命还有些。他可是记得自己之前好不容易做任务，将寿命干到了1083年，这一次使用克命傀儡对战下，明哲直接就干掉了27年。算上传送阵来回奔波，零零散散的又是耗费1年。若不是完成了洛青衣夺取玄月传承任务和叶清雪现实拯救任务，分别获得了10年寿命，自己这次可就亏大发了。叮，
检测到真命天女洛青衣正在融合玄月女帝传承，开始双倍返还修为底蕴和感悟。童子，这个面板的寿命显示能不能改成剩余寿命？每次我看到这个上千年的寿命，一点紧迫感都没有，还以为有很多寿命，结果呢，原主都已经活了1000年了。苏贤心中忍不住吐槽起来，这也导致他对自己的实际寿命心里没点数。这次也算是长了个教训。可以，系统回到面板格式修改成功。苏贤心中一动，打开面板，宿主苏贤，剩余寿命75年，境界炼虚大圆满。只有75年了，虽然心里明白这件事情，但真正看着75这个冷冰冰的数字，苏贤心里还是忍不住一颤。毕竟这次自己迫不得已使用了克命傀儡，大量耗费寿命，那下一次呢？下一次呢？事情总不会如自己所愿。而且他对系统也算是越来越了解了，这个系统的能力似乎与寿命相关，让你获得寿命的同时，也会付出寿命获得对应的能力，简直就像一个寿命交易系统。叮，检测到真命天女洛青衣修为突破，开始双倍返还修为底蕴和感悟。耳边传来系统提示音，苏贤心中一震，终于要来了。苏贤如今已经是炼虚大圆满，修为再度提升，将会冲击下一个境界。河道系统可是说过，河道境界将开始正常获得寿命。感受到磅礴的修为底蕴如暖流般经过四肢百骸，苏贤不由得身体一震，体内灵力沸腾，仿佛有什么桎梏被打破了一般，天地间的道与运开始向着自己疯狂涌来，清净异常。这便是河道境吗？苏贤压抑着心中的激动，急忙打开面板。宿主苏贤，剩余寿命4075年，境界合体境初期。死！苏贤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内心狂喜，不禁颤抖了起来。4075年，这可是剩余寿命啊，直接多了4000年。4000年啊，这才是修真界修士该有的寿命吗？而不是一天到晚的2位数寿命，堪比凡人过日子。想想自己以前那抠抠搜搜的生活，使用个传送阵，使用个天婚领域，都得担心寿命过度消耗马德。今天老子就开始放飞自我，这就开着传送阵到处飞，天婚领域天天开，年年开。苏贤心情那叫一个畅快啊，恨不得立刻就冲进去，好好奖励洛青衣一番。叮，检测到真命天女洛青衣融合玄月女帝传承出现问题，发布现实任务：明月照九幽，要求宿主帮助洛青衣融合玄月女帝传承。根据宿主的抉择，将会决定后续奖励发放。限时3天，超时则任务失败，洛青衣修为境界就此止步。刚开心没多久呢，耳边忽然传来系统警示音，让苏贤先是愣了愣，随即大喊：卧槽！怎么接受个玄月女帝传承还出现问题了？按照自己的猜测，传承的接受不应该都是非常顺利的吗？不行，既然是限时任务，不能再耽搁下去了。关键是依依现在怎么样了？心念及此，苏贤直接奔赴洛青衣的修炼室。此刻修炼室穹顶的星砂石簌簌剥落，洛青衣盘坐的玄玉蒲团已碎成齑粉，左臂缠绕的九幽毒纹泛起腐骨绿芒，右肩流淌的玄月星辉却凝结出双色金簇，两股力量在他脊骨处撕扯，将整条脊柱镯烧成半透明状，隐约可见青碧毒髓与银白星叶如蛟龙缠斗。咔！墙角药柜突然炸开，存放毒草的琉璃瓶迸裂成渣，墨绿毒雾与星辉银尘在空中交织成网，每处交汇点都爆出刺目的青白光斑，光斑溅落在青铜灯盏上，灯油竟已变成半固态的毒晶，焰星挣扎着吞吐幽绿与月白两色火蛇。洛青衣咬破的唇角滴落黑血，血珠坠地的瞬间，地面实出碗口大的深坑，坑中腾起的毒烟凝成九幽蟒虚影，却被天花板上垂落的星辉锁链搅碎。他眉心的月牙印记发烫，有星辉逆流注入经脉，与丹田沸腾的九幽冥毒轰然相撞。吃！修炼室四壁的镇灵石板齐齐龟裂，裂缝中渗出诡异的双色流浆，左半侧墙体被腐蚀出蜂窝状的孔洞，孔眼内爬满毒苔，右半侧则覆上冰晶般的星辰，每粒微尘都在折射细小月轮。洛青衣的乌发无风狂舞，发梢末段竟分化出2种形态，左侧发丝化作剧毒藤蔓，将玄铁打造的质物架融成铁水，右侧发丝凝成星辉银链，抽碎了3重防护结界。他试图掐诀压制暴走的力量，指尖却迸射出青白交缠的光束，将屋顶击穿一个贯通秘境外层的窟窿。苏贤直接开启真实之眼，查探洛青衣的状态，稍微沉吟了一番，便是明白了过来。说白了，并不是说玄月传承与九幽冥毒体完全不相容，而是在于两者都太过于强大。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玄月传承与九幽冥毒体都想占据主动权，而洛青衣的控制力又不够，所以这才导致2大体质打起架来了。夫君。见到苏贤的身影，洛青衣的心里微微一松，声音有些颤抖，不用担心，放松身心。
苏贤柔声安慰道：“有我在。眼下这种情况，要么放弃九幽冥毒体，要么放弃玄月传承，避免两大力量相冲。开什么玩笑，老子全都要！”苏贤心中低吼一声，随即枯瘦的掌心贴在洛青衣后心，雄浑的灵力在他经脉内编织成网，每根丝线都精准地穿行在九幽冥毒与玄月星辉的厮杀处，将暴走的能量流强行拘束成漩涡。九幽为骨，玄月为脉。苏贤眼底流转着湛蓝符文，运转九幽合璧诀。二人同时运转九幽合璧诀，苏贤再以混沌神火相助，在洛青衣丹田处凝成微型熔炉。九幽冥毒化作9条碧胶盘踞炉底，玄月星辉凝成3000银锤悬于炉上，每一声锤击都迸发道音，震得整座修炼室的地砖浮空而起，在能量乱流中碎成齑粉。就是此刻，苏贤眼中星河炸裂，混沌火网骤然收缩。洛青衣双臂展开，左手指尖绽开九幽曼陀罗，右手掌心托起玄月寒经，两股力量在熔炉中交汇的瞬间，他背后的女帝法香突然睁眼。月破冥河，大道天成。修炼室内的时间仿佛凝滞，飘散的毒尘与星屑在空中凝结成静止的星河，每一粒微尘都呈现出半毒半月的诡异形态。洛青衣乌发净白，又转瞬恢复如墨，发梢末梢却永久染上了星辉银芒。叮！恭喜宿主完美完成现实任务，明月照九幽，奖励发放中丁。恭喜宿主获得寿命5年。叮！恭喜宿主九幽合璧诀明月版。叮！恭喜宿主获得明月镇纹一枚。叮！恭喜宿主获得九幽明月诀1份。九幽明月体吗？这次系统给的奖励全部是针对九幽明月体的升级版，甚至于连无畏天阵的升级都被考虑了进来。还不错，夫君，谢谢你。洛青衣微微闭上眼睛，安心地躺在苏贤的怀里，发梢扫过他金钱交痕。少女残破的衣裙早被刚才的能量乱流撕成碎缕，完美身材尽显，眉心的明月印记散发着圣洁的光芒，将此刻的洛青衣衬得又纯又玉。苏贤忍不住俯身裹住少女的呼吸，白发垂落，吻了上去。洛青衣发梢的星银末梢无风自动，缠住苏贤的束发藤簪。夫君，你以后会一直在我身边吗？洛青衣俏脸羞红，眼神渴望。会的，会一直在一起的。苏贤认真道。这么好的老婆去哪里找？自己自然要和洛青衣好一辈子，永远。夫君，依依最喜欢你了。尾音消融在骤然贴近的呼吸里。恭喜天女洛青衣忠诚度达到100%，奖励忠诚大礼包1份。系统提示音响起，苏贤不理。地面星毒藤蔓突然疯长，交织成玉色软榻。苏贤灰白长发垂落如幕，发丝间游动的混沌火纹与洛青衣脊背浮起的明月毒纹严丝合缝，他掌心抚过之处，九幽冥毒凝成的玄蛇与玄月星辉化的玉胶在肌肤下游走纠缠，将彼此之间的障碍寸寸搅碎。洛青衣咬住苏贤的肩头，夫君爱我。苏贤温柔一笑，心念一动，原本枯瘦的身体逐渐充实了起来，线条匀称天婚领域。开！叮！恭喜宿主完成一次九幽合璧诀运转，奖励寿命半年。提醒宿主使用明月版合璧诀效果会更好，能获得更多寿命奖励哦。闭嘴！苏贤心中喝道，眼下正忙着呢，哪有时间搭理系统？而且以他现如今4000多年的寿命，这点奖励还真看不上。数日后发泄了一阵，苏贤顿感神清气爽，留下洛青衣一个人慢慢消化。系统打开忠诚大礼包，苏贤开始查看系统奖励。忠诚大礼包已经打开。叮！恭喜宿主获得九幽明月甲1件。叮！恭喜宿主获得永恒9字诀，开自诀。叮！恭喜宿主获得仙灵丹2枚。叮！恭喜宿主获得时空定轨1件。咦？苏贤听着系统的播报，轻咦了一声。九幽明月甲不必多说，自然是给洛青以后的。这时空定轨处于封印状态，效果不明。苏贤猜测应该与第3位真命天女有关系，倒是有些小期待。但这开自诀是个什么东西？苏贤秉着不耻下问的心态问系统：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讲的虚仙道吗？系统反问：苏贤点了点头。从炼气到大成是为修真道，大成之上便可以尝试沟通仙界之门。虽然不能直接飞升，但却能够通过沟通仙界之门获得仙气，借此打熬体魄，修炼己身，便是所谓的虚仙道。所以虚仙道的第一境便是太虚出绝境，简称出绝境，是为出处仙界法则，神识如鸿蒙初开，感应仙气并初步使用。这永恒9字诀牵扯到一件上古仙气永恒沙漏，这件仙气在上古年间被打碎成9片，你手里的永恒圣杯以及命轮之药便是其中2片。永恒圣杯因为过于残破，加之你之前过度使用，暂时没什么用了。
命轮之药倒是还保存完好，但是需要秘法催动，也就对应开自觉，能够打开命运因果线。苏贤恍然，怪不得之前夏明哲能够用这枚命轮之药挡下自己的妖兽剑气，原来是断了其中的因果线。不过因为夏明哲并没有掌握对应的秘法，所以只能够挡下9成，不过也足以说明命轮之药的强大了。所以说除了开自觉外，还需要仙气催动，也就跟这个仙灵丹有关系。苏贤问道。他看过仙灵丹的介绍，说白了和修真界的纯元丹是类似的，只不过纯元丹是天地灵气所炼制，而仙灵丹乃是仙气所炼制。不错，孺子可教也。系统大为欣慰，苏贤脸色一黑，那你就给我2枚仙灵丹，是不是也太抠了点？一枚仙灵丹只够催动一次命轮之药，而且还只是初步催动，想要完全催动的话，按照上面的说明，苏贤估计得要上万枚。你知道一枚仙灵丹的耗费多少仙气才能炼制得出来吗？100方啊！一个刚入出绝境的虚仙，不吃不喝1年，也只能够凝练出来一枚仙灵丹。你可别不知足了，本系统是看在你最近表现还不错的份上，才额外给你1枚的，本来只有1枚。系统不快道，出绝境前期的虚仙1年只能凝练1枚，而且还是不吃不喝，这是什么新型牛马吗？苏贤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2枚就2枚嘛。系统你这脾气是越来越大了啊，毕竟以后还得抱紧系统的大腿，苏贤可不能过分得罪对方，以后可不能偷偷克扣我的奖励哈，当然多给些我是很乐意的。叫爸爸。系统不满道。你……苏贤有些犹豫。哼，本系统大度不跟你计较。对了，另外之前发放的幻灵仙露记得用，早用早享受，不过注意一次不要用太多，避免动静太大。系统提醒道。好嘞。苏贤答应得很快。幻灵仙露虽然带来的仙字却和仙界无甚关系，但效果却是逆天。简单点来说，就是能够提升一定范围区域的灵气浓度。注意，这种提升可不是一时的，而是永久的，相当于直接给使用的区域来了次灵气复苏。既然如此，那就让我看看这幻灵仙露究竟效果如何吧。正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既然要提升灵气，那么优先肯定是自己的无为峰。不过为了以防万一，苏贤没有着急先用幻灵仙露，而是给原本的无为天阵又补充了一道明月阵纹，与原有的九幽阵纹相辅相成，威力倍增。按照一般阵法的等阶来分，从低到高是1到9阶。此前药王谷的曾正奇都吃了个暗亏，如今有了明月阵纹的加入，这无为大阵真正运转起来，足可达到8阶阵法的层次。即便是合体期来了，只要提供足够的灵气，也难以破开。至于足够的灵气，这不就来了吗？苏贤先是弹出一滴幻灵仙露催动，一股玄而又玄的道运以自身为中心流转开来，向周围不断扩散，在遇到无为天阵后又折返了回来，就像浪涛的涟漪一般。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苏贤愣了一下，这就结束了？自己并没有觉得无为峰有很大的变化，莫非是系统在诓骗自己？还记着自己说他抠抠搜搜的愁，所以故意夸大了这幻灵仙露的功效。心念及此，苏贤又是弹出一滴幻灵仙露，还是没有多大的变化，紧跟着第3滴、第4滴、第10滴。苏贤脸色一黑，除了感觉有股玄而又玄的道运扩散开来，无为峰依旧没产生什么变化。童子，你是不是在玩我？这幻灵仙露是不是过期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苏贤有些不满道。你当这幻灵仙露是烈性猛药呢，服下去立刻生效。他怎么说也有一个过程，而且因为初期是唤醒地脉，表面上没什么变化，所以感知并不强烈。但等地脉被唤醒之后，灵气将会是井喷式的爆发，所以后劲儿是很猛的。系统解释道，随即似是猜测到了什么，机械音都变了，你全用了。苏贤一愣，面色僵硬的点了点头。系统沉默了，只留下自求多福4个字之后，便是不再言语。过了一会儿，整个无为峰给人的感觉开始有些变化了。苏贤发现整个无为峰在震动，越来越猛烈，就像地底有巨龙在翻滚一般，灵气也越发浓郁了起来。无为峰顶的枯木突然爆出新芽，有扫洒弟子正叼着草茎打盹，忽而感觉异常，揉着眼皮盯着手中扫帚。方才还沾着灰的竹枝竟在疯长，眨眼间抽成3丈高的翡翠灵竹，竹节间还挂着露珠般的灵气结晶。娘咧！扫洒弟子一屁股跌坐在地，手中扫帚已然扎根成灵。这情形着实将他给吓了一跳，还以为是扫帚成精了呢。地面在震颤中裂开蛛网纹路，却不是塌陷，而是无数灵脉如蛟龙翻身般拱起，千年板结的顽石化作齑粉，地缝中喷涌的灵泉在空中凝成9条水龙，盘旋长吟，声势浩大。这下麻烦了。苏贤脸色难看，不管怎么说，继续维持无为天阵，能镇压就镇压。灵气如此之多，已经不算是复苏了，而是爆炸了。
灵气狂潮已经开始席卷整座山峰。炼丹房外晾晒的枯藤突然爆长，藤蔓搅碎窗棂钻入丹室，将药柜里存放100年的残次丹药尽数卷走。正在控火的药童目瞪口呆，看着那些废丹在藤间凝成丹露，反哺出一株株7叶火灵芝。我的赤阳丹！有丹房长老追出时，鞋底刚沾的便被灵脉拱起的青玉岩拖上半空。他眼睁睁看着那株火灵芝在灵气雨中舒展成伞盖大小，叶片脉络间流淌的竟是液态丹火。山涧晨雾陡然浓稠如浆，无为峰3000石阶被灵气浸染成青玉色，雾中传出清越龙吟，7条由纯粹灵液凝聚的雾胶破云而出，绕着主峰盘旋3周后，轰然炸成漫天灵雨。正在晨练的弟子被灵雨浇透，卡了多年的瓶颈竟当场松动。我入筑基了，我的无为经突破第5层了。杂役弟子王大牛正在茅房出工，忽然身下木板发芽开花，灵檀木的根系裹着污秽之物，眨眼间根系爆长。他慌忙提着裤子窜出来时，头顶飘过的灵气云正降下甘霖，灵得他当场突破卡了3年的炼气瓶颈。快看灵兽园！有人尖叫。圈养的低阶灵兔双目赤红，绒毛褪尽后生出龙鳞，一只胆大的竟吞了看守弟子的佩剑，脊骨爆出剑气，蹬腿跃起时在空中踏出7朵青莲，竟是误了剑意。而原本萎靡的闭眼云雀吞下一片灵雾，尾羽暴长3丈，灵眼处浮现先天八卦图，3尾灵狐额间生出金角，踏空而行10足下绽开冰莲，莲池中锦鲤都生出龙须，摆尾间竟掀起3丈灵浪。老祖！灵泉涌出玄域了。高达着急忙慌地飞了过来，指向后山寒潭，原本清澈的泉水已呈乳白色，潭底不断上浮的玄灵玉髓正将整片水域炼成至宝。莫急，这几日无为峰的灵气会日益增长，让弟子们好好修炼。苏贤强装镇定道。高达闻言一震，面色涨红，这是老祖的手笔。苏贤点了点头，去吧，多谢老祖恩赐。高达大喜过望。此前他刚服用了苏贤提供的元婴丹突破成功，正愁接下来怎么办呢？这不正赶上灵气喷涌，若是能抓住这个时机，一定能稳住根基，再上一层楼。夫君，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叶清雪感受到震动，赶了过来，面露疑惑。没什么，只是闲暇之时提了提无为峰的灵气。苏贤笑着安慰道，你且好好休息，一切有我。叶清雪点头，紧跟着苏贤又是传音给洛青衣，让他继续安心修炼。这还只是第一波，总共为期7天，一天比一天猛烈。系统适时提醒道。苏贤有些牙疼，灵气大面积复苏那是好事，但威力太大可就不太好了。若不是自己提前升级过无为天阵，任凭灵气四散扩张的话，那非得将整个无为峰给炸了不成。而这样镇压的工作还得持续6天。苏贤有些心累，不过好消息是，如今有了足够的灵气供给，无为天阵的运转道是不成问题了。坏消息就是他得劳心劳力当7天的牛马。随着时间的推移，无为峰灵气爆发越来越夸张，好在无为天阵足够给力，在苏贤尽心尽力的维持下，总算没有导致无为峰解体。天地灵脉的品质划分与功法相同，从低到高为人、黄、玄、地、天、圣6大阶别。如果说之前无为峰的灵脉是玄阶的话，那经过幻灵仙露这一番洗礼，将直接突破至天阶，在未来甚至能突破至天阶极品。如今的问题在于，无为峰的灵脉进化太迅猛了，你让一个本来只能承受玄阶灵气的无为峰突然承受天阶灵气，那不妥妥撑爆。好在苏贤对于通过无为天阵疏导峰内灵气也是越来越娴熟，终于可以操控这无为天阵朝外释放一些灵气，而避免无为峰被撑爆。而这一操作很快就引来天道宗内各峰的注意，不少弟子乃至长老很快就发现，无为峰向外扩散的灵气比他们专门挑选的闭关之地灵气都要浓郁。这无为峰是挖到天阶灵脉了，这么浓郁的灵气也太夸张了吧。玄铁峰主石英卓看着无为峰外围那一道道溢散出来宛若小龙般的灵气，面露震撼之色。恰逢一只灵鹤经过，贪婪地吞了一条巴掌大的小龙，顿时浑身羽毛被一层光晕所笼罩，一声清鸣，气息猛长，展翅间竟如闪电般迅速，着实不可思议。石英卓看着有些心动，也想当场吞服一条灵气小龙，奈何自己身份在这，总不能像这灵禽一般随意吧。这灵气，不过一旁的翟星辉可就没这么多讲究了，直接射来一条灵气小龙，面部红心不跳将其吸收，眼中陡然金光爆射，其体内原本如死水般的修为竟然松动了。若是这样的灵气小龙来上个1800条，那他定然可以突破一个小境界啊！不错不错，翟星辉故作镇定赞叹道，随即张手便要将周围10余条灵气小龙都要射过来。嗨嗨，翟师兄！石英卓轻咳了2声，奈何翟星辉完全跟没听到一般，继续行动。这是装也不装了。
石英卓心中着急，也顾不得所谓的身份面皮，抓来最近的一条灵气小龙吸入鼻中。死！石英卓心中倒吸一口冷气，总之一个字，效果逆天。还不待完全消化呢，紧跟着第2条、第3条，甚至于开始与翟星辉争抢了起来。石师弟，过分了啊！翟星辉不满道：长幼有序，我毕竟是你师兄，应当由师兄来帮你试探这灵气小龙是否有副作用。哎，师兄为长，怎可劳烦师兄？嘴上这么说着，石英卓手头上的动作更快了。忽然在两人震惊的目光中，不远处有7条灵气小龙正追逐嬉戏，不仅身形大了一圈，而且灵动异常，身上更有淡淡金辉闪烁，一看就不是之前的灵气小龙可比。7小龙周身缠绕着肉眼可见的道纹，所过之处草木生辉，连山岩都沁出灵露。好个灵气化形！翟星辉急不可耐，踏着剑气御空追去，剑指划出的弧光便截住3条灵龙。此等灵物何该入我剑池温养剑魄？遇到这等奇物，即便是他也舍不得直接吸收了。放屁！石英卓用肉身撞碎翟星辉的剑气牢笼，炼体峰的血炼池才是他们的归宿。3条灵龙趁机逃窜，龙尾扫过处，金红剑锋弟子的佩剑突然自鸣，而炼体峰弟子腰间的淬体药囊则自动炸开。两峰随行的数十弟子面面相觑，默契的后退3丈。峰主斗法遭殃的总是看客。石蛮子，既然如此，你我且做过一场。看这招！翟星辉并指成剑，空中凝出360道剑影，每道剑尖都挑着片灵液。叶阵成八卦之势，将5条灵龙困在阵中，这叫灵液锁龙阵。你们炼体峰那些拳脚功夫破得开吗？石英卓狞笑着捶打胸膛、胸口，玄武纹尽离体化作山岳虚影，老子当年可是徒手撕开过魔焦窟呢。山影撞上剑阵的刹那，5条灵龙被震得鳞片纷飞，那些脱落的灵灵落地即化灵泉，引得两峰弟子争相用玉瓶接取。暴殄天物！翟星辉心疼地看着玲珑体型缩水，金红剑终于出鞘3寸，剑气化作青鸾虚影，叼住玲珑后颈就往金红峰方向拽。石英卓双臂筋肉暴涨，竟徒手抓住青鸾尾羽，给老子回来！2股距离拉扯下，玲珑痛苦嘶鸣，身躯忽明忽暗，机遇溃散。不好了，掌门，金红峰与玄铁峰2大峰主打起来了。执法长老齐云子收到汇报，意识到问题，连忙前往太虚峰禀告齐瀚海，却不想除了掌门之外，丹霞峰主吴梦香也在。这是个什么情况啊？齐云子呆了呆。嗨，齐瀚海咳嗽提醒，怎么回事？好好的，为什么打起来了？吴梦香面色微红，不过很快又恢复了正常。似乎是因为吴为峰主。齐云子有些不确定道，他也是手下人发现不对头，立刻前来通知，但具体为什么他还真不知道。啥？2大峰主为了苏贤打起来了？什么情况？争抢一个老头子？齐瀚海感觉有些难以置信。师兄还是去看看吧。吴梦香提议，毕竟2大峰主打起来可不是小事，就算彼此收敛了威势，但对天道宗弟子的影响也不好。齐瀚海有些不舍，明明刚才气氛都还挺不错的，自己差点就能够一清方泽去。吴梦香面色一红，哪里不知道齐瀚海在想些什么，暗地里一拧齐瀚海后腰，嗔怒道：去，这就去！齐瀚海吃痛，忙道。等齐瀚海赶到的时候，石英卓和翟星辉气呼呼地看着彼此，谁也不服气。虽然没有再继续出手，但是从两边鼻青脸肿的模样不难看出，没下死手，但也没留手。两边随行弟子更是大气都不敢出，毕竟那可是2位峰主，是他们能劝得住的，又或是他们能够参与进来的。再来，你个石蛮子，我就不信今日劈不开你的石头脑袋！翟星辉见势再起，哼，今日我非要将你这件呆子的脑袋敲出屎来！石英卓也很不服气，胸前玄武纹再次闪烁。住手！见到掌门亲至，石英卓与翟星辉这才冷哼一声收手。堂堂2大峰主，再怎么说也都修炼有几百年了，到底因为时？齐瀚海刚想说教，但很快就被那7条灵气金龙给吸引了过去。灵气化形还是龙形？齐瀚海大吃一惊，一点不负刚才的掌门风范，这得好好放我太虚峰供养着啊！嗨，掌门师兄！一旁的吴梦香连忙轻咳提醒。齐瀚海这才反应了过来，老脸一红，自己这刚才还在向他人说教呢，居然先一步失态了。不过很快他就明白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紧跟着符镇峰主葛书云以及翠竹峰、星河峰新晋峰主陆空、赵晨明都赶了过来。事情闹得太大了，所以你们是为了这7条灵气金龙才大打出手的？齐瀚海问道。石英卓与翟星辉点了点头。你们啊，这值当吗？你们觉得值当吗？齐瀚海叹了口气，但是得到却是石英卓与翟星辉怀疑的眼神，那模样仿佛是在说，
刚才掌门师兄可是差点当着他们的面就将灵气金龙取走。嗨，齐瀚海感觉有些尴尬，我觉得吧，这件事情大家可以商量一下，毕竟同属天道宗，有什么事情？快看，又有数十道灵气化形成小龙了。就在这时，有弟子惊呼，众人这才反应了过来，这里是无为峰，这灵气小龙可是从无为峰里溢散出来的。那这无为峰里面，众人不敢想象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好了，正好今日各大峰主都在此地，我们便一同拜访一番苏师兄。齐瀚海首先表态，主要是这灵气太惊人了，若是能够为整个天道宗所用，那得是多么大的提升。众峰主闻言皆是一阵异动。不过诸位可不要忘记了，我们天道宗之所以到现在还能完好无损，是因为有无心老祖护着。而无心老祖此前可是说了非常看好无为峰的洛青衣与叶清雪，所以诸位对待苏师兄的时候，可不要表现出什么不合适的地方。齐瀚海提醒道，苏贤如今可既是叶清雪与洛青衣的道侣，还是两女的师尊，所以若是得罪了他，指不定没什么好果子吃。想当初苏贤那可是在大家看来都是即将入土的人了，各峰现如今的长老弟子里还有不少是从无为峰过来的呢。只是没想到苏贤突然收的2个弟子兼道侣，竟然让他一飞冲天。哎，这便是师平图贵，夫平妻贵啊！众峰主一阵感叹。说完，齐瀚海带头就要踏入无为峰内，却不想正好撞到了无为天阵上，被弹了回来，脑袋有些发晕，面色难看。再怎么说，他也是天道宗的掌门，更是天道宗第一人，合体境的高手，怎能如此没面子呢？哼，真是没想到啊，这无为峰居然还有此等阵法。齐瀚海尴尬一笑，暗中想要尝试破解在众人面前显露一番，结果苏师兄，我等前来拜访，不知可否行个方便。齐瀚海心里苦笑，这无为峰的大阵他竟然一点头绪都摸不到。哼，这苏贤真是好大的牌面啊。石英卓有些不满道，不好意思各位，这几日无为峰不方便接客。苏贤直接传音，他现在还在努力维持无为天阵呢，哪有功夫接见齐瀚海等人。至于此前石英卓与翟星辉的争斗，他虽然看在眼里，但却无可奈何，因为确实腾不出手来，而且也抱有一点看戏的小心思在。哼，苏峰主好大的面子，我们6大峰主外加掌门前来，都不足以让你出来接见吗？翟星辉有些不满道，诸位若是感兴趣，可是试一试我这护峰大阵。苏贤也不是软柿子，心里忍不住冷笑，你们这群人找自己什么事情他能不知道，无非是见到无为峰灵气强盛，想要夺些造化罢了。既然如此，那大可凭自己的实力试试，当然是不是试试就试试，那就得看他苏贤的心情了。翟峰主，既然苏师兄不方便，我们就不多做打扰了。齐瀚海眉头微皱，既是不满苏贤托大，也是不满翟星辉的行为。明明他刚刚才说过不要得罪无为峰，这翟星辉没听进耳朵里啊。诸位若是对我这无为峰外的灵气感兴趣的话，大可自取，也算是无为峰对天道宗的回馈了。苏贤也不是什么不讲理的人，毕竟他也是天道宗的一份子。多谢苏峰主好意，只不过这天地灵物有德者居之，我等自然不会强占。石英卓声音不咸不淡，但却像是再说给其他峰主听。苏贤却感到好笑，刚才差点要打个头破血流的不是你和翟星辉是吧？他知道对方也只是碍于在弟子前的身份拉不下来这个脸，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恶意，也就没在这件事情上多做追究。既然苏师兄都这么说了，那么大家都散了吧。至于这化形的玲珑，既然是在我天道宗内，那便随缘，到了哪一峰便是哪一峰的机缘。切记不可再因此大打出手了，否则可就得入刑罚殿唠叨唠叨了。齐瀚海最后警告道。众人闻言皆是面色一肃，上升到刑罚殿，那事情可就大条了。既然无为峰不接客，那众人就只能散去。不过离开时眼角瞥向那游动的玲珑，却是眼热。好东西啊！他们所不知道的是，此刻的无为峰内9条百丈金龙盘踞无为峰，其上磅礴的道运流转，口中有液态天地灵气吞吐，景象惊人。而且这9条金龙的体型在灵气吞吐间还在不断增大，希望接下来能够安定下来吧。回到太虚峰，齐瀚海忍不住嘀咕了句，这苏贤究竟是得了什么机缘，竟然搞出如此之大的动静。吴梦香跟了过来，提醒道，师兄莫不是忘了青衣这孩子可是得了玄月女帝的传承？齐瀚海恍然，原来如此。玄月女帝乃是一代大成期高手，她的传承底蕴自然不必多说，堪比10个100个天道宗，能引起这么大的动静，自然也就不稀奇了。师妹，那我们……师妹，齐瀚海心中微微一热，不由得想到了之前与吴梦香相处的情形。师兄还是好好想想接下来该怎么办吧。无为峰有了玄月女帝传承，得到了如此造化，其他峰主怕不是多少有些想法。吴梦香身体微微侧偏，脸色一红。那好吧。齐瀚海感觉心中一空，等到一夜过去后，掌门师兄，
不好了！却又是齐云子慌慌张张一大早就跑了过来。虽说修道之人夜间不用休息，但齐瀚海习惯打坐，也不想被人扰了清静。特别是昨日被齐云子扰了好事，夜里又对吴梦香念念不忘，被这么一打断，心中更加不满。怎么了？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淡定！齐瀚海微微训斥道。齐云子闻言，脸上露出敬畏之色，这才平复了心情，整理了一番思路，调匀了呼吸。掌门师兄在上，吾有要事禀报。见此，齐瀚海才点了点头，颇为满意。不错，这才是我们修道之人该有的气度。好了，说吧，究竟是什么事情？是，掌门师兄。事情是这样子的，今早有弟子巡视天道宗，发现玄铁峰有些异常，仔细查看之后，忽觉其位置发生了偏移。齐云子一板一眼道：偏移？齐瀚海疑惑。不错，一开始巡视弟子还以为看花眼了，怎料又发现金洪峰的位置也出现了偏移。齐瀚海感觉有些不对劲，但一时之间也不知道是哪里不对劲。紧跟着越来越多的弟子向我报告，包括翠竹峰、丹霞峰、符阵峰、星河峰尽皆发生了偏移，而且都向一个位置偏了过去，那就是无为。齐云子还在逐字逐句介绍今日发现，却不想被齐瀚海突然打断。事关无为峰，还不速速说明，磨磨唧唧，磨磨唧唧，成何体统？一听到无为两个字，齐瀚海立刻就意识到问题所在了，吼了一句后，便是化作一道流光消失不见，只留下满脸懵逼的齐云子喃喃道：不是，掌门师兄，你说过修道之人要淡定的啊。齐瀚海立于天道宗高空，看向下方场景，面色难看。原本太虚峰作为掌门峰，位于正北方向，其他七大峰则分居两侧，虽说不是主次有序，但看起来还算工整。但经过一夜的光景，齐瀚海都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些老眼昏花了。除了太虚峰外的六大峰能够移动的山体，宫殿竟然全部朝着无为峰靠了过去，就连不能移动的山体也以秘法控制，看起来山头就像被生生掰弯了一般，当然朝向还是无为峰。至于各峰的长老弟子，那就更奇特了，全部拼了命的朝无为峰靠了过去，甚至还根据距离划分了一等座、二等座，最后那些远离无为峰也无法被移动的区域则无人问津，因为根本分不到多少灵气啊。如此看来，倒是他的太虚峰看起来像是个外来客，孤零零的摆在正北方位，无人搭理。齐瀚海面色阴晴不定，怎么说他也是天道宗掌门，这些峰主如此行事，将他这个掌门置于何地？他心里那个愤怒，那个郁闷啊！这些个峰主太不像话了，彼此都商量好了吗？不过一夜的功夫而已，至于吗？怎么不带上他啊？倒是给他的太虚峰留一个位置啊！心念及此，齐瀚海连忙给齐云子传令，想尽一切办法移动太虚峰向无为峰靠近。齐云子虽然不是很理解，但是他大感震撼，毕竟是掌门的命令，整个太虚峰立刻行动了起来。齐瀚海先一步考察地理位置。掌门师兄，见到齐瀚海前来宅心，挥行了一礼。我等只是将自家的山峰朝着无为峰移了移，并未有打斗逾矩，应该不需要上刑罚殿吧？显然是在针对齐瀚海昨日发布的口谕。齐瀚海嘴角抽了抽，强自镇定，自然是不需要的。眼光瞅了一圈，齐瀚海发现这无为峰的外部区域倒是还好，因为主峰难以移动的缘故，外部区域还有很大空间。但是内部区域，各峰殿宇、悬浮山头、非洲奇具，连站个脚的地方都没有了。师兄，见到齐瀚海，吴梦香轻喊了一声，面色微微有些不自然。主要是昨夜搬家，他们丹霞峰其实已经算是晚的了，要不是因为丹霞峰地位特殊，更是承诺了其他峰丹药的好处，怕是想挤进来都难。说起来都算是托了关系的，但这件事情比较突然，又因为是深夜，所以他并未来得及通知到齐瀚海。我知道的，师妹。齐瀚海无奈叹了口气，摆了摆手，尝试性的问道：师妹啊，不知道能不能腾出块地方？师兄，真的没有了。吴梦香表示丹霞峰还有些非洲挤在外围呢，真的是挤不下了。齐瀚海无奈，只得再去其他地方看看。掌门师兄，石英卓大咧咧一笑，抱了抱拳。他和金洪峰算是最早一批搬家的，所得地理位置颇好。齐瀚海点了点头，心中一叹，没戏。等到齐瀚海逛了一圈，也没发现合适的位子。太虚峰的山头倒是被掰弯了，靠向了无为峰，分到了些灵气。但是那些个可移动的殿宇、非洲却被堵在了外面，完全进不去啊！甚至于齐瀚海暗地里还让人偷偷亮明了掌门峰的身份，但是没用，人家说是峰主早就交代过了，坚守岗位不动摇。可嗨，各位峰主，那个能否给我挪个位置啊？无人回应。齐瀚海那个尴尬啊，快看，又来了！就在这时，有弟子惊呼，紧跟着在齐瀚海震惊的目光中，便是见到一圈又一圈的灵气如潮涌般自无为峰向外扩散开来。而在这灵气浪潮之中，更是有化形灵气在游荡，像什么龙里、
仙鹤、小金龙层出不穷，各大峰对此也是早有对策，井然有序的开始收集这些化形灵气。什么药鼎、玉净瓶、聚宝盆等等等等，不一而足，但是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显得十分娴熟。齐瀚海忍不住悄悄射来一条小金龙，吸入体内。嘶，灵气入体，纵享丝滑。第95章第95章，苏师兄真乃圣人也。掌门师兄，还请入内一叙。就在齐瀚海吸收了一条灵气小龙陶醉不已的时候，忽然收到了苏贤的传音。苏贤师兄。齐瀚海一愣，竟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我可以进去了吗？不过只可掌门一人进来，我这边实在脱不开身。苏贤提醒道。明白。齐瀚海点头答应。紧跟着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齐瀚海跨过了无为峰的大阵，没入峰内。掌门刚才是进去了。符阵峰主葛淑云愣了愣，似乎应该真的进去了。翟星辉失态，我去，我也要进去，我也要进去啊！石英卓大吼一声，敲打着无为天阵，却反被震退。苏贤师兄，你可不能偏心啊！声音差点娘化，让众人无不感觉，要不要跟着效仿？假如真的成功了呢？齐瀚海踏上无为峰时，护山大阵的灵雾自动凝成阶梯，天空中有无穷无尽的化形灵气在奔腾飞舞，比之外面的灵气浪潮，这无为峰内简直就是灵气大海，里面的化形灵气更是道运天成，灵动异常。至于昨日的9条百丈金龙，在进化为1000丈之后，被苏贤封于无为峰9大灵脉之中，为无为峰源源不断的提供灵气。齐瀚海族坚刚出到第1级青玉阶，袖中本命剑突然嗡鸣出鞘，竟是感应到过于浓稠的灵气，自发开始吐纳。苏师兄，你这哪是灵风，分明是洞天福地。他望着漫山流霞，喉结滚动。远处云海中穿梭的碧眼云却微雨扫过，竟在虚空画出莫名道运，让他都忍不住揣摩了起来，惊得险些捏碎剑柄。行至半山腰，3尾灵狐踏着冰莲拦路。这小兽不过半人高，额间金角却迸发剑气，在地上刻出工整的篆字，请赐灵丹。齐瀚海愕然取出枚固元丹，灵狐竟人立而起，双爪结印炼化丹药，反哺出的精纯灵气凝成冰花赠还。掌门师兄，还请一步主殿。耳边传来苏贤的声音，齐瀚海没有继续发愣。路过药田时，1000年人参精挺着圆肚皮训斥新生的灵芝娃娃，说过多少次喷包子要看风向。见掌门驾临，参精捋着须根鞠躬，头顶红果炸开，竟用参子在虚空凝成恭迎掌门的灵纹。齐瀚海指尖发颤的触碰一株剑异草，草叶突然迸发凛冽剑气。更骇人的是，草叶背面天然生长着改良后的剑诀图谱，这株灵草竟在自行推演功法。讲经堂外，新晋弟子杨业正在喂招，小男孩剑锋轻点，18道剑气自动结成周天剑阵。小男孩看起来年岁不大，但头顶3寸剑魄已凝成阴骸虚影，举手投足间引动山间流云化剑，那是混沌剑体。齐瀚海声音发涩，这孩子周身流转的剑意竟不逊于他的亲传弟子。掌门师伯。杨业知道这是天道宗掌门，自知不能失了礼数，连忙行礼，师尊正在主殿等您。齐瀚海强自镇定点头，终于见到了苏贤。只见此刻的苏贤身形端坐，身前有阵盘虚影凝聚，看来便是控制无为峰大阵的阵书了。叶清雪守护在其身旁，宛若贤妻。齐瀚海心中一叹，有叶清雪与洛青衣2人在侧，苏贤这无为峰注定要崛起了。掌门师兄，如你所见，我这无为峰因为受到玄月女帝传承的影响，如今灵气猛烈复苏，若非我一直以护山大阵压制的话，恐怕这无为峰早就解体了。所以也请掌门师兄见谅，此时无法迎接众人前来无为峰参观了。苏贤解释道。放心，我理解的。齐瀚还点了点头，这和当初他与吴梦香猜测的一样。至于其他峰，若是妨碍了苏师兄，我可以帮忙说服他们离开，想来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齐瀚海连忙道。掌门师兄误会了，大家围在无为峰周边，我是不反对的，那些逸散的灵气也是我有意为之，大家可以尽情吸收。苏贤解释道。齐瀚海一愣，本以为这些逸散的化形灵气是苏贤力不从心漏掉的，没想到如今我无为峰得了玄天女帝传承，自然不会一家独大，不过担心灵气暴冲导致无为峰解体，所以才以大阵镇压，等到无为峰稳定下来之后，自然会撤去大阵，放任灵气扩散至我整个天道宗，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好处。话音一落，齐瀚海面色陡然一震，不可置信地问道：苏师兄此话当真？自无虚言。苏贤认真点头。齐瀚海心中大汗，本来以为苏贤在得到玄月女帝的传承之后，会一心发展无为峰，远远地将其他峰乃至身为掌门峰的太虚峰踩在脚底下，不成想倒是自己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苏师兄，你，齐瀚海心中愧疚。
自己真该死啊，怎么能这么想苏师兄呢？哎，客气的话就不用多说了，大家都是天道宗的一份子，本就当互相帮助，大家好才是真的好。苏贤脑子里不由得冒出这么一句话来，觉得还挺应景。齐瀚海重重点头，何该如此，何该如此啊！这才是一个真正团结友爱、携手共进的宗门啊！苏贤见到齐瀚海这副感激涕零的模样，着实愣住了。没想到这一番言论的效果竟然会这么强，如此一来，以后的一些事情也可以都归于玄月女帝的传承上了。既如此，接下来就劳烦掌门师兄了。应该的。齐瀚海摆了摆手，不过在此之前，我有一事相求。掌门请讲。苏贤示意，这药王鼎只有在灵气浓郁的地方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我想让它留在无为峰上。可……苏贤嘴角微微一抽，没想到当初自己留给齐瀚海的药王鼎，最后又回到了自己手中。至于炼制的纯元丹，苏师兄自己安排即可。现在的齐瀚海可以说是完全相信苏贤，绝对不会怀疑这位大公无私的苏师兄会独吞纯元丹。好，苏贤点头。齐瀚海感慨了一声，又看了看这灵气充沛的无为峰，仿佛已经看到了天道宗的未来，面容一片满足。掌门师兄，里面究竟如何？等到齐瀚海出来，一众峰主、长老立刻上前询问。齐瀚海面露感慨，将苏贤的话复述了一遍。众人无不愕然，随即齐声感叹：苏师兄真乃圣人也。有了苏贤这等慷慨的允诺，接下来各峰之间虽然仍旧少不得有些小摩擦，但比之前已经好上了许多。身为掌门峰的太虚峰也成功挤进了内圈之中，虽然只是一个小角落，但也算是享受到无为峰溢散出来的第一批灵气了。定，检测到真命天女洛青衣修为突破，双倍返还大量修为底蕴和感悟。脑海里传来系统的提示音，苏贤面色满意。就算自己一直在这边操控着无为天阵，那也不影响修行。雪儿，你不用在这里一直陪着为夫，别耽搁了修行。苏贤看向一旁的叶清雪，提醒道：没关系的，夫君，雪儿在这里也可以修炼的。叶清雪微微一笑，见此，苏贤便是不再勉强，因为他确切地感受到了来自叶清雪的修为反馈。这就是圣体与他这种废体之间的差异吗？待的7日时间一过，苏贤能够感知到，虽然无为峰的灵气底蕴还在增加，但是已经缓和下来了许多，便撤去了对无为天阵的控制。浓郁的灵气开始对外扩散，在遇到天道宗护宗阵法时又被拦下，避免外泄，让天道宗各大峰修士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做修炼圣地。此刻的天道宗便是如此。如今无为峰的灵气改造工程已经完成，整个大变样。除了环境，变化最大的当然是无为峰的长老弟子了。如果说此前无为峰的弟子平均水准是筑基期，那么经过这一次灵气复苏，直接给提升到了结丹期。不少弟子趁着这黄金7天的时间接连突破。这还只是表面的，更重要的是不少弟子吸收了化形灵气之后，天赋潜力得到了提升，未来成就的上限大大提高。可以说未来无为峰人化神境或许都只是最低标准了。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只说无为峰开放之后，不少其他峰的长老弟子有事没事都会过来串个门，有些甚至于连串好些天都舍不得离开。为什么？不还是为了能多吸一口无为峰的灵气。一时之间无为峰上人声鼎沸，如此热闹的场景，不知道羡杀了多少峰主。长老齐瀚海觉得自己的掌门峰都从来没这么热闹过，但这毕竟是属于无为峰的机缘，其他峰就算再怎么串门，也不可能一直赖着不走啊。所以不少长老弟子已经开始考虑如何加入无为峰了。那些早先抛弃无为峰的长老弟子自然老后悔了，别说重回无为峰山门了，就连串个门都被拒绝了。因为高达作为如今无为峰真正的管事，这件恩怨可一直都没忘记呢。面对如此热情的转峰请求，高达头疼，上报给苏贤，苏贤也很无奈，总不能都收了吧？那这还叫什么天道宗？直接改名叫无为宗得了。所以最终决定还是限定了名额，这也让天道宗以及周围不少慕名而来的优秀人才被收入了无为峰。无为峰一时之间声名大噪，幻灵仙路的风波且告一段落。再说有这一大波灵气的加持，洛青衣的传承融合的也是非常顺利，很快便是出关了。夫君，这药王鼎似乎有些不受控制啊，每天炼出的纯元丹不过100粒，着实有偷懒之嫌。洛青衣一出关，苏贤便是转手将药王鼎交给了洛青衣。奈何药王鼎有灵，即便是洛青衣也不好控制，一个鼎居然还摸起鱼来了。苏贤差点被逗笑，心生一计，说与洛青衣。洛青衣轻笑一声会意，以神识沟通，很快便感受到了药王鼎那傲娇的小情绪，似乎是对于天道宗，对于洛青衣十分不屑。哼，别以为自己有多神气，看看这是什么。洛青衣冷哼一声，直接祭出太虚炼天炉。这件丹炉可是圣阶中品的层次，比药王鼎还高出一个小层次。
太虚炼天炉一出，那股气势立刻将药王鼎给压制住了。也别以为非你不可，若是你不乖乖配合的话，直接将你融了，炼成宝材。洛青衣佯装威胁道。嗡嗡嗡！闻言，药王鼎当场就怂了。本来他仗着自己是一件圣阶至宝，想着不得被好好供着，居然还敢让他打工，没想到人家天道宗根本不稀的，人家有更高阶的丹炉呢。毕竟是初具灵性，药王鼎也没那么多心思，当场就被拿捏了。鼎内阵纹闪烁，哗啦啦的开始吐起豆子来，这才像样嘛。洛青衣笑道。说起来，那件事情过去那么久了，药王谷那边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苏贤盯着药王鼎陷入了沉思。夏明哲次身被斩，主身被废，过去这么久，他本以为会在药王谷乃至整个北域掀起轩然大波，结果竟然一点风声都没有。那什么妖族死了个龙痴公主，不是说要找药王谷报仇吗？只是说说大话。苏贤有些无语，他可不是好欺负的人，之前在云州差点斩杀夏明哲，却被未知的存在给拦住了，这让他很不爽。本来他还想着让妖族帮忙探探路呢，没想到居然一点动静都没有，看来自己得在后面助力了啊。心念及此，苏贤想到自己似乎还有个北域传话筒没用，这件道具可以让苏贤有1刻钟的时间将想说的话传达到北域所有生灵的识海之中，不管在哪儿，只要是在北域那就能听到。本来吧，苏贤也没想到系统发放这奖励究竟有啥用，如今心里正好有了想法。激活北域传话筒之上玄奥阵纹闪烁，喂，能听到吗？苏贤习惯性的拍了拍传话筒，顿时整个北域的生灵都惊呆了，不管是如厕的、闭关的、上演传统单人手艺的，或是双人羞羞的，此刻皆是面色震动。这什么情况？自己的脑海里怎么会出现他人的声音啊？对方能传音到我的识海，那说不定也能看到我现在在做的事情。我的清誉啊！苏贤表示自己真没想那么多。那个，嗨嗨，药王谷的渣子们，给我听好了，不久前你们杀了我妖族小公主的事情还没有作罢，没想到又暗中派毒龙宗残害我妖族族人。怎么，你们谷主死了之后，药王谷是无人约束了吗？就连毒龙宗这个案子都管不住了，是吧？既然如此，那老夫就替你们好好管管。不过等老夫出山的时候，你药王谷可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直接传音到北域每个人的识海之中，这等实力一般大成期高手都做不到。这人究竟是谁？莫非妖族有大能出世了？关键还是在于这位神秘大能所透露的信息。妖族小公主不必多说，应该指的便是不久前被药王谷斩杀的龙痴公主。妖族对此一直没能咽下这口气，只不过苦于没有找到机会，毕竟下杀手的可是北域顶流势力药王谷，真上门挑事儿，那无异于自己给自己找不痛快。但药王谷谷主死了，不是说玄月秘境之争被无心老族斩杀的是分身吗？难不成传言有误，被斩杀的就是夏明哲的主身？更震惊人心的是，药王谷与毒龙宗居然是蛇鼠一窝。这别说是妖族了，就是人族修士都义愤填膺，想立刻杀向药王谷问个明白。要知道毒龙宗在北域行事残忍诡谲，不知道残害过多少修士，引发众怒，宛若北域的一颗毒瘤一般，人人得而诛之。奈何人家不仅实力强大，更是踪迹隐蔽，下手果决，很多人甚至于连毒龙宗的据点都找不到，就死在半路上了。这也是为何越来越多人对毒龙宗恨得牙痒痒，但却心生畏惧的原因。谁能想到这颗毒瘤竟然是药王宗下的毒牙？怪不得这毒龙宗崛起的如此迅速，宗内高手如云，原来是有药王谷在后面撑腰。没有人怀疑这位传音北域的神秘强者的权威性，无他，传音整个北域可不是什么随便的能力，至少已知大成期高手里面无人敢称自己能够做到开玩笑。这等传音，甚至于连大成期强者都收到了，能够渗入大成期强者的识海，那得是大成之上了吧？这等超脱俗世的强者，为了开个玩笑而传音北域，打死众人也不信。所以一场针对妖族、药王谷的风波就此展开。很多人开始向妖族求证，这位大能究竟是谁？但妖族也很懵逼啊，谁啊？这妖牛逼！他们妖族出现有大成之上的靠山了，除了螃蟹妖外，他们以后也可以横着走了。其中受关注度最高的妖族，恐怕就是黑水妖族了。龙痴是黑水龙王龙傲天的掌上明珠，这位神秘大能显然是有意偏向于黑水妖族。但暗地里各大妖王交涉之后，龙傲天也表示这波很逆天，但他也不知道这位前辈究竟是谁。一时之间，对于这位强者的身份猜测众说纷纭。不过要说最头疼的，还得是药王谷啊。当日云州毒龙宗一战，夏明哲几近死去，被神秘人救回药王谷之后，被药王谷长老发现，差点吓到半死。灵丹妙药不知道服用了多少，
才算是吊住夏明哲一条命。至今夏明哲还在闭关养伤，不曾与他人沟通，所以药王谷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伤的谷主，谷主如今的身体又恢复了多少。药王谷众人意识到事态严重，为了避免消息外散，直接封了内谷，只留了毫不知情分布在其他地域的外谷对外有往来。谁成想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消息就泄露了出去。药王谷核心长老立刻猜测，很有可能就是这位神秘强者出手重创的谷主，没想到居然是妖族。只是现如今药王谷的麻烦可不仅仅是妖族，毒龙宗与药王谷之间的关系被曝光了。虽然外界现如今猜测居多，但正所谓三人成虎，这虎可还是个真老虎。外谷长老弟子或许不知道，但是他们这些内谷的老家伙可是清楚的。药王谷表面光鲜亮丽，那是因为那些肮脏的事情都交给了毒龙宗去清理。那些所有阻碍药王谷、敌视药王谷的势力早已化作了历史的尘埃。数万年如此行事，以前众人没有关联上，那是因为药王谷对外的形象颇佳，又是顶流势力，谁人敢胡乱猜测。但如今有神秘大能一语惊醒梦中人，历史的痕迹或多或少，或明或暗，最终都指向了一个地方——药王谷。一时之间，各方势力都开始声讨起药王谷来，甚至于还出现了一个临时的组织禁药联盟。无论是人族还是妖族，可以说因为苏贤的这一次传声，搞得北域那是风起云涌。而此刻的始作俑者苏贤则享受的泡在无为丰后山的灵泉里。灵泉蒸腾的雾气凝成沙幔，苏贤已在玄玉池壁，乌黑长发铺散如瀑。10枚木发剑丸到手，苏贤也是第一时间将白发中的木气全数吸收完毕。白发转黑，虽然面容体态依旧苍老，但是比之前已是精神不少。这点苏贤也找系统投诉过，自己明明突破到了合体境，寿命都有了4000多年，为何体态不能年轻化？得到的回答只有4个字：天道使然。这让苏贤一阵无言。当然在他人面前依旧还是展露出苍老的形象，修为气息尽数遮掩起来，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或许真的是年纪大了，苏贤还是挺享受这种与叶清雪、洛青衣他们闲散相处的日子。哗啦啦，叶清雪赤足踏入泉眼的刹那，足尖荡开的涟漪泛出星芒，惊得池底沉睡的灵里跃出水面，衔住他垂落的发梢轻轻拉扯。夫君这么一挑明，接下来药王谷的日子怕是要难过了。叶清雪将娇躯沉入池中笑道：哼，药王谷暗地豢养毒龙宗为爪牙，不知道残害了多少无辜生灵，有此结局也是活该。洛青衣冷哼一声，对于毒龙宗和药王谷早已恨之入骨，若不是苏贤相救，怕是这辈子都栽在对方的手里，永世不得翻身。一想到苏贤，洛青衣的目光顿时柔和起来，朝着灵泉走了过来，杀意飘飘，煞是灵动，不过很快便是被灵雾打湿，贴在身上，曲线毕露。不过夫君，依依很是好奇，你究竟是什么境界啊？居然能够以神念传音通知到整个北域，也就比你们强一点点罢了。所谓的传音，也不过是早年得到的一件宝物，都是些没什么用的小玩意儿。苏贤摆了摆手，不在意道。叶清雪与洛青衣皆是轻笑一声，只当苏贤这是在自谦，怕打击他们的自信心。如今啊，只有你们好，我才是真的好。苏贤看向少女们轻叹一声，大事纷争，自身的实力过硬才是硬道理。夫君放心，我和妹妹一定会努力修行的。叶清雪认真道。咦？洛青衣轻咦了一声，举起一捧液态灵气，任其在指缝凝成月牙。上月怎不见这些新闻灵里？话音刚落，九幽是天炼的藤蔓悄然缠住苏贤的煮酒盏。洛青衣偷抿半口后，碧绿藤间泛起熏红的霞光。因是灵气复苏之后，这些灵里也得了不少好处。苏贤摇头失笑，屈指弹开作乱的藤蔓，溅起的水珠却落在叶清雪锁骨。水珠顺着瓷白肌肤滑入少女衣襟时，她耳间泛起与灵里尾鳍相同的绯色。夫君，这泉水会读心。池面忽地浮现他与苏贤修炼凤鸣朝阳诀的残影，一些细节处甚至还被特意放慢了3倍速。读心的是池底千年蚌精。洛青衣轻点水面，蚌壳应声开启，露出内里幻化成3人模样的珍珠。瞧，他连师尊皱眉的模样都雕的呀！话音戛然而止，却是那枚属于苏贤的珍珠竟呈现青年样貌，眉目如星。叶清雪忽然被灵雾托起，青丝间缠绕的心里化作发带。他凌空旋身欲逃，足尖却勾住苏贤浸在水中的发尾。3000青丝缠上雪怀的刹那，灵泉突然沸腾，将3人裹进灵气凝成的茧中。跑什么？既然心有所念，那便如你所愿。苏贤轻笑一声，嗓音浸着罕见的慵懒。叶清雪失衡跌入苏贤怀中，洛青衣的藤蔓恰好卷住他飘落的纱衣。刺了！裂帛声惊起满池星宇，灵棒下的喷出7彩珍珠，每颗珠光都印着3人交叠的倒影。还没有看过青衣妹妹的心中所念呢。被苏贤这么一捉弄，叶清雪索性就放开了，看向洛青衣调笑道：
我没。然而还不待洛青衣狡辩，灵泉之中幻象一变，却是不久前洛青衣融合玄月女帝传承时苏贤相助的场景。姐姐别看，洛青衣羞红了脸，那等场景恍若昨日。原来如此，我说青衣妹妹融合女帝传承的时候怎地这般迅速，原来是夫君给了奖励啊。叶清雪轻笑一声，随即佯装嫉妒，夫君可是偏心了哦。当初雪儿在涅槃园池内可一直都是孤身一人呢。蒸腾的雾气中，她发间丝带不慎松脱，青丝如瀑扫过苏贤心口。夫君，雪儿的胸口开始痛了。苏贤温柔安抚，放心，今日你们所缺失的，为夫都给你们补回来，想要多少有多少。话音一落，苏贤肌肉线条显化，皮肤逐渐饱满了起来，豪放道：今日管够。天婚领域开。紧跟着在两女的惊呼声中，灵泉泛起一层又一层的涟漪，惹人遐想。一旁有近期开了灵智的老龟慢吞吞爬过池畔，龟甲卦象显出雾里看花的古衬。他叼走三人叠在一处的衣袍，爪印在细纱上刻出歪斜的批注。风月无关道，涟漪不扰心。暂不说那妖族药王谷之事闹得沸沸扬扬，只说这天道宗得了无微风扩散出来灵气的滋养，整个宗内宛若仙境。那等充沛的灵气让天道宗的变化虽算不上剧烈，但是却日益明显。一些杰出的弟子像江青、秦烈、陆明月、柳烟等人相继突破到了化神境。然而尽管有护山大阵遮掩，时间一长，这等变化终究还是遮掩不住，引来周围诸多势力窥探。好在前有无心老祖出面，后有药王谷谷主分身被斩，敢打天道宗主意的势力一个都没有。但是对这灵气有想法的却不在少数。迫于形势，齐瀚海无奈接见了附近雷光门、白羽楼和欢宗三大势力的来访，美其名曰天骄交流大会。说白了，老一辈对于天道宗心存忌惮，不敢硬拼，那是因为有无心老祖在震慑。但年轻一代可就不一样了。这三家在这附近可都是数得上名号的势力，白羽楼、合欢宗是二流势力，这雷光门更是一流势力。他们不像曾为三流的天道宗，先是因为其瀚海机缘突破勉强够上二流，后又因为无心老祖的护佑迅速跻身一流势力。但是说的难听点，等到无心老祖一死，其瀚海或者说天道宗内无人能够跻身大成境的话，那最终仍旧只是二流势力，而且还是新晋二流垫底的那种。因为其瀚海毕竟也不过才刚入合体境初期而已。这也是为何各大势力都会大力培养年轻弟子的缘故，因为他们才是一个宗门的未来和希望。齐瀚海自然不傻，对方什么心思他也是知道的。不过他也存了给宗门内弟子磨砺一番的想法，可不要因为这无心老祖的庇护而被一流宗门迷失了自我。7日后到了约定的事件，三大宗门齐至。雷光门少门主雷啸驾驭紫电青马踏碎云层，青马足印烙在青玉阶上，竟将灵气凝成的台阶石成焦炭。哼，这里的灵气倒是不错，正适合做我的修炼之地，让一群废物吸收的话，着实浪费了。其身后跟着的6名雷光门弟子皆是嗤笑出声，显然对于天道宗的年轻一代不抱多少尊重。白羽楼圣女白云屹立于虚空，羽节轻颤间，眼底浮现金色铜纹。这是白羽楼秘传洞虚天眼，可窥地脉灵力。当他望向天道宗地里山川，双眸战战，然而在看向天道宗年轻一代弟子的时候却不以为意，想来这次的交流也是颇为无趣。圣女说的是，若非占了地利，这天骄交流大会哪里轮得上天道宗啊？身后有白羽楼弟子附和，真是个不错的地方啊。传闻天道宗道侣之风盛行，倒是可以作为我合欢宗的附属宗门。合欢宗圣子花有缺的玉骨扇轻摇，双眸之中有粉芒闪烁，让人心神动摇。其身后跟着的5名女子皆是体态妖娆，娉婷袅娜，执迷的天道宗诸多男弟子移不开眼睛。呵呵，不过如此。待我天道宗怎么说也是一流宗门，岂容你们出言侮辱？有玄铁峰弟子不忿，怒道：切，不过一个元婴初期也敢出来叫嚣？雷光门弟子赵氏不屑：哼，你不也是个元婴期？玄铁峰弟子不满道：少门主。赵氏看向雷啸，得到雷啸点头后，狞笑着走向那名弟子：来，让你一只手。哼，不必，我站在这里让你打。既如此，那你可得接好了。话音一落，赵氏脚下生电，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之中，直接化作一道电光击在玄铁峰弟子身上。本来玄铁峰是以炼体出名，那名弟子对于自己的肉身还是颇为自信的，谁成想对方的雷霆之力更为霸道，只是一个照面便是惨叫着飞了出去。切，不堪一击。赵氏冷笑，随手抓来一道精纯灵气吸入体内，这等上品灵气让你们这群废物用了还真是浪费啊。你噗，那名弟子胸口焦黑，一口鲜血喷了出来，直接昏死了过去。暗中有天道宗长老看见这一幕，眉头微皱，但是因为有掌门的交代，
所以并没有出手。而且这4周可不仅仅有天道宗长老，3大宗同样有护道者前来，不可能放任天道宗以大欺小。不要太嚣张了。有其他天道宗弟子看不下去了，纷纷挑战3大宗弟子，但无一例外尽皆落败。毕竟天道宗虽然成名迅速，但论底蕴的话着实差了许多。而这样的动静很快便是引来了江青、秦烈等人。看到玄铁峰弟子被如此折辱，秦烈怒而出手：“爷爷来会会你。”赵氏冷笑：“又一个送死的。”然而下一刻他便发现自己想错了。撼山拳！秦烈一声怒吼，拳风猛烈，拳势如山。化神境！赵氏面色发白，这等威势完全不是他所能够挡得住的。呵呵，化神境，何必跟一个元婴修士较劲？雷啸轻笑一声，指尖轻旋，9道雷链自虚空凝成囚笼。秦烈暴喝前冲，拳风撕开2道雷链，却被第3条缠住脚踝。雷链触及皮肤的刹那，他引以为傲的铜皮铁骨竟泛起焦黑，血肉焦糊味混着雷火弥漫开来。就这，雷啸嗤笑着扯动雷链，秦烈被甩向半空。雷啸又是凝聚雷球激射而出，直炸在秦烈胸口。秦烈吐着血沫翻身而起，双臂交叉硬抗雷霆，骨骼碎裂声清晰可闻。玄铁峰秘传的玄武诀被催到极致，皮肤泛起岩石般的灰白色，却在下一瞬被雷啸的指尖雷戟洞穿肩胛。炼体300年，不如我雷光门3成雷髓。雷啸拽着雷戟将秦烈挑起，雷光顺着伤口灌入经脉。秦烈浑身毛孔喷出血雾，血珠在半空被电解成型红雾气，将他的挣扎映得愈发惨烈。退下吧！雷啸嗤笑一声，一脚将秦烈踹飞了出去，正好被一道身影给接了下来。来人正是江青。小心！嗨嗨，他的雷霆能够麻痹肉身。秦烈提醒道。江青点了点头，交给我。呵呵，天道宗总不能只有这点人吧？本圣子可也是看得有些无聊了，让我来试试吧。这些大宗门的天骄可不是一般弟子能够应对的。陆明月、柳烟儿见状当仁不让站了出来。云英姑娘，请吧。柳烟儿则是找上了白云英，她本来想帮秦烈报仇的，但自知不是雷啸的对手，便是选择了剩下的白羽楼圣女。好，白云英点头，她也有意想试试对方的身手。这边江青的长剑率先出鞘，9道剑影化作惊鸿掠空，雷啸却嗤笑着纹丝不动，周身雷球不断凝聚，精准撞碎每一道剑光。当江青的剑锋触及雷啸咽喉的刹那，他的身躯突然雷化成虚影，真身已出现在江青背后。太慢！雷啸的雷戟穿透江青左肩，暴虐的雷罡顺着经脉游走。惊鸿一剑，江青咬牙挥出惊天一剑，剑气却被雷戟稀释，反哺成更狂暴的雷龙。当雷龙贯穿他丹田时，众人清晰看见他的剑气在雷霆中碎成星屑。惊鸿剑，不如改叫精确剑。雷啸踩着江青跌落的长剑，嗤笑道：“小娘子长得不错，不如嫁我为妾，我也好带你去合欢宗快活快活。合欢宗花有缺轻松4亿，还不忘调戏陆明月，无耻之徒！”陆明月羞怒，手中掐诀，符阵铺满苍穹，成百上千道符箓结成周天星斗。花有缺却摇着素面折扇踏入阵眼，合欢铃轻响间，符纸上的朱砂竟褪成胭脂色。小娘子，你的符文在颤抖呢。花无缺指尖勾动情丝，陆明月袖中暗藏的护心符突然化作鸳鸯佩。阵眼崩坏的瞬间，花无缺的折扇点在他眉心，阴阳2气倒灌入体，将他苦修的清心诀炼成媚骨香。众人不由惊呼，向来冷若冰霜的陆明月，此刻眼尾竟泛起桃红，气息乱颤，身体一软，竟要向花有缺倒去。我符阵峰认输。符阵峰主葛淑云带走了陆明月，这才避免其被花有缺轻薄的下场。嫣儿师姐加油！江青、陆明月接连落败，让柳嫣儿成了天道宗弟子最后的希望。小心了！柳嫣儿轻喝一声，祭出7窍药鼎，毒雾凝成9条碧鳞蟒。白云英的天眼经文流转，竟在毒雾中闲庭信步。天道宗就教你们这些小孩把戏。白云英羽衣轻震，3000白羽化作药杵，将碧鳞蟒钉死在丹顶上。不得不说，你的龙蛇蓝毒还差3熄火候，着实让我有些失望。白云英捏碎柳烟最后的爆炎丹，丹粉在空中凝成羞辱的莫流2字。柳烟被自己的丹火反噬，发梢燃起青焰，狼狈跌倒在地。怎么会这样？差距竟然这般大吗？天道宗众弟子愣怔当场，不明白明明都是一流宗门，为何彼此间的实力差距会如此之大？难道他们真的何该是末流，何该是3流宗门？掌门师兄，若是继续下去的话，恐会打击弟子们的信心啊。齐云子看向场中情景，不免有些担忧起来。齐瀚海同样面色难看，情况比他预料的还要差上许多。哼，3流毕竟是3流，
白白浪费了如此品质的灵气。雷啸继续折辱道，眸光陡然瞥到了灵气最为浓郁的无为峰，那里的灵气浓郁程度真是让人痴迷啊！那里是天道宗的无为峰。有雷光门弟子介绍道：呵呵，无为嘛，走去无为峰瞧瞧去。来者止步，这里是无为峰，闲杂人等勿进。无为峰守门弟子见到雷啸等人，立刻拦了下来。闲杂人等，呵呵，这里灵气浓郁，正是修行的好去处，本少看上这里了。雷啸嚣张道：找死！这里乃是苏老祖的峰头，岂容尔等放肆？守门弟子惊怒：呵呵，天道宗邀请三宗年轻一代切磋，莫非无为峰不知道？雷啸嗤笑，以他现如今的战绩，别说是天道宗年轻一代了，就是一般长老都不放在眼里。而且他可是听说了，这无为峰的峰主是一个都快老死的家伙，能有什么威风？未曾收到通知，等我前去通报。守门弟子犹豫道：哼，不用你通报了，我来让你们无为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雷啸冷笑，眼神闪过一抹残忍，只见一道雷霆激射而出，直指向守门弟子眉心。齐瀚海等人在暗中眉头一皱，这雷啸作为雷光门的少门主，行事着实太过于猖狂了些。你敢！守门弟子大怒，二话不说，直接催动无为大阵的守门阵法，退居其中。呵呵，区区阵法也想拦？雷啸刚想嘲讽两句，却看到自己射出去的雷霆竟然被弹了回来，雷光划过自己的发梢，带起一抹焦黑。好胆，敢伤本少主！今日就算有这护山大阵，也救不了你。要知道，即便刚才对战秦烈和江青的时候，他都没有受过什么伤，眼下竟然栽在一个守门弟子身上。虽说这名守门弟子倚仗的是护山大阵，那他也不能容忍。给我破！雷啸厉喝，周身雷霆狂涌，于虚空之中凝聚出一条10丈雷龙，死死盯着守门弟子，模样骇人，仿佛要杀了对方一般。当然，若不是考虑有护山大阵，这等攻击之下，这名弟子必死。不可！见状，齐瀚海连忙出言制止，却不想被雷光门长老雷元清拦住。齐掌门这是做什么？说好的是年轻一代之间的切磋，我们只管看着便好。齐瀚海见状眉头一皱，他出言制止，并不是担心那名弟子，而是担心雷啸的安危。只是你雷元清既然想拦着，那拦着便是。齐瀚海心里乐得看戏，心念及此，眉头松弛了下来。下一瞬，雷龙破空，直逼山门大阵。然而刚触及大阵边缘，便是见到虚空之中火焰狂涌，一头100丈之巨的火凤凭空凝聚，只是那么轻轻一啄，那条雷龙便如同小虫子般解体。噗！雷啸立时遭受反噬，一口鲜血喷了出来，心中暗惊：这是什么阵法？怎地如此霸道？随行众人无不震动。齐老鬼，有这等大阵守护，为何不提早说？雷元清震怒，这等威势，即便是身为合体境中期的他，也感觉有些心悸。齐瀚海心里舒服了，表面无奈道：我刚才就是准备说的，是你不让。雷元清一时语塞，只得作罢。怎么，无为峰的人只知道躲在阵内不出，当缩头乌龟？被护山大阵摆了一道，雷啸面有不甘。怎么回事？谁敢强闯无为峰？感知到异常震动，高达第一时间赶了过来。高长老说是切磋来着。守门弟子连忙解释，我说要去通报一声，他就直接动手，结果被护山大阵给伤到了，可不是我先动的手。切磋。高达看向雷啸，眼神一眯，确实有这么一回事。哼，无胆鼠辈，我看你们是不是要当一辈子的缩头乌龟？雷啸继续叫嚣，他不甘心啊，若是让他冲入护山大阵，没有人会是他的对手。好胆，我无为峰岂是你能侮辱的？闻言，高达大怒，解开大阵，我来会会你。呵呵，终于赶出来了吗？可惜只是个元婴后期。看到高达的境界，雷啸嗤笑一声，而且你年纪可不小了，终生成就不过如此。嚣张！高达怒道。雷霆之怒！雷啸低喝一声，对着高达当空一指，顿时一道胳膊粗细的雷霆从天而降，宛若天雷般朝着高达头顶劈了过去。啊！高达死死抵抗，奈何修为差距摆在这里，不过2息的功夫便是吐血倒飞了出去。呵呵，无为峰不过如此。突破了护山大阵，雷啸一路冲杀，花有缺、白云英等人相继跟上。这等天地灵气汇聚之所，若是能够在这里修炼上1天，怕是抵得上外界1个月。花有缺眼神发亮，怎么，这无为峰是没人了吗？雷啸四处冲撞，无为峰弟子惊怒，奈何无一人是其对手。休要嚣张！高达震怒，强拖着伤体想要阻拦。哼，给你留个体面，你自己非不珍惜，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了。雷啸狞笑，一拳轰出，其上有雷龙虚影游动。休要伤我高叔叔！关键时刻，一个瘦小的身影冲了出来，
一道惊天剑气朝着雷啸直斩而下，与雷龙虚影相碰撞，彼此抵消。正是杨业。小孩儿，雷啸一愣，啊，你怎么知道我以前的名字？你认识我？杨业疑惑道。雷啸一脸懵逼，随即嗤笑道：吴为峰这是无人了，派个吃奶的娃娃送死。元婴期。雷元清瞪大了眼睛，这个明明看起来不过7、8岁的孩童，竟然是元婴修士，这也太夸张了吧！等以后成长起来了，那不妥妥的是一方霸主。别说雷元清了，就是齐瀚海也惊呆了。杨业他是见过了，不过上次只是匆匆一瞥，发现杨业是混沌剑体，加之当日被震撼到无以复加，差点忘记了这么个好苗子。如此天才，天道宗当大兴啊！但即便是元婴期，苏师兄也不应该让一个孩童出战啊，这可是天道宗未来的希望，若是伤到了怎么办？齐瀚海想要阻止，雷元清却不乐意了，连忙让雷啸出手。齐掌门，贵宗还真是人才济济啊，真是让人期待接下来的战斗啊！齐瀚海陪笑，暗怪苏贤怎么还不出手，虽然你年岁不大，但所有挑战我的人我都接着，而且本少从不留手。夫君，要不要我去？自雷啸等人惊动无为天阵的时候，便已经迎来了苏贤等人的关注。叶清雪看着拦在雷啸身前的杨业，面露担心。放心好了，杨业应付得了。苏贤显得自信满满。开玩笑，杨业可是实打实的混沌剑体，加之还有系统送的圣阶清玄剑，越阶挑战自然不在话下。关键就在于杨业自身有没有做好准备。毕竟这场战斗和以前同门之间魏招不同，是真正带有敌意，甚至于杀意的。作为一名修士，身份又很特殊，杨业自然得早些认识到这个问题，而眼下正是个好机会。当然，想要伤到杨业也不大可能，圣阶清玄剑通灵，能够自动护主，雷啸还破不了。而且苏贤也已经暗中派了洛青衣，当然不是为了防雷啸，而是避免某些人不讲武德。在勘场上得了雷元清的命令之后，雷啸虽然有些不屑，但却没有拖大，单手虚握凝聚出一柄雷戟，直劈向杨业。7岁孩童仰头，体内清玄剑自动显化，剑柄的混沌纹路亮起微光，将劈至眉心的雷罡吞成虚无。好厉害的法宝！雷啸眉头一皱，吃了一惊，指尖跳动的雷弧凝成囚笼，36道雷链如毒蛇缠向杨业。孩童笨拙的翻滚躲闪，清玄剑在青砖上刮出火星。杨业，小心！高达惊呼提醒，心中大急。雷域阵成时，杨业的白衣燃起青烟，他慌乱间挥剑格挡，清玄剑撞上雷链的刹那，混沌纹路忽如活物蠕动。雷啸惊觉3成雷罡莫名消失，却见孩童趁机从雷网缝隙钻出，发梢还粘着片焦枯的落叶。这剑有古怪。雷啸雷戟画边横扫，地面被离出10丈焦痕。杨业跌坐在地，清玄剑本能地竖在胸前。雷鞭抽中清玄剑的瞬间，混沌纹路绽放漩涡，竟将半数雷罡反弹。余波掀翻孩童，却让他在碎石堆里摸到半世雷鞭轨迹。哼，一个雷光门的少门主竟然欺负起小孩来了。花有缺不屑笑道。白云英不语，天眼经文流转，陷入了沉思。雷啸这边虽然总有种以大欺小的感觉，但久拿不下杨业，也让他拉不下脸来，面沉如水，加大了攻击力度。当第8次被击飞时，杨业忽然不再翻滚。你是坏人？杨业突然道。这和他以前与吴为峰同门未招时不同，对方的招式十分犀利，甚至带有一丝杀意。你不该伤高叔叔的。声音稚嫩，但却十分认真。哼，雷啸嗤笑，与一个孩子有什么道理可讲的？既然敢拦自己的路，那就得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战！杨业厉喝出声，清玄剑首次挥斩，混沌剑气将袭来的雷球搅成光线。雷啸的雷戟第7次刺向他丹田，却见孩童以剑为盾，精准卡住几刃凹槽，正是雷啸施展惊雷3叠浪，石壁线的破绽怎么可能？这孩子！见状，所有人解释面色震动，一个7、8岁的孩童居然能够找到身为化神境雷啸招式中的破绽，这绝对不是什么经验问题。7、8岁的孩子哪里来的战斗经验，而是纯粹的天赋。学得倒快！雷啸同样震惊，手上动作却不停，狞笑着震碎几身雷纹，狂暴雷域骤然收缩。杨业的白衣破碎，眸中溅起星璇。哼，该结束了。雷啸有些慌，自己招式中的破绽居然被一个孩子给抓住了，当即全力劈出9霄雷击。杨业小脸认真，清玄剑出，剑身没有寒芒，只有扭曲光线的混沌漩涡。雷戟触及漩涡的刹那，化神境的雷罡如泥牛入海。该我了。杨业开口，清玄剑划过玄奥轨迹，没有剑气纵横，没有光华万丈，只有剑尖轻点雷啸眉心。这一剑我叫做一剑定胜负。雷域倒卷，万雷归宗。雷啸引以为傲的雷罡从自身七窍迸发，
将他轰出100丈。焦黑的躯体嵌入山壁时，他腰间雷光门玉牌浮现裂痕，正是被混沌剑气逆转的本命雷种反噬。什么？居然败了！众人简直惊掉了下巴，就连一直表现颇为淡定的白云英，此刻也是瞪大了眼睛，满脸不可置信。这孩子究竟……花有缺与白云英身形一颤，就要上前来探查杨业的情况。你们做什么？杨业吃了一惊，谁敢动我弟弟？半路上却被又一道瘦小的身影拦了下来。叶灵儿，姐姐。杨业像是找到了依靠，躲在叶灵儿的身后。你，又一个小孩。花有缺与白云英本能地觉得这个女童看着不一般，看气息也是元婴境，还是后期。元婴后期。雷元清脸色铁青，咬牙道：哼，贵宗还真是卧虎藏龙，连个质子都有如此实力，而且还不止一个。雷啸代表雷光门输给了一个孩童，这传出去岂不是得让人笑掉大牙？想到这里，雷元清此刻像吃了死苍蝇一般难受。没想到这吴为峰还真是深藏不露啊！同样藏于暗中的白羽楼长老与合欢宗长老面色难看，本来是想借这次机会好好给天道宗一个下马威的，结果却看了别人的脸色。哼，这可是我天道宗真正的宝贝种子，在未成长起来之前，平日里自然不敢过多示人。到了这个时候，齐汉海索性也放开了。虽然他也震惊于杨业的实力，但再怎么说，那也是天道宗的弟子，在其他宗门面前，那可是倍儿有面。三宗长老闻言，皆是面露羡慕嫉妒恨。这么好的苗子，怎么就没有被他们三宗所收呢？而且这个吴为峰，不是听说峰主苏贤都快老死，整个峰在天道宗垫底了吗？怎么今日一见，灵气浓郁，人杰地灵，完全就是天道宗第一大峰的风范啊！欺负我弟弟的，一个都跑不了。吴为峰。叶灵儿虽然身形看起来有些瘦小，但是眼神却十分坚毅，死死地盯着花有缺和白云英，将杨业护在身后。小姑娘，你误会了，我们只是……白云英还想解释，好漂亮的小女娃，倒是可以纳入我的无缺宫。呵呵，却不想花有缺突然见色起意，眯着眼睛怪笑起来。你们一起上吧。叶灵儿忽然道，如此霸气，倒是让花有缺和白云英一怔。呵呵，这小女娃年纪不大，口气倒是不小。白羽楼长老沈红信冷笑一声，暗中传音给了白云英。合欢宗长老云文林同样如是，他们担心这个小女娃和之前的小男娃一样厉害，甚至于更厉害，即便是落下些脸面，那也好比输了强。所以两宗的意见出奇的一致，联手。既然如此，花有缺眸光流转，玉骨扇轻旋，粉雾凝成游龙般的情丝，带着迷离的柔光缠向叶灵儿足踝。白云英虽然有些不满白羽楼的安排，但却没有违抗，因为她以洞虚天眼探查过叶灵儿的经脉，体内一片混沌冰寒，让人心颤。心念及此，白云英不再犹豫，振袖间上千百羽如星雨坠落，天眼经文流转，羽刃轨迹封住叶灵儿所有退路。叶灵儿脚下寒气迸发结冰，赤足轻点冰面，直接记起双魂灵，漾起涟漪状的冰环，稚嫩面容凝着寒霜。我弟弟受的委屈，今日我这个做姐姐的定要帮他讨回来。众人闻言差点歪倒。你弟弟受了委屈，到底受到了多大的委屈啊？虽然一开始狼狈了些，但也就衣服破了些，那小身板可几乎没什么伤啊。反观杨业的对手雷啸，身体焦黑，昏死过去，到现在还没醒呢。还有我的师兄师姐。叶灵儿补充道，冰雾自铃荡涌出，凝成6棱冰盾抵住情丝，魅毒触及冰盾即被冻结成剔透的金链。小女娃倒是灵巧得很。花有缺折扇一收，金链应声碎裂，阴阳二气凝成阴刃破空，却在触及女童3尺前被双魂灵震碎。叶灵儿借势旋身，混沌寒雾化作冰蝶纷飞，蝶翼折射的冷光竟让白云英的天眼经文短暂失焦。白云英振袖卷起羽刃风暴，7枚翠灵羽直取女童双膝。小心了！叶灵儿足尖在冰面划出弧线，混沌寒气凝成冰棱滑梯，带着她险险避开羽刃。未料花有缺早以后在滑轨尽头，玉骨扇展如屏风，扇面浮现的合欢图腾突然睁眼。叮！双魂灵自主飞旋护住，音波凝成冰镜，将摄魂瞳光反射。3丈外一株古松应声结霜，叶灵儿趁机踏着冰蝶跃至半空，稚嫩嗓音带着几分恼意。哼，果然狡猾，对付一个小女娃还几番周旋。白云英顿感面上无光，不再留手，双指并剑点向虚空，72羽刃结成北斗剑阵，天眼经文映出冰雾流转的间隙，3枚破灵羽悄然绕至女童盲区。叶灵儿却忽地抱膝团身，混沌寒体爆出环状冰爆，轰！冰晶碎屑如箭四射，北斗剑阵被冲得七零八落。白云英眉梢微颤，未料对方竟会以伤换势，足踝已被混沌寒气凝出的冰藤缠住。叶灵儿凌空倒翻，双魂灵荡起3重音浪，被击散的羽刃竟在空中凝成冰桥。这羽刃
借用片刻。叶灵儿足尖点着冰桥疾驰，所过之处，冰桥寸寸炸裂。花有缺的玉骨扇追袭而至，却在触及冰屑时被混沌寒气侵入扇骨，阴阳二气顿时滞涩。好精妙的寒毒！花有缺气山后月，袖中飞出12枚合欢钉。叶灵儿旋身震灵，混沌寒雾凝成冰晶伞面，合欢锭撞上伞骨，蹦出璀璨冰花。女童趁机将冰伞掷向白云英，伞面旋转间竟将残余羽刃尽数吸附。白云英足尖轻点脱困，天眼经文渗出淡金血丝，他并只抹过眉心，9道本命羽破空化鸾，冰桥碎片在鸾鸣中震颤共鸣。叶灵儿却突然盘膝坐于冰面，双魂灵悬于头顶3寸，混沌寒雾凝成冰蚕丝，将他裹成茧状，双魂九转。风，冰茧炸裂的刹那，万千冰丝如天女散花。白云英的凌鸾触及冰丝，即被冻结振翅姿态。花有缺的合欢阵图更被冰丝穿透成筛。女童自冰雾中缓步走出，发间别着的冰晶步摇叮咚作响，每一声都引得双魂灵共鸣。白云英面色微白，7枚本命羽旋在喉前3寸不得寸进。花有缺的玉骨扇倒转指向自己心口，阴阳二气在混沌寒气压制下竟开始倒流。叶灵儿小脸涨红，却仍强撑着结意。2位可要认输？毕竟是1对2，加之年纪尚小，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战斗，叶灵儿显然也到了极限。夫君，我怎么感觉灵儿并不像是第一次战斗啊？战斗中的应对之法虽然有些地方略显生涩，但却都章法有度。叶清雪惊艳于叶灵儿的表现，疑惑道。不仅如此，叶灵儿的修为提升速度也是极快，令人啧舌。哼，灵儿可没咱们想的那么简单，她的体内并不只有这一世的力量。苏贤以真实之眼查看，大概看出了些端倪。不止这一世？难道？叶清雪惊呼。多的也不好探究，那是属于她自己的选择，我们只管从旁引导便好。苏贤点道。是。叶清雪明白了过来。噗！就在这时，花有缺面色陡然惨白，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混合油冰渣子掉落在地。好胆，竟然敢暗害我和欢宗圣子！云文林见状大怒，竟要对叶灵儿出手。你敢？齐瀚海见状大怒，就要出手拦截。道友，这点确实是你天道宗做的不对，不应该。雷元清、沈红杏对了眼色，微一侧身，正好将齐瀚海拦下。你们！齐瀚海大怒，哪里还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意思？奈何分身乏术，只能眼睁睁看着叶灵儿遭受攻击。不仅如此，云文林的目标还包含了杨业，主要是杨业的天赋已然够惊人了，而叶灵儿的天赋居然比杨业还要夸张，这让3宗长老顿时心生危机感。若是放任天道宗如此发展下去，那未来这片区域还不得是天道宗说了算。心念及此，这才心生杀意。哼，合欢宗的鼠辈还真是没有下限呢。谁？云文林面色微变，随即便是察觉到一枚墨绿色道纹朝着自己急速袭来。找死！云文林冷笑，对方竟然朝他攻来。他毕竟是合体期高手，在这天道宗除了齐瀚海能够拦他1、2，其他人在他眼中不过蝼蚁罢了。心念及此，云文林单手一挥，一阵粉色烟雾弥漫。不得不说，云文林的作战经验十分丰富，在对方位置不明确的情况下，先一步在周身做好防护。这粉色烟雾不仅仅可以扰乱视线，神识探查更是有让人迷乱的功效。若是对方不经意吸入，那就只能成为待宰的羔羊。然而下一瞬，粉色烟雾一阵动荡，在墨绿道纹的搅动下，颜色一变，转化成紫色雾气。有毒！云文林大惊，哪里想到天道宗竟然还有如此擅长用毒的人。毒气入体，迅速朝着他的丹田、心脉窜了过去。不好！云文林嘴唇发紫，连忙打作运功，全力抵制毒性。还有高手！雷元清、沈红杏吃了一惊，一个合体期的长老就这么被拦下了。来人又是谁？随着紫色毒雾散开，露出了洛青衣曼妙的身影。他遵从苏贤的命令，一直守在杨业与叶灵儿身边，防备的就是这3宗之人狗急跳墙。没想到对方还真的当狗了。哼，怎么说也是大势力的长老，没想到行事竟然如此下作。就在雷元清、沈红杏惊疑不定之时，顿时感觉空气温度陡然升高，一道火凤虚影冲天而起，却是叶清雪手持赤黄挽天枪，目含凤焰，直奔雷元清、沈红杏而去。化神期，找死！看清叶清雪境界，沈红杏大怒。雷元清继续牵制其瀚海，而沈红杏则迎击向叶清雪，万千羽刃旋转，锋锐异常。叶清雪无惧，他如今已是化神大圆满，当初化神中期便能单挑整个毒龙宗，如今对付一名合体期的长老，自然不在话下。轰的一声巨响，叶清雪化作灰色火凤，混沌神火燃烧到极致，不过瞬间便是突破了沈红杏的攻击，将沈红杏撞飞了出去，胸口焦黑，呕血不止。什么？
雷元清大惊，哪里想到和自己差不多实力的沈红杏竟然都不是对方的一合之敌，身形化雷就要遁走，想走。叶清雪冷笑，身后16黄一展开，化作火光冲天而起，杀了个回马枪，瞬间追赶上雷元清。哼，我雷光门遁速第一，想走还没人。话还没有说完，一道火线直冲天际。雷元清面色阴冷，张口吐出一道雷息，与凤凰火线激烈相撞，轰然炸裂。姐姐放心，交给我。洛青衣正好赶到，九幽氏天刃散发着寒光，当空斩落。啊！玄月光芒闪烁，雷元清直接被断了一臂，伤口处更是有墨绿毒气不断侵蚀，瞬间钻入经脉之中。雷元清惨叫摔落在地，再无一战之力。无为峰弟子听令，将三宗之人尽数拿下。虚空之中，苏贤踏步而来，手中龙骨杖轻点，引起空间涟漪阵阵。是。无为峰弟子领命，在叶清雪、洛青衣的带领下，迅速将雷光门、白羽楼、合欢宗之人扣下。苏师兄，齐瀚海心头一颤，那一瞬间，他竟然在苏贤的身上看到了无心老祖的影子。但这怎么可能？无心老祖乃是大成期高手，而苏贤却是爱，自己怎么看不透苏贤的修为了？掌门师兄，听到苏贤的呼喊，齐瀚海陡然回过神来。苏师兄，这些贼人想残害我天道宗天骄，掌门师兄准备如何处理？苏贤问道。齐瀚海有些犹豫。若是寻常势力敢如此挑衅天道宗，那必然得让他们付出代价。但这三宗的实力比天道宗那可是只强不弱啊！哼，敢扣押我三宗之人，天道宗真是好大的胆子啊！雷元清一边压制体内的毒气，一边怒道：圈儿等还是乖乖将我等放了，并且好生伺候着，到时候还能回宗内替你们说说好话，否则的话……云文林目露凶光，哼，区区一个不入流的势力，敢扣押我宗门天骄弟子，当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即便是白羽楼的一些弟子也敢口出狂言。发生此等大事，其他6大峰主皆是赶了过来，见到如此情景，面色难看。诸位如何看待此间之事？齐瀚海将刚才发生之事说了一遍，众峰主面色愠怒，但同样的还有忌惮。往日里，天道宗在这三宗面前那就是个小弟不入流的势力，如今扣押下对方的带队长老和天骄弟子，这等事情放在以前那是想都不敢想啊。我觉得还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好。毕竟三宗实力颇强，若是我们得罪死了的话，以后的日子怕是不好过。星河峰主赵晨明犹豫了一番说道：不错，如今天道宗正是发展壮大的时候，不宜和外界起冲突，掌门师兄还请3思而后行啊。翠竹峰主陆空跟着提议道：诸位都是这么想的。齐瀚海的脸色有些难看，众人沉默不语。掌门师兄是天道宗之主，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丹霞峰都会支持你的。吴梦香站出来表态。齐瀚海面色稍缓：师兄，正所谓君子报仇10年不晚，如今天道宗正是蓬勃发展的时候，外界发现了天道宗的灵气异常，定然会多方觊觎。若我们在这个时候得罪了3大宗门，恐怕……金鸿峰主翟星辉同样不甘心就此作罢，但眼下天道宗正是猛烈的上升期，有如此充沛的灵气，未来10年定然能够在各大势力之中站稳跟脚。所以翟星辉的建议是日后清算。闻言，齐瀚海有些异动，其他峰主闻言皆是微微点头。诸位是不是掉了什么东西？就在这时，苏贤突然出言：掉了东西？掉了什么？没有啊。有人疑惑。苏师兄有话当直说。吴梦香心思敏捷：哼，那便是天道宗的风骨和尊严。苏贤的话掷地有声，落在众人的心里，激起一层巨浪，但却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他的观点。风骨、尊严，确实是好东西，但是有命重要吗？若是三宗一齐施压，或者各方势力趁着这个时候联手的话，天道宗危矣。苏贤扫了一圈，哪里还不知道众人的心思，继续道：或许诸位觉得当前守住天道宗，守住自身安危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但还请诸位想想，息事真的可以宁人吗？我们就这样放过三宗之人，好生伺候着他们回各自的势力，真的能获得三宗的善意，还是会让对方觉得我们是软柿子，觉得我们可欺？这次的三宗天骄交流，又何尝不是外界对我们态度的一种试探？若是我们就此服软，就此认怂，诸位觉得外界会怎么看我们？会赞扬我们胸怀广大，还是会觉得我们不过是待宰羔羊？一番言语，众人顿时沉默了下去。各大峰主也不是傻子，这等情况他们自然也考虑过，只不过迫于现实，迫于三宗的压力，他们只能选择妥协。再说风骨和尊严是什么？是外敌压境时，我们这些老家伙断剑也要护着弟子安全；是杂役弟子即便用扫帚也要守住祖师牌位，祖师的脸面；是哪怕只剩一人，
也要在山门前刻下天道不坠的血字，而不是三宗敢残害我天道宗弟子，我等缺大气也不敢出，甚至还要好生伺候对方，那会寒了多少长老弟子的心？这样的宗门真的还有未来可言吗？而且你们觉得无心老祖希望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宗门？希望帮助崛起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宗门？一番话下来，众人心中巨震，面露羞愧。尤其是最后事关无心老祖，众人更是如醍醐灌顶般明悟了过来。说到底，如今天道宗最大的底牌是无心老祖，那无心老祖什么情况下会出手？难不成是失望于众人丢弃风骨、丢弃尊严的时候？叶清雪、洛青衣目光崇拜地看向苏贤，那可是他们的夫君啊。而叶灵儿、杨业、高达等一众无为峰乃至其他峰的长老弟子皆是神色尊敬，这样的无为峰，这样的天道宗才有可能在未来越发强大。毕竟所谓的灵气复苏不过只是地利，而一个宗门想要长期发展，说到底还是需要精神底蕴。苏师兄，三宗这次的目标是你无为峰的弟子，你说怎么办吧？齐瀚海看向苏贤，目光战战。很简单，割地赔款。苏贤心中早有所料，割地赔款。众人心中有些疑惑，这样的词着实未曾听过。哼，说起来这种策略在俗世王朝会用得更多一些。简单来说，如今这些外宗之人皆是我们的俘虏，三大宗门想要回这些人，哼哼，那就得付出代价，割让灵脉，赔付灵石。众人心头一震，也有人表示忧虑，若是对方拒绝呢？苏贤面色冷冽，那便杀。天道宗扣押三宗长老弟子，很快便传至整个新州，也就是天道宗与三宗所在之州，继而开始向整个北域扩散。一时之间，新州震动。这天道宗此前不过只是一家三流势力而已，如今一跃成名，居然连三大宗之人都敢扣押，这新州的天要变了吗？当然，其他人看热闹的居多一些，最为着急的自然还是三大宗门了。白羽楼，这天道宗好大的胆子，居然连我白羽楼的人都敢扣押。白羽楼楼主白永旺一怒之下拍碎身旁的石桌，转而看向下方诸位长老。诸位长老以为如何应对？哼，要我说直接就杀过去。什么天道宗，以前我白羽楼瞧都不瞧一眼，突然冒出来的暴发户给他脸了。就是同意三长老的看法。可我听说天道宗如今有一位大成期的无心老祖撑腰，此前药王谷的谷主都被灭了。如此恐怖啊！我的婴儿啊，你好命苦啊！你爹到现在居然连你的安危都不顾及。就在这时，一美妇人哭唧唧地跑了进来，却是白永旺的妻子董盼燕。唉，夫人，你怎么突然过来了？见到自己妻子突然来了议事堂，白永旺一阵头大。我不过来有生之年还能见到自己的女儿吗？董盼燕眼圈发红，你个负心汉，我们娘俩跟了你真是瞎了眼了。夫人，这么多人在呢。白永旺面色难看，这么多人怎么了？这么多人才是刚刚好，看看你一个白羽楼楼主能干什么，连自己的女儿都保护不了。当初让他去什么天道宗的时候，我就说了，别去。你倒是好，听进去了吗？董盼燕还在继续说下去，白永旺连忙打住，好了，我这就救女儿回来，不行吗？董盼燕面色这才好了一些，安排下去，立刻找人与天道宗接洽，一切先以白羽楼人员安危为先，先稳住对方。是，楼主。合欢宗宗主，怎么办？圣子如今还在天道宗的手上，我们要不要安排人去商谈？合欢宗大长老恭敬问道。慌什么？被扣押的又不止我合欢宗一家，其中可还有雷光门这等一流势力。主殿之上，合欢宗宗主萧逸欢卧于榻上，神色淡然，周身美女如云，青衣薄纱，看得人血脉喷张。等等雷光门的反应，我们跟着做即可。哼哼，一个曾经的三流宗门还能反了天不成？是。雷光门，哼，天道宗以往一个不知名的小宗，如今竟然骑到我雷光门的头上了，真是岂有此理！雷光门门主雷霸天怒容满面。门主，天道宗如此行事，定然是有所依仗，我们要不要先安排人接洽一番？大长老眉头微皱，天道宗的无心老族斩杀药王谷主分身已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但这件事的威慑力却是不小，让人不得不小心应对。呵呵，大长老怎地做事如此小心？要我看，直接拒绝，威胁对方不放人就上门攻打，对方还敢不从？六长老见到被人反驳，雷光门大长老眉头微皱。六长老由新兰虽然加入雷光门不足100年，但是功绩卓越，在雷光门的威望比自己还要高。哦，有长老有什么高见吗？雷霸天面色微微缓和，他打心里看不起天道宗，自然不愿妥协。很简单，以势逼人。由新兰自信道。可那天道宗如今有无心老祖护持，我等恐不是其对手。大长老不满道。
大长老此言差矣，徒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游心兰不屑道：天道宗如今虽然是一流势力，但除却无心老祖，什么都不是。掌门齐瀚海不过刚刚进入合体境，最多算个二流势力，还是末流，不足为惧。而我这个逼可不是真的硬逼，而是迎合大势。天道宗崛起，多少势力愿意只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一个星州的资源就这么多，天道宗一崛起，那就意味着其他家将会受到打压。若是不现在出手及时止损，等对方做大做强再行动，那岂不是自找不痛快？再说了，常言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天道宗底蕴浅薄，但如今不仅坐拥玄月女帝传承，更是在宗门内发现有极品灵脉。你觉得会有多少人眼红？游心兰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天道宗灵气复苏的消息，如今在外界不胫而走，外面传得沸沸扬扬的，便是天道宗在山门内发现有极品灵脉，天地至宝，有得者居之。而天道宗显然德不配位，这便是所谓的势。说完，游心兰便是看向雷霸天，所以只要我们借助这股势向天道宗施压，到时候天道宗不仅会乖乖将三宗之人尽数送还，反而还得给我们赔偿。如此甚好啊！闻言，雷霸天很是开心。那这件事情便全权交由游长老你来操作吧。事成之后，本门主绝对不会忘了你的功劳的。多谢门主。游心兰大喜。天道宗，齐瀚海急匆匆地来到无为峰找苏贤议事。天道宗扣押三宗之人，不过才过去3日，外界便已然掀起轩然大波。新州各方势力开始联合对天道宗发起声讨。什么天道宗妄自尊大，天道宗暴发户行为，天道宗凶暴残忍，天道宗不守规矩，天道宗妄图骑到大势力头上拉屎，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哼，这些是必然的。眼下这个节骨眼，正是心怀叵测之人造势的好机会。苏贤只是笑笑，并没有在意，主要是三大宗的反应如何。白羽楼的商谈比较顺利，对方的态度比较积极，只不过割让白羽楼1/3的灵脉以及1亿下品灵石，让对方着实吃了一惊，目前还在商讨中。这个数额，一开始听到苏贤报出的数额时，齐瀚海自己都吓了一跳，这确定不会让对方直接打上门来吗？掌门师兄放心好了，谈判，重点当然还是在于商谈。那其他2宗呢？苏贤安抚问道。合欢宗没什么回应，雷光门态度十分蛮横，扬言不送还雷光门的长老弟子，那便要攻上天道宗。齐瀚海面露担忧，呵呵，如此那便好办了。苏贤忽然笑道：啊，好办了。齐瀚海疑惑道：本来我还担心三宗都愿意妥协，那么与我天道宗立威而言不是什么好事，如今有雷光门站了出来，那便杀鸡儆猴，拿他们开刀。苏贤解释道：我们且给雷光门送一份大礼。大礼？不错，雷元清的人头。死！齐瀚海大惊，担忧道：这么一刀下去，那和雷光门绝对是不死不休的局面啊！以我天道宗的手段，若是真与雷光门对上的话，恐胜算不大。掌门师兄放心好了，有无心老祖在，只要是为天道宗好，他肯定会支持的。苏贤知道这个时候必须得给对方吃一颗定心丸了。不瞒掌门师兄，其实无心老祖案中和我有些联系，他一直在暗中关注我的2个道侣，觉得是个好苗子。当然如今的杨业叶灵儿他同样觉得不错，我借着这个机会曾跟他谈过此间之事，他老人家的意思是让我们勇敢去做。勇敢去做。闻言，齐瀚海心头大定，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之前他便有过猜想，无心老祖既然看中叶清雪与洛青衣，或许暗中会与两女有联系，如今一看果然如此。苏师兄倒是瞒我瞒得紧，不过有苏师兄这话，我便放心多了。对了，无心老祖并不希望被扰了清静，只会在关键时刻出手，所以苏贤提醒道：苏师兄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齐瀚海笑道：能够当上天道宗的掌门，齐瀚海当然不是什么蠢人，只不过从3流宗门一跃成为1流宗门的掌教，有些不太自信罢了。如今有了无心老祖这颗定心丸，他处理起事情来自然从容许多。好胆，居然敢杀我雷光门长老，这个天道宗怕是不想存在了吧？收到雷元清的首级，雷霸天大怒。这雷元清于他而言可不仅仅是宗门长老这么简单，还是他的族弟，如今竟然就这么被斩了，简直该死啊！尤长老，你有什么要交代的吗？雷霸天质问。尤星兰却是不慌不忙，门主节哀顺变，但这对于我雷光门来说同样也是一个机会。你说，元清长老一死，如今声势在我，只要我雷光门振臂一呼，整个新州那些看天道宗不顺眼的势力都会涌动，到时候即便天道宗有无心老祖撑腰，那也不可能逆整个新州之大势啊。尤星兰显得自信异常，而且这一次我已经提前联系好了6大宗门，其中飞鸿教、圣天殿更是新州1流势力，
到时候有你们3大成期高手联合，只要能拖住无心老祖，我等覆灭天道宗还不是举手之劳。好！雷霸天拍手叫好。雷元清不是不可以死，但是他死得有价值。如今以雷元清之死引导新州大事，逼迫天道宗，便是最大的价值。好个逼啊！这件事情你做得不错，等攻克下天道宗，定然算你一个大功。多谢门主赏识。由新兰大喜过望。大长老在一旁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最终却只能无奈将道口的话咽了回去。他总感觉有些不太对劲，但事情到了如今这般田地，自己多言不过突触门主的眉头罢了。雷光门这边与各方势力多有接触，想要逼迫天道宗就范，天道宗这边也不是软柿子，自然不会毫无作为。自从其瀚海从苏贤这边得到了无心老祖一直在关注天道宗会在关键时刻出手的消息，心中终于大定，也开始招揽起新州众多势力，以增强天道宗的力量。毕竟不是所有人都会被雷光门的舆论所带偏，公道自在人心。三宗当日对天道宗的所作所为，天道宗也早有所公布。天道宗如今发展迅速，不仅发现了极品灵脉，还坐拥玄月女帝传承，未来必然会成为这方天地霸主级存在。有些势力也想要在天道宗快速发展之际分一杯羹，坐上天道宗这条大船，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当然，其中2流、3流乃至不入流的势力居多，甚至于还有不少散修想要加入。对于这些势力、散修，天道宗一经调查，只要品节没什么问题，自然是乐于接受，并且对外宣布1月之后举办筹天大会，广邀天下豪杰加入天道宗。哼，天道宗想办什么筹天大会？简直做梦！雷光门宗主雷霸天直接放话新州，谁敢加入天道宗，与天道宗交好，那便是与他雷光门为敌。跟着新州飞鸿教、圣天殿等诸多势力应和。此话一出，顿时让一些原本想加入或者交好天道宗的势力选择了退却，也有些与雷光门等宗门大教有仇的势力不予理会，更加坚定了加入天道宗的想法。毕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在这之后，天道宗与白羽楼后续的谈判也算顺利，最终白羽楼以1/4，也就是3条上品灵脉和1亿灵石的代价换回了白云英等人。1月后，天道宗举办筹天大会，多方来贺。南城巫族道，9头白骨像踏碎虚空，向鞍上端坐着面覆银纹的巫族圣女。墨城狼主线玄铁矿脉3条，铁蹄震地声中，300匹雪狼王奔腾，狼背上的墨城修士赤膊结阵，向天道宗道贺。紧跟着天海阁、千里洞、离恨谷、灵虚洞天接踵而至。当然，这些势力乃至散修并非全部都打算投诚天道宗，有些只是来看看热闹，有些甚至是带了别的目的。呵呵，齐兄别来无恙啊！天海阁主贤成人见到齐瀚海，抱拳笑道：“贤阁主，许久不见。”齐瀚海抱拳回礼。天海阁曾与天道宗一样，属于3流宗门，实力相差不大。如今这贤成人仍旧是炼虚后期的水准。唉，真是没想到贵宗竟然能从3流宗门一跃成为1流，着实现煞我也。我准备带着整个天海会加入贵宗，不知道能否搞个副掌门当当啊？贤成人笑道，只不过言语之中多有对齐瀚海的不屑，指出对方是交了大运才能跻身1流。呵呵，齐瀚海只是笑笑没有说话。齐掌门，我墨城紫明院加入天道宗。墨城狼主莫达言行豪放，我莫达是个粗人，齐掌门但凡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我墨城一定听从安排，但求齐掌门给我墨城留给位子啊。莫狼主客气了，能够得到莫狼主的助力，是我天道宗的荣幸。齐瀚海笑道，邀请对方入座。齐掌门，这是我南城巫族的一点见面礼，望与天道宗交好，还请笑纳。言罢，巫族圣女素手一挥，遍地珍稀宝物显现，什么玄冥圣水、噬魂花、雷纹石、巫血藤等等，瞬间引来无数人注目。巫族圣女客气了，我天道宗自然也愿意与贵族交好，还请速速入座。齐瀚海接连安排，反倒是一开始与齐瀚海攀谈，妄图当上副掌门的贤成人被冷落在了一旁，只能尴尬笑了笑，自己找了位置坐下。等到齐瀚海走了之后，面色立刻阴沉了下来。一时之间，天道宗上下热闹非凡，所有的外来势力一入天道宗，都被山门内惊人的灵气所折服，不断赞叹。此乃天道宗大兴之象啊！突然，天道宗上空乌云密布，给人以一种山雨欲来之势。轰隆隆，随着一道惊雷炸响，9头紫电麒麟踏碎云层，雷光门战车碾过之处，百里晴空化作雷暴深渊。雷霸天立于车首，掌心托举的雷玉天极珠迸射万丈电芒，将天道宗界碑劈成齑粉。3000雷光弟子结阵高歌，雷音凝成实质的蛟龙，撕咬着护山大阵的光幕。天道宗扣押3宗弟子，杀我雷光门长老当诛。雷霸天的暴喝引动9天雷罚，
紫电如天河倾泻。山门外的青玉皆寸寸崩裂，千年古松在雷火中化作焦炭，连护山灵泉都蒸腾成带电的雾霭。飞鸿教的彩虹桥撕裂东方天际，七色彩虹竟由上万柄飞剑铺就。虹桥尽头，飞鸿教主脚踏剑雨，身后3000弟子结成的霓裳剑阵折射出迷离光晕，所过之处空间扭曲，连山峦都被切割成棱镜碎片。西方传来战鼓轰鸣，圣天殿的金甲战将踏碎虚空。100丈高的圣武法香兼抗日月，每一步都震塌半片山崖。战阵中央悬浮着青铜战鼓，鼓面每声震颤，便有一头洪荒巨兽的虚影扑向护山大阵。合欢宗的粉雾香车自南而来，萧逸欢携以软榻，3000妹修挥洒着禁毒的桃花瓣，花瓣触及光幕即绽开情丝大网，将护山大阵染成暧昧的桃红色。阵中弟子眼神逐渐迷离。东北方腾起遮天毒云，万毒窟的千足蜈蚣战船碾过林海，独尊老怪立于蜈蚣首，枯指轻点间，毒云凝成骷髅大军，斧叶滴落处，护山灵草瞬间枯萎成灰。西南血煞冲霄，血刀门上百血卫踏着尸山而至。西北寒潮封天，冰破谷的玄冰战车碾过之处，连声音都被冻结。谷主指尖轻滑，千里河川顷刻冰封，护山大阵的光幕爬满霜裂之纹。天道宗掌门前来受死。诸位，这是什么意思？7大宗门齐聚，是要向我天道宗宣战吗？7大宗将领声势浩大，齐瀚海心中虽然惊惧，但表面依旧镇定。宣战？呵呵，就你天道宗也配？雷霸天立于正中，守卫冷笑道：你天道宗倒行逆施，私自扣押3宗之人，滥杀无辜，致使新州势力苦不堪言。今日我7宗便要替天行道，灭你道统。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雷霸天声势浩大，一副煞有其事的样子。哼，在场的所有人给我听好了，今日我7大宗门替天行道，所有敢拦我7宗之路，或是敢相助天道宗之人，皆是与我7宗为敌。今日不仅不留情面，他日也必当一一登门拜访。现在你们有10息的时间可以离开。话音一落，众人皆是面色巨变。齐掌门，咱们后会有期，希望你还能够见到明日的太阳。哈哈哈！贤成人表情得意，本来没有受到齐瀚海重视，得到想要的东西，他还记恨着齐瀚海呢。眼下7大宗上门问罪，他第一个跳了出来，直言离开。齐瀚海没有挽留，对于这种墙头草，多说一个字都是浪费口水。齐掌门，对不住了，宗内临时有事先一步离开了。我宗内圣子今日大婚，我得回去参加了。我家老母亲今日临盆，我得回去照看。不过眨眼的功夫，刚才来参加筹天大会之人10不存1，千里洞、离恨谷等一众势力散修相继逃离现场，生怕被波及。齐掌门，我莫城狼民不是什么贪生怕死之人，既然跟了你天道宗，便愿与天道宗共存亡。莫达看了一眼天际，咽了口唾沫，最终还是选择留下。齐瀚海点头，齐掌门，若是有需要，我可以帮忙庇护宗内弟子。巫族圣女问道。南城巫族虽然是2流势力，但地处偏远，地势多险峻，易守难攻，倒是不怕7大宗门的威胁。齐瀚海知道，差不多到时候了，自己作为天道宗的掌教，也不能让盟友们寒了心。诸位放心好了，今日请诸位前来，无需出手，只为观礼。齐瀚海扬声道：观我天道宗大兴之礼。哼，我看这齐瀚海是疯了吧？面对7宗联手，还妄图活下来，还谈什么观礼？简直笑死个人。贤成人虽然离开了天道宗，但却并没有立刻离去，他想亲眼看看刚才那个高傲不已的齐瀚海，他的傲骨和身躯是如何被7大宗门慢慢碾碎的。不仅他抱有这样的想法，围观多数人都是抱着看戏的态度。不过我听说天道宗不是还有个大成期老祖吗？会不会？有人疑惑道。哼，一个大成期老祖有什么用？7大宗门齐至，光是大成期就有3个，我看今日天道宗必灭无疑。贤成人冷笑，众人暗自点头，不断有人冷笑出声。这些人自己所在的势力没有机遇，没有崛起，也看不得同级的势力崛起。有请无心老祖。就在这时，齐瀚海高声呼喊。苏贤知道该自己登场了，不过登场并不是本体，而是克命傀儡。紧跟着黑袍苏贤踏空而来，身负遮天盘，气机样貌神秘，不可探究。雷霸天等人眉头一皱，这无心老祖的修为自己看不透，但即便如此，那又如何？他们可是来了3位大成高手，即便是大成后期也可以拖上一拖，到时候先灭了天道宗再说。尽管去做，一切由我。黑袍苏贤冷漠地瞥了雷霸天等人一眼，又看向齐瀚海道。齐瀚海点头，无心老祖出场，心中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带上来。齐瀚海下令，紧跟着便是见到雷啸、花有缺等雷光门、合欢宗之人被带了上来。这1个月时间，
这些俘虏可不是说被优待还享受天道宗的灵气，而是全身修为被封，不能修行，还被安排了杂役的活儿。此刻面色皆是惨淡，别说灵气了，就是吃食都少得可怜。这是什么意思？雷霸天、萧逸欢面露疑惑。难不成齐瀚海见到七大宗如此威势，想要在吴兴老祖的庇佑下和谈？哼，如今七大宗降临，只是如此诚意的话，怕是不够。今日不将你天道宗瓜分殆尽，如何能向这新州势力交代？还真以为我雷光门好欺负不成？雷霸天眼神一眯，心中已经有了想法。父亲，杀了这群贱人，居然敢奴役我，拿我当杂役弟子，还安排我去茅房干活。哦，父亲。雷啸面色惨然，一想到最近的生活，差点吐了出来。宗主，不要留手，这群天杀的不得好死啊！花有缺等人同样被勾起了痛苦不堪的回忆，甚至还被某些人给研究了身体，面露羞愤之色。雷霸天等人眉头一皱，太过分了。不过既然来了，自然得优先保住雷啸等人的性命，当即张了张嘴，放杀。然而雷霸天刚吐出一个字来，齐瀚海突然一声厉喝，杀意凛然。天道宗行堂弟子领命，手起刀落间，雷光门和欢宗两宗俘虏人头尽数落地，一时间血洒山门。雷啸、花有缺的尸体坠地，脑袋滚落山阶，满眼的不可置信。自己这些人不应该是很重要的人质吗？不是要放了他们吗？怎么就下了杀手？只是随着意识的模糊，后面的事情他们显然已经无法知晓。好胆！雷霸天、萧逸欢大怒，围观众人只感觉脑子里仿佛有雷鸣大作，轰然炸响。发生了什么事情？天道宗不是要讲和吗？怎么突然就将这些俘虏都杀了？而且还是当着七大宗门的面，这难道就是齐瀚海所谓的官礼？众人顿时觉得脑子有些不够用了。齐瀚海看了黑袍苏贤一眼，黑袍苏贤点了点头，示意齐瀚海做得不错。齐瀚海心中一松，说实话，苏贤当时提议他这么做的时候，他还有些犹豫。不过想要在天下众人面前立威，那就非这么做不可。他要告诉吴兴老祖，告诉天下人，如今的天道宗已经今非昔比，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犯我宗门者，虽远必诛。天道宗这是疯了吗？居然当着七大宗的面杀人，这是嫌自己活的时间太长了。这新州的天真的要变了。好得很啊！今日天道宗必灭，我说的，天道来了也保不住。雷霸天怒极反笑，转而看向黑袍苏贤，面露忌惮之色。道友，今日我七大宗门旗帜，道友若是识相，还请离开，我七大宗门可以不予追究。说到底，若是能够劝退一位大成期高手，那自然是最好的。七大宗门瓜分天道宗，将不费吹灰之力。呵呵，不过一个小小的雷光门，好大的口气！派人刺杀我天道宗天骄弟子，如今又想以势逼人，真当我天道宗是泥捏的不成？黑袍苏贤毫不客气道：“正所谓打得一拳，开场的百拳来。为了避免以后什么牛鬼蛇神都要来踩天道宗一脚，今日定然要拿七大宗开刀，为天道宗扬名。既然如此，那你我就不得不做过一场了。诸位，此事不出手，更待何时？”雷霸天冷笑，他虽然忌惮吴兴老祖，但是却并不惧怕。两位道友，你我三人拖住这吴兴老祖，其他人给我灭了这天道宗。飞鸿教主与圣天殿主点头，一切按照计划行事。话音一落，雷霸天率先出动，手持雷戟劈开虚空，九霄雷龙裹挟灭世之威扑来。童子，开始克命，大成封顶。苏贤心中低喝，不出手则已，一出手那就得以雷霆之势。傀儡境界提升中，请注意，接下来的每一息时间，宿主将要花费的寿命为3年。系统警告道。苏贤心中一震，这克命傀儡虽然坑，但好在随着自己修为的提升，克命傀儡的初始境界也跟着提升。跟上一次对战夏明哲刺身相比，这一次每一息的耗费减少了1年。更重要的是，如今苏贤的剩余寿命可是有着4000多年，足够了。心念及此，黑袍苏贤腐朽气息化作滔天毒障，指尖轻点间，毒之法则第4种神识之毒无声绽放。嗡！虚空荡起灰绿涟漪，雷龙金瞳瞬间蒙上死气。雷霸天惊觉识海剧痛，元神如遭万蚁啃噬，雷玉天极珠竟在掌心渗出脓血。这是毒识法则。霓裳剑阵的七彩剑雨紧随而至，飞鸿掌教却突然七窍甚绿。他引以为傲的破望金瞳映出万千毒丝，那些看似绚丽的剑红早被神识之毒浸透。剑阵失控倒卷，将飞鸿教3000弟子的本命剑搅成废铁。想要依仗人多，可惜人数在毒面前并没有任何优势。苏贤心中冷笑，圣武天灵，圣天殿主暴喝，百丈法向挥拳砸落。黑袍苏贤眼皮微抬，
毒瘴凝成骷髅虚影，钻入法香眉心。金光璀璨的圣武法香突然跪地哀嚎，体表浮现溃烂的毒斑，拳锋触及黑袍苏贤头顶3寸时，轰然崩解。大成后期怎会强至此等地步？圣天殿主呕出黑血，法香碎片中钻出上亿毒虫，将他周身护体金甲啃出蜂窝孔洞。雷霸天强压剧痛，雷域天极珠炸成星海。本座不信你能敌过3宗联手。9霄雷龙化作实体，每片龙鳞都刻着上古雷纹。黑袍苏贤枯掌虚握，混沌神火在掌心绽放。混沌焚天，话音一落，灰白火焰无声漫卷，雷龙触及火光的刹那，万丈龙躯如蜡消融。雷纹被混沌火提炼成液态雷髓，反被黑袍苏贤凝成锁链，缠住雷霸天脖颈。绯红掌教欲救，7色彩虹桥却被火焰烧成灰烬，混沌火顺着剑意反噬，将他半截身躯炼成琉璃状。圣天殿听令，继血煞破阵。圣天殿主咬碎舌尖，3000金甲位周身有血雾爆出，血色法香再度凝聚，却在挥拳瞬间被混沌火浪吞没。火焰中浮现3000火灵，将血煞之气当燃料吞噬，法香竟被烧成赤红烙铁，反压向圣天殿大军。雷霸天的雷戟劈至黑袍苏贤面门，却见其张口轻吹，混沌火凝成寸许火莲，连半绽开时，号称不朽的9霄雷纹戟竟如枯枝般碳化，几间雷髓被火灵蒸食一空。而这一切发生不过5息的功夫，太强了，这无形老祖实在太强了。众人直接呆愣在当场，7宗3位大成期强者联手，居然都被这无形老祖打得节节败退，看起来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战斗力。这便是天道宗如今真正的强者底蕴吗？都愣着干什么？还不给我灭了天道宗！雷霸天大怒，这些个蠢货，自己3人这边拼死拼活，他们居然还有闲心看戏。话音刚落，合欢宗等剩余4宗立刻反应了过来，他们的目标正是其瀚海等人。哼，该收网了。黑袍苏贤踏碎虚空，毒瘴与混沌火交织成漩涡，左手捏毒印，右掌托火莲，灰绿与苍白纠缠成混沌毒龙。雷霸天暴退1000丈，召来雷光门镇派至宝万雷池，池中倾泻的雷浆却在触及毒龙时异变，雷霆被染成墨绿色，化作剧毒雷蛇反噬其主。雷池沸腾炸裂，雷霸天双臂被腐毒雷浆蚀穿，白骨森森可见。绯红掌教的霓裳剑阵碎片突然暴动，混沌火浆残剑融成液态，毒瘴为其淬上腐灵剧毒，上万毒火箭雨笼罩绯红教战阵。修士们惊恐发现，本命剑的残骸正追着血脉气息索命，连冰解遁逃的元神都被毒火焚成青烟。圣天殿主见状，心中大骇，急忙祭出保命金符，却被黑袍苏贤隔空摘走。金符在混沌火中重铸，化作毒火枷锁，扣住其元神。殿主的圣血正好为我的火种。枷锁收缩间，大成精血被炼成9颗猩红火丹，悬浮在黑袍苏贤袖中，叮咚作响。不可能，你怎么可能这么强？除非你是虚。圣天殿主惊骇欲绝，话还没有说完便被黑袍苏贤打断。只见其袖袍一展，毒火领域覆盖千里，3大高手重伤倒飞，不断咳血。7宗修士大骇，毒火领域之中，修为弱者直接被吞噬殆尽。叶清雪、洛青衣看向虚空之中的战斗，美眸之中神光湛湛，他们可是知道这位无心老祖的真实身份，心中忍不住赞叹：夫君好强。黑袍苏贤以毒火法则交融重创3位大成期高手，此刻3人气息萎靡，周身毒火交织，面色惨淡，再无一战之力。再看7宗修士在苏贤的毒火领域中挣扎抵抗，早已溃不成军，纷纷逃窜。7宗联盟讨伐天道宗，只苏贤一人便让7宗修士铩羽而归。失信，苏贤关闭了傀儡的克命模式，看了看系统统计，要不是中间装个逼说了2句话，时间应该能控制在9息以内。才30年的寿命，对现如今的自己来说不过毛毛雨罢了。苏贤打开面板确认了一番，宿主苏贤，剩余寿命4053年，境界合体初期。果然，这一次战斗连剩余寿命的零头都没有花掉。至于为何现在撤掉克命傀儡，而不予以对方致命一击，一个字，不值当。如今3大高手不过残躯，即便苏贤本体出手，亦能翻手镇压，不足以再浪费寿命。而克命傀儡下一次的战场不该在这里，而是直上7大宗门讨伐，掠夺7大宗门的资源，否则总不能出力不讨好，白白战斗吧？那和傻子有什么两样？怎么会这样？天道宗的无心老祖怎么会如此之强？7宗联盟居然不是其一人对手。贤成人满脸惨白，从未想过会是这样的一个结局。经此一战，天道宗声威大振，坐稳了一流势力的名头，在这之后将迎来长久发展之机。
随着新州7大宗门落败，天道宗亦将一跃成为新州第1大势力。如果自己刚才没有逃走，如果自己能够放下身段，不是痴心妄想要什么副掌门，而是一个封主，哦不，甚至一个长老的位置，那也比现如今一个3流势力的天海阁阁主强啊。可惜没有如果。不仅贤成人心中懊悔不已，所有刚才抛弃天道宗离开的人皆是摇手顿足。如今要想再加入天道宗的话，恐怕要比登天还难了。报告掌门，天海阁愿助我天道宗共讨七宗，千里洞、离恨谷前来相助。王家院与天道宗修好。趁着现在战斗还没有完全结束，不少人便动起了心思，妄图在这个节点上讨好天道宗。呵呵，告诉他们，好意我天道宗心领了。不过不需要了。齐瀚海冷笑，贤成人等人嘴角苦涩。果然，天道宗所有人随我杀敌，收拾残局。如今大局已定，齐瀚海眼中金光爆闪，豪气万千，南城巫族，莫城灵虚洞天，诸位的恩情，我天道宗今日铭记于心，来日必定不会亏待大家。闻言，一众刚才没有退缩的人皆是乐开了花。虽然他们也是在赌，但他们赌对了。正所谓锦上添花，哪比得上雪中送炭？只有在患难之中扶持，才能得见真心。无心老祖无敌，无心老祖无敌！杀！天道宗众弟子振奋，一时间神华漫天。撤！雷霸天等人面露苦涩，无奈下令：门主，我来帮忙了。就在这时，雷光门的6长老由心兰忽然出现。店主，我等前来支援。掌教！不仅雷光门，7大宗门之人皆有长老前来接应。太好了，快撤退！雷霸天精神一振，但很快便发现只来了由心兰一人，不由得面露疑惑：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刺了！随着一柄雪亮匕首刺入雷霸天胸口，7大宗门之主接连遇害。你，喂，为什么？雷霸天满脸不可置信，未曾想到自己最信任的人居然会在关键时刻背刺自己。门主，一路走好。由心兰面露得意，二话不说，直接带走了雷霸天的尸身，撕裂空间，与7大宗门其他背刺者一同离开。死！众人无不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一切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着实太快了，快到众人根本没有反应过来，未曾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7大宗门内出现了叛徒，这莫非是天道宗的手笔？众人看向齐瀚海，却发现这位天道宗的掌门此刻也是一脸懵逼。齐瀚海则是看向苏贤，现如今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看不透这位行将就木的老者，总感觉对方无形中散发出一种气场，一种无敌且自信的气场。所以说，如果这件事情天道宗安排的，那无疑最可能的便是苏贤了。见到齐瀚海投来疑惑的目光，苏贤也是一脸茫然，苦笑摇了摇头，并不是他。那究竟是7宗讨伐之路，难不成就这么荒唐的结束了？被自家长老被刺，宗门叛乱。可7宗同时发生叛乱，那实在也太过于诡异了，就像是约定好了一般。等等，7宗共同约定，这么说来，这一次7宗共讨天道宗也是此前约定好的，看起来就像是一场早有预谋的设计，背后有一只无形的大手在控制着这一切，连天道宗都被算计了进去。这种感觉让人很不爽。莫非？苏贤心中有了些许猜测。夫君，接下来怎么办？叶清雪与洛青衣杀入7宗联盟没多久，对方便全数缴械投降，接下来的工作交由齐瀚海等人便好。你们跟我来。苏贤心中一动，控制客命傀儡退下。老祖我罚了，剩下的事情你们这些小辈自己解决吧。黑袍苏贤说完便是消失不见。恭送老祖！齐瀚海等人弯腰拜送。苏贤则是暗中带上叶清雪和洛青衣，催动仙阶传送阵文，直接来到了雷光门所在之地。怎么会这样？洛青衣面色震惊，只见此刻的雷光门一片断壁残垣，哪里还有一流宗门的样子，跟废墟没什么区别，看起来是刚发生不久。叶清雪眉头微皱，推测道。苏贤沉默不语。接下来圣天殿、飞鸿教、合欢宗等6大宗门，苏贤带上2女一一查探，皆是如此。7大宗门都被灭门了。夫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究竟是谁做的啊？洛青衣忍不住问道。走，还有一处地方我们忽略了。苏贤道。还有一处？叶清雪疑惑。7大宗门不是都查探过了吗？白羽楼。白羽楼。苏贤封主。迎接苏贤的是白羽楼主白永旺，此刻一脸疲惫，周身气息不稳定，显然刚经历过战斗。白云英也跟着走了出来，实时行了一礼，便是与叶清雪、洛青衣交谈了起来。此前白云英被俘虏的时候，因为白羽楼十分配合，所以不仅没有遭受什么虐待，反而还借助无为风的灵气突破了一个小境界。因为年龄与叶清雪、洛青衣相仿，
所以三女之间倒也谈得来。而白永旺对于苏贤如今算是认识了，毕竟天道宗出了名，吴为峰可是功不可没。白雨楼也遭受袭击了。苏贤开门见山问道。白永旺不由得苦笑，唉，宗门不幸，出了叛徒，差点就让对方得逞了。好在发现的及时，这才没有酿成大祸。只可惜还是让对方逃走了。苏贤眼中金光一闪，果然。等等，苏峰主刚才说的也指的是……白永旺敏锐地捕捉到了苏贤话语中的信息。苏贤简单将七大宗被灭门之事说了一遍。死！白永旺闻言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怪不得啊！之前这个叛徒就一直怂恿我对付天道宗，好在我夫人发现不对劲，与我配合演了一场戏，这才将婴儿救了下来，避免了一场大战。没想到这背后竟然是灭门的毒计。白永旺想想便是感觉背后发凉。白楼主可有怀疑的人选？叶清雪在一旁问道。白永旺沉吟了一番，这个叛徒使用的招式很谨慎，但是却并非完全无迹可寻。我仅仅是个人感觉，可能跟药王谷有关。果然，苏贤低喝一声。白永旺震惊，怎么，苏峰主也觉得和药王谷相关？苏贤点了点头，将此前药王谷在天道宗安插棋子的事情说了出来。这药王谷究竟想要干什么？白永旺皱眉。药王谷乃是北域顶流势力，就是一般一流势力都不敢与之抗衡。如今形势突然如此激进，怕是要有什么大事发生。好了，既然如此，本座就不多打扰了。苏贤没有过多停留，带着叶清雪、洛青衣回到了无为峰。至于天道宗对于其他势力的招待事宜，自然有其瀚海安排夫君，接下来怎么办？洛青衣问道。若真是药王谷所为，肯定不会是只针对新州的势力，想来不久就会有更多的消息传来。苏贤推测道。此前他传音整个北域，揭露了药王谷的真面目，引来诸多势力愤慨。妖族那边以为是自家大能出事，表露了对药王谷的态度，接下来以黑水妖族为首，更是与药王谷不断发生摩擦。可以说现如今的药王谷正是风雨飘摇之际。令人没想到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敢如此乖张行事，看来是准备破釜沉舟了。果然，接下来的日子里，北域不断有事关宗门被灭的消息传了出来，而行事风格与七宗联盟讨伐天道宗几乎如出一辙，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蛛丝马迹，最终皆指向药王谷。一时之间，北域震动，加入讨伐药王谷的势力越来越多，且不再是口头上的谩骂，而是开始联合攻打，一直到药王谷谷主夏明哲出面。这一动静让苏贤不由得吃了一惊，夏明哲居然活过来了，明明当日肉身支离破碎，只剩一口气在，居然又活了过来，如此手段远超大成，看来药王谷的背后真的有虚仙在撑腰。定，发布现实主线任务，限7日内在真命天女叶清雪和洛青衣的见证下覆灭药王谷，斩杀谷主夏明哲。来了，系统的最后通牒，总共有7日的时间，那苏贤可得好好谋划一番。只是一个夏明哲的话根本不是问题，关键是他身后的虚仙会不会出手。当然，即便虚仙出手，苏贤也有绝对的把握带着两女遁走，毕竟有仙阶传送阵纹以及命轮制药这等大杀器在手，苏贤倒是不虚。只是斩杀夏明哲的话会有些难度。系统发布任务后的第3日，北域药王谷内谷，焚天城的赤焰战车撞上药王谷毒瘴，车头镶嵌的屁毒珠滋滋腐化成黑水，谷口千丈绝壁上，上万青铜傀儡睁开猩红瞳孔，关节渗出墨绿毒液，在岩壁刻出擅入者死的狰狞毒纹。药王谷，北域千宗的血债今日该清算了。寒月宫主诉守青阳，9轮冰月悬空，毒雾被冻成翡翠色冰晶，玄机门数千击关兽趁机扑上，却被傀儡毒箭射穿核心，箭矢竟能腐蚀玄铁。谷内忽起清月钟鸣，12道金桥穿透毒瘴，夏明哲踏丹霞而至，腰间药壶吞吐轻雾，所过处枯木抽芽。夏明哲，他真的没有死？怎么会？那位妖族大能不是说夏明哲已经死了吗？莫非传言有误？见到夏明哲现身，众人顿时议论纷纷。诸位道友何故如此？我药王谷100年记事。夏明哲笑容和煦，让人如沐春风。记事，记得是炼魂邪术吧？焚天城主刀锋挑起半块染血玉牌，毒龙宗遗迹中找到的控魂钉，可是刻着尼古独门丹纹。夏明哲长叹一声，袖中划出流影玉简，光影符现药王谷弟子在瘟疫之地救人的场景。此钉乃3年前失窃的残次品，必是奸人栽赃。画面一转，数名黑衣修士潜入丹房，与谷中护卫血战夺宝。焚天城几位长老神色微动，交头接耳。那黑衣人的功法路数倒像血刀门。云霞宗灭门案又作何解？寒月公主兵刃寒光暴涨，百具符师虚影浮现，
幸存者亲眼见药王谷毒魁行凶。夏明哲面露悲悯，弹指放出3道浑噩魂魄。当日我蛊药师恰在云霞山采药，拼死救下这3人。魂魄机械重复多谢谷主，竟让几位小派掌门眼泛泪光。玄机门主冷笑掷出机关罗盘，盘面映出药王谷秘录。近段时间北域混战，各大势力使用的暴血丹皆出自尼谷。暴血丹本谓之经脉淤塞之症，夏明哲壶中飘出1000枚清心丹，岂料被歹人滥用。众人闻言皆是惊疑不定，难道真的是误会？焚天城主身后2名副将突然低语，若真是误会的话，那控魂钉未必不能伪造。这么说来，莫非真是我们误会了药王谷？不仅焚天城这边有修士怀疑起来，各大阵营皆是有所异动。寒月宫阵营中，一名年轻弟子盯着救人的刘颖，迟疑道：“师尊，药王谷却曾赠我宫解毒圣药。”夏明哲眼底金光一闪，突然朝人群掷出100瓶灵丹，此乃九转清心露，可验我古丹道初心。我药王谷创建之初，只为学医炼丹，救死扶伤，数万年来初衷不改。数名修士本能接住药瓶，丹香入体后顿觉灵台清明，竟有3人收剑入鞘，休被他蛊惑。玄机门主厉喝，机关兽却突然停滞，竟是门中2位长老听了夏明哲所言，偷偷掐断了灵力供给。你们！玄机门主惊怒，那这个你如何解释？焚天城主捏碎传讯符，药王谷叛逃弟子虚影浮现，谷主命我等在赤岩川投毒，若是不从的话……夏明哲瞳孔骤缩，9根锁魂钉爆射而出。此子盗取药王经，在外潜逃3年，今日正好诛邪。锁魂钉贯穿虚影的刹那，谷内升起万玄傀儡阵，上万青铜傀儡倾巢而出，每具傀身赫然牵着各派失传的功法碎片。青霞宗的流云步，焚天城的赤炎诀，残章在道纹中若隐若现。不好！寒月公主冰月炸裂，却见3名动摇的焚天城修士已被傀儡制住。直到此刻，他们还死死攥着9转清心露，药瓶正渗出缕缕操控神识的粉雾。诸位，我药王谷不欲与诸位起纷争，故此才好言解释，莫不要真当我药王谷好气。夏明哲软硬兼施，药王谷毕竟是北域顶流势力，岂能遭受其他势力威胁？诸位且看看这是谁。紧跟着，夏明哲突然推出一座冰棺，寒月宫上任公主的面容清晰可辨，当年贵公主走火入魔，可是我亲手喂的锁魂丹。寒月宫阵营大乱，几名弟子剑锋低垂。老公主失踪多年，难道真是在药王谷内接受治疗？趁此间隙，夏明哲祭出百草炼天阵，丹炉虚影笼罩战场，各派修士的本命法宝竟被强行抽离，一柄焚天战刀落入炉中，眨眼炼成毒刃反刺其主。现在收手，本座可助诸位解毒。夏明哲的声音混着迷魂丹香，否则我药王谷只能正当防卫了。3成修士眼神涣散，竟调转剑锋指向同伴。焚天城主暴怒挥刀，却发现3成刀气被毒瘴同化，反倒助长阵威。药王谷的济世之道，本座今日还真是领教了。就在这时，黑袍苏贤踏空而来，冷冽出声：“无心老祖！”夏明哲面色惊疑不定，怎么也没想到天道宗的无心老祖竟然会出现在这里，这可是他的一位大敌。苏贤对着身旁的洛清一点了点头，洛清一会意，挥手间墨绿毒雾舞动，落入人群之中，中毒者眼神纷纷清醒。多谢无心老祖解毒，众修士直接高声拜谢。新州风云落幕，天道宗一跃成为新州顶流，无心老祖之名越传越远，也成为众修士崇拜的对象。来看看你药王谷这些天丹的好事吧。苏贤冷笑，修跑挥动，上千流影球浮动，映照出药王谷以活人炼制毒魁一事。不仅如此，期间更有上百宗门遭受门内弟子背叛，受害宗门指出的罪魁祸首皆指向药王谷。哼，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些流影球在你手中，你说是自然便是。夏明哲面色铁青，随即冷笑，直接摆烂。放心，还有惊喜。黑袍苏贤嗤笑，系统发布任务3日时间过去，他可没有在摸鱼，而是让手底下人到处搜集药王谷的罪证。当然，本体早已传入药王谷多时，为的就是给予药王谷致命一击。呵呵，还好本座知道等脸皮之后堪比圣阶法宝。话音一落，各种毒魁散落一地，皆是以活人为基础炼制而成。当然，你不承认也没关系，因为这些毒魁正是从你药王谷中取得。算一算时间的话，你药王谷内的毒窟此刻应该……苏贤故意放慢语速。你……夏明哲大吃一惊，急忙看向谷内的某个方向。哦，原来是在那里吗？苏贤笑道。夏明哲顿时明白过来，自己被耍了。不过这也不能怪他，因为这些毒魁确实和药王谷的毒魁太像了。只不过他所不知道的是，以苏贤现如今的独到造诣，
炼制一些毒魁而已，轻而易举。众人恍然，紧跟着面色震怒。夏明哲，你还有什么话好说？夏明哲脸色阴晴不定，最终释然。既然如此，那就如你们所愿，想要攻打我药王谷，那就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到了最后，夏明哲索性不装了。哦，我妖族倒是想见识一下，你药王谷究竟有什么本事？随着一道震天之音响起，刹那间妖气弥漫，妖族大军到了。天穹之上，黑水族长龙傲天居于黑云之中，蛇尾卷起万丈冰瀑，声若寒渊雷震。夏明哲，你以我族儿郎练魁，今日便要你谷中鸡犬不留！嗷呜！上万天狼妖齐踏碎山门，狼首人身的战士双目赤红，爪刃撕开护谷大阵的最后一层灵光。妖群中腾起一头银毛巨狼，正是天狼妖王啸远，额间三目杀意盎然，獠牙森白如刀，怒吼道：“儿郎们，生啖其肉！”紧跟着巨猿、毒蝎、白狐、魔蛛、蛮牛等妖族凶猛冲杀。光是万兽山脉的12位妖王，今日便来了9位，其他3位妖王没有前来，是为了留守万兽山脉，但手底下大妖出力却不少。我妖族今日不欲与人族起纷争，只为讨伐药王谷而来。龙傲天踏天而行，神态倨傲。众人族修士闻言，神情一愣，难得人族与妖族之间竟然目标一致。好，既如此，我藏天门也来耍上一耍。却是藏天老祖带领藏天门众人前来，紧跟着星月殿、白羽楼等一众势力纷至沓来。药王谷之外，群修共路，